他叫苏季，这是他穿越的第一天，不，准确而言是破解胎中之谜的第一天。熬夜玩小手机猝死，穿越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是弄一发，直接弄醒蓝星的记忆。不说后无来者，但应该是前无古人。至于为什么会弄这一发，说来话短。扣扣扣，木质门框应声震动，门外传来少女柔糯的声线：“师兄，你紊乱的灵根还没调理好，我时间有限。”神特么紊乱的灵根，因为大量的蓝星记忆涌入，苏季暂时还没理清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但问题不大。就这对话，开局合欢宗对吧？这种剧情他熟，接下来二弟恐怕得辛苦一阵子了。师妹进来吧。得到苏季的答复，只听嘎吱一声，门被推开，雪里透粉的小腿最先迈进来，步调轻盈，并未急履。少女一身红长拂过门槛，与苏季这间略显破旧的屋子显得格格不入。眉眼狡黠的狐狸面具侧挂在她的小脑袋上，并未遮住面容。看到苏季，少女眼睛倏地一亮，嘴角扬起些许笑意，颊边漾开浅浅的梨涡。苏季师兄，就剩一盏茶的时间，动作的快一些喽。苏季忽然感觉灵根也不是那么稳固了，清纯中揉杂着微微媚意。该说不愧是合欢宗，吃这么好，他苏季还真就好这一口。不过一盏茶的时间是看不起谁，加重必须加重，至少也要半个时辰吧。少女闻言露出小虎牙，咬了咬嘴唇，脸上挂着疑惑。突破炼气需要半个时辰，师兄身体有急。苏季刚好他的记忆终于翻到这里，这里不但不是合欢宗，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相思门。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也就是说，眼前的少女大概率是心有所属的恋爱脑。真特么是好白菜都给猪拱了。不过怎么感觉听起来更刺激？苏季师兄，请盘膝坐好，凝神静气。少女的声音将苏季从记忆中拉回几分。他依言盘坐，少女轻移来到他身后，一只温软的小手轻轻贴上他的后心。要学，手指触感细腻，隔着薄薄的衣衫，依旧能感受到那份温热。苏季身形微不可察地僵了一下，感受到苏季身体僵硬了起来。少女提醒苏季师兄放轻松，别回头，声音带着几分认真。随即一股清澈的灵力渡入苏季体内。陆河之间，四海之内，照以日月，浮以星辰，既以40，要以太岁，或妖或兽，为圣人的祈祷。少女的轻呵在他耳畔响起，带着几分急促。就是现在，师兄，动手，冲！少女渡来的灵力引领着苏季自身那点微薄的灵力汇聚成一股溪流。苏季福至心灵，全力催动灵力，朝着那层无形的壁障狠狠撞去。啵！一声几不可闻的破碎声在他体内响起，刹那远比之前精纯数倍的灵力在苏季的丹田气海中流淌，四肢百还流淌过一股难以言喻的舒畅。炼气期成了。接着苏季耳边响起令他略微诧异的声音：首次突破炼气期，获得一次天命加持，请从以下天命中任选一项。天命1，君子藏气于身，天命品级白色，效果你可以将自己的气隐藏，死亡前不受任何外力伤害。天命2，待到阴阳逆乱时，天命品级白色，效果你的性别将被置换一次。天命3，地为仙白，天命品级白色，效果随即获得一个绿色品级的天命。呵，苏季的嘴角有些难压，别说 AK、JK 来了都压不住的那种。虽然这些天命名字听起来拿到就是乱杀，可实际效果一言难尽。但这种事情很重要，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苏季的金手指到账了，不需要多少年，这个世界的风里都会流传着他的名字。然而，还不等苏季继续幻想时间，少女依旧软糯的声音却似索命的恶鬼：师兄笑得这么开心，是因为天命。那位便宜师妹不知何时已经来到苏季面前。苏季猛然一惊，杀意下意识就险些涌出。什么路数？读心术？还是他穿越者的身份暴露，被做局了？他是如何知道自己的金手指？还不等苏季考虑如何杀人灭口，少女继续开口：我初始天命是蓝色的，师兄笑得这么开心，难道是紫色？等会，你初始天命？苏季反应也是极快，你意思是这玩意原来人人都有，这个世界人人开挂，而且蓝色一听就比他白色强10倍。苏季决定套一下话，连忙摆手：哪有那么夸张，我刚好也是蓝色的。我被修士每一次突破大境界都会获得一次天命加持，白、绿、蓝、紫、橙、红、彩。初始天命是不会太高的，一般炼气期获得绿色天命的概率最大。师兄初始就有蓝色天命，已经算是百里挑一，金丹大到可期。苏季那 JK 难压的嘴角彻底被压下去了，不但不是天胡开局，甚至变成天崩开局。正常人平均都有绿色，他3个白，怎么玩？请尽快选择天命，否则视为放弃。听到催促，苏季只能心中默念一声易为先。虽然随机绿色天命，好歹也算正常人水。苏季，刚刚的 JK 别走，再回来压一下他的嘴角。逆为先，白已触发，随机位逆为先，绿逆为先，绿已触发，随机位逆为先，蓝逆为先，红已触发，随机位恋爱选项，彩。等会，为什么白色的天命听起来那么有逼格，彩色的天赋名字这么抽象？苏季一边吐槽一边看向自己的天命。天命恋爱选项，天命品级彩色，效果
你与任意符合以审美的女修对话，都有概率触发恋爱选项，做出选择之后有概率获取神秘奖励或遭遇追杀。所以在相思门里和师妹师姐对话，就有概率触发恋爱选项。这对劲吗？这不对劲，但是这带劲。等会有更不对劲的东西来了。苏季这一看，发现他的天命竟有2个。天命窥天命，天命品级黑色，效果收集6种不同品级的逆位，先后获得，每7天可以窥探一次既定的未来。窥天命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为逆流而上的大修或成天命的提现傀儡，虽迟但到，大夏人穿越福利就是好。等会这算什么穿越福利？苏季觉得能走到这一步全是他的天赋与努力，是他随机天命的时间点选的精妙绝伦。小小运营了一下，现在彩色天命开局，这不算天命所归，那什么才是天命所归？别说相思门，你就特么就是个魔门，他苏季也能随便杀出一条活路好吧？见到苏季陷入沉默，少女开口打破气氛，既然苏季师兄成功突破炼气期，那我就不做打扰，先行告辞。少女走到门口停顿了一下，记得去贡献堂给我一个好评。苏季，啥？给一个好评？那能不能解锁特殊服务？服务到位的话，下次还点你。这该死的熟悉感，苏季甚至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穿越，该不会是枕头垫太高，还在做梦吧？算了，问题依旧不大。此时苏季已经将2份记忆都消化的差不多，这种复杂的记忆与世界观是做梦的概率几乎没有。正好他准备自由探索一下，把师妹走好，我就不送。与苏九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温和回应，表示对师妹帮忙突破的感谢，肯定会给好评，并顺势询问他杂役弟子成为外门弟子的流程，奖励相思门外门弟子身份。选项2，直接拒绝，表示没有特殊服务也想要好评，给爷爬，可能触发特殊剧情，也可能直接开启战斗。选项3，直言不讳，质疑对方天命与修为都不差，怎么会做这种帮助杂役弟子突破的任务？奖励未知。常驻选项以辱3尺微命，既无上剑道，当前击杀数0。苏季迅速扫过4个选项。苏九，原来这便宜师妹叫这个名字，都姓苏，没准几百年前还是一家人呢。选项1，中规中矩，毫无新意。选项2，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和赌不有点不共戴天的味道。选项3，苏季确实有这样的疑惑。根据苏季已经重新整理好的记忆，他是当了2年半的杂役弟子，勉强凑够宗门贡献，这才换取一次突破炼气的机会。因为资历够老，所以苏九才喊他师兄。但通常这种任务基本是放出去给其他外门弟子接的，那些外门弟子本身也就炼气的水平，帮忙突破的效率一言难尽，哪有这师妹的手法巧妙，按的那叫一个舒服。至于最后一个常驻选项，说实话，苏季是有些心动的。为什么？你看啊，之前那2个白色天命，名字和效果不能说沾不上一点边吧，但是有一种反差的抽象感，所以这个恋爱选项真正的用法，该不会是总有女人和我对话影响我修行，杀，我要杀到无人敢出声。当然，这只是苏季的猜测，现在想要验证也不实际，用屁股想都知道他不是苏九的对手。2个特殊天命看起来夸张，但一点实际战力也没有提供，所以初来乍到，先稳一手。苏季感觉选项3就挺稳的。师妹，有一句话我不知当不当问。苏九眨了眨眼，似乎没想到苏季会这么问。他略微回头看向苏季，交浅言深，多说无益，师兄还是别问了。苏季，总感觉这个世界画风不太对劲啊，你就一点都不好奇吗？不过问题还是不大，只是苏九刚准备踩着雪白的小脚踏出门槛，又好像想起什么，突然退了回来。他回到苏季面前，伸手往自己怀里掏了掏。师兄刚突破炼气，境界尚未稳固。苏九说着，取出一个小巧的玉瓶，递向苏季，我这里有瓶自己手搓的一阶凝血丹，虽然品级不高，但胜在药效温和，对内外伤都有不错的止血镇痛效果。苏季，这又是什么？他该不会是看上自己的帅脸，想要强行喂自己吃软饭吧？不然怎么解释这种行为？随后苏九开口解释了这种行为，师兄若是不嫌弃，就算你3块下品灵石好了，比房市里便宜不少的。燕国的地图怎么如此之短？这就图穷匕现。他现在神完气足，4肢百骸舒畅无比，哪来的内外伤需要止血镇痛？你要说来一瓶巩固境界或是加快修炼速度的丹药，苏季或许还会认真考虑一下。这凝血丹别手搓了，就算你用脚搓的，也不值3块下品灵石啊。苏季婉拒，我暂时不需要。苏九闻言面色古怪，声音也低了几分。这凝血丹虽不贵重，但师兄最近难免受伤，关键时刻或许能派上用场。苏季挑了挑眉，苏九这句话说得很没有情商，还是他在暗示什么？但3块下品灵石，苏季确实拿不出来。谢谢师妹的好意，我暂时拿不出来这么多灵石。苏九闻言也没有强买强卖的意思，犹豫了一下，扒开瓶塞，从中倒出一颗凝血丹，躺在他的手心，随后抛给了苏季，语气也不复之前的温和，有些冰冷。仙路漫漫，师兄后会无期。说完之后，头也不回地踏出门槛。莫名其妙，以苏季的视角，确实有些难看出来这位师妹神神秘秘的，
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他又没有上帝视，等会他好像还真有上帝视角。有一句话说得好，留着过年呢，早用早 CD， 亏天命。周遭的世界瞬间被按下暂停键，幕墙上斑驳的纹理，空气中浮动的微尘，一切皆静止。紧接着，深邃、浩渺、不可名状之物在他眼前炸开，又迅速收缩，化作亿万星点。他看到无数条丝线，这些丝线或明或暗，或粗或细，而这些都处于一种虚无的状态。苏季能够触及的实体丝线只有一根，格外明亮，还带着几分暗红。苏季的意识猛地扯断了这一条丝线，眼前的景象飞速变换，正好让他看看什么叫做既定的天命。那根被苏季意识触及的暗红丝线因念而断，周遭空间如镜面寸寸崩裂，化作齑粉。当眼前的景象再次清晰时，他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陌生的木屋中，正前方一个身着灰袍的女子背对着他，枪枪枪，他不知道在做什么，弄出一种令人牙酸耳刺的金属摩擦声。2秒后，女子扭转身子，刚刚发出怪声的是她手中一柄造型古怪的短刃，刀身不长却宽，刃口闪烁着寒芒。苏季尝试开口，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身体也无法动弹，他只是一个虚无的旁观者。灰袍女子的目光落在苏季身上，上下打量着，把道袍脱了。他开口，声音不带任何情绪起伏：“苏季，什么玩意儿？”他脑子嗡的一下，这展开是不是过于劲爆了？又来这种，这里真不是合欢宗。灰袍女子手指轻轻拂过刀刃，快点，你那灵根，我帮你去了。这是成为外门弟子必要的流程。灰袍女子继续用那毫无波澜的语调说道：“大道无期，我相思门的男修不该将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贪一时鱼水之欢。”灵根？苏季一愣，他的资质不行。等会联想到这灰袍女子手中那柄寒光闪闪的短刃和最后一句话，不对，我草里奈奈。苏季瞬间眼神都清澈起来，难道说？随即一股寒意从脚底板至冲天灵盖，他下意识就想起那个没有被选择的白色天命，君子藏器于身。说实话，苏季有点想他，忽然也就理解苏九之前有些谜语人的怪异行为。师兄最近难免受伤，关键时刻或许能派上用场。谜语人真该死啊！明明说清楚点就能让他避免的事情罢了，人家也没有那个义务。只是他美好的穿越生活还没开始，就要先经历这种惨无人道的剧情。这相思门真是正经门派，比合欢宗还邪门。人家合欢宗最多是让他受累，这相思门是直接想让他下岗。见苏季半天没有反应，那灰袍女子语气依旧平静，磨磨唧唧：“算了，我自己来吧。”苏季看着他一步步走近，手中的短刃反射着幽冷的光，他想逃跑，但身体依旧不听使唤，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柄决定他下半生幸福的刀离自己越来越近。出师未捷身先，哥！然后就在苏季道袍被扒下来，短刃的寒灵斩下来的瞬间，眼前的景象如被投入石子的水面，剧烈波动，灰袍女子的身影迅速扭曲消散。苏季的意识猛地一沉，回到那间破旧的木屋。苏九早已离去，屋门虚掩着。苏季大口喘着粗气，下意识低头，万幸还在。呼，即便这样，依旧心有余悸。说实话，若不是提前窥见那一幕，他傻乎乎的去领外门弟子身份，十有八成就要着了道。那灰袍女子的修为，苏季看不透，可直觉告诉他，绝对远超练气期，反正绝对不是他能够反抗的。最好的结果也就保住了灵根，丢了小命。苏季摊开手掌，看着静静躺在掌心的红色丹药凝血丹。之前他还觉得这玩意儿没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救命的宝贝。没有凝血丹镇痛止血，苏季都不敢想。算了，就算有凝血丹，他也不敢想。混蛋，别小看他灵根之间的羁绊啊！苏季开始仔细梳理脑海中的记忆，或许破局之道就在其中。首先，他的新手村位置不错，这里也叫大夏国，感觉有些巧。其次，大夏国的天地灵气枯竭，金丹便已经是极限。随后势力划分为1国、5圣地、9宗、13门，相思门于13门中位列第9，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准一流宗门。而苏季的记忆中并没有关于成为外门弟子需要切灵根的任何信息，或许因为他是外门杂役弟子，接触到的信息有限。托关系，苏季在相思门无亲无故，送礼他一瓶凝血丹都买不起。反抗，虽然说出来有些抽象，可以金丹为上限的大夏国中，筑基已是大能，非常绝望又难以反抗的未来。要不现在开溜，这些不能修了，在外面当个散修也是极好的。苏季将凝血丹揣入怀中，换取突破炼气的机会，完全掏空了他的家底。这已经是苏季身上唯一还算值钱的东西。木门被拉开一条缝隙，确认外面无人后，苏季偷偷溜了出去。凭借着2年半杂役弟子生涯中对相思门地形的熟悉，苏季避开一些巡逻的弟子，一路有惊无险地摸到山门附近。高耸的山门牌坊下，2名身着相思门制式道袍的弟子百无聊赖地守在那里。苏季屏住呼吸，正想趁着他们交谈分神之际溜过去。站住！其中一名高个弟子眼神锐利，立刻发现了他。苏季心头暗道不妙，他想要加速跑，又怕被人从背后一掌打死。另一名稍矮的弟子也看了过来，上下打量着苏季这身杂役的服饰。杂役弟子想出山，令牌呢？令牌？他有个屁令牌！
就在苏季思索着是强闯还是另寻他法的时候，一阵环佩叮当声由远及近，一位身段妖娆的女修款步走来，她手中捏着一枚泛着青光的玉牌。2名守山弟子见到来人，态度明显恭敬不少，扬起的鼻子马上就放了下去。师姐，那女修只是轻轻了一声，便将玉牌抛了过去。下山，高个弟子接过玉牌，凌厉探入其中，查验一番，随即问道：“敢问师姐，下山所为何事？”按规矩需登记在册。女修闻言，红唇勾起一抹弧度，语气却带着几分病态的甜蜜：“我喜欢的人今天要成亲了，我要下山去抢亲，我要当着他那新婚妻子的面，把他的活活完废。”2名守山弟子听完，脸上毫无波澜，仿佛听见的是今天天气不错之类的寻常话语。高个弟子只是点点头，在玉简上记录几笔，祝师姐心想事成，携个而归。随后他将玉牌恭敬地还给女修，侧身让开道路。而苏季呢，他已经默默退回自己的小木屋，所以既定的天命，意思是根本就无法更改的未来。放屁！不要小看他和林哥的羁绊，绝境之中尚有一线生机。苏九啊，真不是我要刷差评，等保住灵根，我一定会给你好评。苏九啊，苏九，别怪师兄不是人，实在兄弟太诱人。相思门的贡献堂离苏季的住处不算太远，一路上苏季看到不少行色匆匆的同门，有的面色透着扭曲的狂热，嘴里念念有词，听不清说些什么；有的则神情恍惚，只是机械的行走。更有一名女弟子倚在路边的一棵歪脖子树上，对着空气痴痴的笑，那叽叽叽叽的笑声格外瘆人。苏季只觉得后颈发凉，他看不出来这宗门和相思哪怕有1毛钱关系。不多时，贡献堂那略显气派的门楼便出现在眼前，这里倒是多了几分人气。弟子们进进出出，大多神色正常，偶有交谈，也只是围绕着任务和宗门贡献点。苏季定了定神，走进去。贡献堂内，几名执事弟子正坐在长案后处理事务。苏季找了个看起来稍稍面善一些的执事弟子，低声问道：“师兄，请问我要如何评价协助我突破的师妹？”那执事弟子头也没抬，指了指旁边的一块玉璧，神识探入，找到对应的任务记录即可评价，好评差评皆可，宗门不干涉。为保险起见，苏季还是多嘴一句：“我打差评。”他暴怒之下会不会？执事弟子有些不耐，自然是不能的，不然还搞啥评价？这个回答和苏季预想的一样。还不等他松一口气，执事弟子眉头一皱，补充一句：“至少在宗门内不能。”苏季仔细一想，倒也正常。出了宗门，一个刚入炼器的弟子死外面，宗门也懒得追查，那就有些棘手了。本来还想骗苏九带自己出宗门，然后支开他逃跑，从此天高任鸟飞，计划有变，但问题还是不大。苏季来到玉璧前，他刚入炼器，神识不能离体，只能用手去触碰，将自己那点微薄的神识探入其中，花了有一小会的功夫，才找到自己之前求助突破炼器的那条记录。记录下方果然有评价选项，虽然感觉这个世界画风不太对劲，但苏季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点在差评上，甚至还想洋洋洒洒写上几百字的差评理由，但玉璧上并无此功能，只能选择好、中、差。做完这一切，就在苏季准备抽身离开时，眼角余光瞥见旁边一名弟子，那是一名男弟子，身形瘦削，脸色苍白的有些过分，眼窝深陷。登记任务：寻一株阴葵草，这是筑基期能弄到最好的傀儡材料，能保尸身100年不朽，他一定会喜欢。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那男弟子喃喃自语，声音带着病态的迷恋。苏季好像有点看懂了，尼玛，撞大运了！这里是病娇门。苏季不敢多留，连忙退出贡献堂。等他回到自己那间破旧的小木屋，这才稍稍松了口气。现在就等苏九会有什么反应。按照常理，被人打差评，多少会有些不快。若是苏九气势汹汹找上门来，自己也得有个心理准备。只能说，考验他口技的时候就要来了。然而，半天过去了，时间已经推移到傍晚，苏九没有任何动静。苏季有些坐立不安起来。他突破炼器，拖1-2天问题不大，可以需要巩固一下修为。所以苏九怎么还不来？这不符合。扣扣扣！就在苏季准备另寻他法之时，敲门声终于响起。苏季一个机灵，从床板上弹了起来。来了！他走到门后，明知故问：“谁？”苏九。门外传来的依旧是那柔糯的声线。苏季犹豫了一下，还是拉开门栓。对方真要动武，这木门也拦不住他。门外，苏九俏生生地立着，依旧是一身红裳，只是预想中的怒容并未出现，他脸上甚至还带着浅浅的笑意，有些诡异。这种反应，苏季反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开口。苏九师妹，你……苏九轻声问道：“苏季师兄，听说你给我打差评了？”他的语气很轻，像在问今天天气如何一般随意。苏季的心猛地提了起来，这反应太不对劲了，该不会是笑里藏刀吧？与苏九对话，目标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矢口否认，表示绝无此事，定是贡献堂的执事弟子搞错了。奖励苏九的轻蔑一笑。选项2坦然承认，直言自己突破后他推销丹药，另有所图，奖励苏九的轻蔑一笑。选项3故作委屈，表示自己并非有意，只是当时心神不宁，错点了评价，
并询问是否有弥补的机会。奖励苏九的轻蔑一笑，常驻选项以汝3尺为命，既无上见道。当前击杀数0，这货怎么有点油盐不进啊？要不是打不过，苏季真想把他直接祭剑得了。他叫苏九，诚如你所见，他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类修士，才怪，他其实是只九尾天狐。至于狐狸面具，很简单，他越是这样，同门就越不会把他往事狐狸精上联想，而他身上背负的东西远比任何人都要沉重。任何人，因为这个世界病了。为何这么说呢？你很快就知道了。至于有多快，3、2、1，厚重又带几分飘渺的声音同时在苏季与苏九的耳边响起。奉天承运，已收获一次天道秘境的邀请，是否接受邀请？还不等苏季反应，苏九的身影就缓缓消失在他的视线中。苏季有些想跟，又不太敢跟。秘境是机遇，但把握不住就是杀劫。他一知半解地听过一些关于天道秘境的信息，有些是比拼实力，有些则是千奇百怪的难题，所以他就算刚刚练起，也是有机会搏一搏的。可是那是太尉。就在这时，卡在苏九脑门上的4个选项直接摔在地上，碎成一地残渣，好似在嘲笑苏季的无力挣扎。既定的天命就是无法改变。苏季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兄弟，放屁，危险尼玛呢？这个时候再不热血上大头，等会就要热血见小头了。他就是死在秘境里，也算是改变了既定的天命。蓝星老家有一句话说得好，人死也要鸟朝天。接受。苏季的身影也在木屋中缓缓消失。此时正在天道秘境中的苏九将侧挂在自己小脑袋上的狐狸面具往下拉，红衣好见血，面具好藏名，他是有备而来的。苏九知道这个秘境的内容，接下来就是杀杀杀，最终只有一个人能活着闯出这个秘境，剩下出去的都是尸体。但某些修士身上未必没有长辈留下寻仇的手段。随后苏九向前迈出一步，谁想到正好撞在突然出现的苏季胸口位置，一种难以置信的荒谬感涌上苏九的心头，因为这里明明应该是单人入口啊，而以苏季的实力又注定会死在这个秘境，与其浪费枉送性命，不如把名额让给他。当然这个名额他也不是白拿的，为苏季突破炼气的手段是九尾天狐一脉的特殊传承，能够短暂提高一个人气运，当然实际效果是因人而异，全当他抢走秘境资格的补偿，不然以苏季的天赋哪有那么好的命？看他那时候诧异的反应，肯定得到一个紫色天命，只是对自己有戒心藏拙了，结果还掩耳盗铃的给自己打差评。但这都不是重点，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苏季为啥还能进入秘境，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等会，难道是因为他不算人？苏季只觉眼前一花，在定睛时已然身处另一方天地，脚下的地面约莫5步见方，四周则是混沌一片，看不清边界。苏九蹙着眉退后一步，狐狸面具遮住大半神情，但那双露出的眼眸里还是充满惊疑。不等两人有所交流，一道毫无情感的声音在他们头顶响起，自9天而来，在秘境回荡。天道秘境开启，此番试炼非比寻常，不问当下修为，只论未来成就。而等此刻之力，将悉数拔至既定未来中的全盛之期，汝之未来将化虚影，加持汝身，最终为胜者一人，可携造化而出，余者皆为尘土。果然与苏九所知道的一样，最终只能活下一人。因为天道在阳谷，只是比起阳谷的厮杀，这个秘境有一种道果为因的即视感，只需要选出未来的最强者活着就行了，剩下的所谓天骄不过是活着浪费天才地宝的废物罢。他身负九尾天狐血脉，未来注定屹立于修行界的顶端，这一点他深信不疑。这秘境规则可以说是为了他量身打造的。只是苏九的目光落在苏季身上，一丝复杂难明的情绪闪过，杀了他，还是因为自己非人的特殊性，或许能有别的出路。可若真能两人一同出去，他这红衣与面具恐怕就白费了心思，还有他身上背负的那些秘密。苏九最终还是开口了，苏季，他懒得继续演戏，师兄也不喊，告诉我你想活吗？苏季也是心头一沉，是因为随机彩色天命把他这段时间的运气都用完了。一个人怎么可以倒霉到这种程度？不光是生死搏杀的秘境，甚至只能活一人。我与苏九对话，目标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立即下跪大喊妈饶命，奖励活着的可能。选项2，立刻磕头哀求对方，苏九师妹我不想死，奖励活着的可能。选项3，连连点头趴在地上抱住对方的脚，求求他放过自己，奖励被一脚踹在脸上踢开加活着的可能。常驻选项结，哪来的女修？不知道我生平最讨厌女修了。当前击杀数999999。看到选项4，苏季忽然就反应过来了，未来的全盛期，你要说他一个刚刚练气的小修士能有多强，怕不是直接被苏九碾压成渣。但你可见识过我的全盛期？苏季看向自己的天命，天命1，绝爱、绝情、绝心、绝剑。天命品级黑色。介绍：剑道增幅 0.01 百分号 X 女修击杀数量，免疫女修精神攻击，由恋爱选项进阶。无剑一成，无剑一成。天命2，我为人皇。天命品级彩色，效果炼化败于自己手中的修士，
强化己身，强化幅度视为炼化目标决定。当前人黄帆炼化数量999999，道友，来我这散发鸿蒙紫气中的人黄帆一句如何？天命96，扭曲的善，天命品级白色，效果不被视为邪修。当那一刀落下的之时，你们可曾想过今天我曾苦苦哀求，刀终究还是落下了。那你觉得你求我，我这一剑就不会落下了？结，是你们自找的呀！足足96条天命加身。不等苏纪细思，一股磅礴到难以想象的力量猛地从他体内深处涌现，他身后一道模糊的虚影开始缓缓凝聚。苏九也感受到自己体内力量的急剧攀升，身后雪白蓬松的9条虎尾摇曳，巨大天狐虚影若隐若现，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他自信满满，可有人见过9尾天狐的全胜之姿？他于此尽全无敌。他继续看向苏纪，等待他的答复。可就这一眼，那份自信猛地一滞，苏纪身后的虚影也在飞速凝视，与苏九那圣洁的天狐之影截然不同。他甚至已经不能叫做他充满了不祥的诡异。虚影的面容与苏纪有7分相似，但右眼的位置是一个空洞的窟窿，仅存的左眼中是化不开的阴郁与疯狂。他的左手竟是森然白骨，5根骨指如钩，右臂则粗壮异常，覆盖着漆黑的鳞甲，反映着幽冷的寒芒。更令人头皮发麻的是，虚影的背后赫然交叉挂着2杆黑道发斜的帆旗，旗面漆黑，隐约可见无数扭曲哀嚎的人脸在其中沉浮，阵阵阴风卷过，带来令人神魂颤栗的凄厉鬼笑。这是炼化了多少人的万魂幡，还是异魂幡？苏九的瞳孔骤然收缩。这苏纪，他的未来究竟是什么？这股气息比他想象中任何邪魔歪道都要来得纯粹，来得恐怖。别说苏九了，苏纪自己都呆住了。他能感觉到身后那道虚影与自己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联系，那就是未来的自己。只是这造型是修仙者，不如说是从九幽爬出来的恶鬼更有说服力。结，沙哑的笑声突兀地从苏纪身后的虚影口中传出，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快意。苏九强忍着不适，动用9尾天狐一族的底蕴窥探苏纪的根脚。原本这能把人挤碎尿床都窥探到一干二净的手段，却只看看寥寥几句。人物：苏纪，修为地道。会有人因为寻到阳而踏至顶峰，也会有人因为失去鸟而杀到癫狂。你要问何为地道，字面意思，献祭天道之后取而代之，极致升华的无敌境界。现在这次天道秘境中的所有人都得死，包括他在内。苏九看到那虚影阴郁的独眼看了过来，苏纪与他一同开口：结，哪来的女修？仅仅只是一个眼神，苏九感觉到他背后9尾天狐的几近溃散，绝对的实力，无人可以忤逆。只是太荒谬了呀！他不理解，只因没保住自己的鸟就变成这富鬼模样。要是能给他再来一次的机会，他就算拼命了也会守护好苏纪的鸟啊！但显然苏九已经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周围的浓雾散尽，秘境正式开始。任他巧舌如簧，苏纪会给他发挥的机会？自然是不会的。秘境清清楚楚写着，最终只有一人能够活着出去。不管自己如何解释，苏纪只会认为自己是在欺骗他，而且他甚至开不了口。身后虚影的9条尾巴不受控制的炸毛，他从未感受过这样纯粹的绝望，就像一只蚂蚁仰望着即将坠落的天穹，他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发不出半点声音。就在这时，一道璀璨的金光划破了这方天地的昏暗，一辆由4匹神骏天马拉拽的黄金战车碾碎虚空，轰然而至。战车之上，一名身穿金丝羽衣的青年负手而立，他面如冠玉，剑眉星目，周身环绕着炽热如太阳的灵力波动，气势逼人。在下烈阳圣地，萧凡。青年声若洪钟，带着与生俱来的傲慢。何方妖邪在此作祟，还不速速束手就擒？他的视线扫过苏纪身后那尊可怖的虚影，眉头微蹙，但并未有多少畏惧，反而在看到虚影前方那红衣如火、身段婀娜的苏九时，他眼中迸发出一阵火热。好一个绝色佳人！虽然被那妖邪的气息震慑，但眉眼间的风情依旧动人心魄。只是可惜了，这次秘境注定只有一人能够活着出去。不过是一具红粉骷髅，但不影响他趁热享用一下。他不过是一个喂马小厮，也未曾想过自己的未来会如此恐怖。待他拿下这一处天道秘境，出去之后就能一步一步爬到最高。萧凡自顾自地想到，显然已经将苏纪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他话音落下，身后虚影手中凭空出现一轮煌煌大日般的金色轮盘，轮盘之上符文流转，散发出净化万物的浩然正气。大日净世轮！萧凡厉喝一声，将手中轮盘猛地掷出，金轮脱手，迎风暴涨，化作一轮真正的太阳，带着焚山逐海的恐怖威势，朝着苏纪当头压下。苏九一眼看穿了来人的信息，万年难遇的太阳神体，从喂马小厮一步一步走到圣地之主，是这一代修士中最为耀眼的星星之一。可现在，在这尊名为苏纪的怪物面前，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面对那足以焚山逐海的煌煌大日，苏纪，或者说他身后的那尊虚影，终于动了。没有惊天动地的法术，也没有毁天灭地的气势，他只是缓缓抬起那只森然的白骨左手，5根骨指随意的张开，然后轻轻一握，咔嚓，
一声清脆得令人牙酸的碎裂声响起，那轮不可一世的金色太阳就那么在空中猛地一掷，随即其上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下一秒，砰！金轮炸裂，化作漫天金色的光点，如一场绚烂的烟火，然后熄灭。萧凡脸上的傲慢凝固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要知道大夏的修为上限只有金丹，而他得知他自己未来的成就是仙，虽然不知道强过金丹多少个境界，但肯定凌驾于大夏所有生灵之上，所以他才会如此肆无忌惮。而他未来的本命法宝足以击沉大夏的无敌一击，就这么碎了，被一只手轻轻一握，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从他的尾椎骨直冲脑门。他想逃，这个念头刚刚升起，那尊虚影的另一只手臂，那覆盖着漆黑鳞甲的右臂动了，手臂划过一道极其简单的轨迹，像是在驱赶一只恼人的苍蝇，一巴掌扇了过去。没有声音，没有报名，甚至没有一丝灵力波动的外泄。萧凡那张英俊的脸，连同他惊恐的表情，以及他的整个身体，都在这一巴掌下化作一捧血雾，连一声惨叫都未能发出。一尊未来的仙就此烟消云散。紧接着，虚影背后那两杆漆黑的幡旗之一无风自动，旗面之上一张扭曲痛苦的人脸一闪而过，正是萧凡。随即他便融入那1万哀嚎的魂魄之中，成了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已成功炼化太阳神体，获得神通法术大日金乌，苏季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纯净的力量融入他背后的虚影中，很微弱，他好像又强了一点，就像是玩游戏打怪升级，爆出了经验值和技能，原始且纯粹。结，那沙哑又带着几分疯狂快意的笑声再次响起。走，念，杀人！苏九挣扎着想要开口，却对上那只仅存满是阴郁与疯狂的独眼，仅是一眼，道心几近破碎。完了，整个世界都完了。苏季刚刚成为相思门外门弟子，按照流程3日之后就会有人来切掉他无用的灵根，而苏季在秘境中的强大终究是假的。那1日他无力反抗，最后苏季会带着自己赠予的紫色天赋，加上这次天道秘境送出的奖励，一步一步爬到最高，带着满腔的怨恨杀掉所有人。苏九不知道苏季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但他看得见不远处的邪气冲天，有人想要反抗，祭出漫天飞雪，试图困住苏季，仅用1秒就化作漫天飞雪。也有成千上万柄灵气化作的飞剑凭空浮现，将半边天幕都映照的雪亮，朝着苏季席卷而去，剑势滔天。可那苏季身后那尊虚影只是轻轻勾了勾白骨手指，叮一声轻微的几不可闻的颤音，那场席卷天地的灵剑就那么应声地停在半空中。所有的飞剑剧烈的嗡鸣颤抖，他们见到了真正的君王。剑修的脸色瞬间煞白，他感觉到自己与飞剑的联系正在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强行剥夺。不，回来！他嘶声力竭的咆哮，回应他的是那漫天飞剑调转剑尖，咻，剑雨倒卷而回，速度比来时快10倍不止。剑修脸上的惊恐永远凝固，连同他身后的剑神虚影，血雾爆开，又被苏季背后的幡旗吸入，已成功炼化万剑灵体，获得剑道感悟剑1。天空挂起一轮诡异的红月，有人身后万丈金佛流下血泪，有的人身后通天彻地的神魔临阵倒戈，控受者被万兽分食，掌雷者毙命于雷霆。或许这连屠杀都算不上，甚至比菜农回自家田地收菜还要来得轻松。恍惚间，苏季已经将整个秘境中的人屠杀一空。苏九抬头，再次与那只疯狂的独眼对上。苏季恶趣味上来了，学着虚影的阴森语气开口：“结，轮到你了，我的好师妹。”苏九看到那尊名为苏季的魔神正缓步朝他走来，而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因为他没能早点提醒他，宗门有个退无用灵根的传统。荒谬！绝望的情绪如潮水般将他淹没，他不想死在这样一尊怪物手里，成为他身后那万魂幡中又一张扭曲的脸。苏九颤抖着手拔出腰间寒光凛凛的佩剑，将剑锋横在自己雪白的脖颈上。也好，死在自己手里总好过。苏季看着苏九的动作，人有点懵，不是演得太过了，怎么就要抹脖子了？这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差了吧！结！苏季身后那恐怖的虚影依旧在狂笑，他那只森然的白骨左手缓缓抬起，精准地拦住苏九手中的剑刃，任凭苏九如何用力，剑刃都纹丝不动。苏九猛地睁开双眼，他要做什么？连让他自我了断的权利都要剥夺？结！笑声再次响起，师妹，我很吓人吗？虚影与苏季的本体同时开口，声音重叠在一起。苏九有些挫败的开口：“苏季师兄，看在我不曾为难或是加害你的份上，给我一个体面的死法行不行？”苏季玩性大起：“结，师妹，我也曾哀求过，可回应我的只有自己啊。”苏九无法反驳：“我知道了。”苏季见他如此摆烂，无奈地收起那副反派做派，包裹着苏九的滔天戾气也如潮水般退去。虽然造型依旧猎奇，但至少不再让人看一眼就道心破碎。师妹啊，别寻死了。苏季开口，声音恢复正常：“你之前不是问我想活吗？那我问你，你想死吗？”苏九猛然抬头，狐狸面具下那双漂亮的眼眸里写满惊异。他不杀自己，为什么？他不是最讨厌女修？苏季未来的天命，那条绝爱、绝情、绝心、绝剑啊！
明明白白写着要杀尽天下女修，自己一个活生生的女修，不该第一时间被撕成碎片，然后带着桀桀怪笑炼入饭中。苏季大概能猜到他在想什么，他叹了口气，神情变得有些复杂。师妹，我未来的样子你也看到了吧？苏九木然地点了点头，说实话很强，但我不愿变成那富贵样子。师妹，你也不想我未来变成那样，对吧？他有些茫然地看着苏季，世间之事岂是想或不想就能轻易扭转的？自然是不想的，但是这世上有太多事情并非你我意愿所能。苏季打断了他，那我让你帮我尝试去改变的话，你愿意？他身后的虚影，那只阴郁的独眼微微转动，在审视着苏九。还不等苏季说完，苏九就抢答了，我愿意，我愿意。甚至身后的尾巴都有些兴奋的像小狗一样疯狂摇摆。苏季浇下一盆冷水，但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信不过你。出了秘境之后，我的实力只能任你揉捏，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觉得你是可信的，让我觉得你会真心实意地帮我保住他？苏季说着，眼神往下瞥了瞥，说服我，我就让你活着离开这里。这番话苏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管他现在借着未来的威能如何呼风唤雨乱杀四方，这终究是镜花水月，一旦离开天道秘境，他就会被打回原形，变回那个兜里比脸还干净，连自己兄弟都快保不住的炼气七小修士。苏九在秘境外的实力他看不透，但绝对不弱，他是自己度过切根之劫最重要也可能是唯一的助力。苏九沉默了，他在剖析苏季这番话里的每一个字。真有人愿意为了区灵根放弃既到的无上未来，以苏季未来那等境界重塑肉身再造灵根，恐怕只是一个念头的事情。甚至苏季可以创造出无数比原装更好用更强大的灵根，而苏季身后的虚影以那种方式见人，不是白骨难以愈合，灵根难以修复，而是他单纯的喜欢自己这个样子。灵根一找，技到难求啊，保住那玩意有比成为世间主宰更重要。他有些不理解，但苏季绝对的实力没有戏耍自己的必要。苏九的声音恢复了些许冷静，哪怕希望渺茫，他还是想要试一试。此刻以我们两人的状态，寻常的道心誓言毫无约束力。我愿以九尾天狐血脉立誓，以血为祭，以神为引，立下命誓。他一边说着，一边手指放在心脏的位置，一滴嫣红中带着点点金芒的心头血被他牵引而出，悬浮在空中。我苏九愿倾尽全力，哪怕不择手段，也要助苏季安然度过退灵根之劫，护苏季灵根周全。苏季看着那滴散发着异色的血液，虽然不知道天狐血势究竟有多大约束力，但他隐约感觉自己背后的虚影在微微点头。好，我同意。苏季也跟着微微点头。苏九松了一口气，他指尖一弹，那滴天狐精血一分为二，一半落在苏季的灵根之上引入其中，一半落在苏九的眼角之下，成为一颗泪痣。一股奇妙的联系在两人之间建立。在血势完成的瞬间，苏季身后那滔天的戾气竟真的消散了些许。那只阴郁的独眼看向苏九的眼神也少了几分疯狂，既定的未来似乎真的被撬动，只是画风还是有些不对劲啊。别的未来天骄身后站着的叫护道人，他苏季的竟然叫护根人。护根人就护根人吧，唯一的坏处就是他以后恐怕都无法直视护道人这个词了。现在也不是纠结称呼的时候。他看向苏九，所以那个为胜者一人的规则，你是有什么办法绕过去，对吗？苏九摘下脸上的狐狸面具，随手别在腰间，那张清纯的脸别有一番动人的韵味。苏九沉默了片刻，似乎在组织语言，最后只是悠悠吐出几个字，应该等着就行了。苏季人有点妈，等着，这就是你的办法？苏九摇了摇头，那双漂亮的眼眸略显迟疑。这天道秘境给我的感觉不像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它更像是一段被设定好的程序，冰冷刻板，遵循着既定的规则，而我或许能钻这个程序的空子。苏季反应不慢，否则他未来也不可能有那般成就。经过苏九这么一提醒，也是品出点味道来了。九尾天狐非人，所以在这套程序的判定里，他不算人。这漏洞是不是有点太大了？玩游戏卡 bug 就算了，修仙还能卡 bug， 那就等等看。当然苏季还有一种办法，大喊一声拜托了，另一个我，让背后的虚影尝试把这个秘境给扬了。不过苏季感觉可行性应该不高，虽说是模拟全盛期，但苏季感觉自己的全盛期已经超过这处天道秘境的上限，根本就无法完全模拟出来。他背后的虚影只能勉强模拟到媲美天道的水平。于是两人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大约2炷半香后，那道毫无情感的声音再次于9天之上回荡。天道秘境试炼结束，最终幸存者苏季成了。苏季看向苏九，对方也明显松了口气。这天道果然不太聪明，开始结算奖励，已为苏季量身定制天命。天命生成完毕，苏季的眼前一道全新的天命缓缓浮现。天命北人如玉，枪如游龙。天命品级红色，效果需手动绑定女性目标，目标遇属性越高，你获得枪属性加持越高，同时有概率领悟对方神通。苏季这天命怎么说呢？很强很实用，就是名字和效果
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现在有人告诉苏纪，他掉到黄油世界里了，他都信。然而还不等苏纪细想，苏九的面前同样浮现出一道赤红色的流光。天命飘向未知的祈愿，天命品级红色，效果九尾天狐血脉复苏速度大幅度加快，解锁部分神通。两人面面相觑，虽然都不知道对方奖励如何，但红色的天命加持，不用想都知道弱不到哪里去。这天道不但不聪明，甚至还有点慷慨过头。下一秒，周遭的景象迅速褪色崩解，苏纪只觉一股力量包裹住自己，眼前的世界天旋地转。当他再次脚踏实地时，已经回到自己那间破旧的小木屋，体内那股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连同身后那尊恐怖的虚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又变回了那个刚刚突破炼气期的小修士。苏九也一样恢复原本的修为，俏生生地站在他对面，只是眼角下那颗星天的泪痣，证明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并非幻梦。屋内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微妙，没有了未来力量的加持，两人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得有些尴尬。还是苏九率先打破了沉默，也不知道是天狐誓言的约束，还是他本身就是个重承诺的人。要不我们现在该商量一下怎么保住你的灵根了。他指了指苏纪的下半身，表情认真。苏纪干咳一声，强行让自己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要的，修仙者没了灵根还算什么修仙者？你有什么好主意？硬来肯定不行。苏九解释，我虽然有些底牌，但现在也只是个弟子，不可能和整个相思门的规矩对着干。苏纪提出一个自己觉得还算靠谱的方案，那怎么办？你想个办法弄一个下山令牌，带着我连夜跑路。相思门也不可能大张旗鼓来抓我一个外门弟子吧？苏九直接否定，我弄下山手令容易，但是想带你出去，恐怕得等你领了外门弟子的身份令牌才行。而领令牌之前就得……苏纪闻言，脸马上就垮了下来。我暂时能想到唯一的办法，苏九沉吟道，就是按流程走。明天你就去退灵根吧。苏纪的脸色瞬间就绿了。苏九瞥了他一眼，没好气的说道，我的意思是，表面上按流程走，宗门规矩，为新进外门男弟子退灵根，需由1名筑基期以上或2名炼气后期的弟子执行，以防意外。而执行者是可以申请的。苏纪脑中灵光一闪，你的意思是？没错。苏九的嘴角微微上扬，像一只偷腥的小狐狸。由我来当那个操刀人，我去接下这个任务。到时候阳奉阴违，瞒天过海，我只需用术法制造些许幻象，再让你配合一下，装出痛苦的样子，此事便可接过。这个计划听起来似乎可行，但苏纪还是有些担忧，毕竟关系到兄弟的安危，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放心，苏九的语气带着自信，虽然我的血脉觉醒程度还不高，但我的幻术同为筑基期肯定是看不穿的，而金丹大能不太可能来过问这种小事。至于你，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苏纪，你只需要负责叫得惨一点，像一点就行了。苏纪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漏洞，那切下来的灵根呢？你不需要上交证明自己完成了任务。苏九脸色有些不自然，自然是要交的。我说了，我的幻术同为筑基期是看不穿的，到时候放一根木头镜存根带交上去就好了。苏纪还是不放心，我觉得演戏就要演得天衣无缝。苏九困惑不解，那你觉得我这个计划哪里有漏洞啊？苏纪开口，万一有人在我小姐的时候无意间看过我的灵根呢？苏九有些无语，反驳，谁会那么无聊给你记下来啊？苏纪显然不接受反驳，未来魔头万魂幡誓言。苏九有些挫败，你意思是要我1比1复刻？苏纪缓缓点头，可我又没看。苏纪继续缓缓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中。苏九脸上带着几分被胁迫的不悦，用一脸嫌弃的眼神看着苏纪，至于吗？苏纪不说话，只是发出结结结的怪笑声。苏九闭上眼睛，小脑袋扬起，忍住自己想要打人的欲望，对天长舒一口气。可木屋里气氛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苏纪清了清嗓子，打破这片尴尬，脸上带着一本正经，师妹，我觉得此事关乎大夏的未来，还请看仔细些。苏九那张清纯的小脸绷得紧紧的，强行挤出一种公事公办的表情，眼角下的泪痣却在微微颤动。他撇过头，视线落在墙壁斑驳的木纹上，就是不看苏纪。哦，那你准备好了就说一声。声音细若文瑞。苏纪答得干脆，不用准备，来吧。苏九闻言并没有任何动作，看来需要准备的人是他才是真的。足足2分半钟之后，苏九下了巨大的决心，目光终于从墙壁上移开，缓缓地极其不情愿地向下移动，1寸又1寸。屋内光线昏暗，苏九的呼吸微不可察地停滞了一瞬，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一根白皙的手指，指尖萦绕着一缕淡青色的灵力光晕过去，勘探形态。可他低声呢喃，像是在给自己加深记忆。威势，锋芒也。他的话语断断续续，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艰难，脸颊已经染上一层无法掩饰的绯红。师妹，苏纪忽然开口，语气诚恳，要不要上手亮一下？幻术这东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万一到时候幻化出来的灵根不标准，岂不是一眼就被人看穿了？苏九哪有那么容易被看穿了？明明就是你胆大包天。他猛地抬头，那双漂亮的眸子里几乎要喷出火来。与苏九对话，目标符合审美，
触发恋爱选项。选项一，继续追问，强迫对方继续，表示为了逼真，为了大夏的未来，他苏季牺牲一点个人名节不算什么。奖励苏九恼羞成怒的幻术攻击，将你变成白痴，终生监禁在他的住所交屋藏。选项二，表示只是开个玩笑，缓和一下气氛，奖励苏九的白眼一枚。选项三，点到为止，表示师妹心中有数即可，自己相信他的幻术，奖励苏九好感加1。常驻选项以辱3尺为命，既无无上剑道，当前击杀数0，这还用选？当然是选3啊，见好就收，过犹不及。而且选项1也太恐怖了吧，不愧是病娇门，这师妹也有成为病娇的潜力，看来不能拿大夏的未来无限的胁迫他突破自己的底线。也是，就算是恶堕，也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至于选项2，真把这师妹惹毛了，明天他操刀的时候一个手滑，留下一点痕迹，自己哭都没地方哭去。而选项3甚至还能加一点好感，苏季感觉有些离谱了，这就是折中的艺术。于是苏季摆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模样，算了，师妹心中有数便好，我相信你的幻术。苏九得到台阶，连连飞快地点头，我已经记下了，万无一失。只是这句话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随后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明天辰时已去登记成为外门弟子，我会守着贡献堂接下任务的，在此之前我们不要再有任何接触，以免惹人起疑。说完他转身就走，背影带着几分落荒而逃的狼狈。惹人起疑是假，不想再看见苏季才是真的。木门吱呀一声被拉开，又砰的一声被重重关上。苏季站在原地看着紧闭的屋门，嘴角的笑意再也压不住了。总算是把这位未来的九尾天狐暂时的护根人给安排的明明白白，度过这一劫，那不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然而苏季和苏九都未曾察觉，就在不远处一棵老槐树的阴影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苏九离去的方向，眼中的光芒炙热的几乎要燃烧起来。那是一个同样身穿杂役服饰的弟子，身形瘦削，相貌平平，他叫王三。这也是他穿越的第3天，他也是大夏人，没想到穿越了，所在的国家还叫大夏，真是有些巧了。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穿越者就注定了会成为世界的主角呀。只是今天有一件事让他非常不爽，他亲眼看着那个气质绝佳的红衣师妹，下午进去，直到晚上才从苏季那间破烂的木屋里走出来，脸上还带着一抹古怪的红晕。一个杂役弟子，一个仙子般的师妹，这还能发生什么好事？妒忌的火焰瞬间就点燃了王三的心。凭什么？他可是穿越者，凭什么他没有此等待遇？王三的拳头在袖中悄然握紧，他就在不久前凭借自己的努力突破炼气期，同样获得天命加持。天命，君子藏气于身，天命品级白色，效果已可以将自己的大气缩入腹中，死亡前不受任何外力伤害。虽然只是个白色天命，但王三却觉得这是神迹。有什么是比保住灵根更重要的事情？而且他的天命又不止这一个，只要他再突破境界，源源不断的天命加持，一群土著怎么和开了金手指被天命加深的他斗？王三的眼底闪过一丝阴狠，等着吧，用不了多久，这位漂亮的师妹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大气之才。木屋内，苏季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另一个老乡给惦记上了，他正沉浸在对未来的规划之中。从苏九口中得知，正常修行者突破炼气期一般只会有一个绿色的天命，而他呢，黑、彩、红3条高质量天命加深，还有一个愿意为自己兄弟两肋插刀的护根人。这开局已经不能用天狐来形容，简直是天道追着喂饭。心念一动，他的天命信息便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前2条暂且略过。天命，北人如玉，枪如游龙。天命品级红色，效果需手动绑定女性目标，目标玉属性越高，你获得枪属性加持越高，同时有概率领悟对方神通。只要找到一个足够玉的女性，关键在于那个玉属性是指灵气属性吗？就像金灵根、木灵根之类的，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判定的？苏季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初见时苏九那迈过门槛的雪里透粉的小腿，浮现出他那双清澈又带着几分狡黠的眼眸，宛如白玉雕琢而成。够了，绝对够了！苏季敢用自己的兄弟担保，苏九的玉属性绝对是顶级的。这个世界的画风都这么离谱了，天命会有这种判定，苏季觉得大概率不会猜错的。问题是怎么说服苏九绑定？苏季在破旧的木屋里来回踱步，强行拦住他，说：“师妹，我看你骨骼清奇，与我有缘，让我绑定一下。”师妹，为了大夏的未来，绑一下呗。这个想法刚一冒出来，苏季就立刻掐灭了，风险太大，苏九的实力远在他之上，兔子被逼急了还要咬人，到时候两人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脆弱友谊崩塌了怎么办？怕不是会被他的狐狸尾巴抽成陀螺。思来想去，似乎只能等到明天在那个手术台上再找机会了，也只能这样了。苏季叹了口气，暂时压下心中的躁动，他盘膝坐下，开始运转相思门发放给杂役弟子的大众心法，提升自身的实力才是最根本的。第2天天刚蒙蒙亮，苏季便推开木门，朝着外门弟子登记处走去。外门弟子登记的地方被称作人事堂，
这名字让苏季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或许是因为清早的缘故。堂内冷冷清清，只有一个身形微胖的执事弟子正趴在长案上打着瞌睡，嘴角还挂着一串一言难尽。苏季走上前，轻轻扣了扣桌面。师兄，那执事弟子被惊醒，睡眼惺忪地抬起头，抹了把嘴角的口水，眼中满是不快。他瞥了苏季一眼，又看了看他身上的杂役服饰，懂规矩不？苏季心里咯噔一下，规矩？什么规矩？他迅速在脑中过了一遍杂役弟子的记忆，没有任何关于登记时需要遵守什么特殊规矩的信息。见苏季半天没反应，那执事弟子的脸上露出了几分不耐。他把手放在桌上，伸出大拇指，在中指和食指上慢悠悠地搓了搓，同时嘴里还嘟囔着：“哎呀，怎么写字的墨水弄到手上了，真麻烦。”行了，这一下苏季要是再看不懂，那大下20年就算是白活了。合着修仙界也得讲人情世故，这么地道，真就原汁原味的大下风。问题是苏季现在一穷二白，除了一颗凝血丹之外，拿什么去贿赂？是了，等会找苏就要一点启动资金了。富婆，饭丢人吗？不丢人啊，想吃但吃不到才丢人。可俗话说得好，阎王好惹，小鬼难缠。今天要是把这位师兄得罪了，天知道他会不会给自己下绊子。苏季心中不屑，脸上却堆起笑容。师兄，师弟我刚突破炼气，这种天大的喜事自然是要与师兄分享的。他话锋一转，面露难色。奈何师弟我天资愚钝，为了凑够突破的资源，已是倾家荡产。不如这样，师兄宽限我2天，等手头宽裕了，师弟定当奉上3枚下品灵石，与师兄同乐。那执事弟子听完，脸色总算缓和了不少。他慢条斯理地收回手，师弟有心了，师兄我也不是白拿你东西的人。他压低声音，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到时候我送你一些咱们相思门的特产，也算庆祝师弟你正式踏入仙途。胖子执事也没有想到，自己今日这随口一句话，会成为日后大夏的万恶之源。苏季略微思考，相思门的特产，这鬼地方能有什么正经特产？他按捺住好奇，没敢多问，怕言多必失。等会还是去问苏九来的稳妥。执事弟子见苏季如此上道，便麻利地给他办好手续，取出一枚空白玉简。行了，流程你清楚吧？去贡献堂那边等着，看谁接了任务，你就配合一下。完事之后，把灵根带回我这里，就能领你的外门弟子身份令牌了。多谢师兄指点。苏季拱手告辞，按照约定朝着贡献堂的方向走去。与此同时，王三脸色铁青的从另一间屋子冲了出来，他的脚步有些虚浮，额头上布满冷汗，像刚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他就要和赵高准备一样，一步一步爬到最高了。这到底是个什么狗屁宗门？成为外门弟子的代价竟然是去世。王三靠在墙上，大口喘着粗气，眼中满是后怕与滔天的怒火。要不是他天命加身，觉醒了君子这等神技，在关键时刻将自己隐藏，再谎称自己天生便是天烟，他现在恐怕已经是个废人了。等着，都给老子等着！王三咬牙切齿，将这份屈辱死记在心里。他才是天命所归的穿越者，这些土著迟早要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平复了许久，他才整理好仪容，朝着贡献堂走去。先给那个对着他看了半天，最后一脸失望的变态师姐打一个差评线。就在王三神识沉入玉璧，扫任务列表时，一条刚刚发布的新任务吸引了他的注意。任务为新晋外门弟子苏季褪去无用灵根，任务奖励20贡献点，要求筑基期修士1名或炼气后期修士2名。苏季，王三先是一愣，随即脸上浮现出扭曲的狂喜。昨天他刚好打听了一下名字，那个让仙子般的师妹在屋里待了半天的杂役弟子。报应，这就是报应啊！王三的妒火熊熊燃烧，一个恶毒的念头涌上心头，他要接下这个任务，他要亲手。他将神识探向那条任务，试图接取，修为不足，无法接取。玉璧上浮现出一行冰冷的文字。王三的笑容僵在脸上，他忘了自己也才刚刚突破炼气，修为根本不够。不过这点小小的挫败感很快就被巨大的幸灾乐祸所取代。接不了就接不了吧，反正苏季的下场已经注定。呵呵呵呵呵呵，王三低声笑了起来，笑声中满是快意。苏季总不能也有天命君子吧？让你小子爽一时，到头来还不是要变成一个不完整的男人？果然，只有他王三才是被天命眷顾之人，这个世界的真正主角只能是他。随后他再看向任务时，显示已经被接取。谁这么快的手速？操刀人苏九，王三，不公平！为什么接他任务的就是变态师姐？这里面有黑幕啊！他不信苏九会对苏季下刀，他要举报啊！不行，苏季那个吃软饭的混蛋，苏九能够独立接下任务，说明他最少也有筑基修为。自己举报未必会成功，没准还会惹火烧身。难道就要这样看苏季和他一样木秀于？忽然，王三眼睛一亮，有了！接下来的日子，他要用自己灵根吸纳灵气，然后排出无用的浊气，然后去挑衅那些师姐师妹。修为低一些的排到他晒的衣服被子上，修为高一些的就偷偷排到他住处的房门上。最后
弄得宗门天怒人怨，一定会举行大调查，看看是谁这么大的狗胆不好，好修炼，弄得到处都是，任他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是他王三狗胆包天，而苏季就会成为他的替罪羊，百口莫辩。果然，强者不抱怨环境，一个白色天命也能被他玩出花来。当苏季踏入贡献堂时，这里的人气比人事堂要足上不少，来来往往的弟子或行色匆匆，或三两成群的低声交谈。苏季的视线在堂内一扫，很快就锁定了目标。角落里，苏九那身红长，在一众或灰或青的道袍中显得格外扎眼。他似乎等得有些不耐烦，正用手指无意识地卷着自己的一缕发梢，那张清纯的小脸上写满生人勿近。苏季仅仅瞥了一眼，便若无其事地移开视线。他装模作样地走到那面巨大的玉璧前，伸出手将微薄的神识探入其中。玉璧上光滑流转，无数任务信息如瀑布般刷过。他花了点功夫，才在任务列表的偏下方的位置找到那条属于自己的记录。任务被新晋外门弟子苏季褪去无用灵根。操刀人苏九，很好，计划还没出现问题。苏季收回神识，转身走向不远处长案后的执事弟子，还是上次那个胖师兄。他此刻正百无聊赖地用一根小指掏着耳朵。师兄，打扰一下。苏季摆出一副谦卑恭敬的姿态。胖执事抬了抬眼皮，认出了苏季，语气不咸不淡：是你啊，怎么了？师兄，我刚刚在玉璧上看到我的任务已经有人接了。苏季故意露出几分忐忑与不安，声音也压低了些许。上面写的操刀人是苏九，请问我该如何联系上这位师姐？他特意用了师姐这个称呼，能独立接下这种任务的，修为至少也是筑基期，喊一声师姐合情合理，也显得自己有眼力见。那胖执事听了，用看傻子的表情看着苏季，脖子都懒得转，只是朝苏九的方向扬了扬下巴。苏九，不就在那边吗？穿红色衣服的那个就是，自己过去。苏季脸上立刻浮现出恰到好处的恍然大悟，他连忙对着胖执事拱手，多谢师兄指点，多谢师兄。演完这一套，他才转身朝苏九的位置走了过去。走近之后，苏季忽然发出一声惊呼：啊，师妹，你是苏九？苏季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附近几个弟子听清。真是巧了，我记得好像帮我突破炼气的也是你吧？当时走得急，都忘记问你名字了。他脸上挂着热络的笑容，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遇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友。苏九缓缓抬起头，看着苏季那张写满真诚的脸，皮笑肉不笑的扯了扯嘴角，眼角下的那颗泪痣为他此刻的表情平添几分冷意。不巧啊，他的声音柔糯，话里的内容却像淬了冰。突破炼气那个任务，你可是给我打了差评的。他顿了顿，那双漂亮的眼眸上下打量着苏季，最后视线落在他下半身的位置，意有所指的补充了一句：我守着你呢，还巧不巧了？这几句简单的对话，周围几个本就闲着没事，将注意力投向这边的弟子，脸上全都露出心照不宣的古怪笑容。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们还在好奇，苏九一向对这种退灵根的任务不屑一顾，甚至有些反感。今天怎么破天荒的接了？感情是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得了便宜还卖乖，给人打了差评，把人给得罪了。这下有好戏看了。一个弟子压低声音对着同伴挤眉弄眼，这小子完了，落到苏九手里，怕不是要被玩出花来。另一个弟子深以为然地点头，脸上满是幸灾乐祸。何止是玩出花来，我猜苏九师姐能在他那灵根上给他精雕细琢的改个花刀。啧啧，真惨。惨什么惨？瞎打差评，完成任务的贡献点要被扣掉一部分，他就是活该。窃窃私语声中，好个几人看向苏季的眼神已经充满怜悯，当然更多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只有王三看着这一幕咬碎了后槽牙，狗男女还演得挺像那么一回事，要不是他知道真相，估计也被骗了。都给他等着。苏季不知道苏九已经在心里把他骂了一遍，怎么还临时加血？这和昨天说好的不一样，亏他反应够快，才没有露馅。苏九抬起眼，那双清澈的眸子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苏季。跟我走。苏九丢下3个字，便转身朝着贡献堂外走去。红色的裙摆划出一道利落的弧线，周围的弟子们纷纷让开一条道。然而所有人都没料到苏季并没有跟上去，他猛地一个转身冲回胖执事面前，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惊恐。师兄，师兄救我！苏季的声音都带上哭腔，双手死死扒住长案的边缘。师兄，我能不能换个人？求求你了，换个人行不行？我上次问你打岔评有没有事，你说他在宗门里不能拿我怎么办的？胖执事本来正悠闲地剔着牙，被苏季这一下下的差点把牙牵扎到肉里。他一脸嫌恶地皱眉道：你小子发什么疯？宗门规矩是你能随便改的？你当贡献堂是你家开的菜市场，还能挑挑拣拣？是不能拿你怎么办啊？切的是小弟又不是小命，你换个人还不是一样切？不就是2两肉的事，至于吗？哭哭啼啼像个什么样子？我们乡4门的男弟子哪个不是这么过来的？早切早清净，免得以后被那些儿女情长耽误了大道。胖执事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小半个贡献堂。苏季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瘫软下来，脸上写满生无可恋。已经走到门口的苏九脚步顿住，他回头看着苏季那副天塌下来的绝望模样，眼角不受控制地抽动了一下。这家伙演技是不是太好了点？还是说
他真的就这么在意自己那点东西？不知为何，昨天被他半胁迫着强行观察灵根时那种羞愤和恼怒，此刻竟悄然淡去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无语。他声音冷了几分催促，也还走不走？苏季听到召唤，非常不情愿的一步三挪，缓缓朝着苏九走去。两人一前一后走在相思门的山间小径上，谁都没有说话。苏九在前，步履轻盈；苏季在后，垂头丧气。最终，苏九在一座雅致的独栋小院前停下，院内种着几株不知名的花草，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与苏季那间破烂的杂役木屋简直是云泥之别。到了，苏九推开院门，侧身让苏季进去。苏季依旧是一脸失魂落魄地走进屋内，屋内的陈设意外的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梳妆台，一张书桌，打扫得一尘不染。就这里了。苏九指了指那张铺着淡青色床单的木床，师兄，脱下道袍，躺好吧。他的语气平静得听不出任何情绪。苏季一言，缓缓解开自己的杂役道袍，露出里面单薄的里衣，然后僵硬地躺了上去。床铺很软，还带着一股若有似无的少女体香。显然，这和他预见的未来已经截然不同。在那个被他窥见的既定天命里，她应该是被一个面无表情的灰袍女子按着这样那样，而不是现在这样躺在一位漂亮师妹的床上。苏季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所谓的既定天命，不过如此。苏九看着他躺好，点了点头，转身走向墙角的柜子，我去取刀。片刻之后，苏九转过身来，他的手里真就多一柄3寸来长的短刃，刀身薄如蝉翼，刃口处还有一抹暗红色的纹路，不知是装饰还是干涸的血迹。苏九拿着刀，一步步走回床边，坐在了床尾。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那双清澈的眸子始终落在苏季的身上，或者准确的说，是苏季灵根的位置。师妹，苏季还在飙演技动刀之前，能让我死个明白吗？苏九挑了挑眉，将那柄短刃在指尖灵巧地转了一圈，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问道：你想明白什么？然后又补充一句：有话直说，这里没有外人，我暂时布了静音阵法。就咱们相思门，为什么非要跟男弟子的灵根过不去？苏季问出他自打意识到这个宗门真相后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断绝情欲，专心向道，这理由也太扯了。没了那玩意儿，人就没欲望了。我看宗门里那些师兄，一个个扭曲得人，都不正常了。苏九沉默了片刻，似乎是在斟酌用词。这个规矩是500年前的一位门主立下的，那位门主是个女子，她觉得世间男子大多只知索取，却不懂得何为真正的爱。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破情关。苏季听得目瞪口呆，意思就是那女门主觉得男修只知道什么叫做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呗，所以这规矩就延续了500年。苏九瞥了他一眼，眼角下的泪痣为他平添几分魅力，因为那老东西还没死啊。苏季不说话了，金丹寿命估计也就500年，不死也快了。苏九吐槽一句，而且修为到了金丹期便可重塑肉身，再造灵根不过是小事一桩，所以对大多数有天赋的弟子而言，这只是修行路上一个小小的插曲。也不知道你未来为啥会有那么大的反应，门内甚至还有一种早切早金丹的说法。苏季心里了然，难怪宗门弟子对此习以为常，原来还有后路。可问题是，这柄画的能修到金丹的能有几个？大部分人不就等于被永久阉割了？这宗门从根子上就是烂的。他看着苏九，又问出第二个问题：那天命呢？我听你说炼气期普遍是绿色，我的初始天命是蓝色，已经算不错了。那炼气期能获得的最高品级的天命是什么颜色？听到这个问题，苏九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他没好气地白了苏季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你小子揣着明白装糊涂。紫色。他吐出2个字，语气里带着几分理所当然。你的天命不就是紫色的吗？苏九向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声音：现在都这样了，你我之间也算是坦诚相待，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吧？苏季心中一动，脸上却不动声色。师妹何出此言？苏九看着他那副装傻的模样，有些气恼，又有些无奈，拿着刀子在苏季灵根上方疯狂比划。苏季师兄，你真以为自己是天命所归，随便一突破就能拿到远超常人的天命？为你突破护法，我动用的是我们9尾天狐一族的秘法，能够短暂时间极大的提升一个人的气运。在这种气运加持下，修士获得的天命必然是紫色品级，或是最契合自身道路能够受用一生的顶级天命。他顿了顿，看着苏季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他对族中的秘法有着绝对的自信。苏季，原来如此，只是他的彩色天命应该不完全是一个气运加持能够解释的。苏九认为自己的底牌只是紫色天命，对自己百利而无一害。他对着苏九露出一抹真诚的感激：多谢师妹成全，此番恩情，苏季没齿难忘。看到苏季这副模样，苏九心中的那点不快总算烟消云散。很快，苏季抓到苏九话语中的漏洞：以我之前素昧相识，为何动用秘法帮我？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那我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盗的，难道你要？别！苏季看着苏九缓缓下落的刀子，连忙把后半句话给收了回去。就算知道他不会真动手，那也害怕啊。师兄，交浅言深，多问无益，又特么交浅言深是吧？迟早有一天，
让你真的交浅言深。主动开口说深一点，与苏九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又交浅言深，小爷现在就让你交浅言深。奖励被幻术迷惑，对着墙壁疯狂交浅言深。选项2师妹，我们现在好歹也算普通朋友了吧？奖励苏九依旧拒绝回答，但作为拒绝的补偿，苏九好感加1，10颗下品灵石。选项3进行一次大胆的猜测，奖励未知。常驻选项以汝3尺为命，既无上见到，当前击杀数0。苏季看到补偿2个字，若有所思，因为你心怀内疚，秘法也好，凝血丹也好，都是作为给我的补偿，因为你早就打定主意要抢走原本属于我的天道秘境。苏季越说越觉得是那么一回事，你不光知道天道秘境何时开启，甚至知道只允许1人的条件。行了，苏九脸上诧异了仅仅一瞬间，就恢复那副冷冰冰的模样，打断苏季继续说下去。话问完没？那就该办正事了。他举起手中的短刃，我要解开静音阵法了，记住我昨天说的，配合一点，叫得惨一些。苏季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不敢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这个大夏比自己想象中的水还要深，这位师妹身上的秘密也比想象中的还要大，有些像重生者，各种先知先觉抢人机缘。苏季想开口问一句，你上辈子没见过我这号人，可转念一想，他俩之间脆弱的友谊完全就靠一根灵根维持，没必要冒被杀人灭口的风险，还真不能交浅言深。于是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打我的根，我的根！苏九见状，心头的一块石头也算是落地。仙路漫漫，自此一别，我们就后会无期了。苏季，这该死的熟悉感，他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苏九说完之后，将一个巴掌大小的布袋扔到苏季身上，里面装着一根普通的木头。随后苏九轻轻一挥手，只见那木头眨眼间变成一根血淋淋的灵根，看起来与昨日苏九勘探到的食物别无二致。这一幕让苏季看得头皮发麻。东西给你，你自己拿去人世堂复命。苏九下了逐客令，记得拿3枚下品灵石给胖执事。他虽然只有炼气5层，但他舅舅是外门长老，小心他日后找你麻烦。然而苏季却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依旧稳稳当当的躺在他的床上，甚至还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师妹，苏季忽然开口，语气变得深沉，你知道大夏国之外的世界吗？苏九正欲转身去倒杯水喝的手在空中微不可察的一顿，他没有回头，但看着停下来的脚步，苏季知道自己赌对了。怎么可能会有大陆的上限只有金丹？那之前那个天道秘境中怎么出现了那么多未来成就超过金丹的少年天骄？不用想都知道这个大夏肯定是上界遗忘或是抛弃的一个角落罢了。实话跟你说吧。苏季坐起身，神情严肃，你不好奇为什么我的未来会那么强吗？他没有给苏九反驳的机会，自顾自地往下说，我其实是上界一个大家族的嫡系子弟，因为征选少族长的缘故，被家族扔到这鸟不拉屎的大夏来历练。只要我表现的是最好的一个人，家族就会派人来接我回去。在下界被贱民侮辱，心态失衡也在所难免。苏九终于缓缓转过身，那双清澈的眸子静静地审视着苏季，脸上没什么表情。我看起来很傻对吗？苏季摇了摇头，当然不傻。苏九的嘴角牵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眼角下的泪痣随之轻轻移动。那你为什么觉得我会相信你的鬼话？苏季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惆怅。信不信由你，我只是需要一点启动资金，等我重回家族夺得少族长之位，定有厚报。苏季厚着脸皮直接把手摊开，富婆范。苏九看着苏季那副理直气壮讨要钱财的无赖模样，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走向了墙角的储物柜子。他打开柜子，弯腰摸出一个袋子，里面装着20枚下品灵石，丢了过去。别编了，拿着，再多的你也别想了。他已经不想再跟苏季这个家伙多说一句话。苏季麻利地收起灵石，脸上立刻堆满笑容，多谢师妹，师妹的大恩大德，苏季日后必当涌泉相报。说完，苏季右手拿着那个装着灵根的布袋，左手拿着装有灵石的布袋，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去。只是苏季走到门口时突然回头，师妹，那个高级一点的修炼功法有没有？滚！面对这样的答案，苏季也不算意外，也就是随口一问。他刚准备转身，只感觉视线一黑，一本还带着少女体温的书本就砸在苏季的脸上。滚滚滚滚呐！书本从苏季脸上滑落，他连忙用手接住，看着封面上的大字，心跳开始加速。荒陨堕龙诀。当苏季再次抬头看向苏九，发现他正用咬着半边嘴唇，一脸嫌弃的眼神看着自己。行吧，苏季对此没有意见。苏九挨骂就骂2句吧，就凭今日他这对自己的援助交易，日后即便他依旧堕魔，也够上免死名单了。时间一晃便是2个半月，苏季的日子过得波澜不惊，甚至可以说有些枯燥。苏九给他的灵石，除了给胖执事的3枚懂一下规矩之外，剩下的基本全都用在了修炼上。凭借着那本不明等级的高深功法，他的修为稳步提升，已经到了炼气期4层的顶峰，只差一个契机就能突破到5层。期间他也曾数次动用窥天命的能力，但眼前浮现的未来丝线竟是一片灰败，毫无生机，根本找不到可以拉扯撬动的节点，仿佛他的人生暂时被锁死在了这厢司门的一隅之地。直到今天，
当他再次沉下心神，沟通那黑色的天命时，终于在无数灰线之中看到了一根伞衣就发着微弱红芒的丝线。苏季毫不犹豫地伸手将其拨动，眼前的景象瞬间变幻。当苏季回过神来，是一个黄昏，他那间破旧木屋的房门被扣的敲响。谁？是我，是有些陌生的男音。苏季带着几分疑惑过去开门，门外赫然是人事堂那位微胖的执事师兄，他脸上挂着油腻的笑容，手里提着一个小小的布袋。苏季师弟啊，师兄来看你了，顺便给你带了些咱们相思门的特产。他将布袋打开，里面装着一捧晶莹圆润的红豆，此乃内门弟子才能享用的好东西。师兄，我看你修炼刻苦，特地给你匀了一些，不多，也就收你10枚下品灵石吧。画面到此为止，苏季的意识回归现实，随后他的眼神瞬间就冷了下来。10枚下品灵石，那死胖子也就真敢开口，这已经不是意思了，就是明抢。看来自己上次那么爽快的给了3枚灵石，反倒让对方觉得自己是头可以随意宰割的肥羊。苏季现在身上全部家当只剩4枚灵石加1颗凝血丹了，拿什么给？就算有，他也不可能给。一个念头在苏季的心中疯狂滋生，这胖子只有炼气5层，而他已经炼气4层巅峰。这种小人就是喜欢拿着自己手里仅有的那点权限去为难别人是吧？真是之前的那些师兄师姐给他脸给多了，整顿相思门的歪风邪气就从他苏季开始了。杀！所有修士迟早都会走上这条路的，我辈修士何惧一战？但是在此之前，越级杀敌，即便他有高级功法加持，也未必有那么容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苏季决定出门一趟，目的地也很明确，不是去找苏九帮忙，而是相思门的方式。这种事情求人不如求己，相思门的房事不大，但五脏俱全。苏季在各个摊位间穿行，一直找不到让他满意的东西，最终就在快失去耐心时，被一块3、4岁儿童高的石墩吸引。摊主是个瘦骨嶙峋的老头，身上带着几分腐朽的味道。见苏季对石头感兴趣，有气无力地介绍道：“此乃顺光石，注入灵力便可发出刺眼强光，除此之外别无他用。5枚下品灵石，童叟无欺。”苏季扭头就走。3枚、2枚、1枚啊！然后苏季回头，但没有靠近。2枚灵石，用这顺光石帮我造一杆枪。摊主略微犹豫，顺光石的质地一般，不太适合用来制作杀伐对敌的武器。苏季露出一副你懂得表情，我肯定不是用来杀人的呀，回去晚上找师妹耍耍花枪，问问她我的枪大不大，亮不亮。然而老头摊主或许是年纪轻轻就被切过灵根的，哪懂什么枪不枪的，也不接话。2枚半吧，交半枚定金，明天这个时候来取枪。行，但是我有个要求，光必须往前闪，总不能闪得我自己啥也看不清对吧？我尽量找人试试。接着2天半时间转瞬即逝，黄昏时分，那熟悉的敲门声如约而至。叩叩叩！苏季打开门，门外站着的正是那位满脸堆笑的胖执事。苏季师弟啊，师兄来看你了，顺便给你带了些咱们相思门的特产，此乃内门弟子才能享用的好东西。师兄，我看你修炼刻苦，特地给你匀了一些，不多，也就收你10枚下品灵石吧。也不是师兄想要你灵石，主要是师兄最近看上了一本功法，手头有些紧，借10枚。借的。胖执事自来熟地走进屋，将手中的布袋放在桌上，话术都和苏季在既定的未来中看到的一模一样。苏季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师兄，这我实在是没灵石了呀。胖执事脸上的笑容瞬间淡去，眼神也变得不善起来。师弟，你这就没意思了。师兄，我好心好意给你送特产来，你却跟我哭穷。眼看胖执事脸色越来越沉，苏季话锋一转，不过师兄，我虽然没有灵石，但肯定也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胖执事来了兴趣，什么东西？苏季凑上前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地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功法。胖执事露出了不屑的笑容，你小子一个外门弟子，能有个屁功法？苏季早就想好了说辞，切灵根的时候在苏九师妹房间里偷的，我一直不敢用。苏九师妹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暗地里肯定在查。我本来想等风头过去了再说，藏在以前我杂役弟子住的那片后山里。胖执事冷笑，你是想把这烫手的山芋丢给我呀？宗门偷窃同门可是大罪。虽然这么说着，但也对苏季有功法这件事信了7、8分。带我去取。苏季没有动身，我有一个条件。胖执事死死盯着苏季，你还敢和我提条件？苏季并不畏惧，送给师兄之前，我要看一眼，能记下来多少是我自己的事，这事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胖执事转身行，前面带路。看着背对着自己的胖执事，苏季嘴角止不住的上扬，我这就带师兄上路。说完，苏季转身从墙角抄起一把锄头，扛在肩上。锄头握柄又粗又长，顶端的铁器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一丝微微白光。胖执事听到身后动静，回头看了一眼，嫌弃的撇了撇嘴，你这锄头怕不是要把山给刨开，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要去干大事。苏季咧嘴一笑，师兄放心，我在这杂役区待了2年半，哪条路能走，哪条狗会叫，闭着眼睛都摸得清，保证神不知鬼不觉。说完，他便率先走出木屋，胖执事骂骂咧咧地跟在后面。正如苏季所言，他对苏季脸上露出苦笑，师兄，我哪有胆子算计你啊？
谅你也没那个胆子。胖执事冷哼一声，但小心驶得万年船。师兄，我得罪的人多了，你没胆子，不代表别人没胆子借你的手害我。苏季一脸无奈地接过盒子，从怀里摸出一根细小的铁丝，捣鼓了2下，只听咔嗒一声，锁开了。他缓缓打开盒盖，里面果然没有任何机关，只静静地躺着一本线装的古朴书册。把功法拿出来，胖执事命令道。苏季一言将里面的书册取了出来。你想看就先看吧。胖执事故做大方的摆摆手，但眼睛却死死盯着那本书册。看完这功法就归我了。苏季像是生怕他反悔，连忙翻开封面。书册封面对着胖师兄，5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映入他的眼帘：荒陨堕龙诀。就在这5个字出现的瞬间，胖执事的瞳孔骤然缩成了一个针尖，他脸上的肥肉猛地一抽，所有的伪装和矜持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疯狂的凶狠。在大夏，功法的命名是很有讲究的，比如你创了一招王八拳，你是不能命名玄武印之类的名字误人子弟。而苏季手中这本荒陨堕龙诀，那5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还带着一种噬人心魄的要挟感，绝非寻常之物。别看了，把功法给我。他低吼着，声音都变了调。苏季像是被吓了一跳，怒道：师兄，你不是说好了让我先看的吗？怎么不讲信用？胖执事深深吸了口气，似乎在强行压制自己的情绪，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师弟啊，师兄也是为了你好，有些东西不是你有资格触碰的。他从储物袋里摸出一袋零食，扔给苏季。你那10枚下品零食我不要了，这里是30枚下品零食，算师兄不记你的，够意思了吧？快把功法给我。苏季脸上满是不甘，但看着那30枚下品零食的袋子，眼中的贪欲怎么也掩盖不了50枚。胖师兄也是冷笑：行，当务之急就是拿到那本功法，就算苏季开口500枚，他也会应。有他舅舅那层关系，他弄死一个外门弟子问题不大。师兄诚意很足的。说着，胖师兄又从怀里摸出一个零食袋，将2个袋子同时丢了过去。60枚，自己数数。苏季一脸贪婪地把零食点完，这才满意的将手里地功法朝着胖执事丢了过去。胖执事大喜过望，一把接住，甚至顾不上苏季，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第1页，然后他的表情僵住了，空白。第2页还是空白，他发疯似的往后翻，每一页都是一片干净的白。他猛地抬起头，那张因狂喜而扭曲的脸，此刻写满了狰狞与不敢置信。你耍我？苏季站在他面前，脸上哪还有半分刚才的恭维与贪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到极点的平静。没耍你。苏季的唇角扬起一抹残忍的弧度，说了送你上路。话音未落，苏季动了，那把粗烈的锄头在苏季手中仿佛活了过来，带着破开空气的尖笑，直奔胖执事的面门。这一击又快又狠，完全不像是普通外门弟子该有的架势。然而胖执事只是将头轻描淡写的一偏，锄头便擦着他的耳廓砸了下去，轰的一声，在地上留下一个半尺深的土坑，泥土飞溅。胖执事看着苏季手中那把锄头，脸上的狰狞缓缓褪去，转而被一种荒谬的笑意取代。谁骗你来送死的？他拍了拍身上沾染的尘土，语气中满是轻蔑。就拿这东西来对付我？你的脑子和这锄头一样，都是铁疙瘩做的。他根本不相信苏季有胆子在宗门内杀他一个背靠外门长老的人是唐执事，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小子被人当枪使了，是苏九那个贱人。胖执事眯起眼睛，自顾自地猜测着，但很快又摇了摇头，不对，我和他无冤无仇，他没理由这么做。他踱了2步，带着居高临下的眼神审视着苏季，一切尽在掌握。说吧，小子，是谁指使你的？把名字说出来，师兄我今天心情好，还能饶你一条狗命。回应他的是苏季更加凶猛的第2次攻击。苏季一言不发，双手紧握锄柄，腰身发力，抡起锄头横扫向胖执事的腰腹。这一次风声更厉，不知好歹。见苏季油盐不进，胖执事脸上的笑意彻底消失，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不再躲闪，面对呼啸而来的锄头，竟是直接抬起肥厚的手掌，一拳轰了上去。拳头上一层淡淡的灵光一闪而逝，当一声刺耳的金铁交鸣，那看起来坚固无比的锄头在胖执事的拳头下竟如同脆弱的瓦片。金铁打造的锄刃瞬间布满裂纹，然后砰的一声彻底崩碎，一块最大的碎片旋转着飞了出去，深深地钉进了不远处的树干里。苏季手中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木柄，可他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变化。锄头被毁根本影响不了什么，他甚至没有片刻的停顿，握着那根粗壮的木柄，顺势就朝着胖执事的咽喉捅了过去。还来！胖执事脸上浮现出残忍的快意，他要将苏季的武器同他那可笑的勇气一并碾碎。他出掌迎向那根捅来的木棍，木屑纷飞，狂暴的力道瞬间将那根粗木震得寸寸碎裂。然而就在木屑炸开的瞬间，胖执事的瞳孔猛地收缩，一抹刺眼的银白从崩裂的木屑中穿透而出。那不是木棍，只是一层伪装的剑鞘，或者说是枪鞘。一柄通体银白如玉的长枪，随着木屑的剥落，彻底显露出他的真容。枪身线条流畅，锋锐的枪尖此刻距离胖执事的咽喉已不足3寸，森然的杀意扑面而来。这变故太过突然，
生死一线间，胖师兄爆发出远超平时的潜力，没有思考，也来不及思考，他以一种与他体型完全不符的狼狈姿态，猛地向后倒去，肥硕的身躯在地上滚了一圈，吃了。尽管躲得快，那银白的枪尖依旧擦着他的脖颈划过，带起一串血珠，留下一道火辣辣的血痕。温热的鲜血流下，让他瞬间清醒。胖执事连滚带爬地站起身，伸手摸了一下脖子，看着指尖的猩红，暴怒与后怕的情绪在他脸上交织。这一招太阴了，他差点真就在这外门弟子手里翻了船，找死！他体内的灵力毫无保留地喷涌而出，不是炼气5层，竟是6层的修为。情报有误，浓郁的灵光覆盖在他的双拳之上。这一次，那光芒不再是先前的一闪而逝，而是凝如实质，仿佛戴上一双厚重的拳套。他再也不敢有丝毫轻视。胖执事一步踏出，脚下的地面都微微一震，整个人如同一头发怒的蛮牛，直冲苏季而来。没有花哨的招式，只有最纯粹、最暴力的力量。面对这股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苏季的脸色终于变了。2个小境界的差距，沉甸甸地压了过来。苏季不敢硬汉，脚下步伐一错，身形如鬼魅般侧滑半步，手中长枪顺势一抖，枪尖划出一道刁钻的弧线。他想攻其必救，然而胖执事却是不闪不避，狞笑着直接用那包裹着灵光的拳头迎着枪尖砸了过去。当，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苏季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大力从枪身传来，虎口剧痛，险些握不住枪柄，整个人被震得连退3步。反观胖执事，拳头上的灵光只是暗淡了一瞬，便再次恢复如初，毫发无伤。胖执事一击得手，气焰愈发嚣张，拳头如同雨点般落下，带起阵阵恶风。境界的差距是你能弥补的吗？一时间，苏季彻底落入了下风。他如同一叶在狂风暴雨中飘摇的小舟，在胖执事狂风骤雨般的攻击下勉力支撑，险象环生。每一次格挡都让他的双臂发麻。炼气6层乃雄浑的灵力正不断地顺着枪身侵入他的体内，搅得他气血翻涌。越打，苏季的心越沉。他以为自己得到奇遇，修炼了高级功法，越级杀敌便如探囊取物。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死吧，小杂种！胖执事抓住苏季一个破绽，脸上浮现出残忍的笑容，肥硕的身体高高跃起，一记凝聚他全身力道的重拳，朝着苏季的天灵盖悍然砸下。这一拳，他势在必得，前所未有的死亡危机笼罩而来。苏季抬起头，没有丝毫犹豫，在胖执事的拳头即将落下的刹那，将体内炼气4层巅峰的灵力毫无保留地疯狂灌入手中的长枪。嗡！在接收到这股灵力的瞬间，一道难以言喻的刺目白光以枪尖为中心轰然爆发。那光芒是如此的炽烈霸道，仿佛一轮小太阳凭空炸开。草泥马！首当其冲的胖执事只觉得眼前白茫茫一片，双眼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锥心刺痛。在炼气这个境界，修士的神识尚且孱弱，无法离体事物，眼睛就是他们感知外界最重要的器官，失去视野就等于被拔了牙的老虎。胖执事拼命地想睁开眼，看到的却只有一片白色的光晕，根本无法捕捉到苏季的身影。就是现在，苏季眼中杀意暴涨，强忍着灵力被抽空的虚弱感，趁着对方视野被夺心神大乱的刹那，手中的短枪没有半分停滞，化作一道致命的白虹。扑哧一声利器没入血肉的闷响，胖执事的惨叫声戛然而止。他僵硬地低下头，那双泪流不止的眼睛终于看清了。他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胸口，在那里，一截银白的枪尖穿透了他的心脏，带着温热的鲜血从他的后背透了出来。他想不明白，自己一个炼气6层，怎么会死在一个炼气4层的外门弟子手里？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涌出的却只有大口的血沫。生机正随着鲜血的流失，飞速地离他而去。与此同时，相思门上空响起一道飘渺的声音：天道感应，相思门统辖千里境内有修士出踏天骄路，特赐本人一次天命加持奖励，以及该范围内接下来1个月灵气浓度提高10%。与此同时，苏季耳边也传来飘渺的声音：首战告捷，越级杀敌无伤，达成特殊条件，天骄路已开启，获得一次天命抽取机会。苏季，真的假的？杀胖执事只是为了让自己畅心快意，竟然还有意外之喜，获得一次天命加持，请以下天命中任选一项。天命1，君子藏气于身，天命品级白色，效果你可以将自己的大气缩入腹中，死亡前不受任何外力伤害。天命2，3年，隐忍，天命品级绿色，效果每当被扇1次耳光之后，会将目标标记1次，3年之后结算所有标记，对任意标记目标额外造成标记数量 X10百分号的伤害加深。天命3，地位仙，绿，天命品级绿色，效果随机获得一个蓝色品级的天命，请尽快选择天命，否则视为放弃。这还用想？君子藏气于身，贼心不死是吧？他现在哪里还需要这玩意？至于第2个，也是不用想的。他连胖执事的勒索都不能忍，还能忍别人扇他耳光之后3年才去报仇？哪有赌狗天天输？逆位仙，绿，已触发，随机位枪法也是法，蓝，天命枪法也是法，天命品级蓝色，效果你的枪系造诣与法系造诣始终保持同一值，取高值结算。可惜了，
好运没有再一次眷顾自己，不过还算不错。想办法将那美人如玉、枪如游龙的红色天命绑定苏九，就等于是一条红色的法系天命加持。至于所谓的天骄路，并没有其他任何提示。苏季眼下也没有心思去研究那个，他抽出枪尖，拿着带血的长枪，直接在胖执事的身上画字。杀人者苏季。2天半的时间一晃而过，苏季将那柄通体银白的顺光石长枪擦拭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血迹，然后就光明正大地摆在自己床边。虽说在尸体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做得极为嚣张，但他并不确定相思们的反应。然而2天过去了，一切风平浪静，这诡异的平静反而让苏季心头不安。就在他以为这种等待还要继续时，那扇木门被嘟嘟嘟地敲响了。苏季的心脏猛地一跳，来了！他深吸一口气，平复下翻涌的情绪，走过去拉开门。门外站着的是那身熟悉的红裳。苏九俏生生地立在那里，一张清纯的小脸面若冰霜。他看着苏季，眸子里没有半分情绪，显然他一点也不想和苏季见面。可这一次他不得不来。你闯的祸，东窗事发了。苏九开门见山，声音清冷，你最近最好低调些，别再惹是生非。苏季听闻此言，脸上瞬间换上一副无辜至极的表情，声音里满是委屈。师妹，这人不是我杀的，明摆着是有人想栽赃陷害我。苏九，他那双清澈的眸子出现了一瞬间的茫然。我还没说是什么事呢。苏九有些无语的开口。苏季脸上的无辜表情顿时僵住。坏了，说早了。他连忙干咳一声，神情变得有些不自然。啊，不是那胖子的事啊。苏九轻轻颔首，脸上露出一抹复杂的表情，像是在看一个傻子。那胖子的尸体昨天早上就被发现了。苏九的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仗着人食堂的便利，找太多弟子都受所谓的特产，得罪的人不少。宗门心里有数，平时懒得管，现在他死了，怀疑的对象太多，根本查不过来。他顿了顿，至于你留在尸体上的名字，执事堂那边初步认定是有人故意栽赃给你，实力差距太大，杀人动机也不够，所以你不用担心这种小事。苏季，小事？死了一个外门执事，还被人刻字留名挑衅，竟然只是一件小事。这个宗门的风气已经扭曲到这种地步了。那你来找我是什么事？大事。苏九的声音依旧清冷，但苏季却从中听出了一丝难以启齿的意味。他调整了一下心态，好奇地问：什么事能比杀人还大？苏九撇开头，视线落在苏季屋里那张唯一的破木桌上，似乎那上面的纹路比苏季的脸更有吸引力。他沉默了片刻，像是在组织语言。最近宗门内有不少外门女弟子反映。他的话语顿了顿，似乎接下来的词汇让他感到极度不适。他们晾晒的衣物上，还有住所的门上，出现了一些不明的污秽之物。苏九终究还是没能把那个词说出口，只用污秽之物来代替。但他补充一句关键信息：经过宗门的勘验，那些东西疑似是灵根所致。苏季听着，脸上的表情从好奇到茫然，再到错愕，最后化为一种难以言喻的古怪。灵根所致？这个世界的修士玩法都这么花的吗？不对啊，外门男弟子的灵根不都被切了吗？所以苏季试探着开口：师妹，你来找我，该不会是怀疑这事是我干的吧？苏九终于舍得将视线从木桌上移开，重新落回苏季脸上。这些事情其实最早发生在2个多月前，只是那女弟子并没有声张，毕竟传出去不好听。时间点正好是你成为外门弟子之后。苏九的话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你是唯一一个在外门还带着作案工具的人。苏季只觉得一口老草卡在喉咙里，不吐不快。师妹，讲点道理好不好？这一次苏季真的是一脸的冤枉，毫无任何演技。我疯了才会干这种事，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所有人我当初是假切的吗？苏九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知道你没有，你把灵根看得太重，不会做这种风险与收益不成正比的事情。如果只有我房门上出现了那些东西，那才多半是你干的，因为你会拿此来要挟我，料定我不敢有其他动作，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苏九的语气总算缓和了一点，但依旧带着警告的意味。这件事比胖执事被杀要严重得多，一个执事死了，宗门可以当成私人恩怨处理，查不出来也就算了，但这种事是在公然挑衅整个相思门的门规，是在打所有长老的脸。苏九深吸一口气，说出最关键的一点：执事堂已经下了死命令，要彻查此事。为了找出这个胆大包天的淫贼，他们已经决定对近1年内所有新进外门男弟子进行一次复查。复查这2个字像一道惊雷在苏季的脑海中炸响，他脸上的冤枉和无辜瞬间退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凝重。胖执事的死还真就是件小事，这件听起来荒唐又恶心的破事，却是一把足以将他所有伪装彻底撕碎，让他万劫不复的刀。一旦复查，他的秘密就会立刻暴露，到时候欺瞒宗门、假退灵根的罪名扣下来，他就是有100张嘴也说不清。苏九看着苏季骤变的脸色，知道他总算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你若是被查出来，我这个帮你操刀的人也脱不了干系。苏季的后背已经渗出了一层冷汗。苏九继续补充：3天之后，执事堂的复查就会开始，那时候我会来找你。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你必须和我形影不离，确保被复查的时候，我能第一时间帮你施展幻术，瞒天过海。苏季不解，你现在直接帮我施展不行？就像我教的那个灵根一样。苏九带着看白痴的眼神，当然不行。为什么没被查出来呢？肯定是有人用了瞒天过海的手段，所以幻术也在排查范围之内。我必须持续施展幻术，防止被看破。苏季大叫一声：糟糕！那我上交的那根木头呢？他们去仔细检查一下，不就露馅了？早烧了呀！宗门难道留下来帮你供起来？好吧，又是怀念君子藏器于身的一天。苏季听完，嘴角抽搐了一下，想想也是，又不是进宫的太监，等告老还乡了，还能花钱把自己的宝贝根子给赎回去。就在苏季盘算着对策时，一直撇着头的苏九忽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那本功法你真能学？苏季闻言一愣，心头顿时警铃大作，他惊愕地看向苏九，合着你拿我当小白鼠呢？苏九没有理会苏季的质问，只是将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好看的眉头微微蹙起，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喃喃自语：奇了怪了，不应该啊！他这副模样让苏季心里更加没底，但他也不打算就着这个问题不放。这女人就是个谜语人，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能不能再给我弄点枪诀、法诀之类的？就那个酒囊饭袋的胖执事，只是比我高了2个小境界而已，我就打得汗流浃背。人家真正的天骄，越级杀敌不都跟喝水一样简单？他现在手上除了那本荒陨堕龙诀，就只有一招出其不意的瞬光石强光特效，对敌手段实在太过匮乏。苏九听完，终于肯睁眼看他了，只是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异想天开的白痴。他有些无语的反问：你当我是多啦 A 梦？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4个字落入苏季耳中，不亚于一道天雷劈在他的脑门上。他浑身的鸡皮疙瘩瞬间冒起，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有些不确定的试探着开口：老乡。苏九疑惑地看着他，那清澈的眸子里满是费解。我是纯湖一脉的，怎么可能是你老乡？套近乎也没用。苏季紧紧盯着他的表情，那份疑惑不似作伪。他心里咯噔一下，追问道：他多啦 A 梦这个词你是从哪里听说的？我族的古籍记载。苏九的回答理所当然，仿佛在说一件常识，是某位大人物描述的一头异兽，其腹前有一囊袋，能根据求取者不同的需求掏出各种不同的宝贝，极为神异，只是是否真的存在犹未可知。苏季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暗道一声坏了，原来不光是相思门邪门，这个所谓的大夏国本身的问题就很大。他原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那个，现在看来，在他之前不知道有多少老乡来过这片土地，甚至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连多啦 A 梦都成了上古神兽，被记入了史册。这地方水太深了。见苏季半天不说话，苏九似乎也失去了耐心。宗门不是有功法阁吗？不会自己去看？说完他便转身离开。苏九穿着布鞋的小脚一直踏出门槛，突然回头：我3天之后来找你，别乱跑了，也尽量别让人看到我们2个在一起。这话说的就好像2个人在偷什么一样。与苏九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师妹，请留步，我对那本古籍很感兴趣，奖励无。选项2：表示疑问，师妹你怎么穿鞋了？触发特殊剧情。选项3：冒号3日之后见，奖励苏九好感变为友好。常驻选项：以汝3尺为命，既无上剑道。当前击杀数0。真的假的？苏季都没有想到自己在苏九心目中竟然如此不堪，连一个友好都没有到达。那就3日之后见。得到苏季回答，苏九不再停。师妹，请留步，我对那本古籍很感兴趣，能不能拿给我看看？苏九没有回头，不能。苏九又才走出2步，就听到身后的追问：师妹，你今天怎么穿鞋了？不关你事。说完，他就消失在了苏季的视线中。苏季，卡 bug 失败了，并没有触发特殊剧情。看来自己这个天命好像不能嘴快全选了，只有第一次回答能够正确的触发奖励。他摇了摇头，将这些杂念甩出脑海。眼下当务之急不是去探究那本记载多啦 A 梦的古籍，而是实力。虽然有苏九这个护根人在，但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苏季做不到，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战斗力，多准备几张底牌。推门而出，径直朝着苏九口中地功法阁走去。功法阁位于外门区域的一处偏僻角落，是一座看起来平平无奇的3层小楼，楼体漆黑，也不知是何种木料所建。阁楼前一张竹制的躺椅上，一个头发花白、衣衫邋遢的老头正四仰八叉地躺着，胸口随着呼吸轻微起伏，鼾声如雷。苏季放轻脚步，正准备绕过他进入阁楼。门内规则：1楼的玉壁上有写。那老头双眼依旧紧闭，鼾声甚至都没有停顿，嘴里却吐出清晰的话语：自己看，别到时候死里面，还要我给你收尸。苏季脚步一顿，心头凛然，他恭敬地朝着老头拱了拱手，这才迈步踏入功法阁内。1楼大厅空空荡荡，只有正中央立着一面巨大的玉壁和贡献堂，人是堂的那面如出一辙。苏季发现，在这厢司门内，这种玉壁的出现频率有些高的不正常，也不知是何等手段造物，竟能存储如此海量的信息，还能做到实时更新交互。他走到玉壁前，将神识探入其中，冰凉的触感传来，
一行行信息在他脑海中浮现：苏记，身份外门弟子，贡献点18，权限可免费领取相思诀、炼气篇及任意一本黄阶出品功法。贡献点是之前在贡献堂给苏九打差评返还的一小部分。相思诀不领白不领，正好他也想看看这相思门赖以立身的根本功法和他修炼的荒陨堕龙诀到底有什么区别。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心念一动，选择了领取。下一刻，一股庞杂晦涩的信息流顺着他的神识涌入脑海。苏记只觉得看得头昏脑胀，这所谓的相思诀竟是如此的晦涩难懂。他强忍着不适，尝试去理解其中最简单的一句法诀，却感觉像是在看一本天书，根本无从下手。这和他修炼荒陨堕龙诀是那种水到渠成、得心应手的感觉，简直是天壤之别。难道是功法本身足够高级，大道至简？等等，苏静猛然意识到了什么，他僵在原地，像是被一道闪电劈中，一个被他潜意识忽略的细节。直到此刻接触到这个世界原版地功法后，他才幡然醒悟。苏静闭上眼，心神沉入识海，回忆起荒陨堕龙诀的总纲，那一个个他再熟悉不过的方方正正的、笔画分明的汉字，那本功法竟然通篇都是用汉字书写的。这个大夏国该不会是一个就被老乡们玩烂了的服务器吧？最后苏静耐着性子将半本相思诀看完，剩下半本的内容在金丹篇中需要非常高额的贡献才能兑换。要知道修行功法这种东西改修的代价极重，果然免费的才是最贵。就当前苏静能够知道的内容，相思诀4品修行功法，优点是极易上手，修炼速度极高，缺点也很致命，修行此法必须心中对某人存有一份痴念，痴念越深，修炼速度越快。某任门主觉得此法局限性太大，稍作改良。如今的相思诀，痴念的对象可以不是活物，无论是对人、对物，甚至对一门技艺。看到这里，苏季就没了兴趣。你非要他说的话，他的痴念只有自己的兄弟，可让他对着兄弟修炼，总觉得哪里怪怪的。然而真正让苏季皱起眉头的是功法介绍末尾的一句话：此法大成，可结4品金丹。4品金丹，这是什么新的计量单位？苏季心念一动，回忆起那本荒陨堕龙诀的开篇总纲：荒陨堕龙诀筑基圆满后，宁天宫金丹，再而后立天命道音，中登天虚运神。一个4品，一个天宫，高下立判。苏季瞬间觉得相思诀变得索然无味。这个世界的土著眼界终究是太低了。等等，苏季的脑中一道灵光猛地炸开，荒陨堕龙诀怎么是用汉字书写的？所以苏九看不懂，否则不会问出你竟然能修炼这种话。毕竟上面的内容比自称极易上手的相思诀还要容易上手10倍不止，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世界根本没人能看懂汉字？这个发现让苏季的心跳都漏了半拍。穿越异界最大的金手指不是系统，不是天命，而是义务教育阶段学会的简体字。穿越异界只有我能看懂汉字，这含金量懂得来。那胖执事激动的不惜狂掏零食，也是因为苏季伪造的时候下意识用的本世界文字。一个全新的思路在苏季的脑海中清晰起来。什么相思门，什么狗屁宗门贡献，都见鬼去吧，不如去寻找更多老乡留下的宝贝。走出功法阁门口，那位昏昏欲睡的守阁老者眼皮都没抬一下，含糊不清地嘀咕了一句：怎么没挑到满意的？哦，该不会是囊中羞涩，没贡献点了吧？老者慢悠悠地睁开一只眼，浑浊的瞳孔里闪过一丝精明。我这里可以借300贡献点以内无需抵押，1000以内得走个流程，再往上就得拿点值钱的东西来当了。苏季脚步一顿，他现在全身上下就剩个18个贡献点加1颗凝血丹，穷得叮当响。老者重新闭上眼睛，你可以去人事堂填表，找3位执事验证，1位长老签字画押，再回来找我，就可以带走心一地功法了。苏季这画风对，太对了哥。苏九的小院，当苏季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院门口时，苏九那张小脸上顿时写满了不悦。不是说了，这2天我们尽量减少接触。他显然对苏关这种不守约定的行为很不满，出了点意外。苏季脸上堆起一个自认为和善的笑容，3步并作2步的走进院子。师妹给我的那本功法，你是哪里来的？还有吗？苏九眉头皱得更紧了。没有，那上面是上古神文的拓本，早就失传了。这上古神文的复杂程度非常恐怖。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上古神文哪怕是用完全相同的符号排列，都能表达出10多种不同的意思，其中甚至有截然相反的意思。即便是依葫芦画瓢去尝试理解，都没人能看得懂，更何况是拓本了，肯定很多地方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你别瞎练了。他顿了顿，语气里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犯了，把它还我吧，我去给你找一本7品修炼功法，现在转修还来得及。没准你未来会变成那个样子，就和拿到东西就瞎练脱不了干系。苏季不答反问：7品这个修炼功法的划分是怎么来的？苏九毕竟身负9尾天狐传承，见识远非寻常修士可比。金丹9品，1品为次，9品为极。他缓缓开口：寻常宗门能修出5品金丹，便可称之为天才
相思门的相思诀能稳定最低杰出4品金丹，在大夏国已经算是比较特殊的一流功法。与苏九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师妹，我和你摊牌了，我能看懂所谓的上古神文，奖励已与苏九惹来杀身之祸。选项2，还是想问师妹怎么穿鞋了，触发特殊剧情。选项3，表示疑问，相思门的核心功法才4品，师妹你去哪弄的7品？奖励关于一处天道秘境的线索。常驻选项寄件，当前击杀数0。苏季。选项1，就算不用告诉他会惹来杀身之祸，也会被苏季直接排除。他又不是那么蠢的人，直接和苏九交底，赌他善良。至于选项2，第2次出现了，应该是有什么重要事情的，可一次只能选一项啊，等他下一次跳出来再说吧。师妹，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相思门的核心功法才4品，你去哪弄的7品？苏九的眉头蹙起，对于苏季这个问题，他本能的想要回避，这涉及到他自身的核心秘密，是绝对不能对外人言说的禁忌。可就在他准备开口拒绝的瞬间，一种莫名的心悸毫无征兆的袭来，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正注视着他，只要他说出拒绝的话，会有某种极为恐怖的后果降临。为什么他会产生这种被命运扼住咽喉的错觉？苏九不理解，但他选择相信自己身为九尾天狐的直觉，这种直觉曾在无数次生死关头救过他的性命。他沉默了许久，最终他还是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天道秘境。苏季愣了一下，这个词汇他可太熟悉了。又来，上一次的天道秘境可是个只能活一个人的修罗场，和上次那个不一样。苏九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声音依旧轻冷，这次的秘境更像是一场试炼，而非杀戮。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明天就在向司门山脚下会有一处新的天道秘境开启，根据我得到的情报，秘境的最终奖励之一就是一本品级不低于7品的修炼功法。与苏九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刨根问底，询问苏九为何对天道秘境的情报如此清楚，奖励苏九的警惕，好感5，注当前好感25。选项2，开门见山，要求苏九帮助自己进入秘境，奖励苏九的白眼一枚以及痴心妄想的评价。选项3，询问自己能否进入秘境，他不是一个喜欢吃软饭的男人，奖励天道秘境的详细情报，苏九好感加1。常驻选项寄件，当前击杀数0，还用选？最终奖励之一啊，那就说明还有其他的好东西。至于选项1，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刨根问底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大忌。选项2，那种行为纯属找抽，他现在和苏九的关系还远没到可以肆无忌惮索取的地步。这秘境有什么进入条件吗？我不是一个喜欢吃软饭的男人，功法我自己去取就好了。苏九给了他一个白眼，上次是谁伸手要功法来着？当然有。说这种话，苏季自己不害臊。天道秘境开启的时候，你正好站在开启的位置就行了。苏季有些好奇，就这么简单？苏九反驳，这不简单，要么需要恐怖的情报网，要么需要足够的气运直接刷在自己脸上。苏季点了点头，那我们明天一起走一遭。苏九想也不想直接拒绝，不行，你会拖我后腿的。这一次可没有什么全胜期的规则。苏季连忙追问，那这一次的规则是什么？应该是记吧。苏九话锋一转，反正和你没关系，你老实在宗门待着，等我回来就行。苏季一脸严肃，师妹，实不相瞒，我在上一个天道秘境收获的红色天命就与祭有关，我需要师妹帮我好好磨练枪技。苏九半咬着嘴唇，用一脸嫌弃的眼神看着苏季，滚滚滚，闹滚了啊！苏九看着苏季毫不拖泥带水的转身离开，竟有一瞬间的错愕。不知为何，苏九心里那股烦躁消散了些许，甚至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未曾查的情绪。看来这苏季也不是那么不识好歹。然而这份好感还没在心里捂热乎。第二天清晨，天色才刚刚泛起鱼肚白，一阵轻微却持续的咔嗒声就将浅眠中的苏九惊醒。声音的来源正是他的房门，有人在撬锁。苏九猛地坐起，眼中寒芒一闪，下一秒房门被从外面推开，苏季那张脸探了进来，脸上还挂着一个自认为和善的笑容。师妹早啊。苏九他深吸一口气，压下拔剑的冲动。滚，师妹别这么大火气嘛。苏季自顾自地走了进来，还顺手把门带上。今天的天道秘境带我一个呗，我不和师妹抢东西，我拿挑下剩下的就行。我们好歹也算是知根不知底的同伴啊，进了天道秘境也有个照应不是？苏九被他这番理直气壮的话气得发笑。苏季，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动你？苏季摇摇头，表情认真，你当然敢，但你不会。苏九沉默了，他咬了咬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跟我来。两人没有走大路，如今外门弟子被下了禁令，在淫贼之事查清前，不得擅自离开宗门范围。苏九带着苏季七拐八绕，来到一处人迹罕至的悬崖边上，脚下是万丈深渊，云雾缭绕，这里应该是秘境开启的边缘地带，能不能被卷进去，全看运气。苏九的语气依旧冰冷，我原本要去的地方是山下的主入口，那里的机缘最好，现在都被搅乱了。苏季对此毫不在意，边缘就边缘，能进去就行。就在此时，天地间风云变色，一道毫无情感的声音自9天之上垂落，天藏地宝，
远者得之，大道3000，我为锋。此间修为无用，灵力皆尽，唯技艺通玄者，可探珍宝、丹、气、符、阵、法、武，万般技艺皆为通途。话音落下，苏季和苏九同时感觉到体内的灵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彻底压制，变得和凡人无异。果然是论技。苏季心中一动，趁着秘境尚未完全展开，立刻开口：“师妹，帮个忙。”苏九瞥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问：“又想做什么？”“绑定一下。”苏季说的轻描淡写。苏九一愣：“绑定什么？”苏季脸上露出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我的天命，这次秘境不是只论技吗？我这天命能大幅度增强我的枪技，我直接化身银枪小霸王，和上一次秘境一样，包乱杀的。”苏九的俏脸瞬间就黑了，他这才注意到苏季手里还提着一杆银白长枪。“师妹，你来此地肯定是有非得到不可的东西吧？”苏季继续加码：“以我联手，各取所需。我的天命上说，需要绑定一个御属性高的目标，我的枪才能更强。”苏季看着苏九那张宛如上好羊脂白玉雕琢而成的脸蛋，继续忽悠：“我观师妹你根骨清奇，纯净无瑕，正是这御属性的绝佳人选。”苏九听得眼皮直跳，直觉告诉他，苏季嘴里的枪和玉说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东西。可偏偏苏季的逻辑无懈可击，他这次来的确是为了秘境的一件东西，那关系到他血脉的觉醒进度，志在必得。但以他现在的记忆水平，还真没有10成的把握。毕竟关于这个秘境的消息，他也只是一知半解。如果苏季真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助力，怎么绑定？苏九最终还是松了口，只是表情依旧嫌弃：“你同意就行。”苏季邀请你绑定天命，美人如玉，枪如游龙，是否愿意？苏九皱着眉，完全没有听过的天命。最近不受掌控的事情越来越多，也不知道是喜是忧，应该是喜事吧。毕竟凡事都一成不变的，按照原有的轨迹，大下100年后，最终会坠落于无尽的深渊中。他已经没有多余的命了，那就让变化来得更多一些吧，哪怕失去先知先觉的优势，我愿意。苏九话音刚落，苏季便感觉到自己的天命被激活，一股玄妙的联系在他和苏九之间建立。苏季能清晰地察觉到自己对于枪之一道的理解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暴涨，感觉天下枪兵若分8斗，他独占一担。而苏九只是感觉心头莫名一跳，似乎有什么东西和自己关联上了，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下一刻，眼前的悬崖云雾猛地翻滚，将二人拉入秘境中。等苏季再次脚踏实地时，眼前的景象已经彻底变了。他们身处一片望不到尽头的森林，只是这片森林里的树木并非寻常草木，而是一种通体漆黑、泛着金属冷光的怪树，树干笔直，没有任何枝芽，光秃秃的刺向天空。就在这时，那道飘渺的声音再次于天地间回荡：“万木林，此林之木，蛮力无用，唯技艺入道者，方可辟易。以饵之计，于万木之上留痕3分者，方为合格。现时一炷香，无法留痕者，成为新的土壤。”话音刚落，在不远处的空地上，一炷漆黑的香被无形之火点燃，青烟袅袅。苏九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会的技艺很多，但技再怎么巧妙，也需要身体素质与合适的道具支撑。除非已经踏出了技的范畴，也就是提示音中的入道、剑道、枪道、剑心、枪魂。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区柱机器修士能够掌握的。苏季则不然，在与苏九绑定天命的瞬间，他感觉整个世界都不一样。无数关于枪的理解、技巧、奥义，像是决堤的洪水涌入他的脑海。他现在甚至有一种错觉，只要他愿意，手中这杆长枪能草破苍穹。哼，不过是雕虫小技。傲慢的声音从另一侧传来。苏季和苏九同时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华服的青年，不知何时也出现在这片林中。他手持一柄流光溢彩的宝剑，剑鞘上镶满了宝石，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傻包子的气息。青年瞥了苏季一眼，当看到他手中那杆平平无奇的银白长枪时，不屑地撇了撇嘴。他的视线在苏九的容颜上停留片刻，闪过一丝惊艳，但很快又恢复了高傲。在下赵寻，一手落雁剑法以至化境，区区铁木，何足挂齿。他说完，也不等二人回应，径直走到一棵黑树前。他深吸一口气，摆出一个自认为潇洒至极的架势。看好了，何谓真正的技？他一声低喝，手中宝剑出鞘，带起一道绚烂的剑光，快如闪电的刺向那棵黑树。叮一声脆响，火星四溅。赵寻耐制在必得的一剑，仅仅是在那坚硬如铁的树干上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白点，连树皮都没划破。赵寻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赵寻尴尬的咳嗽一声，失误而已，我还没用全力。他再次运气，这一次他整个人气势都变了，剑身上甚至萦绕起一层淡淡的剑芒。刹那，一线天，枪比刚才更响亮的金铁交鸣声传来。赵寻被巨大的反震之力震得连退2步，虎口发麻，脸长成猪肝色。他走近，死死盯着那树干，一个约末半分身的剑痕出现在树干上，连入木3分合格线的一半都不到。随后赵寻还准备再试一次，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提不出哪怕一丝的力气。只见苏季手中那杆长枪的枪尖从背后贯穿他的身体，并一往无前。枪尖点在黑树树干的瞬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就那么轻而易举的，如同热刀切牛油般没入树干之中。噗，整整1尺有余。苏季手腕轻轻一抖，那杆长枪仿佛活了过来，在他手中化作一条银白色的游龙，枪尖在树干内游走，带起一连串细微的撕裂声。随后，苏季抽枪而出，一具尸体缓缓倒下，银白的长枪不沾鲜血。看到这一幕，苏九脸上的表情没有太多的变化，已杀人了。苏季不以为然，我这都杀第2个了。苏九摇头，不一样，胖子是我还能理解你狗急跳墙，可这一个，你将来会入魔，不是没有理由的。苏季听着狗急跳墙的评价，内心波动比杀人还大。我还说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呢，修仙不就是要杀人夺宝？难道是寻花问柳？缘者居之，此地与我有缘啊，都是我的。苏九仔细打量着苏季，你说的对，可你适应的实在太快了。我突破炼气2个半月的时候还在砍柴，苏季已经开始翻找寻的尸体，砍柴砍一辈子都没有出现，要我说砍人啊。苏九开始思考自己有没有必要与苏季牵扯再深一些，感化他一些，将来不要走上错误的道路，哪怕无关天赋，你也会是修炼的天才。苏季头也不抬，从赵寻的储物袋里掏出几瓶丹药和2小袋的灵石，他点了点灵石，一共83枚下品灵石，算是小富了一把。随后，苏季把丹药朝苏九递了递，师妹，看看这些丹药有没有毒啊？苏九有些无语，聚气丹、断骨丹、小神丹都是修炼的丹药，又不是邪修，谁没事会在自己身上放毒药啊？不小心吃错了怎么办？苏季并不认可，等我以后富裕了，就在身上搞2瓶毒丹啊！苏九投去疑惑的眼神，为啥？苏季嘿嘿一笑，你想想看，这人会被我杀，也许哪一天我也会像这样被人杀。真要哪天我死了，我不希望别人从我身上摸出来的丹药就能直接克，那不得死了也恶心他一把。运气好了拉下来做个伴。苏九有些无语，你看，这就是我说你适合修行的原因，手法专业的让人心寒。你对杀人这件事没有半分不慎。他的声音很轻，很多人初踏仙途，至少2、3年内都过不了心灵的道坎。在凡人的想象中，修士就该是仙风道骨，不染尘埃的，御剑而飞，凭虚御风，却不知这条路本就是白骨铺就。他一边说着，一边伸出纤纤玉指，他指尖绷直，泛起一抹微弱的红光，屈指一弹，萧破空而去，悄无声息地落在旁边一棵黑木的树干。没有金铁交鸣，没有火星四溅，灵气在接触到树干的瞬间便没入其中。黑木树干上一道深达3分有余的纤细切口清晰可见。做完这一切，他才看向苏季，似乎在等他的反应。苏季也确实给出了反应，他掂了掂手里的灵石，随口评价了一句：师妹，你的技感觉很一般啊。苏九，他脸上的平静出现了一丝裂痕，你有些冒昧了。苏季耸耸肩，不置可否。就在这时，那一炷香恰好燃尽，时限已至，入木3分者入下一关，无痕者化为尘土。那道飘渺的声音再次响起，话音落下，脚下无数杂草疯狂生长，将苏季刚刚杀死的那人尸体拖入泥土中。随后，这片由怪树组成的森林开始剧烈晃动，眼前的景象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逐渐变得虚幻。下一刻，天旋地转，当苏季和苏九再次站稳时，已身处一片无尽的黑暗虚空之中，脚下是一条不知用何种材质铺就的道路，蜿蜒着伸向未知的远方。道路两旁是深不见底的漆黑，记已成，路漫漫，心若坚，道方远。家人、挚友、爱侣、师徒，皆是挂碍，亦是心魔。斩断尘缘，方可得见真我大道。此为问心路，踏上前来。缥缈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苏季倒是没什么感觉，他只是觉得这个秘境的设定有点老套，不就是修行者应该斩断七情六欲那一套吗？他扭头看向身旁的苏九，用一种非常纯粹且好奇的语气问出了一个他认为很符合逻辑的问题：师妹，你家里人是不是都已经死光了？苏九猛地转过头，额角上一根青筋不受控制地跳动着，显示出他此刻的心情到底有多么不平静。他在克制，用尽全力在克制自己一巴掌扇在苏季脸上的冲动。过了许久，他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还是冒昧了。苏季眨了眨眼，又冒昧了。苏九也不开口，死光了还不好，无牵无挂，白送一关。苏九，他现在相信一句古话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甚至有些怀疑苏季这家伙，就算保住了灵根，将来依旧会入魔。就这份天资，去了魔宗，高低也得当个圣子。他不再理会苏季，直接踏上了问心路。苏季没有立刻跟上，他站在原地打量着那些已经走在问心路上的人，粗略一数，大约有50-60号人。这些人穿着各异，有的身披锦绣绸缎，像是世俗的王侯；有的裹着粗糙兽皮，浑身透着一股蛮荒气；还有的则是一身道袍，颇有几分仙家风范。看来所谓的入口是参加指定天道秘境的机会，而不是进入天道秘境的物理位置。此刻，这些来不同区域的修士在这条路上尽显百态。一个壮汉抱着脑袋，面目扭曲，仿佛在承受某种难以言喻的酷刑。他旁边不远的一个年轻女子则泪流满面，口中喃喃自语，不知是喜是悲。距离苏季最近的一个老道士忽然仰天狂笑，状若疯癫：斩了，道爷我成了！他的笑声充满着狂喜的解脱。苏季挑了挑眉，他提着枪，
不紧不慢地朝着那名狂笑的老道士走去，确保自己没有走到问心路的位置。枪尖抬起，对着老道士的后心直接就刺了过去。就在枪尖即将触及其道袍的刹那，一层淡淡的光晕在老道士身前浮现，将银白的枪尖稳稳地挡住。一股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量顺着枪身反弹回来，震得苏纪手腕微微发麻。看来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会被规则保护起来，不用担心被旁人偷袭。苏纪收回长枪，心里有了底。既然没有闯关是被人偷袭的风险，他不再犹豫，迈步踏上了问心路。脚下触感坚实，可眼前的景象却在一瞬间天旋地转。当苏纪再次看清周围时，他正站在一间破败的木屋前。这间木屋，苏纪在自己的记忆中见过，那是他这一世最初的摇篮，也是禁锢他10多年的牢笼。屋子比他当杂役时住的还要破败，墙壁是泥土糊的，风一吹就往下掉渣。屋顶的茅草稀稀拉拉，几缕天光从缝隙里漏下来。一个身材佝偻的男人正蹲在门口，用一截枯枝在地上划拉着什么。他身上那件麻布衣裳洗得发白，补丁落着补丁。旁边一个同样瘦削的女人正埋头搓着一盆看不出原色的衣物，双手在冰冷的井水里泡得通红。他们是自己的父母。苏纪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他们过多的注意，男人只是掀了掀眼皮，醒了。女人没有回头，只是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地里头的草该除了。男人用下巴点了点门外那片贫瘠的田地。苏纪没有动，他打量着眼前这2个名义上的亲人，他们和记忆里的样子一模一样。这所谓的问心路，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就这种货色也配当他的心魔？走吧，我们一起去除了杂草。男人手里的枯枝停了下来，他抬起头，那张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明显的表情，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诧异。我一把年纪了，骨头都快散架了，也该享享清福了。他用枯枝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苏纪，嗓门大了起来。不然生你养你是图什么？不就是指望你给我养老送终，给老子当牛做马吗？苏纪笑了，他慢慢走到男人面前，影子将男人完全笼罩。说得对。男人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苏纪会是这个反应。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噗嗤，一节锋利的枪尖毫无征兆地从男人的心脏穿出，带出一捧温热的鲜血，溅在冰冷的泥地上。男人脸上的话语戛然而止，那份理所当然的诧异永远凝固在了脸上。他低下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口那节银白的枪尖。他想不明白。苏纪抽回长枪，甩掉枪尖上挂着的血珠。不用你说，我也会为你养老送终，这是我该做的。可是你指着我的脑袋，让我给你当牛做马，那我只能觉得你已经老糊涂了，该送终了。那个搓衣服的女人终于在此刻回过头，她呆呆地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男人，又呆呆地看着手持长枪的苏纪，嘴巴张了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最后叹息一声，也好。苏纪没再看他一眼。所谓的尘缘，若是负累，斩了便是。他连一个胖执事的勒索都不能忍，还能忍受这种吸血的亲情？就在他杀死父亲的后没多久，眼前的木屋、田地，乃至于那个麻木的女人，都如同被风吹散的沙化，迅速消解崩塌。那条由不知名材质铺就的道路再次出现在脚下。苏纪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道路的末尾。不远处，那个先前狂笑的老道士被送回了起点，他正一脸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还没从幻境的余韵中回过神来。而苏九则离终点只差几步之遥。苏纪有些诧异，还没走完，看来这位重生者师妹的心魔还挺重的。同时，苏纪耳边再次响起天道音，问心无愧，大道可期，为首位通关者特赐道心通明。话音落下，一道柔和的清光从天而降，没入苏纪的眉心。苏纪看了一眼自己的天命，并没有增加，更偏向是一种状态加持。苏纪感觉自己脑中一阵清明，一些无意义的杂念被涤荡一空，思维运转的速度加快几分。就在这时，苏九也通关了。他刚刚踏出问心路，正好与苏纪的视线对上，清澈的眸子里写满惊愕。苏纪为什么会这么快？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先踏上问心路才对。刚刚才在幻境中艰难地与记忆里那些对他有养育之恩的族人做了割舍，那份撕心裂肺的痛苦至今还萦绕在心头。可苏纪，他看起来轻松惬意，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还是说他根本就是个无情无义的怪物，心中不存在任何挂碍？苏纪没有理会他的惊愕，饶有兴致地观察着道路上其他修士的丑态。有人跪在地上，涕泪横流，对着空气磕头；有人面目狰狞，挥舞着拳脚，仿佛在与看不见的敌人搏斗。还有一个女修，衣衫不整地在地上翻滚，口中发出令人面红耳赤的呻吟。看来这问心路召见的不只是尘缘，还有心底最深的欲望，只是翻来覆去都是这些表现。苏纪看了一会就有些腻味了，他回头打量着苏九，怎么样，看我这么快通关，有没有对我刮目相看了？苏九撇开头没理他。苏纪略微有些失望，他倒不是真有闲心去撩苏九，只是因为窥天命因为看胖执事去了，还没冷却好，想看看能不能触发恋爱选项，看看有没有什么很好的选项提示后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边，苏九无法理解，就算是心性再坚毅的修士，面对那些直击灵魂的拷问，也不可能如此云淡风轻。苏纪究竟是心如铁石，
还是说他经历的幻境和别人根本不一样？时间一点点流逝，路上挣扎的修士越来越少，通过的人则越来越多，一个接一个的身影出现在苏纪和苏九的身边。这些人大多面色苍白，神情恍惚，显然还在回味刚才幻境中的痛苦抉择。他们看向苏纪的表情都带着几分敬畏，在他们看来，越早通关的人就越残忍。终于，随着最后一个修士踉踉跄跄地走完问心路，那道飘渺的声音再度响起：问心已毕，问心无愧，方可继续前行。话音落下的瞬间，问心路毫无征兆地从中间裂开，一条无形的界限将所有人分成了两波。苏纪和苏九以及后来通关的30多个修士稳稳地站在原地，而在对面，那个之前狂笑不止的老道士和他身边的另外15个人，脚下的路面瞬间变得虚幻。道爷我斩断尘缘，心魔尽除，大道可期啊！老道士依旧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根本没有察觉到脚下的异变。下一刻，虚幻的路面彻底消失，老道士的狂笑声戛然而止，甚至来不及发出惨叫，连同他身边的15人一同坠入脚下那深不见底的无望之渊，连一丝回响都没有留下。活着的人群中一片死寂，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后怕，只有苏纪却觉得有些好笑。就这个素质，还修什么仙？天道秘境都差把我要开始考验你写在脸上了。开场一个大前摇，又是斩断尘缘，又是揭示挂碍，生怕你不知道接下来是幻境考验。就这样还能着了道？你就算真有什么无法割舍的亲人挚爱，那也该有点自己的脑子吧。自己活着重不重要？明知道眼前的亲人是幻境里假冒的东西，还下不去手。但凡有点警惕心，代入一下，竟敢冒充我最在乎的人，给爷死！这种情绪，那还不是手起刀落，杀到血流成河？这考验根本就没什么难度，换作是他来设计，绝对不会这么直白，起码得弄个连环套，先让你经历一个看似艰难的幻境，然后让你以为自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好不容易才成功通关。等你放松警惕，拿到最终奖励，以为自己才是那天命所归的时候，最后在你最志得意满的时候，露出一副嘲讽的嘴脸，再慢悠悠地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什么时候产生了自己已经通关的错觉？想到这里，苏纪的心头猛地一跳，他脸上的那点笑意瞬间凝固。等等，一个可怕的念头不受控制地从他心底冒了出来，该不会这层通关的假象本身就是幻境的一部分呢？专门用来麻痹那些自以为聪明、看破幻境的人。这个念头一旦生根，便疯狂滋长。他不动声色地扫过四周，那些通过考验后面色苍白、心有余悸的修士，脚下这条裂开的将失败者吞噬的道路，还有身旁这个清冷如月的苏九，一切都显得那么合理，那么顺理成章。可也正因如此，才显得更加可疑。苏纪的心沉了下去，他必须验证一下。他扭头看向苏九，脸上重新挂起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仿佛刚才的僵硬从未出现过。师妹啊，他开口，声音随意，你家青丘那边的狐狸是不是媚术都特别厉害？苏九正蹙眉思索着什么，被他这么一问，清冷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不耐。我记得我说过，我是纯狐一脉，这个回答很正常，没问题。可苏纪没有打算就此罢休。哦，记错了。苏纪佯装恍然，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暧昧。主要是师妹你姓苏，再加上上次你帮我测量灵根时那手法，我还以为我开到了苏妲己那一款。苏九的脸色瞬间冷了好几分，连额角都隐隐有青筋在跳，但他终究还是忍住了，只是有些无语的纠正，他是有苏一脉的。苏纪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有苏一脉，这里还能真有苏妲己？苏纪心头巨震，他强行压下翻涌的思绪，故作惊讶，这世上还真有苏妲己啊！苏九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他那双清澈的眸子带着几分探究，落在苏纪的脸上。他觉得苏纪的这份惊讶有些莫名其妙，他的眉头微微蹙起，反问一句：如果没有的话，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书上看到的。这番说辞半真半假，虚实难辨。苏九的眸子审视着他，似乎想从苏纪脸上找出破绽，可苏纪的表情坦然无比，找不出一丝心虚。与苏九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一，刨根问底，继续追问苏妲己的生平事迹，比如喜欢用什么姿势。奖励苏九好感时，并被一脸嫌弃的骂道：你是不是有病？选项二，承认自己是听来的故事，奖励苏九疑虑消除，好感加1。选项三，沉默，奖励无。常驻选项以辱3尺微命，既无上剑道，当前击杀数0。苏纪心中默念，选择了3。苏九看了他半晌，终究还是移开视线。道听途说，以后莫要再提。他淡淡的丢下一句，算是接过这个话题。就在这时，整片虚空再次剧烈的颤动起来，脚下断裂的道路开始弥合，最终化作一条宽阔的青石板路。一座古朴沧桑的市集凭空出现在众人眼前，街道两旁是一个个悬浮在空中的摊位，摊位上宝光流转，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静静陈列，而尾部赫然是此次天道秘境的出口。那道飘渺的声音继续响起：修行之路，财履法地，缺一不可。此为天道房事，机缘自显，以饵之财，换吾之道。话音刚落，在场的每一个修士手中都凭空出现了一个小巧的锦囊，
苏季打开一看，里面装着10枚雕刻着繁复云纹的金色钱币。还不等苏季细看，走！苏九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容智慧的急切，他一把抓住苏季的手腕，不由分说的将他招式几里拉。这里的东西被人买走一件就少一件，我必须先找到那东西。苏季被苏九拽着，视线却落在市集入口处一栋与周围宝光流转的摊位格格不入的阴暗建筑上。那是一间当铺，古旧的牌匾上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当字。不等他细看，就被拉进了那条尤其珍异宝铺就的街道。苏九的呼吸在某一刻有了瞬间的停止，他的视线死死锁定在市集最中央的一个悬空玉台上，那里一本古朴的玉册正散发着柔和的霞光。玉壶金售价1000天道宝钱。苏季也看到了，但他此刻的注意力却被另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摊位上一本破烂的线装书牢牢吸引。封面上龙飞舞凤的写着3个大字，他再熟悉不过的汉字无始金，售价10枚天道宝钱。苏季的心跳骤然落了半拍，他飞快地扫过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那些宝光四射的法宝、丹药和高级功法吸引，根本没人多看那本破书一眼。在那些修士看来，那上面的字不过是毫无意义的鬼画符，而且这里的东西明显标价与其价值相当。他们不觉得10枚天道宝钱的物品能有什么让他们捡漏的可能。天道不可能有看走眼的时候，只有他苏季，只有他能看懂。师妹，那本玉壶经很厉害。苏季强行压下心头的狂喜，装作不经意地问向身旁的苏九。苏九的视线依旧没有离开那本玉册，他郑重地点了点头。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渴望。厉害在哪？苏九解释，若我得知金丹9品，唾手可得。苏季听着，心里却在飞速盘算，这房市里的东西都是真的？苏季又问一句，自然是真的。苏九终于收回视线，他的语气恢复了清冷。天道秘境从不作伪。他指着另一处摊位上的一把锈迹斑斑的断剑，那是陆仙剑的残片，上古杀伐至宝，哪怕只是一块碎片，也蕴含着无上剑意，售价300宝钱。他又指向一旁的一枚干瘪果实，那是长生道果，凡人食之可一念入筑基，修士食之可增1000年寿元，售价800宝钱。苏九如数家珍，将一件件奇珍的来历和功效娓娓道来。苏季听得啧舌，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宝库。可问题是，这宝库看得见，拿不着，所有人都只有10枚宝钱，这第3关不对。苏季的余光瞥向周围的修士，短暂的惊叹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残酷的现实，他们很穷。气氛在悄然间发生变化，贪婪开始取代惊叹。一些人的视线不再停留在那些宝物上，而是开始不着痕迹地扫向身边的其他人。没有人去门口的那间当铺，已经有人开始悄悄交换眼神，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那不善的目光落在那些看起来势单力薄的修士身上，苏季的心沉了下去。他瞬间明白，这天道房市考验的根本不光是财，还有履，是选择同伴，还是选择猎物。在这里，其他的修士就是可以移动的财，甚至还有法。这哪里是什么房市？这分明就是一个让他们厮杀的血腥猎场。即便他不去门口的当铺兑换钱币，入场时的10枚钱币也值得别人出手了。抱歉，师妹，等会你可能要孤军奋战了。苏季不动声色地拿下那本无始经。开玩笑，在一个金丹就上线的新手村，抱这种宝贝，其他东西也不需要去硬贪，贪多嚼不烂，只要活着把这个带出去，就是天大的收获。苏九脸上终于出现怒容，以求我带你进秘境，可让我帮忙绑定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苏季脸上毫无愧色，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师妹，你还是太年轻了。说完，他掂了掂手里那本价值10枚宝钱的破书，转身就跑，没有半分留恋。苏九并不宽广的胸口因急促的呼吸而起伏，他看着苏季消失在是极尽头的出口。混蛋！但眼下也不是追究苏季行为的时候。房市内的气氛已经彻底僵住，每个人的眼神开始变得不善，贪婪的火焰在心里燃烧。三三两两的人群开始聚集，猎杀即将开始。他看着是集中央那本散发着霞光的玉壶经，又看了看周围那些虎视眈眈的豺狼，他被孤立了。苏季的身影重新出现在那片人迹罕至的悬崖边上，秘境的光门在他身后缓缓消散。他深吸一口外界的空气，只觉得神清气爽。什么房市，什么猎杀，都与他无关。他直接就在悬崖边上坐下，两腿悬空，迫不及待地翻开手中那本破烂的线装书《无始经》。仅仅是开篇第一句，就让苏季心神俱震。没有晦涩的法诀，没有玄奥的经文，有的只是对道最本质、最朴素的阐述。如果说荒陨堕龙诀是教人如何使用力量的说明书，那这本《无始经》就是在告诉他力量的源头是什么，怎么去获得。高下立判，荒陨堕龙诀在这本面前简直可笑。他现在才练气4层，改换功法的代价微乎其微。苏季没有犹豫，立刻将那第一关捡到的83枚下品灵石全部取出，在身前摆成一个小堆。他闭上双眼，按照无始经的法门开始运转周天。灵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暗淡，化作最精纯的灵气，疯狂涌入苏季的体内。花费大约20多枚灵石，
这才将体内荒陨堕龙诀的所有灵气渡换成无始经。随后苏季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炼气4层顶峰的瓶颈几乎没有造成任何阻碍，便被轻易冲破。炼气5层，苏季没有停下，他能感觉到自己对灵气的掌控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妙程度。时间在修炼中飞速流逝，转眼便是半日过去。当苏季再次睁开双眼时，他身前的灵石已经消耗过半，只剩下40余枚，而他的修为稳稳地停在炼气5层顶峰。他有种感觉，若是将剩下的灵石全部耗尽，就在今天夜里冲上炼气7层也并非难事，但没必要。3天后的复查是一柄悬顶之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为暴涨得太过离谱，只会引来不必要的怀疑，必须忍耐。他收起剩下的灵石，静静地坐在悬崖边，等待着。他并不担心苏九会死在里面，若是连这点场面都应付不来，将来还怎么搅动天下风云？终于，在他面前的虚空中，一道光门凭空撕开，一道浑身浴血的倩影踉跄着从中跌出，正是苏九。他身上的红裳已经沾满暗红的血迹，一张俏脸苍白如纸，气息微泯。他看到了盘腿坐在不远处的苏季，看到他安然无恙，气定神闲，一股难以言喻的委屈和愤恨涌上心头。苏季，算我看错人了。他的声音带着幽怨，与苏九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师妹，你没事吧？我在门口帮你压阵半天了，你才出来，都快担心死我了。奖励苏九的好感度清零。选项2，师妹，收获如何？奖励苏九好感15。选项3，沉默。奖励苏九好感10。常驻选项以辱3尺微命，既无上剑道。当前击杀数0。苏季缓缓站起身，他没有选择任何一个选项，而是将意念落在了那个一直存在却从未被他选过的常驻选项上。唯一遗憾的就是现在手中没有剑，终于有机会看看这个祭剑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师妹，祭剑吧。苏九愣住了，他不明白这3个字是什么意思，可下一瞬他就明白了。一柄剑凭空出现在苏季手中，剑身古朴，没有任何纹路，呈现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灰败色泽。它出现的刹那，天地间的光被吞噬，连风都停滞，一种源自血脉深处的恐惧扼住他的心脏。那不是法宝，那是一柄由纯粹的终结大道法则凝聚而成的凶器。苏季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随意的朝前一挥，没有剑光，没有破空声，一道灰色的线横亘在天地之间，朝着苏九切割而来。那条线所过之处，空间都出现细密的裂痕。生死关头，苏九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身后9条巨大的虎尾轰然展开，搅动风云，每一条尾巴上都燃起妖异的血色火焰，磅礴的妖力冲天而起，竟硬生生将他的气势拔高到金丹后期。他所有的手段，所有的底牌，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用了出来。然而没有用，在那道灰线面前，金丹后期的修为脆弱得像一层窗户纸，触之即溃。9条足以崩山裂石的虎尾被轻易斩断，漫天白毛飘散。苏九脸上的惊骇彻底凝固，灰线穿过他的身体，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看着自己心口处那道平滑的切口，鲜血正从中喷涌而出。这是你的初始天命，难怪将来你能走到那一步。他惨然一笑，问道：为什么要杀我？我自认为待你不薄，也从未有过要加害你的心思。苏季手中那柄凶器已经凭空消失，他看着摇摇欲坠的苏九，脸上没有半分波动。只因你只是个幻象罢了，你唯一的作用就是帮我试剑，试枪我都嫌膈应。苏九眼中的光逐渐开始熄灭，我不应该死在这里的，大家还需要我去。话没有说完，他死了。苏季站在原地，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幻境破碎。1秒、2秒、10秒，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苏季想象中的幻境破碎场景，只有带着浓郁血腥味的风吹过悬崖，灌入他的鼻腔，以及苏九那具尚有余温的身体。鲜血从他的后背蔓延开来，汇成一滩刺目的血泊。那张清纯的脸上，最后定格的是无尽的遗憾，还有掉落在地上的玉壶经和一本7品功法。苏季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幻境要的就是这种味道才对，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然怎么让人道心破碎，沉沦其中，只是有些浪费时间。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天命，亏天命不见了，只剩下另外2个恋爱选项，美人如玉，枪如游龙，所以还不结束是吧？你在演尼玛呢？爷开挂的。苏季弯下腰，指尖即将触及那具尚有余温的身体。就在这时，周围的一切开始扭曲剥落，如同褪色的画卷。悬崖、血泊、苏九的尸身，连同那本散落在地的玉壶经，都在视野中化作流光消散。等苏季回过神来，竟是熟悉的小木屋，故事最开始的地方。叩叩叩，木门应声而震，门外传来少女柔糯的声线：师兄，你紊乱的灵根还没调理好，我时间有限。苏季面无表情地坐在床沿，这种剧情他熟。进来吧。只听嘎吱一声，门被推开，一只血里透粉的小腿最先出现在苏季的视线内，步调轻盈，并未急履，与这间略显破旧的屋子显得格格不入。少女一身红裳，一副眉眼狡黠的狐狸面具侧挂在她的小脑袋上，并未遮住面容。看到苏季，少女眼睛倏地一亮，嘴角扬起些许笑意，
夹边漾开浅浅的梨涡。苏季师兄，就剩一盏茶的时间，动作的快一些喽。苏季抬起眼皮，语气平淡。幻境还不肯结束。苏九闻言，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神情。你还能保留回溯之前的记忆，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契约。他几步冲到苏季面前，声音尖利。而且，什么幻境？苏季，你太自以为是了吧？第2关的幻境早就结束了，那个秘境的难点在第3关，是如何从一群修士眼中携宝而归。你自作聪明，以为还在幻境，所以才对我出手。他气得胸口不住起伏，浪费我一条命，你知道吗？九尾天狐一生只有9次回溯时间的机会，我遇到你之前已经用了8次了，现在第9次也没了，我没有任何退路了。现在，苏季听完只是叹了口气，你的破绽实在太多了。他摇了摇头，我都不知道从哪说起。算了，就从刚刚那一句吧。苏季站起身，慢条斯理地踱了2步。首先，苏九究竟是不是重生者，我都一直有些怀疑，究竟是真重生，还是被灌注虚假的记忆，让苏九认为自己重生了。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回溯9次时间？他停下脚步，回头看着苏九，每只9尾天狐都要回溯9次时间，还连带着所有人一起，那世界早就乱套了。命格、权重，还有大夏之外那些远超金丹的存在，甚至还有天道，你拿什么去撼动他们的存在，让他们来陪你玩9次重生？你当自己是世界的主角？苏九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苏季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我一开始对你只是有些怀疑，真正坐实我猜测的是那2句。他模仿着之前在天道房室里苏九的语气。师妹，那本玉狐经很厉害，厉害在哪？他看着苏九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复述出他当时的回答。若我得知金丹9品，唾手可得。苏季的嘴角扯出一个嘲弄的弧度。第1关中的苏九面对我的询问，回答非常详细，聚气丹、断骨丹、小神丹，他都能很随意地认出来。而进入秘境之前，他许诺把7品功法随便送给我，以此行为做假设。不用想，苏九现在修炼地功法至少也是8品，而且能拿出荒陨堕龙诀这种古怪的东西，我更倾向于是9品。他身上的好东西应该不少。结果到第3关，你半天就只能憋出一句金丹9品，唾手可得。苏季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了点自己的脑袋，因为这是我的幻境，幻境中的你本质上是以我的记忆构建的。苏九，我知道个屁，那本玉狐经厉害在哪？所以你也就跟着解释不出来。当然，这些也只是让我觉得你很可疑。苏季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重锤砸在苏九的心房上。又比如说那座天道房室。苏季完全不给对方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继续说道：入仙剑的残片、长生道果，还有我买的那本无始经。他每说一个名字，苏九脸上的血色便褪去1分。你不觉得这些名字都太耳熟了吗？或者说这些都是我知道，或者是我能够想象出来的东西？苏季脸上的嘲弄愈发明显，甚至连玉狐经这个名字，因为是狐妖，所以顶级功法就得叫这个名字。因为我就没刻意去想过，所以只能带着这种愚蠢的刻板印象。苏季轻笑一声，因为构建出你的是我的认知，而我的想象力也就到此为止了。苏九的身形第一次出现了些微的晃动，像是信号不稳的画面。苏季静静地看着他，结束吧，别浪费我时间了。苏季脸上的神情没有半点动容。其实这些都不够组建成他杀死苏九的理由。关键是苏季在发现诸多疑点之后，一直考虑怎么破局，然后其中有一条破局思路就是硬拖时间，拖到窥天命的冷却结束，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危机。至于3天后的灵根复查啥的，等出去再想新的办法和借口。然而苏季那时候才发现他的黑色天命窥天命不见了。苏季话音落下的瞬间，整个木屋开始剧烈的分崩离析。苏九那张俏脸在扭曲中变得模糊，他发出不似人声的嘶吼，朝着苏季猛扑过来。然而他的指尖在触碰到苏季的前一刻，便连同这个虚假的世界一起化作了漫天飞散的光点，场景如潮水般退去。苏季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那条问心路的尽头，周围那些通过考验的修士们神色各异。不远处，苏九正蹙眉看着他，清澈的眸子里带着几分困惑。师兄，你这问心？与苏九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没什么，只是想通了一些事情，奖励苏九的好感+1。选项2，师妹，我刚才好像进入了一个幻境中的幻境，在里面我把你杀了，奖励苏九好感20。选项3，师妹，你的内甲是什么颜色的？触发特殊剧情，常驻选项以辱3尺为命，既无无上剑道，当前击杀数1。苏季什么也没选，将选项卡在苏九的脑袋上。苏九狐一地打量他片刻，终究没有再追问。就在这时，那道飘渺的声音再次响起，宣告着第2关的结束，并将他们传送到第3关天道房室。流程与幻境中别无二致，一样的当铺，一样的摊位，一样的10枚天道宝钱。苏季的视线第一时间就落向那个角落，果然那本破烂的线装书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是名字变了，流火诀。而苏九的呼吸又有了瞬间的停滞，他的视线死死锁定在市集最中央的一个悬空玉台上，那里
一本古朴的玉册正散发着柔和的霞光。919转吞月录售价1000天道宝钱。苏季叹了口气，知错就改，现场打补丁，把我当傻逼整呢？寄剑吧。苏九九尾全开，苏九又倒在了血泊中。苏季眼中的画面再次变换，他也懒得废话，直接看一眼自己的天命状态，动个屁脑子，这幻境玩赖的，那他也玩赖啊？是幻境先不要脸的，连续被他看破3次还不够，事不过3不知道。既然亏天命还没出来，寄剑。苏九直接破口大骂，然后又双弱着倒在了血泊中。寄剑吧，到；寄吧，到。苏九足足被苏季劈了10次，幻境好似终于死了心。苏九的身影伴随着整个世界的崩塌，苏季眼前的场景如潮水般退去，他发现自己依旧站在那条问心路的尽头，周围那些通过考验的修士们神色各异，不少人正用一种古怪的表情看着他。不远处，苏九正蹙眉向他走来，清澈的眸子里带着几分困惑。师兄，你这问心？他的声音清冷，苏季的身体却已经先于思考做出了反应。他看着迎面走来的苏九，几乎是脱口而出，记一个字刚刚出口，苏季便猛地顿住。恋爱选项没有触发，先不提，那一直处于消失状态的黑色天命亏天命也重新出现在他的天命列表之中。记什么？苏九已经走到他面前，因为他这没头没尾的一个字，脸上的困惑更浓。苏季抬起头，脸上挂起一个灿烂的笑容，他看着苏九那张毫无瑕疵的脸，无比自然地接上后面的话，记你太美。苏九，他好看的眉头拧成一团，完全无法理解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与苏九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没什么，只是想通了一些事情，奖励苏九的好感加1。选项2师妹，我刚才进入了一个幻境中的幻境的幻境，在里面我把你杀了10次，奖励苏九好感加1。选项3师妹，你的内甲是什么颜色的？触发特殊剧情，常驻选项以辱3尺微命，既无上剑道，当前击杀数0，果然连击杀数都清零了，刷人头的机会都不给。随后他才对着苏九摊了摊手，一脸的无辜。没什么，只是想通了一些事情，忽然觉得师妹你道心坚定，实在是修行路上的良伴，忍不住赞叹一句。这番话说的情真意切。苏九狐一地打量了他片刻，虽然还是觉得苏季古里古怪的，但终究没有再追问，反正不会是你的良伴，你不用赞叹。就在这时，那道飘渺的声音再次响起，宣告第2关结束，问心已毕，问心无愧，方可继续前行。苏季扫了一眼周围，很奇怪，失败的修士，也就是站在问心路对面的修士，只有寥寥数人，不应该啊，这么难的幻境通过的修士只有几人才正常吧？说实话，如果没有亏天命这个锚点，到了后面几次幻境，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苏季绝对要被弄死在幻境中，然后精神崩溃，疯疯癫癫的喊着分不清，我分不清啊。师妹，幻境很难吗？苏九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解答苏季的疑惑，一般不难的，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走过来了。或许是你心魔太重。苏季反问一声，是我心魔太重？苏季觉得不对，他感觉像是自己被针对了。天道想要把他镇杀在那幻境中，可紧随而来的是更深的困惑。天道为什么要针对他？是上一次在秘境他展露出祭道的未来，向天道宣告自己终将成为叛徒。天道感觉自己养的狗不忠了，想要清理门户。可如果真要杀他，何必如此拐弯抹角？只需要一道雷劫落下，抹杀一个练气期的小修士，恐怕比碾死一只蚂蚁还简单。他却大费周章地为自己布下这样一个幻中幻，难道是亏天命？他看向了那底下一行小字，是当逆流而上的大修，或是天命的提线傀儡？这里的逆流而上，难道是指在岁月长河逆流而上？草，难道自己特么也是活出第2世？不对，不对，按照自己的性格，苏季脑补了一下，如果他真能走到在岁月长河逆流而上的那一步，那也应该是强者从不信轮回，排除所有不可能，那真相就只有一个。天道隐约感觉到自己对他的威胁。苏季想起一个很变态的逻辑，一个专业的变态尾随狂，自身的反侦查能力往往也是顶级的，自己这亏天命效果是窥探既定的未来，本质上就是在偷窥天道的剧本。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窥天命的存在，天道也无法反过来窥探到它的具体存在，所以天道察觉到威胁，却无法精准定位，更无法直接斩杀。修行之路，才履法地，缺一不可，此为天道防事，机缘自显，以饵之财，换无之道。天道的声音将苏季从思绪中拉回，脚下是宽阔的青石板路，两旁悬浮的摊位上奇珍异宝流光溢彩。这一次苏九没有像幻境中那样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往前冲，他只是掂了掂手中那个装着10枚天道宝钱的锦囊，侧过身，用只有2人能听清的声音飞快地说道：这一关跟着我，别乱动。苏九的语气异常严肃，尤其是门口那间当铺，看到没？千万别去。苏季的视线瞟向那栋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阴暗建筑，小儿吃经过闹事，懂吗？苏九的呼吸很轻，视线却锐利地扫过全场。天道给了每个人10枚宝钱，看起来很公平，可这里的东西最便宜的也要10枚，稍微好点的动辄成百上千，你想买，钱不够怎么办？苏季想也不想，那就砍人啊！
苏九赞许地看了苏季一眼，就是抢，只要人死了，身上的天道宝钱，包括能再当铺换钱的东西，都是无主之物了。即便你不想杀人，也会有人来杀你的。现在谁第一个忍不住去当铺换钱，谁就会成为所有人的目标。这是一场先比耐心，再比实力，看谁先露出獠牙，也看谁先成为猎物。苏季顺着他的分析看去，果不其然，最初的惊叹已经褪去，场内的气氛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许多修士眼中的光彩，不再是面对宝物的渴望，而是转向身边其他人时那种毫不掩饰的贪婪。已经有人开始交换眼神，三三两两的聚拢，不善的意图几乎写在脸上。就是这种修仙百科感觉才对味。幻境中拉着他的手就往里冲的太假，虽然才认识不久，但苏季不得不承认，苏九带他少走不少弯路。苏九压低声音，身体不着痕迹地向苏季身边挪了半步，靠我近一些。他接着开始解释，现在落单的修士最扎眼，也最容易成为第一批被清扫的目标，我们得表现得亲密一些，让他们觉得我们是一伙的，并没有那么好。他的话还没说完，声音却猛被一顿，化作一声短促的惊呼。啊！苏九触电般的跳开一步，一张俏脸瞬间长得通红。他转过头，又羞又怒地瞪着苏季：“你干什么？”苏季收回手，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疑惑与无辜：“你摸我尾巴的位置做什么？”苏九的声音都在发颤。苏季理直气壮地反问：“不是你说的要表现得亲密一些吗？”他一脸的坦然：“这样还不够亲密。”苏季理直气壮的话让苏九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反驳。他那双清澈的眸子因为羞愤而蒙上一层水汽，还没有人这样对待过自己。这个混蛋！他刚刚要开口，就被苏季打断了施法：“快，师妹，表现得亲密一些。”有人看过来了，并不是湖州。苏九也感觉到了，周围几道若有若无的视线瞬间就粘了过来。在这剑拔弩张的房室内，任何异常的举动都会被无限放大。他们两人刚才那番换在平时无关紧要的动静，都成功引起旁人的注意。苏季学得很快，举一反三，语气里带着几分理所当然的无赖：“师妹，你也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们不够亲密，然后拿我们开刀吧？”苏九他轻咬下唇，心中天人交战。他很想一走了之，但这里确实有他非拿不可的东西，而理智也告诉他，苏季说的没错，眼下落单绝对是下之策。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着胸口那股郁气，在心里安慰自己：算了，反正上次连灵根都看了，这次隔着道袍算不得什么，全当是为了大局。他终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别摸尾巴的位置。苏季反问：那我摸？苏九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家伙的脑子到底是什么做的？都这种时候了，他居然还在想这个。他看着苏季那张写满请求访问的脸，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最终所有的羞愤都化作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妥协。可得到许可，苏季毫不客气，他顺势上前一步，手臂非常自然地环住了苏九那不盈一握的纤腰，将他揽向自己。两人身体紧贴，姿态亲密。苏九的身体瞬间绷紧，脸颊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那几道原本充满审视与恶意的视线，果然迟疑了片刻，随即挪开了几分。一个独行的女修是块肥肉，可一对看起来关系匪奸浅情的男女就得掂量一下了。谁也不知道这两人有什么合计的手段，贸然出手，若是不能一击必杀，反而容易让自己陷入麻烦。就在这短暂的僵持中，异变陡生。一个看起来有些年纪的散修，在犹豫了许久之后，终究是没能抵挡住那些奇珍异宝的诱惑。他一咬牙，快步冲向了市集入口那间阴森的当铺。所有人的注意瞬间都被他吸引了过去。片刻之后，那散修面带狂喜的从当铺中走出，他手中的锦囊肉眼可见的鼓胀了起来。他成了全场最富的人，也成了全场最显眼的目标。动手！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距离那散修最近的三个修士几乎在同一时间抱起发难。法术与法宝的寒光瞬间将那散修笼罩，血光乍现。那散修脸上的狂喜甚至还没来得及褪去，一声惨叫都没能完整发出，便被狂暴的灵力撕成碎片。他那鼓鼓囊囊的锦囊掉落在地，金色的天道宝钱撒了一地。短暂的寂静后，场面彻底失控，离得最近的修士疯了一样扑上去抢夺地上的宝钱。紧接着更多的修士加入这场血腥的争夺，原本还算有序的房市瞬间变成一个混乱的修罗场。杀戮开始了。苏九感受着腰间那只不规矩的手，苏季显得很平静：师妹，现在怎么办？现在先把你的手给我拿开啊！面对苏九那几欲喷火的羞愤神情，苏季带着几分意犹未尽收回手。事急从权，师妹别放在心上。苏九气得的胸口不住起伏，刚想开口反驳，一声凄厉的惨叫，血光冲天而起。一位手持巨斧的壮汉在斩杀对手后，还没来得及捡起地上的宝钱，后心便被数道飞剑贯穿，高大的身躯轰然到地。操控飞剑的修士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罩住，瞬间被勒成数段。杀戮一旦开始，便再也无法停歇。师妹，靠后点，别溅一身血。苏季将苏九拉到自己身后。苏九看着苏季那张过分冷静的侧脸，心中涌起一股荒谬的感觉，这家伙好像还挺兴奋的。就在这时，两道不怀好意的身影
悄然向他们靠近。那是一个矮胖修士和一个瘦高修士的组合，一对看起来年轻的男女，尤其女方还如此绝色，自然是有人动心的。小子，把你手里的宝钱，还有你身边的女人都交出来，爷爷我饶你一命。矮胖修士狞笑着，手中提着一柄血迹斑斑的开山刀，一步步逼近。怎么说呢？谁让他有一个一眼看穿古灵的天命？眼前这两个家伙，古灵都不到20，加起来年龄也就他一个零头，就算打娘胎里开始修炼。瘦高修士则绕向另一侧，目光淫邪地锁定在苏九身上，堵住两人的退路。苏九的脸色瞬间变得冰冷，灵气在体内暗暗凝聚。苏季占点无关紧要的便宜就算了，毕竟他已经将苏季摆在与自己同一个级别的存在，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欺负到他头上的。苏季却按住他的肩膀，冲他摇摇头：“我来，精英怪而已，给我练一下级。”他往前踏出一步，手中那杆银白长枪的枪尖摇摇指向矮胖修士：“尼玛的，在相思门当孙子，都快当出郁郁症了。大好男儿，有谁不爱装逼？如果不爱，那就默认找不到装逼的机会。”矮胖修士仿佛听到天大的笑话，又平你。他大喝一声，浑身灵气暴涨，举起开山刀便朝着苏季的脑袋狠狠劈下。刀锋上带着破风的厉效，势大力沉。苏季不闪不避，就在那刀锋即将集体的瞬间，他手中长枪的枪尖骤然爆发出刺目的白光。操！首当其冲的矮胖修士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手中的开山刀也失了准头，劈了个空。他只觉得双眼一阵刺痛，视野里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机会只在这一瞬。噗！一声利刃入肉的声音。矮胖修士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看着洞穿自己胸口的那截银白枪杆，脸上还残留着错愕。苏季手腕一抖，抽回长枪，矮胖修士的尸体软软的倒了下去。另一边，那名瘦高修士脸上的淫笑彻底凝固，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同伴会败得如此干脆利落。卑鄙小人！他惊骇地后退一步，色厉内荏地喝道。苏季没有回答他，在与苏九绑定天命的瞬间，他对于枪的理解已然超越记忆的范畴。长枪在他手中恍若新生，他身影一晃，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主动朝着那瘦高修士冲去。瘦高修士大惊失色，慌忙祭出一面盾牌法宝护在身前。然而苏季的枪更快，枪尖在空中划出一道玄奥的轨迹，没有惊人的威势，却带着一种避无可避的韵味。叮一声脆响，那面看起来坚固的盾牌被枪尖精准地点在灵力运转最薄弱的节点上，应声而碎。瘦高修士眼睁睁看着那节冰冷的枪尖在视野中急速放大，当他想要仔细看穿轨迹去闪躲时，又是刺目的白光一闪，一瞬间的失神僵直，生死已经注定。长枪贯穿他的眉心，解决掉两人。苏季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熟练的弯腰将两人掉落的锦囊捡起，掂了掂，然后见到有人视线放到自己身上，他默默将2个装有宝钱的钱袋丢了出去。现在没必要拿，不成为众矢之的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活到最后，有的是打扫战场的机会。果然，见到苏季的动作之后，那几道目光都默默收回。在这一处天道秘境中，所有人的修为都被固定在筑基一重，记得占比最高，而苏季能够3两招击杀2名同级修士，即便那杆闪光枪邪乎的紧，可修士不比凡人，强光造成的失神状态只有短短的一瞬，很快就能寻回节奏。而苏季能够趁那一瞬间的失神杀人，他本人的实力毋庸置疑，加上他将宝钱丢出来，正常人都不愿意惹上这个没有什么油水又战斗力不弱，并且还有队友的家伙。苏季杀人的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快得让一旁的苏九都有些失神。只是这闪光枪多少有点不要脸了，瞬光时还能这么用的？相思门那个胖执事多半就是死在这一手出剑杀上。那时候苏季还没有将红色天命绑定自己，就完成越2个小阶杀敌。如今红色天命的枪技加持，加上亮银枪金丹以下肉眼难以直视的特性，苏季好像又在这个秘境有点小无敌的味道。那不是单纯地功法或者天命能够解释的，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随着时间的推移，第3关原本50多位修士，如今死伤过半，苏季与苏九也失去继续观战的机会，剩下的20多人又不傻，大家打死打活的，到最后肯定消耗不小。你俩就在边上看着，神完气足，最后想要坐收渔翁之利，谁能忍得住？好几个人都非常有默契的将战场往苏季这边蔓延，非要把他卷入乱斗中不可。苏季也看穿这些人的想法，他也不恼。如果说一个人打50个人，他必死无疑，但是一个人打3、5个人还是不在话下的。而这20多人也不太可能同时集火他，差不多是入场的时机了。师妹，帮我护根。哦不，帮我压阵。苏九抬起头，却见苏季的脸上非但没有半分紧张，反而带着一种猎人看到猎物时的兴奋。他提着长枪，竟主动冲入混乱的战圈。战圈之内，苏季游龙入海，手中长枪那突如其来的刺目白光，成了所有人的噩梦。往往在一个修士蓄力待发，准备祭出杀招时，眼前骤然白光一闪，下一刻，冰冷的枪尖便会洞穿他的要害。又是一番混乱的杀戮后，活下来的人不足原先的1/4，剩下的10来个修士，个个浑身浴血，灵气消耗巨大，正大口喘着粗气，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脚下
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散落一地的天道宝钱。可此刻没人敢轻易弯腰去捡。突然，一个断臂的刀疤脸修士将怨毒的视线投向站在战圈边缘、几乎毫发无损的苏季身上。咱们先把那个邪修小子宰了。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恨意。凭本事把人杀了，技不如人，我们认栽。偏偏他那杆破枪，动不动就闪人眼睛，搞偷袭，谁受得了？这人实力有的。苏季用亮银枪偷袭他，被他凭借生死之间的本能闪开。只可惜，终究还是因为失去视线，棋差一掌。闪避结束的瞬间，在落点被另外一人砍下一条胳膊。此话一出，立刻得到响应。在场的幸存者或多或少都吃过苏季那杆荧光枪的亏，要么是自己差点被闪瞎，要么是盟友因此丧命。那种防不胜防的卑鄙手段，比堂堂正正的厮杀更让人憋火。一时间，数道不善的视线齐刷刷地锁定苏季。苏季不乐意了，他往前站出一步，脸上写满被冤枉的愤慨。怎么就邪修？怎么就邪修？是不是玩不起？我这叫战术，懂不懂？他用一脸的理所当然的表情，嫉妒我脑子比你好使。这番话无异于火上浇油。那刀疤脸修士气的脸色涨红，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子！大家一起上，我看他能闪下我们所有人不成？他的枪只有枪头最亮，我牵着住他的正面，你们从侧翼和背后围攻，让他首尾不能相顾。众人觉得此计可行，原本松散的阵型瞬间收紧，缓缓朝着苏季包围而来。肃杀的气氛弥漫开来。苏季勾勾手指，大就一起上，我要打10个。苏九秀眉微蹙，但他能感觉到苏季体内的灵力波动平稳，没有半分慌乱。这家伙到底有什么依仗？同时，面对10名同阶修士的围攻，他哪来的底气？就在包围圈即将合拢的瞬间，苏季动了。他并没有选择突围，也没有摆出防御的架势。只见他手中那杆银白长枪在他腰间盘旋一圈，枪尖那刺目的白光竟化作一条光带，随着枪身的舞动流转，最终凝聚成一条栩栩如生的白龙虚影，缠绕在枪身之上，发出阵阵低吟。去！苏季手腕一抖，那杆缠绕着白龙的长枪脱手而出。他没有飞向人最多的方向，而是直取刚刚那个拱火大家集火自己的刀疤脸修士。刀疤脸修士骇然失色，全力催动护身法宝，一面厚重的土墙拔地而起。然而长枪的速度远超他的想象，土墙刚刚成型，便被白龙虚影一口咬碎。噗嗤，长枪精准地命中他的胸膛，于是不减，将他死死钉在后方的一处摊位上，一击毙命。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惊艳而霸道的一枪震慑住，就连苏九的眼中也闪过诧异之色。虽然让他来评价的话，他会说刚才苏季很多处战斗处理依旧稍显稚嫩，但对一个古龄不到20的少年而言，这份战斗天赋堪称恐怖。那杆定在远处的长枪仍在嗡鸣。面对10位同阶修士的环视，苏季看向刀疤脸修士，发出不屑的冷笑：就你屁话多。短暂的沉默之后，又有一位修士开口：没枪了。好。随后苏季将目光移到了那位修士身上，他咕噜一声咽了咽口水，还是没敢说完后续的半句话，生怕自己步了刀疤脸修士的后尘。此时苏季身上那股一往无前锋芒却已初见雏形。就在苏九都要忍不住称赞一声时，然后苏季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猛地一个转身，撒腿就往苏九身后跑，一边跑还一边喊：操，装逼把枪飞了，师妹救命啊！苏九，他整个人都直接僵住。所以苏季刚刚那副从容不迫，面对10人环视面不改色，所谓的依仗就是他，其实也不算。天命枪法也是法，天命品级蓝色，效果你的枪系造诣与法系造诣始终保持同一值，取高值结算。苏季即便丢了枪，还能临时兼职一下法修，战斗力也是不差的，但出门在外还是留一点底牌为好。顺带借助这个机会看看苏九到底是个什么实力。他从乱斗开始到现在已经杀了该有7、8个修士了，再让苏九杀10个不过分吧。视角回到5秒钟之前，在场剩下的10位修士脸上无一不是写满惊骇，一手白龙笑几乎将他们的胆气彻底吞灭。那位开口说苏季枪丢了的修士，更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眼神就硬生生把后半句话憋了回去。筑基期灵气外放伤人已是艰难，更别说杀敌。这小子是用了什么取巧的法子？可即便如此，也等同于一位金丹大能将修为压制到筑基1重后打出的全力一击。能在混战中活到现在，最基本的眼力劲还是有的。这一枪的风采，同阶无敌，即便跃上2、3个小阶，亦有一战之力。在场的没有人有把握挡住。接下来不管是谁被那白龙锁定，必是生死道消。已经有不少人心生退意，余光看向街道末端的秘境出口，机缘再好也得有命花才是。结果下一秒，苏季怪叫一声，掉头就跑。原本因恐惧而松散的包围圈，在这一瞬间重新凝聚。套用一句很俗的老话，死子恐怖如斯，断不可留。这个念头在每个人心头疯狂滋长。他们都是在刀口舔血的修士，很清楚放过一个天赋异禀又心狠手辣的仇家会是什么下场。今日若不能在此地将苏季斩杀，来日他修为大成，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得被清算。想通之后，他们脸上都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狠厉。一起可以，先联手。对的，
解决威胁最大的。有理。杀意如实质般将两人淹没。苏九僵在原地，他那张清冷的俏脸上情绪几度变换，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眼角在不受控制的跳动。苏季这家伙，刚刚自己竟然真的有一瞬间觉得他还真有几分少年天骄的风范。然而苏九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那10名修士的攻击已经铺天盖地而来，各种攻击交织，将两人所有的退路彻底封死。苏九深吸一口气，正好刚刚被苏季占了便宜，那股郁结于胸的闷气也该发泄一下，尽数化作冰冷的杀机。他没有祭出任何法宝，面对当先劈来的一刀，他不闪不避，只是并指如剑，轻轻一点，削，没有剧烈的碰撞或是灵气的爆鸣，那足以开碑裂石的凌厉一刀，在接触到苏九指尖的刹那，便如同春雪遇暖阳，无声消融。出刀的修士脸上得意的狞笑彻底凝固。下一刻，苏九侧身躲过一柄刺向心口的长剑，身体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扭转，欺近到那名出剑偷袭的修士身前。两人对视一眼，那修士大骇，慌忙想要后撤，可下一秒，他脸上的惊恐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洞的茫然。他转过身，眼中血丝攀爬，竟举起手中的法剑，朝着离他最近的同伴狠狠刺去。死！剑出而身后至，扑哧！被攻击的修士难以置信地看着穿透自己胸膛的剑尖，嘴里涌出大口鲜血。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苏九没有再出手，凡是与他对上视线的修士无一例外尽皆动作一致，紧接着他们便会双眼赤红，状若疯癫，咆哮着将武器砍向身边之人。臭小子，内命来！一个修士怒吼着，却将手中的巨斧劈向身旁修士的脑袋。另一名女修尖叫着，祭出的毒针却尽数射入了另一人的后心，整个场面彻底失控。刚刚还同仇敌忾的10人联盟瞬间瓦解，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苏季站在苏九身后，看得目瞪口呆，他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苏九只是在人群里散了个步，然后这10个气势汹汹的修士就自己把自己人给砍死了。全程苏九除了最开始那轻描淡写的一指，剩下的他甚至连衣角都没有沾染上一滴血。苏季默默收回了自己准备随时丢出去的法术，他本来还想着苏九要是顶不住，他就用法术骚扰一下，给他创造点机会。现在看来是他想多了，这是神魂层面的攻击，对于还停留在灵力对抗阶段的筑基期修士而言，这种攻击方式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苏季心里直呼这卦开得比他还离谱，同时心里开始思考自己老是胁迫苏九，他没有控制自己对着墙去交浅延伸，他是不是有点受虐倾向？很快场上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那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壮汉，他脚下踩着3具尸体，身上也插着2件法器，却感觉不到疼痛。他咧开嘴，发出一阵癫狂的笑声臭小子，你总算是死在我手上了。他狂笑着，眼神却死死盯着空无一人的前方。在他的幻觉中，苏季正被他踩在脚下，然后在苏季惊愕的注视下，那壮汉举起手中的染血长刀，朝着自己的脖子狠狠地抹了下去。老子砍死你，我让你闪我眼睛！噗！鲜血喷涌，壮汉的头颅滚落在地，脸上还带着那种大仇得报的扭曲快意，身体轰然倒下。至此全场寂静，只剩下苏季和苏九以及满地的尸骸。怎么样，这样的场景还习惯吗？大道无情，这就是修。苏九平静地开口，然后语气一致，他发现苏季不见了，不对，准确来说是苏季正站在一片尸体中央，好整以暇地清点着自己的战利品。他将一个个锦囊里的天道宝钱倒在地上，很快堆成一座金色的小山，然后又将存灵石的袋子、依葫芦画瓢倒在另一边，堆成一座小灵山。苏九看着他那副财迷的样子，再看看周围尸横遍野的惨状，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苏季清点完毕，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转过身，冲着苏九露齿一笑，那笑容在血腥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灿烂。苏九沉默了许久，才有些不确定地开口：“那些法器啥的，你怎么不要？”苏季立刻解释：“这些玩意不好脱手销赃，等会全丢当铺去，有什么好点的？”苏九，师妹，咱家有钱了，说吧，你看上什么了？我帮你买下来。苏九没有回答，而是认真地看着苏季。那东西，我突然感觉没有那么想要了。怎么就不想要了？苏九没听懂苏季话里有话，师兄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苏季不解，啥事？我肯定得先听听再说。苏九长舒心中的一口玉气，他日若是有人问起，莫说是苏九带你入的仙途便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苏季自觉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分得清是非。这还没给苏九涌泉呢，苏九就想撇清关系，门都没有。他决定了，以后别人问起来，他必说若不是苏九，我可能还在某个宗门当外门弟子，碌碌无为。苏季懒得接这个话茬，他弯下腰，双手齐动，将满地的法器、储物袋尽数揽入怀中，然后看也不看苏九一眼，抱着这一大堆战利品，径直就往市集入口那间当铺跑去。苏九站在原地，看着苏季那副急不可耐的财迷样，清冷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无奈。他跟了上去，当铺里空无一人，只有一个比人还高的柜台，左右还有2行字：你为钱财，不见柜上眉目；我为钱财，不闻台下疾苦。柜台上面有个的洞口。苏季也不客气，
将怀里的一堆破烂哗啦一下全都倒了进去，洞口泛起一阵微光。片刻之后，一连串刻着云纹的金色钱币从柜台上叮叮当当地滚了出来。苏季直接拿着一个储物袋接好，忽然就有种打电动买游戏币的既视感。最后这个步骤反反复复了4、5次，战场被苏季扫得一干二净，直到最后一枚天道宝钱入袋未安，苏季开始兴致勃勃地点算。入场的修士加上他和苏九一共是55人，初始天道宝钱便是550枚。而那一地的法器果然不出苏季所料，没有一件是金丹修士用的，也正常，能修到金丹的哪个不是人精，早过了闯秘境的年纪，不然苏季也不可能杀得那么轻松。最终所有的法宝灵器兑换出1210枚天道宝钱，总计1760枚。苏季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苏九只是静静地看着苏季，沉默了片刻，才终于开口。他的声音很轻：“师兄，我想要1000枚。”苏季抬起头，眉毛一挑：“去换那本919转吞月录。”苏九转身望向是集中央那个散发着霞光的玉台，他顿了顿，补充道：“我欠你一个人情，你可以拿着这个人情，让我帮你做任何事。”任何事这3个字的分量可不轻啊！苏季心中一动，脸上却不动声色，反而吐槽一句：“为啥狐狸要用吞月录啊？那玩意不是天狗吗？”苏九他深吸一口气，似乎在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与苏九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那师妹能不能学一声狗叫？师兄想听，奖励苏九的好感3。随后你在苏九编织的幻境中听到了他学狗叫。选项2：师妹，我还真有件事要拜托你，我最近想学炼药，缺了一味药材。缺什么药材？师妹，我缺的是香草泥。奖励苏九并没有听懂，忙碌半天没有寻来香草泥，最后提出用零食补偿。选项3不就是1000枚宝钱？拿去，就算我不来，凭借师妹的本事也是能轻易弄到手的。苏九好感加5，并获得一个人情。常驻选项以汝3尺为命，既无上剑道，当前击杀数0。不用想，这里肯定选3了。虽然听起来有点像舔狗，但事实便是如此。苏九凭他自己本事弄到1000枚并不困难，反而最开始就是他苏季死皮赖脸混进来的，最后能分760枚已经是不错的收获。不过选项3虽说没错，但台词有一点点舔狗的味道，苏季说不出口。他将1000枚宝钱从钱袋里划拉出来，推到苏九面前，一言为定。苏九看着眼前的宝钱，再看看苏季的脸，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他收起宝钱，转身便朝着是集中央走去。很快，苏九便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那本919转吞月录。他那张脸上终于流露出一丝发自内心的喜悦。当他心满意足地回来时，却发现苏季正蹲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摊位前，愁眉苦脸。苏九好奇地凑了过去，摊位上只孤零零地摆着一块石头，那石头通体漆黑，表面却隐隐有七彩流光缓缓转动，看起来颇为不凡。天命破格时可将任意天命提升一个品级，售价800天道宝钱。当他瞧见那800天道宝钱的售价，再联想到苏季手里只有760枚，瞬间就明白他为何这副表情。苏九在自己身上摸索了片刻，救助机器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快速过渡的阶段，与其浪费时间去弄一些过渡的法宝灵器，远不如专注自身血脉觉醒来的重要。所以他身上一时还真就找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最终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咬了咬牙，从怀里摸出一枚小巧的玉佩，递到苏季手中：“师兄，拿去当了吧，40枚应该还是有的。”苏季接过玉佩，入手温润，上面还残留着少女的体温。你看，好感度高的好处就来了吧，现在都不用自己开口。苏九开始主动替自己排忧解难。苏季顺口问一句：“这是啥？未来的嫁妆？”苏九的兴致明显不高：“我母亲的遗物。”他像是怕苏季不肯收，又补充一句：“无所谓，睹物思人，睹物不是重点。真若思念，也不必拘泥于一事一物。若不思念，留下再多的东西也没用。”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解释，又像是在说服他自己。苏季起身，把那枚玉佩塞回他手里：“师妹，还是自己留着做个念想吧。”他起身，做事又要往那尸体堆里走。苏九以为他还不死心：“不必找了，你搜刮得很干净。这秘境里，除了我这枚玉佩，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了。”他掏出玉佩前，就已经用神识扫过一圈，连一丝灵气的波动都找不到。苏季这家伙简直是验过拔毛，一点油水都没剩下。就在这时，一个沉甸甸的钱袋朝他飞过来：“师妹，帮我保管一下。”苏九下意识接住，然后他便看到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修仙界传来噩耗。苏季走到那片尸山血海中，弯下腰，一手一个抓住2具尸体的脚踝，他竟拖着那2具尸体在地面拉出2条刺目的血痕，就这么朝着当铺走去。苏九，要不你还是把玉佩拿去当了吧。他怕自己以后看到玉佩，想的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你苏季拖着尸体去当钱的画面。当铺内光线阴沉，苏季将那2具尸体丢进柜台的洞口，里面久久没有动静，不像之前丢入法器时那般干脆利落。随后苏九跟了过来，正想开口说些什么，扑通，那2具修士的尸体被当铺原封不动地吐出来，摔在地上。显然当铺并不认可这2具尸体的价值。
苏九走上前，轻声安慰：“师兄，要不算了吧，我这玉……”苏季压根没理他，只是盯着那2具尸体，自言自语：“别说拿玉佩了，你现在就是拿玉足出来给他玩，他都不带看的。很急，我就不信了。”他弯腰，再次抓起其中1具尸体丢进去。片刻后，扑通，尸体再次被吐出来。苏季也来了脾气，继续丢。收啊！凭什么不收？搞歧视啊！这不是万魂幡的上好材料，法器材料凭什么不值钱？尸体再次被丢进去，当铺似乎犹豫片刻，停顿的时间比之前长那么几息。苏季心中一喜，有戏。然而尸体最终还是被吐了出来。苏季毫不气馁，再次将其塞进去，嘴里振振有词：“你就算不做万魂幡，炼丹也能用啊！一身精血还没放干，炼丹材料凭什么不值钱？你就算不炼丹……”苏季还想继续往下掰扯，叮一声清脆的声响，一枚金灿灿的天道宝钱从洞口里滚了出来。苏九，他默默地将那枚已经掏出来的玉佩重新塞回怀里，看着苏季那张写满果然如此的脸，苏九心中生出一个念头：日后有必要找个时间好好引导一下这位师兄，否则按这个趋势发展走下去，苏季最后还是会入魔呀。那他这个护根人当的还有什么意义？苏季没空理会苏九复杂的心理活动，他立刻将另1具尸体也丢进去。叮，又是一枚天道宝钱。接下来的流程变得枯燥。苏季跑3趟，一共拖6具尸体后，觉得这样的来回跑效率太低，他索性将剩下的尸体全都摆在一起，然后用这些修士身上一些普通的衣物将其中几具绑在一起，堆在最下面，然后开始将剩余的尸体往上面丢，最后堆成一座小山。然后苏季拖着整座小山来到当铺门口，丢1具拿1枚钱。很快47枚天道宝钱入手，加上原有的760枚，总计807枚。至于为什么少了6枚，没办法，有几位修士下手太狠，直接将对手挫骨扬灰，连渣都没剩下。苏季心满意足地拿着钱回到那个摊位前，他将800枚宝钱丢过去，一层无形的屏障瞬间破开，苏季终于顺利地拿到那块表面流光溢彩的天命破格石。现在他只剩下7枚宝钱。随后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出现了，他该强化哪个天命？苏季的意识沉入自己的天命列表，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那神秘的黑色天命窥天命，可随即一阵迟疑涌上心头。天道在第2关部下幻中幻，明显是在针对他，而他能破局全靠窥天命这个锚点。若是用天命破格石强化他，会不会彻底暴露自己的底牌，引来天道更直接的恶意追杀？这个风险他必须考虑。挣扎许久，苏季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富贵险中求，如果这么容易就被天道察觉并摧毁，那这窥天命也就不过如此。他将意念集中在天命破格石上，下达指令强化窥天命。然而石头只是微微一颤便没了动静，一道冰冷的信息反馈到他的脑海：请选择天命作为强化目标。苏季愣了一下，随即若有所思，看来窥天命比他想象的还要特殊。既然最想强化的不行，那就退而求其次。他的意念转向那个给他带来不少便利的彩色天命，强化恋爱选项，结果又得到提示：强化失败，目标天命已达最高品级，无法提升。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看似选择题，实则填空提示吧。最后苏季的意识落在那唯一的选择上，绑定苏九之后，才真正展露出峥嵘的红色天命，美人如玉，枪如游龙。至于另外一个枪法也是法，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等级太低不说，本身也能吃到枪法提升后的收益。强化美人如玉，枪如游龙，那块在苏季掌心的天命破格石，其表面流淌的七彩霞光瞬间化作绚烂，没入苏季的眉心，一股难以言喻的玄妙感悟在他脑海中炸开。苏九只是静静站在一旁，看着苏季的动作，他那双狐媚眼表面平静，心中却是截然不同的思绪。很奇怪，苏季方才的迟疑太久了。天命破格时期效果简单粗暴，就是将一个天命提升一个品级。按照他对苏季的了解，他身上应该只有一个初始的紫色天命，以及不久前绑定自己的红色天命。无论怎么选，都该是毫不犹豫的强化那个品级更高的红色天命才对。可他偏偏在那里纠结那么久，除非他身上还有别的天命，而且至少也是橙色品阶，甚至也是红色。就在苏九心思百转之际，苏季身上的气息猛地一变，他没去理会苏九探寻的视线，而是迫不及待地看向自己的天命。原先的红色天命已然焕然一新，天命美人如玉，神枪破道，天命品级彩。效果一，需手动绑定女性目标，目标玉属性越高，你获得枪属性加持越高，同时有概率领悟对方神通。效果二，可追加双向绑定，你的修为提升与道心感悟亦会反哺对方，对方概率获得最急需的瓶颈突破，需主动触发，每7日仅可触发一次。效果三，当绑定对象在你身边时，你的所有枪系攻击都将附带破法与破妄双重特性。当前绑定对象苏九，当前目标玉属性99，当前枪属性加持9999%。苏季嘴角的弧度又变成 JK 都压不住了，这就是彩色天命的强度。恋爱选项有些磨磨唧唧，来得不够直接。这个天命
就简单粗暴多了，不单是战力的增幅，甚至直接将他和目标的利益进行更深层次的捆绑。苏纪能够直接获取好处，而目标能不能获取好处，纯看苏纪的心情。如果苏纪不怕死的话，只要把消息放出去，大家不知道有多少玉女想要来和他的大枪绑定，体会一下被突破瓶颈的滋味。这下完美了，护根人跑都跑不掉了。苏九看着苏纪那腹藏不住窃喜的模样，心里愈发肯定自己的猜测。他清了清嗓子，语气平淡：“师兄，我们该出秘境了。苏纪现在还剩下7枚宝钱，而最便宜的摊位都需要10枚宝钱，什么都买不起。秘境的时间也快结束，别急啊，钱还没花完，买不起了呀，买得起，买得起。”随后，苏九亲眼看着苏纪掂量着手中已经失去流光的黝黑石头，就往当铺走去。苏九这个过程他已经不想去看了，整个人整个湖都有些精神恍惚。等他回过神来，只见苏纪已经去而复返。他将10枚天道宝钱在一处摊位上一字排开，流火诀入手。虽然不是幻境中那样用汉字书写有些可惜，但相见就是缘吧。带走，带走！还不等苏纪将那本流火诀揣进怀里，周围的景象便开始崩解。天道房室中一个个摊位，连同他们脚下的青石板路，都在瞬间化作无数光点消散。失重感一闪而过，下一瞬，山崖上的冷风灌入苏纪的衣袍，天道秘境就这么硬生生地将二人请了出来。夕阳的余晖将天边染成橙红，不知不觉已经半天过去了，晚霞铺满天际。苏纪手里还捏着那本流火诀，一时有些恍惚。身旁苏九安静地与苏纪并排而立，脸上是难以掩饰的满足感。对他而言，此次天道秘境之行收获极大，即便猜测苏纪这才练气期就疑似获得一个彩色天命，也没有多少嫉妒的心思。天命破格时售价800枚天道宝钱，而他的919转吞月录整整1000枚天道宝钱，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苏九略微激动后，声音恢复往日的清冷：“师兄，若是没有其他事，我想回去消化一下此行的收获。不过你放心，宗门复查之前，我会主动来寻你的。看看好感度1点2点往上加的时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但是久而久之差距不就体现出来了？以前直接开口让他滚，现在走的时候都要打一声招呼。去吧，去吧。”苏纪话音刚落，苏九身形便化作一道白虹，须臾间消失在黄昏下，跑得还真快。我要是有这一手本事，随便惹是生非都不怕得罪人。苏纪撇了撇嘴，不过也好，苏九抓紧时间去消化那本919转吞月录，他实力变得越强，在他身上施展的幻术就越天衣无缝，自己的灵根也能更安全一分。你知道的，修仙之人把灵根看得和命一样重要。苏九走后，苏纪也没有在悬崖边久留，转身循着记忆中的小路返回自己那间小木屋。屋内的陈设一如往昔，简单而寒酸。苏纪盘膝在硬板床上坐下，摊开那本只花了10枚宝钱厚着脸皮买来的流火诀，书页无风自动，一条条关于火焰操控的法门映入苏纪的视线。换作旁人，哪怕是所谓的少年天骄，想参悟这样一本完整的法诀，没个10天半月也难以入门。可在苏纪这里却全然不同，枪法也是法。苏纪如今的枪道造诣，因为美人如玉、神枪破道这个彩色天命的加持，早已达到一种匪夷所思的高度。不，准确来说是别人眼中的匪夷所思，不过是苏纪的随手为之，连带着苏纪对术法的造诣也同步拔高到相应的水准。这本在外人看来艰深晦涩的流火诀，在苏纪眼中，其灵气运转路线、施法诀窍几乎一看便会，仅仅只花5分钟的样子，苏纪便合上流火诀，随后缓缓伸出右手，心念一动，微弱的灵力自他掌心涌出，一小簇成红色的火苗在他掌心上方凭空燃起，安静地跳动着。成了，虽然微弱，但意味着他现在也算一个正儿八经的法修。苏纪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别看流火诀名字普通，价格低廉的点击就送，实际上竟是一本与相思门核心功法同级的4品法诀。这玩意若真流落到外面，别说那些筑基散修，就是一些2、3流宗门的金丹老怪，恐怕都会为了他争得头破血流。接下来的2天，苏纪过得异常平静。确认流火诀已经完全掌控之后，就用流火诀中习得的控火术，一把火将这本法诀给烧得一干二净，也算是物尽其用。他现在实力低微，在相思门这种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低调。怀璧则醉的道理不用说太多次，而相思门内气氛却与苏纪的悠闲截然不同。淫贼事件愈演愈烈，闹得外门女弟子人心惶惶。毕竟这种事情，换谁遇上都闹心。第3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沉闷的钟声便响彻整个外门。宗门宝物失窃，所有证据指向新入门的外门男弟子所为。所有1年内入外门的男弟子，请在一炷香内到人事堂集合，否则视为其他宗门的内子，杀无赦。一道蕴含着灵力的声音冰冷地传遍每个角落。苏纪推开木门，就看到外面已经站着一道纤细的身影。苏九今日换一身素白的裙长，俏生生地立在晨光下，脸上没什么表情。不知道怎么的，宗门这次的行为突然换了个策略，和我打探到的消息不太一样，可能是想临时便招打那个淫贼，措手不及。
故意说宝物失窃，先把人骗过去，然后等淫贼发现事情不对劲，想要作假就来不及了。他言简意赅，不过问题不大，我会在暗中跟着你的。苏季点了点头，脑海里闪过一句话：不要小看我的情报网啊，混蛋！没问题，我相信师妹的护根能力。上次去人事堂是登记切灵根，这一次去人事堂是检查到底切了没。人事堂能不能干点人事？吐槽归吐槽，苏季还是朝人事堂走去。苏九悄悄跟在苏季身后，两人一前一后。等到苏季赶到时，人事堂内早已人头攒动，上百名1年之内入外门的男弟子全都黑压压地站在一起。场地的最前方搭起了一座高台，一位身穿紫色长老服饰、面容姣好的女子正端坐于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她便是负责此次复查的外门长老刘廷禅。据说这位刘长老脾气古怪，手段狠辣，最是厌恶藏污纳垢之辈，由他亲自督查，可见相思门这次是动了真格。苏九寻了个不起眼的角落站定，也不敢与苏季交流，混在人群中冒充一位看热闹的普通弟子。复查很快开始，刘长老身旁的一名执事弟子拿着一份名册，开始挨个点名。被点到名字的弟子战战兢兢地走上前，站到高台前的一片空地上。刘长老那双眼睛缓缓睁开，2道锐利如电的神识扫过，那弟子浑身一颤，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片刻后，刘长老面无表情地挥了挥手：不是他偷的，下一个。整个过程快得让人心惊，许多弟子都看得迷迷糊糊。这是什么手段？这只是神识扫一眼就知道是不是偷窃宗门之宝的贼人，但疑惑归疑惑，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队伍一点点地向前挪动。苏季看着那些弟子检查完后，一个个如蒙大赦，终于只剩下最后3人。外门弟子王三，这人苏季感觉有些眼熟，当初在贡献堂似乎有一面之缘。换作王三的弟子深吸一口气，迈步向前走去。在他动身的瞬间，一道极其隐晦的灵力波动悄无声息地笼罩他的全身。王三学着前面那些人的样子，微微低下头，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十分紧张。刘长老的眸子落在他身上，一股磅礴如山的神识瞬间降临。王三感觉自己像是被剥光衣服，扔在冰天雪地里，从里到外都被看得一清二楚。那股神识在他的丹田气海盘旋一圈，似乎对一个炼气弟子没什么兴趣，随即径直向下探入关键点。王三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会弄得那么大，也不知道君子藏器于身能不能躲过这种筑基大圆满老怪的探查。然而那股神识并没有停留太久，便没了后续。高台上的刘长老发出一声轻微的鼻音，王三的心猛地一沉，被发现了。他身体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这倒是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一个弱小弟子的真实反应。你的身上怎么有一丝我看不透的气息残留？刘长老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王三脑子飞速运转，连忙磕头：弟子冤枉啊，弟子真没有偷什么宗门之宝啊，长老明察。刘长老沉默了片刻，他当然知道没人偷宗门之宝，本来就只是为了名正言顺检查的借口，最终只能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行了，下去吧。王三如蒙大赦，连忙躬身行了一礼，快步退回人群。下一个外门弟子苏季，轮到苏季，他学着前面那些人的样子，摆出一副紧张的表情，缓步走上前去。高台之上，刘长老那道实质般的威压扫来，苏季只觉得一股冰冷的探查之力毫不客气地在他体内游走，这股力量在他丹田气海盘旋片刻，便径直向下，朝着那关键之处探去。苏季表面上身体微微发颤，内心却平静无波。与此同时，人群角落里的苏九指尖藏在袖中，不易察觉地掐了个法诀，一股更为精妙的灵力波动悄无声息地迎了上去。在刘长老的神识抵达前，便以为苏季的关键部位附上一层天衣无缝的伪装。片刻后，刘长老的神识退去，他有些乏味地摆了摆手：下去吧，下一个。成了。苏季心中一定，面上却装出如蒙大赦的样子，连忙躬身行礼，转身就要退下。人群中，王三死死地盯着苏季的背影，脸上满是阴郁。凭什么他也能安然无恙地通过？他总不可能也有君子藏器于身吧？王三在心底疯狂咆哮：蓝冰草大人，就是那小子有问题啊，为什么他也能逃过检查？刚刚就连你的存在都差点都被那个老女人察觉到。一道冰冷的声音在王三脑海中响起：能是能，但是王三心中闪过一丝狠戾，别但是了，有消耗我之后加倍为你寻来草木之精。王三感觉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天命之子，偷拍女同学被抓，荒不择路下被百吨王当成减速带撞死。来到这个异界，他被天道眷顾，觉醒了金手指天命加持，用神技君子藏器于身，逃过被切灵根的命运。随后还在打理药园时，被深藏地下的万年蓝冰草认可，签订平等契约，人生可谓是顺风顺水。可那个叫苏季的人，凭什么也能活得有滋有味，还跟仙子般的苏九师妹走得那么近？而他想要和其他女弟子说话，那些女弟子都是对自己爱答不理，就因为苏季比他长得帅，他不配，我要他死。随着王三恶念一起，蓝冰草放出一股无形的精神波动，从他身上溢散而出，悄无声息地缠绕向高台上的刘长老。刘长老正准备检查最后一个弟子，然后宣布检查结束，忽然眉头一蹙，他并未察觉到任何外力干扰，
只是冥冥之中，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告诉他，刚才那个叫苏记的弟子有些不对劲。等等，不对劲！他的声音响起，不大，却让整个嘈杂的人事堂瞬间安静下来。苏记的脚步顿住，他缓缓转过身，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疑惑与不安。所有人的注意力再次聚焦在他身上。刘长老靠在太师椅上，用指节轻轻敲击着扶手，慢条斯理地开口：“我想起来了，之前听说一件事。当初你得知自己要被退去灵根时，在贡献堂闹出很大的动静，一副寻死觅活的样子。为何后来？为什么能那么平静地接受？”话音落下，远处的苏九心猛地向下一沉。完了，在他的所有预想中，可从来没有这一问。他能用幻术骗过对方的神识探查，却无法替苏记去回答这个问题。一旦苏记的回答有任何破绽，留下疑点，即便他幻术再强，也无济于事。相思门内能看破他幻术的人不是没有，他成长的时间还是太短。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松弛下去的气氛又绷紧到极致。所有人的注意，包括那些已经检查完毕的弟子，目光全都重新投向苏记。贡献堂那件事，当时确实闹得不小，一个杂役弟子为了灵根的事哭天抢地，几乎人尽皆知。如今被刘长老旧事重提，其中的矛盾之处显得异常刺眼。苏九藏在袖中的指尖，额头渗出了细密的冷汗。这个突发状况完全超出他的应对范围，现在只能靠苏记自己。人群中的王三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快意。没错，就是这样，问死他，问到他哑口无言，当场戳穿他的伪装。然而苏记的脸上却并未出现预想中的慌乱，他先是微微一愣，随即那份恰到好处的紧张与不安竟化作一种带着几分惭愧的释然。他对着高台上的刘长老深深一揖：“回长老，弟子先前确实是想差了。”苏记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弟子出身凡俗，眼界狭隘，初入仙门，只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才闹出那等丑态，让长老见笑了。他顿了顿，抬起头，视线不着痕迹地扫过苏九所在的方向。直到后来，弟子有幸的苏九师妹点拨，才幡然醒悟，知道了当小，知道了切灵根的好处。此言一出，苏九的身体猛地一僵，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细微的哗然。苏记却恍若未闻，自顾自地继续：“苏九师妹告诉弟子，我被修士求的是长生大道，而非凡俗之欲。褪去灵根，看似是舍，实则是得。长老请想，抛开这些世俗的欲望，便可减少精力消耗，避免肾脏亏空，中的神丸气足。如此一来，寿元至少能平添2成。”弟子愚钝，但也知晓这2成寿元对于冲击金丹境界意味着什么。区区俗欲与金丹大道相比，何其可笑，何其渺小。苏记一番话说的是慷慨激昂，义正辞严，他脸上那副我已顿悟的神情，真挚的找不出一丝破绽。整个场面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他这番惊世骇俗的理论给镇住了，就连高台上的刘长老，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也浮现出一抹惊奇。他活了数百年，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能把趣事说得如此清新脱俗，甚至还跟金丹大道扯上了关系。这番歪理听起来竟然还有那么几分道理，感觉可以提供给门主，让这条切灵根的门规看起来更名正言顺。刘长老的威压不自觉地收敛了几分，即便他的直觉告诉他还是不对劲，可苏记的这套说辞逻辑上是自洽的，态度坦然，无懈可击。他若再抓着不放，倒真显得是刻意刁难了罢了。刘长老最终不耐地挥了挥手：“既然想通了便好，下去吧。”王三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这都行？”苏记再次躬身行礼，转身退入人群，整个过程从容不迫。他与苏九交换一个隐晦的眼神，随后便跟着人流离开人事堂。两人一前一后，谁也没有说话，径直来到苏九那雅致的独院。苏九挥手布下一道静音阵，才终于转过身。他看着苏记，神情复杂：“多谢师妹出手相助。”苏记率先开口：“不必谢我，这是我答应你的事，而且这一次我也没帮上多少忙。”苏九的声音依旧清冷，他沉默了片刻，才接着说：“苏记，你很适合修仙，但我不希望你走得太晚。我不想将来有一天，我们2人会站在对立面上。”苏记笑了笑，没接这句话。苏九看着他那副无所谓的模样，心中莫名升起一股无力感。他轻轻叹了口气：“今日之后，我们应当不会再有什么需要交集的事情了。我欠你的人情，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兑换。”他说完，感觉心里某个地方空落落的，有些不舍，但还是将那句话说了出来：“仙路漫漫，师兄后会无期。我准备沐浴了，师兄该回去了。”仙路漫漫，后会无期8个字，如同一道惊雷在苏记的脑海中炸响。操，又是这句话，已经出现第3次了呀！我的好师妹，你还没发现你这句的台词绝对有毒吗？他的灵根劫这么一波3折，这还不算结束。苏记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窥天命的冷却刚好结束了，他苏记倒要看看究竟是哪个王八蛋，非要把他的兄弟逼上绝路。此仇不共戴天。眼前的世界刹那间褪去色彩，化作一片灰白，3条若有若无的暗红色丝线在苏记的视线内缓缓浮现。复数的选择，这种情况苏记还是头一遭见。苏记凝神看去，
好消息是丝线的旁边竟还贴心的附有说明：灵根节、相思节、筑基节、筑基节。苏季眉头紧锁，他可不觉得自己能在短短7天之内就摸到筑基的门槛，这个可以留到下一次窥天命再看看怎么个事。不过话说回来，他怎么筑基就有劫难了？修个仙这么一波三折，苏季压下心头的惊疑，没有立刻去触碰任何一条丝线，退出了窥天命的状态。随后抬眼看向面前那道素白的身影：师妹，我问个事，就是等我到了筑基期，需要渡雷劫吗？需要准备什么？苏九正准备放水沐浴，听到这话，动作一顿，回头瞥了他一眼，那眼神像在看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准备什么？别说筑基，你就是明天金丹都不用准备，也只有9品金丹才配引来天道雷劫镇杀。苏季心中咯噔一下，坏了，他果然是被天道给盯上了。至于相思劫，这又是什么？难道是相思门作恶多端，马上要被人灭门了？这好像跟他关系不大。个屁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真到那时候，他一个练气期的小杂鱼，绝对是第一批被殃及的炮灰。这条线也透着一股浓浓的凶险味道，十分凶险。于是苏季重新回到窥天命的状态，毫不迟疑地探向其中一根，扯断灵根节。霎时间，灰白的世界轰然破碎，眼前的画面开始飞速流转。画面里，他刚刚走出苏九的院门，还没走2步，2道身影便堵住他的去路，正是负责复查的外门刘长老。而另外一人，苏季仔细想了半天，好像是那个叫王三的外门弟子。王三的脸上挂着一种扭曲的快意，他抬手指指苏季，声音尖利地冲着刘长老喊道：“长老，宗门这2个半月以来发生的那些龌龊事，全是他干的。弟子有天半夜起床小姐，亲眼看到他鬼鬼祟祟地在女弟子院外行苟且之事。”王三越说越激动，转而又指向院内，还有苏九，他也是一丘之貉，早就被苏季的灵根征服，对他言听计从，欲罢不能，所以才狼狈为奸，不知道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将检查给瞒了过去。刘长老的脸色瞬间阴沉如水，这一次神识没有丝毫停留，径直探向苏季的灵根所在。啊，怎么可能？好壮的灵根！刘长老的声音先是惊喜，可随后又变成压抑不住的怒火。好啊，原来宗门闹剧的始作俑者竟是你！若不是王三揭露，老身险些就被你们这2个小辈蒙蔽过去。可恶！院内的苏九察觉到门外的动静，换好一身衣衫，快步走出。可当他看到眼前这一幕时，一切都晚了。苏九的脑海中无数念头飞速闪过，他想开口为苏季辩解，却发现根本找不到任何理由。麻烦了，他之所以会留在相思门，一是为那部本9要9转吞月录和近期相思门附近会高频率出现的各种天道秘境，二是为了再等小半年，谋取门内一件对他至关重要的宝物。可现在，为了一个男人，一个相识不过数月的男人，他有必要将自己全盘的谋划都推翻吗？他凝视着苏季，又看了一眼刘长老，最后想起2人缔结的血誓，一滴心头血化作眼角泪痣，另一半则融入苏季的灵根。罢了，苏九在心中说服了自己，他不是在帮他，他只是在履行血誓的约定，这是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对，就是这样，他是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而推翻自己的计划。换做其他事情，他必然袖手旁观。可刘长老是为了灵根而来，他只是受限于血誓，迫不得已吧。想通这一点，苏九心中再无半分犹豫，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的杀伐。滚开！他清冷的声音响起，一步踏出，挡在苏季身前。一股远超筑基修士的磅礴气势从他纤细的身体里轰然爆发。妖族！刘长老又惊又怒，没想到又钓出一条大鱼，说：“你潜伏在我相思门，究竟有何居心？”刘长老怒极反笑：“我看你们2个今天谁也别想走。”他话音刚落，一股属于筑基大圆满的威压便轰然压下。然而苏九只是冷哼一声，回答他的是苏九身后猛然舒展开的9条雪白虎尾须影，每一条尾巴都散发着圣洁而又妖异的白光，恐怖的妖力席卷四方，将整个院落的地面都掀起一层。苏季，我带你杀出去，以后我们就2清了。苏季通过眼前的画面大约看出一些端倪，苏九的修为应该是筑基5重，而刘长老是实打实的筑基大圆满。然而战局却呈现出一面倒的态势，苏九的9条虎尾须影在院落中肆意狂舞，刘长老仓促间凝聚的术法尚未完全成型，便被其中一条虎尾随意扫过，那团炽热的灵光当场湮灭，没有掀起半点波澜。他心头大骇，连忙祭出自己的本命法器，一柄青色长剑。长剑迎风剑掌，绽放出层层叠叠的青色光幕，试图将它护在其中。然而另一条虎尾悄无声息地缠绕而上，只轻轻一脚，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响起，青色长剑上的灵光寸寸崩解，光幕随之破碎，法器本体更是哀鸣一声，化作齑粉飘散。法器被毁，刘长老如遭重击，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瞬间煞白。他踉跄后退，脸上再无半点身为长老的威严，只剩下浓浓的惊恐。这根本不是筑基5重，他不相信，怎可能有人能够如此碾压的姿态越阶而战4个小境界？这妖狐绝对隐藏了实力。然而苏九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神情冰冷，其中一条虎尾化作一道白色长鞭，撕裂空气，
只取刘长老的丹田要害。这一击若是打实了，刘长老不死也得修为尽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旁被恐怖妖力压得瑟瑟发抖的王三，突然面目扭曲的发出癫狂的嘶吼。蓝冰草缠绕，树子已有屈死之道。地面猛地一震，无数闪烁着冰蓝色幽光的藤蔓破土而出，疯狂地缠向苏九的双腿。这些藤蔓对于苏九而言脆弱的不堪一击，但它们出现的时机却太过刁钻，苏九只能一个后跳躲开。但是代价就是他如水银泻地般的攻势为之医治。也正是这一瞬的耽搁，给了刘长老活命的机会。他连滚带爬的躲开致命一击，没有丝毫犹豫，一把捏碎怀中的一枚传讯玉简。王三也是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赌对了。下一刻，一股让天地都为之失色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原本被苏九妖力掀起的尘土瞬间落定，狂舞的虎尾虚影仿佛被无形的大手扼住，僵在半空。整个世界刹那间万籁俱寂。苏九的脸色第一次变了，金丹大能。苏九脸色一白，再也顾不上与刘长老缠斗。他九尾齐出，卷起一旁的苏纪，将他抱入怀中，化作一道白虹冲天而起。想走，妖族留下吧！一只遮天蔽日的灵力巨掌从云端悍然拍落。苏九拼着重创，以虎尾硬汉巨掌。可相思门主终究是苟活500年的老牌金丹。噗！身在半空的苏九喷出一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下去。而在他怀里的苏纪，仅仅是被那掌力的余波蹭到一丝，五脏六腑都感觉被震成齑粉。剧痛传来，苏纪的感觉视线一片昏暗，只剩下耳边的虚弱的声音：“别睡，苏纪，我会带你出去的。”画面破碎，苏纪猛地睁开双眼，眼前的苏九没有半分伤势，正往浴桶里添着药草。师妹，苏纪脱口而出，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苏九正准备解开腰带的动作一顿，疑惑地回过头，清冷的眸子望过来：“还有事？怎么还不走？师兄总不能是想留下来看我沐浴吧？”苏纪张了张嘴，该怎么说？告诉他，刚刚在未来看到他为自己浴血奋战，最后被相思门主一掌拍得半死。这种话讲出去，别说他不信，苏纪自己都觉得荒唐。他压下翻腾的心绪，在大脑宕机的前一秒，挤出一个还算平静的笑容：“你今天真好看。”苏九明显怔了一下，一抹几乎无法查身的红晕从他白皙的脖颈蔓延至耳根，但嘴上依旧是那副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无聊。苏纪却没理会他的反应，他缓缓站起身，一步步走到浴桶边，神情前所未有的凝重：“师妹，我的初始天命现在是彩色的。”这句话苏纪说得很慢，也很认真。未来中，苏九那般拼死相护，不顾一切的爆发战力，甚至不惜对上金丹大能。无论他最初是何目的，无论是否有显示约束，但人心都是肉长的，筑基对上金丹也是会死的。苏纪觉得可以适当的向苏九交一部分底，这既是为了报答那份未发生的恩情，也是为了撬动他，让他心甘情愿的再帮自己度过眼前的死劫。果然，苏九的脸上露出一副我早就知道了的表情，他并没有太过震惊。用天命破格时生的吧？我猜到了。他伸手探了探水温，语气里夹杂着一丝复杂情绪。初始便是红色天命，师兄的起点确实有些恐怖了。按照常理而言，正常人炼气期能够获得最高的天命被锁死在了紫色，但世上就是有许多人不能用常理来看待的。比如说他的初始天命也是红色，那还是他精心谋划，耗费巨大代价才求来的起点。而苏纪却仿佛一切都来得顺风顺水，这份气运足以让任何天骄嫉妒。苏九将最后一包药材撒入水中，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的神情。要不是对你知根不知底，你那套上界大家族弟子下界历练的说辞，我或许真就信了。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但是你没必要和我说这些，防人之心不可无。”苏纪却摇了摇头，他很庆幸自己刚才开口。有必要？他凝视着苏九，一字一句的开口：“因为我的天命，每隔2个半月的时间，可以窥探到一次我未来的死法。刚刚我看到，我可能会死在你这庭院的门口。”此话一出，苏九准备入狱的动作彻底停下，眉头紧紧蹙起。怎么可能？我这庭院很安全，我也从未有过害你的心思，这就好办了。苏纪立刻将自己看到的画面用一种合情合理的说辞复述出来。我看到我从你这里离开后，立刻就被刘长老和那个叫王三的弟子堵在了门口。王三污蔑我就是那个淫贼，还说你我狼狈为奸，然后我灵根的事情也被他当场发现。苏九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看着那桶已经布置好的药浴，沉默不语。片刻后，他才开口：“行吧，那你在我屋里多待一阵，等会我用幻术配合你骗过刘长老，我再泡这药浴。”不行！苏纪立刻否定这个提议，语气急切：“这一次幻术应该骗不了他了。他既然在检查后还去而复返，就说明他已经认定了一切就是我干的。这一次，他必然会带着能看破幻术的手段前来，绝不会像在人世堂那般简单敷衍。”苏九闻言也陷入了沉思，他不得不承认苏纪说的有道理。他的幻术虽然高明，但终究修为尚浅。虽然之前吹嘘金丹不出，没人能够看破，可在一位存心找茬的筑基大圆满修士眼皮子底下，确实还是有几分被看破的可能。我施展在别人身上的幻术，终究不如在自己身上。刘长老的话确实有被看破的风险。苏九喃喃自语：“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他话未说完，
俏脸猛地一变，豁然抬头望向院门的方向。刘长老怎么来了？他已经在庭院门口了。几乎是同一时间，苏季的大脑已经超速运转到极致，一个疯狂而又大胆的计划瞬间成型。师妹，你意思是幻术施展在你自己身上？刘长老看不穿，那是自然。我之前说金丹之下看不穿，并不是吹嘘的。苏季长舒一口气，那就好办了。我有一计。苏九急切地望向他，可情况紧急，苏九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应下。苏季的临场应变能力之前在人事堂的时候就表现过了，他还是愿意相信苏季的。半分钟后，砰！苏九住处的房门被一股巨力粗暴地轰开，两道身影一前一后出现在门口，正是面色阴沉的刘长老，以及跟在他身后一脸小人得志的王三。王三尖利的嗓音划破了庭院的宁静。苏季、苏九，你们两个奸夫淫妇，竟敢欺瞒宗门，还不束手就擒！然而当他们的视线投向屋内时，两人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只见木屋之内热气蒸腾，苏季半裸着上身，浸泡在那个巨大的浴桶之中。他浑身皮肤长得通红，青筋暴起，脸上满是痛苦扭曲的神情，喉咙里发出不似人声的压抑嘶吼。桶中那些药草此刻却化作无数细小丝线，疯狂地钻入苏季的身体里。苏季心里已经把苏九骂了不下10次，这师妹还真是有受虐倾向啊，怎么泡这种折磨人的药浴？苏季强忍着不适，刘长老10次？什么10次？苏九在心里已经骂了苏季不下100次。他此刻躺在浴桶里，整个人深埋水中。对于他这种筑基修士而言，短时间呼吸不呼吸的问题不大，可最大的问题是，苏九看着已经快戳在自己脸上的灵根啊，他为什么会答应这种事情？这就是苏季想出来的方法。苏季，你怎么不去死啊？下一秒，苏九感觉到刘长老的精神力已经开始扫过来了，顾不上在心里继续谩骂苏季，再犹豫片刻，今日两人那些事便要彻底露馅。他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不说，甚至会影响半年之后夺取至宝的计划。这件事背后牵连的因果实在太多。苏九在心中安慰自己，无妨，皆因写事罢了。况且他这辈子也没打算寻找道侣，更谈不上对不对得起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苏九闭上了双眼，可随后刘长老的精神力如水银泻地，瞬间笼罩整个浴桶。桶中很正常，只有单纯的药草与水，热气蒸腾。苏季的身上也没有任何异样。刘长老的眉头微微皱起，虽然没发现什么，但他总觉得苏季灵根断裂之处有些奇怪，伤口边缘虽规则，却不像被利器所切，反倒更像是被什么生物一口咬断的。就在刘长老疑惑之际，苏季身前的药水忽然咕噜噜浮起一串水泡，他正欲开口，苏季却抢先一步，脸上痛苦的表情更加扭曲，声音嘶哑：“不好意思，刘长老，我刚刚放了个屁。”刘长老站在门口，确实能看到浴桶表面漂浮的药草，尽是些断体所需之物，对肉身的刺激极大。苏季的反应虽然夸张了些，但考虑到他才修行不久，似乎问题不大。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很难彻底消除。刘长老的视线锐利如刀，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何这个时间点你不在自己屋里待着，反而会出现在苏九的小院，还泡着他的药浴？刘长老本是先去了苏季的住处，发现空无一人，这才转到此处。时间上落后一步，恰好给了苏季反应的机会。苏季脸上露出欲言又止的为难。刘长老厉声逼问说：“苏季这才不情不愿地叹了口气，哎，这种事情弟子是真的不好意思开口啊。”王三在旁边阴阳怪气的冷笑：“是不好意思开口，还是不敢开口？拖延时间，我看你能编出什么来？”苏季闻言，脸上顿时换上一副全然的疑惑。他扭头看向刘长老：“刘长老，你在盘问事情，他是个什么东西，也配在这里指手画脚？”刘长老本来还没觉得什么，可被苏季这么一点，顿时感觉王三确实有些愉悦了。他冷冷地瞥了一眼王三：“王三，你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王三脸色一僵，只能低下头，掩去眼中的怨毒。刘长老，一个一辈子金丹无望的废物外门长老，也敢这么骂他？你也有屈死之！卧槽！苏季的惊呼声猛地响起。刘长老，这弟子被你骂了一句，竟然一脸怨毒地瞪着你，好大的狗胆！刘长老闻言，目光瞬间如电般射去。王三区区练气的修为，反应哪里快得过筑基大圆满？那份怨毒还未完全收敛，便被刘长老逮了个正着。怎么想着报复我？刘长老怒极反笑，也不见什么动作，只是随意的一掌格空拍出，砰！王三的胸口如遭重锤，整个人像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越过庭院的围墙，重重摔在外面，生死不明。轻松解决掉王三，就像踹死路边的一条野狗一样。刘长老这才重新将视线投向苏季：“现在你可以说了。”苏季又叹了口气，脸上带着几分追忆，几分羞涩：“刘长老，你有所不知，弟子与苏九师妹可谓一见如故，特别是在退灵根那日，若非苏九师妹多次开导，弟子恐怕早已误入歧途。是她让弟子明白了其中的大道理。弟子感激之余，也对苏九师妹生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情愫。”苏季还想继续说下去，表情瞬间扭曲：“这药浴泡的好痛啊！”刘长老的脸色果然不好看了：“情愫不是你想的那种男女之间的情愫。”苏季连忙解释：“是那种闺中密友，对，闺蜜那种情愫。”
听到这种新鲜词汇和八卦，刘长老那张刻板的脸上竟真的来了兴趣。细说一下，这可就苦了苏季，他一边要用手推着苏九不安分的脑袋，一边还要分神编故事来敷衍刘长老。是这样的，弟子先前在外门杂役处的那间小木屋，不知走了什么运，竟机缘巧合成为了天道秘境的入口。当时苏九师妹恰好路过，我俩也不懂啊，就这么误打误撞的进去了。那秘境虽只是最低级的一种，奖励也很普通，但其中凶险，远非我二人可以涉足。我与师妹在里面相互扶持，共历生死，最后关头我身受重伤，几乎垂死，就那么躺在她怀里。师妹她很温柔，抱着我，让我别睡，说一定会带我出去的。最终我硬撑着一口气活了下来。我们两人便歃血为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刘长老，你等一下，我缓一缓。苏季死扶住浴桶边缘，过了几秒，苏季才长出一口气，继续开口。我们接着说，也正是因为此事，师妹觉得我实力太过低微，日后恐难以自保，所以才特地为我准备这桶药浴，想助我提升一些实力。苏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将之前秘境的经历添油加醋的讲了一遍。刘长老竟然听得津津有味，甚至忘了自己来此的正事。小半个时辰过去，刘长老腰间的传音玉符忽然亮起，打断了他的兴致。他意犹未尽地感慨道：“哎，让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了，年轻真好啊！罢了，此次是老身听信，小人污蔑。下次若有机会，可来我小院喝茶，再与我讲讲后续的故事，我亦可指点你修炼一二。”苏季大喜，弟子改日必登门拜访。弟子还在药浴，恕不能恭送刘长老。无妨。刘长老摆了摆手，转身离去。待那股属于筑基大圆满的威压彻底消失，苏九就要起身，苏季将他劝了回去。别说话。苏季压低声音，万一刘长老去而复返怎么办？还是辛苦师妹一下，毕竟兵不厌诈。苏九一想，觉得很有道理，反正都这样了，也不差这一会儿。又是几分钟过去，外面静悄悄的，刘长老确实没有回来的意思。苏九准备起身，然后他又被苏季毫不留情地劝了下去。他正想质问苏季又想做什么，可显然忘了自己的处境。忽然，一个让他浑身血液都几乎凝固的念头占据全部思维。这一次，他是真的想杀人了。苏季也很绝望，人之常情啊。苏季从未感觉过死亡距离自己如此之近，浴桶里的水温依旧带着几分温热，可他浑身上下却一片冰凉，血液都要被那道实质性的杀意冻结。水下的苏九还没起身，但苏季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气息正在酝酿，只等一个瞬间，便能将他连同这间木屋一起焚为灰烬。这次是真的完了，就算是血誓，也保不住自己的命。但是之前你也看到了，生死危机之下，苏季的临场应变与求生能力都是超一流的。求饶没用，解释更没用。难道要说这是人之常情，自己控制不住，那只会死得更快。唯一的生路。苏季猛地想起自己不久前才升级过的彩色天命，美人如玉，神枪破法，效果2可追加双向绑定。你的修为提升与道心感悟亦会反馈对方，对方概率获得最急需的瓶颈突破，需主动触发，每7日仅可触发一次。没有时间犹豫了，这或许是他开口求饶前唯一能创造出来的机会。苏季立刻发动天命的特性，这是苏季最后的救命稻草，至于能不能抓住，全看天意。浴桶之下，苏九的思维已被怒火吞噬，他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他一定要把苏季这个混蛋揍得只剩一口气才能泄愤。然而就在他即将催动妖力破水而出的瞬间，一股温和的力量毫无征兆地从他身体最深处涌现，紧接着丹田气海之中那股因药浴而产生的灼热感陡然暴涨100倍1000倍。不对劲，这股热流根本不是那些药草能够提供的，它更像是一颗被点燃的太阳，在他体内轰然炸开，灼热的能量疯狂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苏九心头的杀意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变硬生生压了下去，他愕然的内视己身，而后一件让他匪夷所思甚至颠覆九尾天狐一族认知的事情发生了。他体内那仿佛亘古不变的九尾天狐血脉竟然在进化，不是之前那种血脉觉醒度，而是血脉的本源，生命层次与未来上限竟然开始缓慢提升。血脉纯度，那是生来铭刻在生灵身上的烙印，是决定是狐亦或天狐又或极尾的根本。别说是他，就算是狐族史书中那位精彩绝艳的元祖，穷尽一生也未能让自身的血脉纯度再进一步。他梦寐以求的九曜九转吞月路，能提升的也仅仅是血脉的觉醒速度，而非血脉纯度的本质。举个例子，血脉觉醒度只是让一只幼蛟成长为成蛟，战力从1提升到100。他之所以那么追求，那是因为他按照人类的年龄而言成年了，但是对于九尾天狐的成长周期还是一只幼狐，他需要与时间赛跑，加速自己血脉觉醒的速度，而血脉纯度却是让蛟蜕变为龙，二者根本无法混为一谈。若血脉纯度足够高，他甚至能超越先祖，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如此逆天的机缘面前，所谓的个人情绪又算得了什么？苏九那沸腾的杀意在短短一息之间平息，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股提升他血脉纯度的源头，正是他体内的血脉在雀跃，在疯狂地渴求着更多。顺着这股源自真灵最深处的本能，苏九的怒火悄然褪去。咕噜，苏季正屏息凝神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他心里咯噔一下，他已经做好被苏九一掌拍成半身不遂的准备。然而，预想中的愤怒并未降临。别，又是小半的时辰后，紧接着苏九的脑袋这才从水面探出来，氤氲的水汽模糊了他的容颜，长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一双水润的眸子正直勾勾地盯着苏季，没有杀气，也没有往日的清冷，那眼神很复杂。苏季，你真是哪个地族丢下来试炼的？苏季有些跟不上话题跳跃的节奏。什么？苏九擦了擦嘴角，今天这事你必须烂在心里。苏季大喜，师妹，你不生气？苏九依旧是神情复杂，你再提的话，我就生气了。滚滚滚！我要修炼了。与苏九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一，好奇询问，师妹，药浴好喝吗？奖励苏九暴走，被打得半身不遂。选项二，好奇询问，师妹，你为什么要喝第二口药浴？奖励苏九暴走，被打得半身不遂。选项三，好奇心害死苏，赶紧滚，奖励苏九好感+1。当前苏九好感52。常驻选项，好感大于50无法计件，当前击杀数0。什么时候好感度就52了？长这么快，难怪能捡回一条狗命。仔细一想，苏季也释怀了，毕竟这又不是游戏，必须等到下一个选项才会出现好感度的变动，期间他的一切行为都会造成好感度的变更，但没有直接的提示，想来应该是在天道秘境中的时候增加了不少，不然也很难解释窥天命中苏九拼着重伤带自己出去的画面。苏季果断选择了滚，他不是傻子，都给了这么明确的提示，再留下来纠缠，那纯粹是嫌自己命长。他以最快的速度穿好道袍，逃命似的离开苏九的小院。院门关上的瞬间，他长长的出一口气，活着的感觉真好。苏季平复一下心绪，没有立刻返回自己的住处，他反而转身朝着刘长老先前一掌拍飞王三的方向走去。庭院的围墙外空空如也，没有王三的尸体，只有一滩不大的血迹。苏季的眉头皱了起来，一个炼气期的弟子被筑基大圆满寒怒一击，凭什么不死？还有力气自己消失的无影无踪，事出反常必有妖。苏季不清楚那个王三究竟有什么底牌，也不知道对方为何要置自己于死地，但梁子已经结下了，那个叫王三的已经上了苏季的必杀榜。苏季的脸上再无半分玩笑之意，他直接越过王三原本该躺尸的地方，像是踏过某个必死之人的坟头。在苏季转身离开的刹那，苏九脸上的复杂神情瞬间被一片潮红与急切取代。他之所以催促苏季赶紧离开，一方面固然是羞愤难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体内的状况已经到一个刻不容缓的地步，那股力量霸道无比，在他体内横冲直撞，根本不是寻常药浴能够带来的效果。他甚至有种感觉，若是再不立刻引导这股力量，自己的身体恐怕会被活活撑爆。苏九没有丝毫耽搁，立刻盘膝坐回浴桶之中。他闭上双眼，强行压下心头的万千思绪，开始运转919转吞月路。功法运转的瞬间，异变陡升，以往那些晦涩难懂，需要耗费大量心神才能勉强参悟的内容，此刻竟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一个个字符仿佛活了过来，在他脑海中自行演化，将功法中最深奥的义理以最直白的方式呈现在他面前。顿悟，这竟是传说中可遇不可求的顿悟状态。苏九心头巨震，连忙收敛心神，全身心地沉浸在这种玄妙的感觉之中。他体内那股狂暴的能量，在功法的引导下，终于找到宣泄的出口。它们化作滚滚洪流，冲刷着他的经脉，洗涤着他的腰丹。原本坚固无比的筑基五重瓶颈，在这股洪流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轰！一声闷响自他体内传出，筑基6重成了。磅礴的妖力在他体内激荡，可那股源自苏季的奇异能量却丝毫没有衰减的迹象。不仅如此，随着功法的运转，他仿佛受到某种催化，变得更加精纯，更加磅礴。苏九甚至来不及稳固刚刚突破的境界，那股能量便推着他的修为朝着更高的层次悍然发起冲击。筑基7重破！苏九的娇躯微微一颤，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连续破境对身体带来的不小的负荷，但他眼中的惊喜却愈发浓郁。还不够，他能感觉到那股能量还未耗尽。苏九虎牙一咬，将919转吞月路运转到极致，身后9条虎尾的虚影若隐若现，与体内那股奇异能量交相辉映。又是一声沉闷的轰鸣，筑基8重。直到此刻，那股让他又爱又恨的能量才终于彻底耗尽，融入他的四肢百骸，化作他修为的一部分。苏九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那比先前强横了数倍不止的妖力，一时间竟有些失神。他抬起手，看着自己白皙的掌心，许久才吐出一口浊气。仅仅不到1个时辰，他竟连破3重天，从筑基5重一跃成为筑基8重，而且根基无比扎实，没有任何快速突破的虚负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要知道，即便是以他9尾天狐的资质，想要完成这3次突破，按部就班的修炼，至少也需要2个半月的时间。如今这漫长的苦修竟被缩短到1个时辰之内，
这节省下来的时间足以让他去谋划许多以前不敢轻易涉足的事情。这一次，或许他真的能够成功。苏九脑海中闪过苏季的影子，随后又快速将他甩掉。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如今他已经筑基8重，即便是遇到金丹老怪，也有自保之力。要不要去争夺那一处机缘？不久后，一座元婴大修遗留下来的洞府即将出世。元婴修士在大夏这片土地上几乎等同于传说，金丹老怪便是此界战力的天花板。一座元婴洞府的出世，其诱惑力足以让整个大夏修仙界的金丹修士为之疯狂。他原先的计划自然是敬而远之，他是实力根本不够碰瓷金丹。可现在筑基8重的修为，加上九尾天狐的血脉神通，若是再小心谋划一番，未必不能在那群金丹老怪的虎视眈眈之下分得一杯羹。苏九的眸中闪烁着光彩，不过这一次事件太过危险，按照苏季的性格，肯定又会死皮赖脸的凑上来，还是不要让他知道的为好。于是苏九拿出笔墨，苏季师兄见字如面，你我之间的荒唐事，苏九还是有些难以平复心情，准备外出散散心。胡言胡语中，胡言胡语中，胡言胡语中。接下来一段时间不必寻我，若是有缘，自会相见；若是无缘，先路漫漫，后会无期。接下来的半个月，苏季过得有些心虚，他没敢去找苏九，那天的场面实在太过惊心动魄。现在回想起来，他都觉得自己能囫囵个地站在这儿，纯属命大。这段时间他也没闲着，每日雷打不动的修炼，修为顺理成章的突破到炼气5重，并且根基十分扎实。期间窥天命的冷却时间转好2次，可奇怪的是，他每次进入那片灰白世界都看不到任何丝线。原本准备留到下次再看的筑基劫和相思劫，竟然凭空消失了。难道是因为他某个不经意的行为，比如让苏九喝了那口药浴，导致他修为大增，从而把他既定的死劫给硬生生撬没了？苏季百思不得其解。同时，这半个月里，苏季为不引人注目，还特意跑去贡献堂，随便接几个清理药源、喂养灵兽之类的低级任务。虽然浪费时间，但稳妥是第一位的。如今没苏九的幻术掩护，他必须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外门弟子，任何特立独行的举动都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这天，苏季在自己那破屋里修炼半天，终究还是没忍住，晃晃悠悠地溜达到苏九那座雅致的独院前。师妹，他试探性地喊了一声，院内悄无声息，没有任何回应。苏季迟疑片刻，院门已经上锁，但是根本难不倒他，翻墙而入，轻车熟路地走到小屋前，又敲了敲门，依旧是一片寂静。苏季索性推门而入，屋内的摆设还是老样子，空气少了一丝苏九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清香。桌上那只他常用的茶杯也收了起来，唯有一张信纸被一块小巧的石头镇压在桌子中央。苏季走上前，拿起信纸展开，娟秀字迹映入眼帘。苏季师兄见字如面，你我之间的荒唐事，苏九还是有些难以平复心情，准备外出散散心。苏季的视线跳过中间一大段不知所云的胡言胡语，直接看向结尾。接下来一段时间不必寻我，若是有缘，自会相见；若是无缘，先路漫漫，后会无期。啊，他的修仙百科全书就这么跑路了。不过转念一想，倒也正常。苏季不觉得全是自己的原因，他还没自恋到那种地步。按照苏季的猜测，更大的可能是哪里又有什么机缘出世，苏九赶着去分一杯羹。只是最后那句话，大家都是一个浴桶里抛过的交情，就别整这套后会无期了吧。他听着害怕。看完信件后，苏季指尖燃起一簇小火苗，信纸在他手中迅速化为飞灰，飘散无踪。他转身离开小院，想了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去处，只能先回到自己那间破败的木屋。然而刚走到门口，他的脚步停下，屋前竟然站着一个老熟人。苏季在向司门内几乎是个小透明，认识的人屈指可数。眼前这人是王三。苏季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径直就想绕过他进屋。他还记得贡献堂执事的话，宗门之内禁止同门相残。上次杀胖执事，那是天时地利人和，一来胖执事仇家太多，二来胖执事做贼心虚，一路上没有被人发现踪迹，三来胖执事炼气6层，宗门也很难怀疑到他一个炼气4层的弟子身上。可王三不一样，两人之间的梁子已经结下，他要是现在被人杀了，自己绝对是头号嫌疑人，杀他得在宗门之外。现在就当他是路边的一条野狗，无事便好。谁知那条野狗却主动凑了上来。苏季师兄，王三的脸上堆着笑，姿态放得很低，甚至带着几分谄媚。上次的事情是师弟我莽撞了，误会了师兄，还望师兄大人有大量，不要与我计较。这是一些赔礼，还请师兄收下。说着，他双手奉上一个布袋。苏季停下脚步，这又演的是哪一出？鸿门宴，伸手不打笑脸人。苏季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瞥了那布袋一眼。他想起当日胖执事的小心谨慎，便依葫芦画瓢，你自己打开，我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王三脸上的笑容一僵，随后化为苦笑。师兄，我哪有胆子害你啊？苏季心里冷笑，巧了，他杀胖执事之前说的也是这句话。这小子是来寻仇的。王三见苏季不为所动，只能无奈的自己解开袋口，
将里面的东西一股脑的倒了出来，一堆奇形怪状的药草滚落在地，散发着各异的气味。苏季一概不识，他就是个修仙界的文盲。丹药、符箓、阵法、药草，两眼一抹黑。一时间，他有些怀念起那个行走的百科全书师妹。他和苏九的组合似乎确实挺般配的，一个负责动脑，一个负责动手。别看他苏季平日里脑子转得快，那纯粹是因为动手打不过被逼出来的。王三见苏季盯着药草不说话，以为他异动，连忙介绍道：“师兄，这些都是我从药园里精心挑选的，有凝练灵气的清虚草，也有淬炼肉身的石金藤，都是对炼气期修士大有裨益的好东西。”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王三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株看起来最普通的清虚草，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咀嚼起来。师兄你看，绝对无毒，师弟我真心实意，只求和师兄化干戈为玉帛。苏季看着他这番表演，心中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演得太假了。那副急于求和的样子，反而坐实他心怀鬼胎。毕竟宗门不能同门相残，有点矛盾，怕什么？哦，苏季终于开口，语气平淡：“既然师弟如此有诚意，那我就却之不恭了。”王三眼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喜色，然而苏季接下来的话却让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不过师弟啊，你看我这人比较笨，分不清哪种药草有什么功效，万一吃错了，岂不是浪费了你一番心意？苏季蹲下身，指着地上那堆花花绿绿的药草，脸上露出一个纯良无害的笑容。这人当他苏季是傻逼啊！此地无银300两，为啥非要急着证明没毒？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天蓝冰草缠绕，把自己脑子缠绕住了。苏季继续开口：“不如这样，为了表示你的诚意，你把每一种都吃上一片，给我演示演示。”这王三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师兄，这不合适吧？是药3分毒，这么混着吃会出问题的。哦，会出问题？苏季脸上的笑容更盛，眼神却冷了下去。你不是说都是好东西吗？怎么好东西混在一起就要出问题了？苏季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当他苏季没看过这种剧情？每种东西都是好东西，放一起吃就有剧毒。王三的额头渗出冷汗，他没想到苏季竟然如此难缠，3言2语就将他逼入死角。师兄说笑了。苏季就那么看着他不说话，脸上的笑意却愈发浓郁。王三知道自己那点小伎俩可能已经让苏季起疑心了。就在他骑虎难下，准备找个由头强行开溜时，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是万年蓝冰草，由我帮你调和其中的能量，你顶多肠胃不适，伤不了根本。”王三的心瞬间定了下来。对啊，他可是天命之子，区区一个苏季，不过是自己成道路上的垫脚石，有什么好怕的？他脸上重新堆起笑容，弯腰抓起地上的一株清虚草，看也不看就塞进嘴里，大口咀嚼。接着是石金藤，然后是下一株。他当着苏季的面，将地上每一株形态各异的药草都咬了一口，硬生生咽了下去。做完这一切，他挺直腰板，甚至还打了个嗝。师兄，按照你的要求，每一种我都尝了一口，这一次你该放心了吧？放心是放心了。苏季点了点头。王三脸上刚要浮现喜色，苏季的下一句话又让他表情僵住。但我这个人有点教养，别人啃过的东西，我看着膈应。苏季一脸嫌弃的摆了摆手，你还是拿回去吧。真想化解我们之间的矛盾，也简单，再去给我弄一批新的过来。记住，每一株药草都不能变，这样才能显得你有诚意。王三的脸由白转青，又由青转紫，他藏在袖中的拳头指节捏得发白，数字也有取死之道。他强行压下心头的杀意，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师兄稍等，只要能把苏季骗出相思门，到时候定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苏季是炼气5重，他也是，他有这个自信，通缉无敌。他可是拥有白色天命加持的天选之子，还有蓝冰草这种标配老爷爷。王三想不出自己输的理由。王三几乎是忍着满腔怒火，又跑房市一趟，破费一大笔零食，重新采购一批一模一样的药草。1个多时辰之后，当王三再次将装满药草的布袋递到苏季面前时，苏季连看都没看。师兄，药草都在这里了，你看看对不对？苏季没有去接，对不对不重要，主要呢，师兄是想看看你的诚意。苏季打断了他，现在你的诚意我已经看到了，我们之间的事情两清了，药草你就留着自己慢慢吃吧。王三猛地一怒，什么意思？说不要就不要，骗他白跑一趟，耍他玩呢？但紧接着一股巨大的狂喜涌上心头，真的，这一次的喜悦不是装的。倒不是说王三的演技突然变得自然，而是他真的高兴。铺垫了这么久，受了这么多屈辱，不就是为等这句话？既然师兄已经原谅我之前的莽撞，那师弟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苏季瞥他一眼，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还问？你是傻逼！一句话噎得王三差点当场去世。他那张因为喜悦而涨红的脸，瞬间变得和死了爹娘一样难看。哦，不对，王三确实死了爹娘，不然也不会没人叫他偷这个词是不对的。苏季看着王三这副模样，心里还挺暗爽，这种打断别人施法的感觉。除此之外，还有他老人家毕生所学的心法，若是能得到，未来问鼎7品金丹不过是探囊取物。
王三越说越激动，仿佛那些宝贝已经揣进自己怀里。好，好啊！苏季一拍大腿，激动得满脸通红。这机缘，我苏季要了。他一把抓住王三的肩膀，神情恳切。王三师弟，之前都是师兄的错，师兄有眼不识泰山，险些错过你这么一位好兄弟。你放心，等进了洞府，得了宝贝，师兄绝对亏待不了你。看着苏季这副上钩的样子，王三心底冷笑连连。还想分宝贝？等出了宗门，我找机会布下的杀局，你的命都是我的。苏季也是冷笑，这点演技还以为自己骗到自己。等出了宗门，他一杆亮银枪闪，瞎你王三的狗眼，纯傻逼一个。王三脸上挤出诚恳的笑容，师兄言重了，你我兄弟何分彼此？只是此事事关重大，还需从长计议。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咱们约个时间分开出宗，在宗门外碰头，再一同前往如何？终于图穷匕现了，苏季心里门儿清。行啊！苏季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就5日后5时，在山门外那片树林里碰头，怎么样？王三没想到苏季如此干脆，连价都不还，直接就答应了。他心中大喜，连连点头，好，就依师兄所言，5日后黑风林不见不散。说完，王三生怕苏季反悔，拱了拱手，转身便急匆匆地离去，背影里都透着一股迫不及待的兴奋。苏季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脸上的狂喜与贪婪缓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讽刺，真是一点新意都没有。他转身推门，走入自己那间破败的木屋。宗门之内禁止同门相残，这个规矩既是束缚，也是保护。可一旦出了宗门，生死便各安天命。苏季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他了。王三这是铁了心要杀他，而且他练气五重，王三也是练气五重，同阶对战，王三凭什么有这么大的自信能稳杀自己？答案只能是那个叫蓝冰草的东西。苏季盘膝坐下，开始梳理自己现有的底牌。修为炼气五重，功法荒陨堕龙诀，法诀流火诀，天命恋爱选项彩窥天命，黑美人如玉，神枪破道，彩枪法也是法，蓝窥天命还在冷却，但是5日后冷却够了。恋爱选项得有女修才能触发极简。最后美人如玉，神枪破道加上那杆用瞬光石打造的长枪，偷袭阴人依旧是第一杀器，还是不太稳。苏季喃喃自语，王三敢设局，必然有所依仗，自己必须准备的更充分一些。他想了想，从储物袋里摸出最后20枚下品灵石，这是他全部的家当，得去房市一趟，买点有用的东西。5日后5时，黑风林边缘，林中光线昏暗，王三早早地等在了约定地点。他换了一身便于行动的劲装，腰间挂着宗门外门弟子的令牌。看到苏季的身影从远处出现，他立刻迎上去。苏季师兄，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苏季脸上挂着贪婪的笑。元婴大能的洞府，这种天大的好事，我就是断了腿，爬也得爬过来啊。王三壮似无意地提了一句，师兄，我这次出宗门是在贡献堂接了一个追查邪修踪迹的任务，你是什么？这一趟的花费的时间可能不短，可别任务截止期到了，洞府宝贝还没取完，回去被宗门惩罚。当然王三可不会这么好心，他只是想打听一下苏季出宗门的理由，到时候他死在外面，自己也能想出合适的借口摆脱嫌疑。苏季一拍大腿，满脸佩服，师弟想的真是周到。随后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我就没师弟这么聪明，只接了个最简单的采药任务。王三听罢心中不屑，一个追查邪修，一个采集药草，高下立判。在他看来，苏季这脑子也就只配干这种杂役的活了。无妨，有我这个任务做幌子，到时候就说我发现了线索，拉着师兄一起追查，路上耽误了。王三故作大度的摆摆手，咱们还是赶紧出发吧，免得夜长梦多。那元婴洞府在一座隐秘山谷之中，距离这里300里地。师弟，我也是机缘巧合才发现线索，路途有些凶险，师兄你可要跟紧我了。至于他是如何知道的，自然是蓝冰草告诉他的。两人一前一后在林间穿行，王三走在前面，脚步轻快，背影里都透着一股藏不住的得意。苏季跟在后面，脸上的贪婪和急切恰到好处，时不时还问出些天真到愚蠢的问题。王三师弟，你说那元婴大能，他会不会在洞府里留下一大堆灵石啊？王三硬着头皮敷衍，那肯定，对元婴修士来说，灵石就跟路边的石子一样不值钱，那有没有吃了就能长生不老的仙丹？我听说师兄那种东西太虚无缥缈了，咱们还是实际点，先拿到筑基的丹药和功法才是正事。王三嘴上耐心解答，心里骂了不下30遍，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蠢货，这种人也配得到苏九师妹的青睐。他脑海中蓝冰草冰冷的声音适时响起，此子气运平平，不足为惧，倒是那玄黄山大机缘将要出世，以我合力定能夺得头筹。王三心中愈发安定，他原本的计划是在一处偏僻之地解决掉苏季，可后来他改主意了，让苏季死在元婴大能的洞府中，到时候人人都可以是凶手，谁也怀疑不到他王三的头上。这才是天命之子的行事风格，运筹帷幄，万无一失。越是靠近玄黄山，空气中灵气的流动透着一股不正常的狂躁，远处的天空时不时有流光划过，
方向都出奇的一致，全都朝着玄黄山的山巅飞去。那些流光散发出的威势，远非炼气期修士可比。师弟，你不是说这地方没人知道吗？苏季脸上的贪婪褪去几分，换上了一丝警惕。师兄莫慌，王三连忙安抚。我哪能料到这洞府出事的动静这么大，竟引来这么多修士。他压低声音，一副与苏季推心置腹的模样。但师兄你想想，这反而是好事，人越多，水越浑，咱们2个炼气期跟在后面才有机会摸鱼啊。反正咱们也算是第一批知道消息的，占尽先机。苏季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但抓着枪柄的手却下意识地紧了紧。比起那些能够借助法器御空的筑基期，2个人就略显狼狈。花了好久才爬上玄黄山巅，眼前的景象让苏季眼前一亮。山巅之上竟悬浮着一座巨大的门户，门户表面光滑流转，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岁月气息。门前早已聚集黑压压的一大片修士，粗略看去，至少有上百人。这些人3、5成群，泾渭分明，身上的气息一个比一个强横，绝大部分都是筑基修士。苏季甚至在人群中看到了几个与刘长老气息不相上下的存在。至于金丹老怪，可能事发突然还在赶来的路上。与此同时，玄黄山巅不远处的一株参天古树上，苏九晃悠着2条白生生的小腿，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记错日子了，怎么还不开门？他小声嘀咕着，那张清丽绝伦的脸上写满无趣。这次的元婴洞府出事是他计划外的一环，记得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很不巧，他来早了，甚至已经在门外等上足足2天半。苏九正准备闭目养神，视线不经意地扫过下方的人群，下一刻，他脸上的困意与无聊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愕然。苏九使劲眨了眨眼，他看到了谁？那个穿着相思门外门弟子道袍，脸上挂着一副贪婪又愚蠢的笑容，正被另一个弟子勾肩搭被骗得团团转的家伙。不是书记又是谁？难道是自己最近总想着那件荒唐事，得了相思症？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他狠狠掐灭。开什么玩笑？他可是高贵的9尾天狐，怎么可能对一个人类小子产生那种无聊的情绪？苏九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再次凝神望去，没错，就是苏季。他怎么会在这里？苏九的眉头紧紧蹙起。以他对苏季的了解，这家伙虽然平日里吊儿郎当，没个正形，但骨子里比谁都精明。他绝不可能露出这么浮夸的表情，除非他是故意的。一个念头瞬间划过苏九的脑海，半月不见，苏季已经发展到出门杀人夺宝了。王三压着嗓子，一副经验老道的模样。师兄，看到没？站在最前面那3个小团体都是武圣或9宗的弟子，咱们惹不起。苏季，不是啊，哥们。苏九知道的多，他还可以理解。可你王三，他这几天可是去打听过的，同样是杂役弟子，升级没多久，你他妈哪来的情报网啊？等会儿洞府大门一开，咱们就混在人群最后面进去，千万别出头。进了洞府，你跟紧我，师弟我保你周全。苏季连连点头，脸上全是感激涕零的神色。多谢师弟，多谢师弟。他嘴上谢个不停，心里却在飞快的盘算，这元婴洞府进不进还是两说呢。苏季本以为是王三想骗自己出来编的故事，谁想到玩真的。先不说收到消息，已经在往这边赶的金丹，就在场这么多个筑基大圆满，随便来一个就能要了他命，有没有搞错？他才炼气5层啊，比一群狼里面混了一只哈士奇还要离谱好吧？苏季窥天命的冷却，恰好在今天转好，毫不犹豫，世界刹那间褪去色彩，化作一片灰白，3条若有若无的暗红色丝线再次浮现在他眼前。天狐结、相思结、筑基结。看到第1条丝线，苏季呼吸明显停滞了一瞬间。天狐，苏九在这里好像也正常，出现在元婴级别的洞府争夺机缘，倒也符合他的人设。随后，苏季的视线落在另外2条丝线上。不是，你俩什么意思？想看的时候不给，现在明显要选择其他选项的时候，又急着出来刷存，再赶。吐槽归吐槽，苏季伸出手，轻轻扯断那根对应天狐结的丝线，没别的意思，他才不在意苏九的死活，单纯御属性高达99点的目标不好找。霎时间，灰白的世界轰然破碎，苏季眼前的画面开始飞速流转。这一次的画面中只有2人，苏九以及一个站在他面前身穿素白长裙的女子。画面里的苏九不再是古树上那个百无聊赖的少女，她9条狐尾的虚影在身后缓缓铺开，神情是苏季从未见过的凝重。怎么会是你？苏九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错愕。你不是已经飞升了吗？那白裙女子似乎对苏九的反应很感兴趣，她周身萦绕着一股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超然气息，仿佛不染尘埃。哦，你认识我？苏九略微思考了片刻，族中古籍有过记载，大夏最后一位飞升者。苏季在旁边听得心头一跳，飞升者，这又是什么重量级人物？白裙女子来了兴趣，书上是怎么说我的？苏九开口娓娓道来，古籍中的记载也不多，主要是我记忆力不错，刚好记得你的画像。上一个时代的气运之子，是打破大夏金丹桎梏，登临仙界的存在。可就这么一个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而且看样子，他的处境似乎与传说中那风光无限的飞升完全不符。尚在大夏，并未飞升。苏九似乎也想到这一点，
他周身那股磅礴的妖力都暗淡几分，声音里满是无法言喻的凉意，连你也无法挣脱的话，那大侠还真是可悲。女子虚影并未因苏九的感慨而动容，她的声音平静的没有波澜。我失去了最后的机会，我跟你一样都是失败者。只是苏九猛地抬头，妖异的树瞳中满是骇然，你飞升失败了。在苏九的认知里，这位白裙女子的一生堪称匪夷所思，身上就像绑着吸引仇恨的东西一样，哪怕只是出门吃一顿饭都能树敌无数，不知道多少人想要置其死地，他也不知道多少次险死害生，被逼跳崖亦或失忆，但每一次劫难之后都会以更强的姿态重新出现，一切的磨难都无法杀死他。15岁接触修行，18岁才堪堪炼气一层，获得白色天命，可仅仅25岁就以9品金丹铸就无上元婴，更是身携足10条天命，两白四橙三红一彩，在众目睽睽之下羽化登仙，是真正被整个世界气运所钟爱的人。这样一位举世无敌的人物竟然死了，只剩下一缕残魂，那杀死他的人又该是何等恐怖的存在？白裙女子没有回答，似乎不愿过多谈论此事，只是话锋一转，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我现在出现在你面前，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吧？苏九沉默了，他当然清楚。苏季瞳孔一缩，这是要夺舍？女子虚影继续开口，声音飘渺，属于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曾经的我或许位于天之上，俯视芸芸众生，但那也只是过眼云烟，如今的世界早就已经不属于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新生而言，我已经是被遗弃的历史。可是我不甘心啊，我还想再试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如果是九尾天狐的血脉，我会成功的。我比你更清楚走到最后需要面对的是什么，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让我替你走这一遭。苏九陷入长久的沉默，不知为何，苏季仿佛能感受到白裙女子此刻内心的波澜，那是一种被命运反复玩弄后的疲惫与不甘，连带着苏九也沉默了许久。随后一股倔强的意志从苏九身上重新燃起。我在一个秘境中看到有不少人的未来都突破到金丹之上，所以前辈安息吧，我们会走出自己的路的。我也想为自己搏一个机会，一条没有前辈阻碍的前路。白裙女子冷笑，突破金丹之上，哈哈哈，骗你的，都是骗你的，这个世界早就无可救药了。这对话给苏季听得一愣一愣的，不是吧？这就开始接触天道背后的秘密，他发育不应该这么快吧？不等苏季继续吐槽，眼前的画面又是一变，只见苏九满身浴血的倒在地上，而白裙女子也不好过，原本凝实的身体已如风中残烛一般若隐若现。随后在苏季惊悚的目光下，苏九缓缓地爬向他。苏季，我不想死，只有你能救我了，能蹲下来听我说吗？然后苏季蹲了下去，下一秒苏九一把抓住苏季的灵根，力度非常虚弱。为我？苏季，不是，难道说？苏九将上一次突破瓶颈的强化认为是这玩意带来的，然后这种情况下苏季也生不出趁人之危的心思，直接就对着苏九使用了强化。但是效果2可追加双向绑定，你的修为提升与道心感悟亦会反哺对方，对方概率获得最急需的瓶颈突破需主动触发，每7日仅可触发一次，对方概率获得。这一次好运没有眷顾苏九。苏季听到失败的提示，苏九的气息开始迅速衰落，握住灵根的手也无力落下。所以这一局该怎么化解呢？提前位？哦不，提前帮苏九强化一次。不等苏季仔细思考破局之法，眼前的一切如镜面般破碎，将他弹回现实。苏季猛地回过神来，后背已是一片冰凉的冷汗。他感觉自己似乎知道的太多，上个时代的气运之子，天道的阴谋，飞升的骗局。苏九以为药业能帮他突破，这是他一个炼气期该听到的消息。哦，最后一条划掉，这个他还是可以听的，毕竟也算是当事人。师兄，师兄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王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苏季抬头对上王三那张关切的脸，心底却是一片翻江倒海的骇浪。没事，他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脸上重新挤出那副憨厚的笑容。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大人物，有点紧张。就在此时，前方悬浮的巨大门户猛然爆发出一阵璀璨的光芒，开了，洞府开了。人群中爆发出议论。师兄，我们也走吧。王三也急了。只见上百名修士化作一道道流光，争先恐后的冲向那座门户，生怕落后一步。最前方的那批修士修为最是强横，速度也最快，几乎眨眼间便冲到门户之前。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他们像是撞上了一面无形的墙壁，被一股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量弹了回来，一个接一个，人仰马翻，狼狈不堪。什么情况？整个玄黄山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错愕。就在众人惊疑不定之际，那光滑流转的门户表面缓缓浮现出2个大字：误入。苏季脸上的表情僵硬了短短一瞬，因为这2个字竟然也是用汉字书写的。这算什么？元婴大能的洞府？是某个穿越者老乡留下的善意提醒。苏季的脑子飞速运转，然而他眼角的余光瞥到身旁的王三，只见王三死死盯着那2个字，双眼瞪得溜圆，嘴巴微微张开，一副见了鬼的模样。那不是看不懂的茫然，而是认出来之后彻头彻尾的震惊。苏季心中咯噔一下，一个可怕的念头在
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开。王三也看得懂，他也是个穿越者。这个发现让苏季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难怪这家伙同样是杂役出身，却对修仙界的各种秘闻如数家珍。难怪他一个炼气期，明明同阶，一点也不怕自己，直接莽上来算计自己，设下杀局。再加上上次窥天命中看到的那一手蓝冰草缠绕，甚至能干扰到苏九的进攻，苏季忽然就觉得这个王三并不是路边野狗那么好杀。而这两个字，在场的其他修士自然是看不懂的。短暂的寂静后，人群再次鼓噪起来：“装神弄鬼，老东西死都死了，还这么怕被人掘坟？一个破禁制而已，大家一起出手，轰开他！”一个脾气火爆的筑基修士怒吼一声，祭出法器，便率先发动攻击。一时间，各色灵光冲天而起，上百道攻击汇聚成一股洪流，狠狠地轰向那层薄薄的光幕。按理说，元婴修士部下的禁制，别说一群筑基，就是金丹老怪来了，也得费一番手脚。可事实却是，那层光幕在众人的攻击下，如同阳光下的泡沫，一触即碎，甚至连半点声响都未发出，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湮灭了。它存在的意义，仿佛只是为展示那两个字。禁制一破，疯狂再次占据所有人的理智。上百位修士争先恐后，如过江之鲫般涌入那巨大的门户之中，生怕冲得慢了，里面的宝贝就会被别人抢光。师兄，我们要不算了吧，不去了。王三从震惊中回过神，声音里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颤抖。苏季不动声色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怕了？”一股微弱到几乎无法感知的火苗顺着他的掌心附着在王三的道袍上，仅是一瞬间便消散无形。这是流火诀中的一种标记手法。以苏季如今的修为，只要王三出现在他方圆10里之内，他便会有所改变。杀王三的事得先缓一缓了。你想想看，他苏季身为穿越者，现在天命两彩一黑，还有一个虽然是蓝色，实际上能够发挥出彩色威呢。那王三怎么也得有个差不多的待遇吧？3才肯定不过分。这不，你瞧瞧，只有金丹上线的地图，这个老乡硬生生练到了元婴。苏季原本还信心十足，现在有点心虚了，感觉真要打起来，搞不好胜负只有5-5开，没必要冒这个险。先想办法喂苏九一口，帮他度过这一劫，然后顺着标记摸过去，和苏九一起来正义的2打1。这般想着，苏九还真就出现在苏季的视线中。他并未与其他人争抢，只是在那光幕破碎之后，才不紧不慢地现身。那一双粉嫩的小脚在空中虚踏几步，整个身影便悄无声息地没入大门之中。杀王三的机会很多，可苏九要是死了，他那本行走的修仙百科全书可就真没了。师兄，里面一群筑基大圆满，咱们这点修为进去，能捞到什么好处？我还知道另外一处机缘，虽然不如这里，但胜在安全。要不我们……听到这话，苏季心里彻底明了。王三果然也看懂了那2个字，这小子被老乡的友情提示给吓破胆了。苏季停下脚步，转过身，他没有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王三。师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苏季笑了，师弟，你不是说里面有能让人直冲筑基大圆满的9转寒阳丹吗？你不是说人越多水越浑，我们才有机会摸鱼吗？怎么这还没进去呢就怕了？你不去我去。说着，苏季就朝洞府大门跑去。王三暗骂一句傻逼，苏季压根没理会身后王三的讥讽，他径直冲向那座悬浮在半空的元婴洞府大门。然后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门在天上，他在地上，他才练气期，不会飞。苏季的脚步慢了下来，仰头看着那不断有人影没入的光门，摸了摸下巴，这确实有点难办，但根本难不倒他。就在此时，一道青色流光从他身侧呼啸而过，带起一阵劲风。那是一位御剑而起的修士，看其灵力波动，至少是筑基后期，机会来了。苏季没有半点犹豫，在那女修即将飞掠至他身边时前时，苏季双腿猛地发力，整个人高高跃起，他的身体顺势荡了过去，右手稳稳抓住飞剑的剑柄。半空中，那位筑基女修原本稳稳当当的身形猛然一晃，险些连人带剑一起坠落。她闷哼一声，周身灵力激荡，好不容易才在空中重新找回平衡。她扭头向下看去，满脸怒容。只见一个男修左手握着一杆枪，右手抓着他的法器剑柄，像个秤砣一样吊在自己的本命法器上。放手！清冷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火气。苏季顺着声音抬头看了上去，这一看，他愣了愣。卧槽，现在修士都穿这么清凉？一条青色短裙将那双长腿衬托得淋漓尽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非礼勿视，非礼勿视！苏季嘴上带着几分询问的语气。呆呆女修气得俏脸发白，你再不松手，我便杀了你。与顾冉冉对话，目标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让你呆呆，你聋了吗？奖励未知。选项2，老友，你为什么轻装上阵？奖励被一脚踩在脸上，踹下飞剑。选项3，我愿出5颗灵石，道友烧我1成，奖励失去5颗灵石，成功进入元婴洞府。常驻选项以辱3尺为命，既无无上剑道。当前击杀数0。苏季飞快地扫过3个选项，选项2纯属找死，选项3最稳妥，花钱消灾。但苏季总觉得有点亏，他现在兜里就5枚灵石了，这一下
就想要把它掏空，那就只剩下选项1了。未知奖励往往意味着惊喜，也可能意味着惊吓。但苏纪向来喜欢赌，但是苏纪没有立刻做出选择。他抬起头，迎上女修那要杀人的视线，咧嘴一笑：“再废话，我就杀了你，别怀疑我的手段。”女修本来看苏纪只有练气，所以才敢那么硬气。可这么一番话下来，他发现苏纪更硬气。他怂了，对方敢说这种话，不是有恃无恐，那就是脑子有问题。直觉告诉他，对方真的有斩杀他的手段。让你带你聋了吗？这位不穿内甲的女修曾听闻，有些修士气运逆天，初始便能获得蓝色甚至紫色的天命，其中不乏一些出现概率极小，却拥有固定杀伤力的诡异天命。这种技能往往无视修为境界的差距，但代价也是极重的。初期固然顺风顺水，但到金丹就等于身上报废一条紫色天命，也算是牺牲未来，换取前期修行路上的一帆风顺。得失难以评价，算了，小心驶得万年船。为一个不相干的小子去赌那足以致命的风险，值得吗？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在这元婴洞府之前，没必要节外生枝，带一带只是举手之劳。一念及此，顾冉冉心头那股怒火竟被理智强行压下去。他深吸一口气，语气依旧冰冷，却没了杀意。抓稳！苏纪一笑，手上抓得更紧。道友，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苏纪的称呼瞬间180度大转弯。顾冉冉被发了一张好人卡，没搭理苏纪，只是冷哼一声，催动飞剑，化作一道青红，径直冲向那巨大的门户。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苏纪姿势虽然狼狈，心情却很不错。白嫖就是爽。两人一前一后，就这么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闯入那座元婴大能的洞府之中。穿过光门的瞬间，苏纪感觉眼前一花，竟然被强甩了下去，整个人朝着下方坠去。砰！好在高度尚可，哪怕结结实实的摔在一片坚硬的石板上，也只是晃了晃脑袋就恢复过来。苏纪没有立刻起身，他躺在地上开始环顾四周。他现在身处一座空旷的有些过分的空间中，穹顶高不见顶，隐没于一片昏暗之中，只有几根粗壮的石柱支撑着，上面雕刻着看不懂的繁复纹路。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尘封已久的气息，混杂着微薄灵气。就在苏纪准备起身的时候，一只雪白粉嫩的小脚就那么突兀地踩在他脑袋旁边的石地上，脚趾圆润，脚踝纤细。你看，修士就是这么百花齐放，什么人都有。之前那个没钱买内甲，现在这个没钱买战履。苏纪顺着那只脚向上看去，苏九穿着一身素净的衣裙，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那张清丽的脸蛋上写满难以置信。真是你啊，苏姐！苏纪脸不红心不跳，瞧啊，师妹，我感应到这里有机缘，就来了。苏九被他这番话噎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相思门距离此地足有大300里地，你拿什么感应的？你就算是狗鼻子，也闻不到这里来。等等，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形容词？苏九还没来得及纠正自己的思路，就看见苏纪抽了抽鼻子，他嗅了一口，正好对上苏九投来的视线，与苏九对话，目标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师妹怎么又脱鞋了？奖励被一脚踩在脸上，关你屁事。选项2，师妹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体质？奖励进入特殊剧情，特殊剧情完成后天命抽取次数+1。选项3，没想到我的机缘就是千里迢迢找到师妹啊！奖励苏九好感+2，被一脚踩上脸上，一脸羞愤。苏纪，你在胡说些什么？虽然选项3看似不错，但苏纪觉得有些油腻，说不出口。倒是特殊剧情已经出现过好几次，再加上这一次奖励竟然是天命抽取次数+1，那有些夸张了。按照正常突破修炼到金丹，如果没有特殊机缘，身上一共也就3条天命。选项奖励之前一直给的抠抠搜搜，要么好感+1，那么就是一点零食。虽然有一点帮忙排错的味道，但都不是什么足以致命的错误，远不如亏天命来的霸道，完全没有展现出彩色天命应该有的价值。但是按照现在看来，是自己一直没有展开特殊剧情的原因，开发姿势不对啊。苏纪有些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那就试试特殊剧情。他假装傻，哈哈的扯开话题：“师妹你好香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体质？”苏九不着痕迹的向后退2步，与苏纪拉开一小段距离，脸色有些不好看。犹豫片刻后，这才小声开口：“无垢体。”苏纪这才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特殊剧情呢？这样那样的剧情呢？苏九见苏纪没有反应，瞬间就看明白了。苏纪这个修行常识白痴，大抵还不知道无垢体是什么。他继续开口：“苏纪，听我的话。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此地不适合你。”苏九语气严肃，不再有半分调笑的意味。虽然我们抢占先机，第一批进入这里，但已经有很多金丹老怪在赶来的路上，我没有把握在他们赶来之前就带着收获离开，到时候我极有可能自身难保。你才练气。话音还未落下，便被一声轰鸣打断。支撑着这片空间的巨大石柱，其上雕刻的繁复纹路骤然亮起，流淌着殷红如血的光芒。光芒顺着纹路蔓延，在地面的石板上勾勒出一幅庞大的阵图。那阵图同样呈现血色，一道道魔纹般的线条交织，一股令人心悸的血腥气刹那间扑面而来。随后，脚下的阵纹与石柱上的光芒开始以同一频率闪烁，隐约间有兵戈碰撞之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小心！苏九脸色巨变，一把将苏季拉到自己身后。可已经晚了，在场的所有修士，无论修为高低，眼前景象骤然一变。他们被拽入一片无比恢宏的古战场，天空是凝固的暗红色，大地流淌着白骨血河。一头真龙从崩裂的云层中坠落，庞大的身躯砸碎半座山脉。三足金乌被一只大手撕成两半，金色的血液泼洒长空。地面是无数修士与看不清面目的敌人在厮杀，虚空在不断破裂，露出其后漆黑如墨的乱流。这片天地间充斥着绝望、疯狂与无尽的杀伐之意。在场的筑基修士，哪怕心智再坚定，此刻也面色惨白，浑身颤抖，甚至有人道心不稳，当场喷出一口鲜血。咚！就在众人心神即将被这恐怖景象彻底吞噬之际，一道悠远绵长的钟音响彻天地，眼前的所有幻象如被戳破的泡影般轰然破碎。众人猛地回过神来，依旧站在那座空旷的大殿中，但脸上都挂着劫后余生的惊惧。真就是元婴大能的手段？不对，即便是元婴大能，也是没有资格接触那些传说中的神兽。那究竟是什么？苏季根本不慌，他有修仙界百科全书。苏季挠了挠头，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师妹，刚刚那幻境有什么讲究？果不其然，苏九望着脚下缓缓隐去光芒的血色阵纹，声音里带着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元婴洞府。苏九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此地是一处上古战场遗留下来的碎片，刚刚那一幕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的事情。苏季眼睛一亮，上古战场，那这里面是不是宝贝很多？苏九简直要被苏季气笑了。都这种时候了，这家伙脑子里想的竟然还是宝贝。能参与那等战争的存在，最弱的恐怕都能一根手指头碾死大夏所有的金丹修士。至于宝贝，或许有吧，又或许早已被岁月侵蚀，但更大的可能是那些死后不散的怨念。这些东西沾上一点，轻则道心崩溃，沦为只知杀戮的疯子，重则当场神魂俱灭。苏九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忌惮，刚才若不是钟声响起，我们所有人的神魂都可能会被那股杀伐意志撕碎。苏季听完，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哦，原来是这样。那师妹，我们现在怎么办？好。苏九吐出一个字：斩钉截铁。然而他话音刚落，那扇巨大的门户竟毫无征兆的缓缓关闭，光芒散去，门户消失的无影无踪，出口没了。在场的所有修士都陷入一片死寂，苏九的脸色也瞬间沉下去。早知道不来这里以身犯险了，本想尝试打探一下在大夏突破元婴的契机是什么，结果反而惹来祸端。现在怎么办？苏季又问一遍，语气里终于带上一丝恰到好处的慌乱。苏九没有立刻回答，他环顾四周，这片空间虽然广阔，却一览无余，除那些石柱再无他物。特殊剧情这就开始了。苏季心里嘀咕一句，这发展倒是比他预想的还要快。他正寻思着，苏九忽然转过头，一双清澈的眸子紧紧地盯着他。苏季，你老实告诉我，你的机缘感应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你不会无缘无故隔着300里地跑来这里的？苏季自然是不会承认的，我又不是狗，凭什么看见你们看不见的东西？苏九狐疑地打量着他，显然不信。跟紧我，小心！话音又未落，一道带着几分飘渺的女声凭空响起。怎么，大夏已经没落成这样，连一位金丹都无法出现？这声音不大，却清晰地钻入在场每一位修士的耳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好似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正俯瞰着他们这些蝼蚁。整个空间寂静，上百名筑基修士此刻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整个大夏人口数10亿，明面上的金丹老怪加起来也不超过10000人之数，数十万人中才能诞生一位。那种存在，哪个不是一方霸主？神龙见首不见尾，怎么可能跟他们这群小辈一样东奔西走，第一时间发现此处洞府？更何况这声音的主人很可能就是这座洞府的主人，一位货真价实的元婴大能。他们来这里基本就和绝人坟墓没有太大的区别。谁敢接话？搞不好谁接话谁死。场中的沉默持续许久，终于还是有人顶不住这股无形的压力，也或许是按捺不住对机缘的渴望。风险与机遇向来是并存的。烈阳圣地那群人中走出来一位身穿赤红道袍的年轻修士，他深吸一口气，对着空无一人的前方恭敬地行一礼。见过前辈，在下烈阳圣地灵不凡，家父金丹大圆满，无上强者，九焰边灵无敌，已经收到传讯，正在赶来的路上，不知前辈是有何吩咐，或是执念未了。他这番话说得极有水平，既表明了身份，又搬出自己金丹大圆满的跌宕靠山，姿态也放得足够低。金丹大圆满，那女子的声音里似乎多出一丝兴趣。为什么不突破元婴？是不想吗？林不凡脸上泛起一抹苦笑。前辈有所不知，万年前大夏的天地规则似乎就已发生异变，自那以后便再也无法降下元婴的天劫了，无法渡劫，自然就不能成就元婴。这番话让在场的许多修士都露出了然的神色。这并非什么秘密，但由一位圣地弟子亲口说出，还是让众人心头蒙上一层阴霾。女子沉默良久，她才再次开口：你们都是为我的传承而来。这个问题比之前那个要致命得多。承认那是贪图前辈遗泽，心怀不轨。
否认。那你跑来这里干什么？看风景吗？林不凡的额角已经渗出细密的汗珠，嘴唇翕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在这气氛凝重到极点的时候，一个听起来格外真诚，甚至带着几分憨厚的声音突兀地响了起来。晚辈不敢，晚辈无意路过此地，只是听闻此处有元婴大能的洞府出世。要知道大夏金丹已经极限，谁想还能走出前辈这种惊才绝艳之辈？特地前来，只为一睹元婴大能的无双风采。苏九，他猛地扭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身旁的苏季。只见苏季一脸的崇敬与向往，那表情真挚，就差没当场给这位不知身在何处的前辈磕一个。这家伙之前在秘境里杀人舔包，一套丝滑小连招，干脆利落，狠辣的让他都有些心惊。怎么到这里就变成这副溜须拍马的德行？贪生怕死，欺软怕硬这一块，还是得看你苏季。然而更离谱的事情发生，苏季的话音刚落，一旁的林不凡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眼睛一亮，连忙跟着大喊：对，晚辈也是无意路过，只是为了一睹元婴大能的风采。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晚辈无意路过，只为一睹前辈风采。我等皆是如此。风采，我们就是来看风采的。一时间，此起彼伏的奉承声响彻整个空间。上百名平日里眼高于顶的筑基天骄，此刻像是一群做题时翻到最后几页参考答案的学生，争先恐后的复述着苏季的话，场面一度十分滑稽。苏九无言以对，他看着那个引发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心中忽然生出一种荒谬感。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把无耻和精明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而且，你是不是在带坏修仙界的风气啊？修仙界以前的画风可不是这样的。我辈修士何惧一战？头可断，骨可碎，道心不可折，命可弃，魂可消，剑意不能摧。纵使天劫不降，我辈自当劈开苍穹，哪怕大道禁锢，我辈必要踏碎轮回。还不等苏九继续吐槽，苏季继续稳定发挥。前辈，他们撒谎啊！他们就是来刨你坟头的。只有我不一样，我是真仰慕你。你看我才练气5层，进各门都费劲，哪能有什么坏心思？你想想看，就算真有什么宝贝传承，在场100多位筑基，轮句都轮不到我啊！众修士视角回到半分钟前，这位元婴大修的诛心一问，将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苏季趁着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林不凡身上时，悄悄凑到苏九耳边：“师妹帮个忙呗，把我幻化成王三的模样。”苏九侧过脸，清丽的脸蛋上满是疑惑：“王三？那是谁？”苏季，三子这是混得有多落魄，连个姓名权都没有。不过仔细一想，好像也对。当初王三带着刘长老气势汹汹杀上门的时候，苏九正躲在浴桶底下忍辱负重，对他没印象倒也正常。苏季只得闭上眼，感应一下自己之前在王三道袍上留下的那点火星印记。嘿，还真在附近。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也想到办法混进洞府。只是苏季顺着标记感应到的位置望过去，只见人群的角落里，一个修士正狼狈地用袖子擦着鼻血，脸上还残留着4、5个清晰的血红血印，那44码的大脚印几乎覆盖他半张脸。苏季瞬间就脑补出一幅画面：王三学着他的思路想搭个顺风车，结果碰上个暴躁的男修，被人家用脚猛踹，但他还死抓着飞剑不放，硬是这么硬生生顶着大脚印混进来了。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个狠人。果然，思我者生，学我者死。学得明白吗？苏季抬手指了指那个还在擦鼻血的倒霉蛋，就那个猪头脸，看到没？快给我施展幻术，让我变成他自己除外。苏九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愣了一下：“你也要变成猪头脸？”苏季眼睑一该圆脸。苏九的表情有些一言难尽：“你不觉得这有点为难我吗？”话是这么说，但他还是微动，捏了个简单的法诀，一层微不可察的波纹从苏季身上荡开。在场的没有金丹，他们只要不靠得太近，应该不会暴露。苏九的声音带着几分无奈：“不过，你到底想干什么？”苏季算是看明白了，这位师妹就是嘴上不饶人，身体却老实得很。干什么？那还不简单，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下一刻，他中气十足的声音响彻整个空旷大殿：“前辈，他们撒谎啊！他们就是来刨你坟头的。只有我不一样，我是真心仰慕您。您看我才练气5层，进个门都费劲，哪能有什么坏心思？您想想看，就算真有什么宝贝传承，在场100多位筑基，轮句都轮不到我啊！”一瞬间，上百道夹杂着怒火与杀意的视线齐刷刷地锁定在苏季身上。世界上最无力的事情，莫过于你明知眼前之人在胡说八道，偏偏又无从反驳。等会好像也不算胡说八道，他们是真的打算来刨坟头的。但这种话，你不能当人家苦主。哦不，前辈的面说啊！尤其是烈阳圣地的林不凡，脸色铁青，那眼神分明写着狡备。住口！苏季浑然不惧，反而瞪了回去。看什么看？本少相思门外门弟子，将来的相思门掌门，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王三是也。王三？角落里正努力想把鼻血止住的王三，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口出狂言的家伙，大脑一片空白。你是王三？那我是谁？但是他也懒得去反驳。这苏季以为别人是傻子吗？顶着一张自己脸就想栽赃陷害他，果然是杂役出身，脑子不太好使。那道飘渺的女声再次响起，这次
声音里竟带着一丝显而易见的笑意。哦，王三，有点意思，你倒是比他们诚实得多。女子的声音顿了顿，不过你也不必溜须拍马，我不在意这些。苏季也不意外，女子确实不在意这些，她在意的只有夺舍一具合格的身体，再活一世。既然你们都是为我的传承而来，那我便给你们一个机会。话音落下，大殿中央的地面，那原本已经隐没的血色阵图再次亮起，只不过这一次，阵图中央缓缓升起一座3尺高的石台。谁敢上前？石台之上光华流转，似乎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兴衰。那道飘渺的女声再次回荡，这一次话语中透着一股英雄末路的萧索。我这缕残念快消散了，我不愿见到我这一身的造化随着我一同消散，那未免也太可惜了。但我的衣钵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轻易继承的。声音虽轻，让大殿再次安静下来。你们需要证明自己拥有被我传承的资格。烈阳圣地的林不凡再一次壮起胆子，看得出来他名字确实没有取错，确实有点自命不凡的味道。敢问前辈，晚辈们需要如何证明？女子的声音平淡无波，站上这座石台，告诉我你需要挑战的对手。随着她的话语，石台上方光影变幻，凝结出5个模糊的人形虚影，每个虚影下方都标注着他们能够看懂的本地文字：庸才、人才、人杰、天才、天骄。若是有人能够击败与自己相同境界的天骄，便能带走我的传承。此言一出，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同阶之内击败天骄，虽然他们平日里没少被师弟师妹吹嘘过是什么宗门天骄，但是因为原因，大能眼中的天骄想来和他们认知中的天骄还是有些区别的。天骄之所以是天骄，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同阶无敌的代名词。但随即一股更为炽热的野心在每个人心中升腾，这可是元婴大能的完整传承，若是能得到，或许连那传说中断绝的元婴之路都能重新续上。巨大的诱惑面前，那看似不可能的条件反而成了点燃欲望的火种。苏季藏在人群里，听着这番话，他心里嘀咕一句：不光能带走你的传承，还能带走你的记忆是吧？结。苏九显然也对那份传承动了心。九尾天狐一族血脉高贵，他对自己能够击败同阶天骄有着绝对的自信。他侧过脸看了苏季一眼：苏季，你在心里叽里咕噜地说什么呢？苏季啊，这你都能发现？苏季扭过头反问一句：这个传承对你来说很重要？苏九认真思考一下，挺重要的，但也不是非拿不可。苏季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那就别拿了。苏九愣住片刻，他并未追问为什么，只是定定地看着苏季，认真的。会死的3个字轻飘飘的，却像大山压在苏九的心头。苏季这家伙，他猛然想起不久前在自己院落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刘长老气势汹汹地杀上门来，若不是苏季提前预警，想出那般荒唐却有效的对策，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候他也是这样，用一种不容置喙的口气笃定了即将发生的危机。所以他又看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苏九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浮现，让他自己都感到震惊。这家伙从相思门奔袭300里地，出现在这危机四伏之地，不是为了所谓的机缘，而是为了找到自己。俗话说得好，卦不可算尽，谓天道无常，言不可知深，恐人心难测。他曾在族中古籍中见过记载，窥探天机者必遭天谴。那种肆无忌惮强行扭转未来的手段，需要付出的代价绝对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即便是苏季口中那彩色天命，恐怕也不行。天命本就是天道赐予，他怎么可能容忍有天命能够忤逆自己？一时间，苏九望着苏季的侧脸，心中五味杂陈。这家伙虽然无赖，嘴贱，还好色，但似乎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就在两人心思各异的时候，场上的气氛已经被那女子的传承彻底点燃。我来！一名散修大吼一声，第1个跃上石台。他筑基6层的修为在众人中并不算顶尖，但此刻却被巨大的野心所驱使。我选庸才。他很清醒，没被冲昏头脑，选择了最稳妥的一项。话音落下，石台对面的5个虚影中，代表庸才的那个虚影骤然凝实，化作一个与他修为一模一样的修士。那庸才修士手持一柄普通长剑，动作呆板，灵力运转也颇为晦涩，一看就是根基不稳的货色。挑战者大喜过望，祭出自己的法宝，一套行云流水的攻击便将那庸才虚影打得节节败退。不过10几个呼吸，庸才虚影便被他一刀斩碎，化作点点光般消散。哈哈哈，我赢了！那散修狂喜。石台上方降下一道柔和的光芒，笼罩住他。光芒散去，地上多出10枚下品灵石。众人对此也不意外，击败一个庸才，能有什么好奖励？说难听一些，这10枚下品灵石就算丢在地上，苏季都懒得看第2眼，因为太少，第1眼的时候就捡完了。随后，散修也像是打出了自信：前辈，不知我能否继续挑战？我想挑战人杰。女声响起，理论上我是不该拒绝的，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一次洞府开启会来这么多人，启动这擂台对我而言耗费也是不少，恐怕难以。散修顿时会意，机缘是要靠自己争取的。他从怀中摸出2袋灵石，大约不下于100枚下品灵石，不知这些能否作为开启挑战的消耗。
女生并不回答，只见散修手中的灵石袋凭空消失，随后一位样貌不凡的修士出现在他面前。散修大喜，拿起武器怒吼一声杀。最终散修经过一番苦战，略胜一招击败了人杰，又是一阵白光，一本秘籍出现在他脚下。散修连忙弯腰去捡，粗略翻动了几下，激动得浑身发抖。这是三品功法玄水诀。三品功法对于他们这种没有背景的散修而言，已是梦寐以求的至宝。这一幕彻底引爆了全场，只是击败人杰就能得到三品功法，而且感觉这个人杰的实力也不怎么样啊，还不如我。下一个我来，都别抢！修士们疯狂了，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冲向石台，就连烈阳圣地的林不凡此刻也面色潮红，眼神炽热。他没有急着上台，而是将目光锁定在最高阶的那个天骄虚影上，那才是他的目标。女生只能维持秩序，擂台最多同时允许3人讨厌，你们自己安排好。苏季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像是看一群扑火的飞蛾。他亲眼看到有3、5个散修有自知之明，最多只选择了人杰。一番苦战后，拿着心仪的宝物安全退下擂台，但更多的修士挑战成功之后收获宝物，看着自己手中的宝物，感觉自己尚有余力，忍不住想要挑战下一级。最终付出大量的挑战费之后被打成重伤，血本无归。苏季粗略算了一下，这一番操作下来，那女修收取的挑战费远远高于她付出的奖励。卧槽，这不就是变相的杀猪盘？开始给你尝一点甜头，最后让你血本无归。不愧是老乡，下手就是黑。记下来，记下来，万一以后有用得上的机会呢？他轻轻拉了一下苏九的衣袖，我们走。走。苏九回过神，出口已经没了。苏季指了指某个无人的角落里，王三此刻也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他同样被那丰厚的奖励迷了心窍。穿越者的身份给了他远超常人的野心，他自认不凡，蓝冰草更是他最大的底牌。富贵险中求，王三一咬牙，也挤开人群，朝着石台冲去。身为穿越者的骄傲，他绝不甘于平庸。我选天才。随着他的选择，一个同样是炼气5层的天才虚影凝聚成型。那虚影手持一柄青色长剑，身法飘逸，剑招凌厉，远非之前的庸才可比。王三不敢大意，催动灵力，蓝冰草将其缠绕，寒气四溢，一场激斗就此展开。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擂台中的战斗吸引，即便是落败者也很快从沮丧中恢复过来，开始观看战局，好奇有没有人能拔得头筹。在场观众多2人或是少2人，并无人在意。此时角落里一根石柱后方，苏九秀眉微蹙，你又有什么鬼主意？苏季本来是不想交这个底的，但是仔细想想，洞府大门已经关闭，想要破局还得让百科全书想想办法。那个女的不是什么善茬，她设下这个局就是为了找一具最完美的容器。苏九一点就通，瞳孔猛地一缩，夺舍。他脑海中仔细回想关于这一处机缘的细节，好像确实如此。最后是有人夺得元婴传承而出，传闻之后性格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但并没有太多人在意这件事。修仙路就是这样，变强之后忘本很正常，弱的时候喊大哥，实力差不多就直接喊名字，比他强之后就是少跟我称兄道弟，你配吗？苏季继续询问苏九有没有破局之法。苏九下意识咬了咬手指，看着远处刀光剑影的擂台，悠悠开口，不强，或者说他这一缕残魂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洞府开启得很突兀，不给金丹修饰反应的时间。但是苏九有些无奈，我也才住8层啊，即便我手段再多，对上这种元婴老怪，他凭借底蕴碾压我也是没有任何胜算的。苏季直言不讳，九尾天狐的传承这么烂，打一个元婴都费劲。苏九偏过头，那双眸子里全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怨，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苏季。苏季瞬间秒懂，我又冒昧了呗，那不然呢？苏九有些气闷，按照九尾天狐的成长周期，我还是一只幼狐，而且九尾天狐一脉没落很久了，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靠自己黑灯瞎火的摸索，哪有那么多手段？他叹了口气，给出了自己能想到的唯一解法，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夺舍别人，我们表现得平庸一些，最后找机会离开。苏季立刻反驳，是我就杀光了呀，哪会给人机会离开？这话让苏九的脸色白了几分，他发现苏季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坏的可能性。忽然苏季像是想起什么，师妹，你说你筑基8层了，上次我看你……他话说到一半猛地停住，他这才想起苏九展现实力的画面是在窥天命中看到的，他连忙含糊其辞的改口，不是应该筑基5层上下吗？苏九没有回答，他眼神更幽怨了，托你的福。苏季反应也是极快，毕竟苏九突破也将他赶走之后进行的，但就这小眼神，苏季随便一想也大概能猜出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提出破局之法，筑基大圆满，有没有搞头？要不再来一口？苏九那张清丽的脸上浮现出肉眼可见的犹豫，你意思是我们2个在这里？苏季压低声音，然后开始替师妹分析局势，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现在所有修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擂台上，而这一处洞府的主人同时展开3座擂台，估摸着已经是他的极限，分不出多余的心神来注视我们。随后
苏季又指了指身旁的粗壮石柱，最后加上这地方视线有遮挡，师妹要是还不放心，再布下一层幻术，这么远的距离谁能看穿？苏九被这番话说得有些异动，但还是觉得有限。见苏九迟迟不决，苏季的语气充满痛心疾首：“师妹不会把我当成那种乘人之危的卑鄙小人了吧？你以为我想这样？这种事情，你动动你的耐，脑子想一想，帮你提升境界，对我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吗？没有好处，对吧？而且我才练潜，你都已经筑基了。”苏季的语速越来越快，控诉苏九的不信任。你也看到了，我就2个天命，一个预知危机，一个强化枪法，虽然品质都很高，但根本化解不了眼下的死局。而师妹你呢，暂时也没有破局的把握。我们难道指望那个女人大发慈悲放过我们？想要活下去，只能靠我们自己啊！这番话倒也不算完全胡说八道。苏季看到的窥天命中，苏九与那个神秘女人最后是斗得2败俱伤，说明那个神秘女人的战斗力也就那样，强不了苏九太多。所以如果是2次强化过的苏九，自然是能稳占上风的。见到苏九陷入挣扎中，苏季趁热打铁：“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说我是上界大家族少族长的事？这就是我家族的秘法，如假包换，每施展一次，对我而言都是神伤精衰，损伤巨大。不是为了活下去，我都做不出这种事。”苏季越说越激动，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说难听点，我真有那种心思，只要放出消息，不知道有多少圣女会扫踏相迎，蓬门大开。师妹，你也不会自恋到觉得自己是大夏最美的女子吧？苏季这一番话说的言之凿凿，不像是撒谎，可他还是迈不过心灵那道坎。上一次在浴桶里，是因为血誓牵连，加上刘长老就在门外，暴露的后果不堪设想，种种不可复制的条件加持下，所以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然包括苏季一个劲的按他脑袋，他不敢用力反抗，生怕动静太大，幻术被看穿。这一次他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说服自己。可苏九欲言又止，苏季说都话到这份上了，还不行？感觉苏九也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啊。苏季长叹一声，只能抛出杀手锏：“师妹，本来我不该泄露天机，但是你不信我，而我是真的想活下去。”他的语气沉重下来，带着一股悲凉。那个女人的真实身份是大夏最后一位元婴，在我看见的未来里，你会跟她对话，你会问她，她不是已经飞升了吗？然后你说，如果连她都无法挣脱，那大夏真是可悲。她说，你们2个都是失败者，她不服，质问你为什么还能有第2次机会，然后她就夺舍了你，你死了。听完这番话，苏九惊疑不定地望向远处的擂台方向，是他。苏九仔细思考其中的细节，应该是，毕竟修士死后，即便有特殊的环境酝养，凭借元婴级别的神魂不可能存留太久。按照时间推算一下，即便是大夏最后一位元婴，这一缕神魂也到强弩之末的状态。他已经完全相信苏季的话，因为苏季连他心中那份对大夏修仙路的悲哀，以及视自己为失败者的隐秘心事都说了出来。这种事情，他必然是看见常人无法窥探的东西。师妹，我废寝忘食，奔袭300里，就是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所以你要因为个人的羞耻心，眼睁睁看着我死在这里不成？我真是看错你了，我后悔来这一趟了。苏九不得不承认，苏季这张嘴实在是太厉害，妙语连珠，他被说的完全招架不住，一股浓浓的内疚感占据整个心房。那我……他刚准备答应，苏季却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打断他：“师妹，你还在犹豫？有些话说不出口，那手总有吧？说不出口，比个手势会不会？用手行不行？”苏季步步紧逼，一次又一次的替他找台阶下，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单纯，只想度过这一劫。那结果，那个好字还没来得及出口，苏季又一次打断他：“那什么啊？别犹豫了，师妹，算我求你了。”话音未落，苏季猛地弯腰，伸出手一把抓住苏九那只被天命评分为99分的关键。为了活下去，我苏季个人哪怕受点屈辱也没有关系。用这个的话，师妹总能接受了吧？见苏季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几乎是退无可退。他若还是不答应，那真就是忘恩负义之辈。他闭上眼睛，睫毛微微颤抖。可苏九没有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在2人身后布下一层幻术。这层幻术并不高明，仅仅是扭曲光线，让石柱后的这片小角落变得更加昏暗，不起眼。做完这一切，他深吸一口气，闭眼。外人不许偷学我族秘法，师妹，你尽管施展，我不是外人。闭嘴，不许看。苏九的声音又羞又恼，苏季只能闭上眼睛，他看不见苏九的动作，只能凭感觉去想象。我需要温习一下身法步技，为接下来的可能与那残魂的战斗做准备。我族秘传身法名为天狐幻步，讲究心随意动，身与意合。苏九的声音很轻，第一式叫踏雪，不重，却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仿佛一片雪花轻飘飘地落下。第2式寻踪，这一次变得灵动而难以捉摸，如蜻蜓点水，一触即走，只有临阵突破，他们才有活路。最后一式却踏之，苏季只觉面前微风拂过，视线略微一暗，一道轻盈的影子笼罩住他。苏季偷偷将眼睛眯开一条缝，苏九整个人
竟真如喜鹊踏着枝头，背对着他，身姿挺拔。然而苏季却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重量，仿佛此刻站在上面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片羽毛，举重若轻，身轻如燕。这便是雀踏枝的精髓。苏九心中一凛，感觉到一丝异样，足尖轻轻一点，便如惊鸿般飘然落地，与苏季拉开距离。他迅速恢复那副清冷的模样。违规内容已删除。2分半时间过去了，苏九脸色不善地看着苏季，为什么这一次我感觉不到突破境界的预兆？苏季解释，概率问题，师妹不是有能够提高气运的秘法，没感觉到是正常的。因为苏季压根就没用强化，毕竟在窥天命中，苏九是强化失败了，这就触及概率的问题。或许是他当时的状态太差，又或许是运气太差。再试一次，这一次提高一下自己的气运，一定成。可喜鹊再次跃下枝头，师妹。苏季有气无力地抬起头，苏九别过脸去，此事就此接过，也不许对任何人提起，否则。他的声音依旧冰冷，但耳根处那抹动人的绯红却暴露他内心的不平静。这一次他感觉到了那道坚不可摧的境界壁垒，在这股沛然墨玉的力量面前应声破碎。难怪高品质的丹药千金难求，不是没有理由的。筑基8重破，磅礴的灵气在他周围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漩涡。然而这还没完，那股力量依旧在源源不断的涌来，推着他的修为继续向上疯长。筑基9重，筑基9重巅峰，距离那传说中的筑基大圆满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窗户纸。苏九银牙紧咬，拼命运转功法，引导着这股狂暴的能量。成败在此一举。破！他心中发出一声呐喊，咔嚓，一股前所未有的畅快感传遍全身，他的气息在这一刻攀升到了顶点。筑基大圆满，成了！也就在他突破的瞬间，擂台方向那道飘渺的女声再次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疑。咦，错觉！苏九体内灵力奔涌如潮，筑基大圆满的气息被他强行收敛于体内。他垂下眼帘，看向苏季，这家伙正用一种虚弱又带点得意的表情看着他，那神情仿佛在说：“我说能成吧？”苏九心头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有羞恼，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感激。他别过脸，冷哼一声：“看什么看？还不快调息恢复！”哦，苏季应了一声，当真闭上眼睛，一副专心恢复的模样。与此同时，擂台之上，喧嚣与厮杀已经尾声，绝大多数修士都已退下，或垂头丧气，或身受重伤，满脸都是挫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那座代表着天骄的擂台，那里光影交错，寒气与剑光激烈碰撞，一道浑身浴血气息却依旧强横的天骄虚影正与另一个身影缠斗不休。而那个身影，谁也想不到，竟是王三。此刻的王三狼狈不堪，他身上的道袍早已破碎，全靠一株缠绕在身的蓝冰草凝结出层层冰甲，才勉强抵挡住天骄虚影那狂风暴雨般的攻击。那天骄虚影虽然只是炼气5层，但其剑招精妙，灵力运用之纯熟，远非王三这种半吊子可比。噗！王三一个不慎，被虚影一剑扫中胸口，冰甲应声碎裂，整个人倒飞出去，喷出一口鲜血。废物！集中精神，用我教你的！他脑海中蓝冰草纳气及败坏的声音响起。王三挣扎着爬起，眼中闪过一抹狠色，也顾不上蓝冰草的语气为何与平时不对。他知道再拖下去自己必败无疑，他不想元婴大能的机缘就这样与自己失之交臂。拼了！他怒吼一声，将体内所有灵力尽数灌入蓝冰草中。幽蓝色的冰草光芒大放，一股极寒的气息瞬间爆发，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冻结。天骄虚影的动作出现刹那的凝滞。就是现在，王三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催动自己最强的攻击，整个人化做一道残影，一拳狠狠轰在虚影的心口。咔嚓！天骄虚影在难以置信中轰然碎裂，化作漫天光点。赢了！王三赢了！真的假的？这是赢了！我感觉那个天骄虚影好弱呀，换我上我也能赢。不公平，是有些不公平啊！这人才炼气5层，体内的灵气少得可怜，就算是天骄也没有什么手段施展啊！王三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站在擂台中央，虽然狼狈，却享受着全场那上百道汇聚而来的视线，有震惊，有嫉妒，有难以置信。他，王三，才是天命之子，他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就在他享受着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一道飘渺的女声带着几分兴味再次响起：“不错，以炼气5层击败同阶天骄，虽然取了巧，但也算难得。”话音落下，大殿中央的虚空中光影流转，一道身穿素白长裙的女修身影缓缓凝聚成型。她身姿绰约，容颜绝美，却透着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疏离。她的出现让在场所有修士都感到一股发自灵魂的压力。王三的心脏狂跳起来，元婴大能，是她！女子现身后，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眸落在王三身上。男的境界还这么低，连筑基都不是，跟他预想中完美之躯差10万8千里。可也没办法，他的时间不多，这缕残魂就快消散了。这小子身上有大气运，还有一件连他都看不透的万年草木织金护身，勉强算是个合格的容器。恭喜你通过了我的考验。女子的声音平淡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你
准备好接受我的衣钵了吗？王三听到这话，激动得浑身颤抖，他强行压下内心的狂喜，脸上挤出一个自认为充满强者风范的笑容，嘴角微微上扬。来吧，我准备好了。角落里，苏季缓缓睁开眼睛，他看着擂台上那个歪嘴一笑，仿佛已经君临天下的王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傻逼，我准备好了。女子听完，脸上却没有任何表示，只是将视线从王三身上移开，扫过在场其余的上百名筑基修士。她红唇轻启，悠悠一叹，随后素手长袖随意一挥，在场的所有修士只感觉周遭空气猛地一滞，体内的灵力运转都变得晦涩不顺。扑哧，人群中一位方才在擂台上挑战失败，侥幸保住性命的筑基一层散修，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整个人便凭空化作一滩血水，溅污周遭的地面。他死藏在怀中视若珍宝的一本功法，也随着破碎的衣物一起跌落在血泊。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全场陷入死寂。烈阳圣地的林不凡最先反应过来，他发出一声惊骇欲绝的尖叫：操！这贱女人想杀掉我们所有人！王三脸上的狂喜也瞬间凝固，他戒备的后退半步，与那白衣女子拉开距离。女子却看都未看林不凡一眼，她重新望向王三，语气里带着几分循循善诱：三子，你好好想一想，你才炼气5层，我不把他们都杀了，你觉得自己能带着我的传承安安稳稳地走出去？他的声音很轻，却让王三的心头巨震。我不允许我的传承以这种荒唐的方式断绝，我在替你开路。简单的3句话彻底击溃王三心中刚刚升起的那点戒备。是啊，前辈说的对，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如今只是炼气5层，若是得了元婴传承的消息传出去，别说走出这座洞府，这位前辈是在为自己扫清障碍，他是真的看好我。想通这一点，王三脸上的戒备化作感激与狂热，他不再犹豫，大步流星地朝白衣女子走去。多谢前辈。女子脸上终于露出满意的浅笑。等会才是你真正该谢的时候。PS1 加更结束，作者在双开。这本书更新的动力全靠数据支撑，结果明明各方面数据都很优秀，还是被连续砍量2天，求了，有没有好心人帮忙推一下书 ？PS2 再上个99分图，作者真搞不到图了。那白衣女子话音落下的瞬间，大殿内的气氛陡然一变，先前因元婴传承而贪婪燥热的空气，此刻化作刺骨的寒意，从每个人的脚底直冲天灵。不好！烈阳圣地的林不凡脸色煞白，转身便要化作惊鸿逃窜，然而已经晚了。女子那双绝美的眸子连动都未动一下，只是素手长袖轻轻一拂，嗡，一股无形的波动瞬间笼罩全场。啊！先前那个挑战失败、侥幸活命的筑基一层散修，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身体便噗的一声化作一蓬血雾，染红身旁几人的衣袍。你敢！我是合欢宗太上长老门下记名弟子，前辈饶命！拼了！我们跟他拼了！恐慌如同瘟疫般蔓延，求饶声、怒吼声、绝望的嘶喊声交织在一起。可这一切都是徒劳。女子神情没有丝毫波澜，仿佛在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噗噗噗！血花接二连三的在大殿各处绽放，一声声闷响，代表着一条条鲜活生命的终结。不过短短10几个呼吸，上百名不可一世的筑基修士便被屠戮得干干净净，浓郁的血腥气弥漫开来，整个大殿安静的可怕。女子悠悠一叹，声音里带着几分感慨：还好你们都心存贪念，不知量力而行，总想着万一呢，总想着试试又如何？一个个都战至灵气枯竭，收拾起来倒也不费什么功夫。言罢，他终于将视线重新投向了那个从头到尾都安然无恙的王三。放开心神，女子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魔力。我要将我的衣钵传授于你了。王三一个机灵，回过神来，看着满地的残肢断臂，他非但没有害怕，心中反而涌起一股病态的狂喜。前辈杀光了所有人，就是为了我果然是天命所归。他毫不犹豫，彻底敞开自己的识海。只见那白衣女子的身影骤然变得虚幻，化作一道流光，径直撞入王三的天灵中。预想中那海量之势灌入脑海的感觉并未传来，王三还来不及疑惑，一道惊疑不定的女声便在他识海中响起：不是，你识海中怎么还有一个？那我怎么夺传授你我的衣钵？识海中一株幽蓝色的冰草正散发着淡淡寒气，将王三的神魂牢牢护住。王三听了，嘴角控制不住地扬起：前辈，晚辈身负大气运，便是如此。这万年蓝冰草与我签订了平等契约，暂住于我的识海之中修养。当然，他在心里默默加了一句：但是的，等他修为有成，这株破草还不是任他拿捏。王三的识海内，白衣女子的魂体与那株蓝冰草遥遥对峙，夺舍最重时机，需要对方毫无反抗之力。他本以为一个炼气7的小修士，只要对方放开心神，便是10拿9稳。可谁想到，这小子的识海里居然还住着一个。这种情况下，他根本无法成功。蓝冰草的虚影晃动，化作一个仙风道骨的白胡子老头模样，捋了捋胡须：别紧张，在这里动手，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白裙女子气不打一处来，我看上的是觉得他身怀草木之精，有大气运傍身，结果你也是冲夺舍来的。你一个快要枯死的破草，你看上他什么？而且你待在这里不夺舍，
又在等什么？我看你的状态也快消散了吧？蓝冰草故作神秘，笑而不语。也罢，那我们就斗一斗。白裙女子声音转冷，自我修道以来，想要的东西还没有拿不到手的。一听要动手，蓝冰草立刻怂了，他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别，我们各退一步如何？三子这具身体我是不会让的，但是呢，我可以让他出去，帮你再找一具合适的身体。他现在被我骗得团团转，我的话他还是要听的。白裙女子并不吃这一套，这老东西退让得太快，必有阴谋。让我退一步也行，你告诉我，你看上了他什么？蓝冰草犹豫再三，终于还是开口：三子他能够看到上古神纹。说完，他还得意地摸了摸胡子，露出一副看穿一切的表情。呵呵，你不也一样？将那上古神纹写就的二字放在洞府门口，不就是为了诱骗合适的器皿？听到这话，白裙女子整个人都僵住，她愣了半晌，随后在心里默默骂了一句：傻逼！这具身体我不要了。她放弃的干脆利落，你帮我找过一具吧。这下轮到蓝冰草疑惑了，你会这么好心？这可是能看懂上古神纹的身体啊！读取她的记忆，就等于掌握开启新时代的钥匙。她感觉这女人肯定是口是心非，憋着什么坏水。为了试探，蓝冰草决定再抛出一个重磅消息。我也是听闻天骄路开启才苏醒，寻觅一番之后，才发现三子这位应劫之人，盛世又要开启了。两人藏身于石柱之后，静静看着大殿中央一蓬蓬炸开的血雾。苏九并未解除笼罩在两人身上的幻术，若是那白裙女子没注意到这里，自然是最好的结果。师妹，所以失败者是什么？苏季的声音很轻。苏九瞥了他一眼，反问道：你不知道？你真是什么都不懂？你家族就把你丢到这里失恋了？苏季选择了沉默。他信了，这么离谱的胡话他也信。这位师妹胸襟不算宽广，脑子怎么也时灵时不灵的。苏九以为他的沉默是默认，缓缓开口解释，准确地说，大夏的所有修士都是失败者，只是这段历史已经被尘封太久，只有我族还保留着一些零星的记载。大夏最鼎盛的时期，他那双带着一丝狐媚的眸子扫向苏季。苏季看着苏九的眼睛，等会什么情况？因为是狐妖，开荤之后进化了，血脉被他开发了，也出过一位祭道境的强者。在那个时代，金丹不如狗，元婴满地走，但具体发生了什么，即便是元祖也没有资格知晓。总而言之，那位祭道强者陨落了，而他手下率领的那个人人都能看懂上古神纹的地族，也因为一场浩劫成为历史的尘埃。大夏国也就这样走向衰落。后续大夏偶尔还会冒出一些能够看懂上古神纹的地族一脉。说到这里，苏九的话音顿住，他看着苏季的眼神忽然变得复杂起来。但毫无意外，他们都活不过筑基。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不确定的味道，因为他们在筑基期就会遭遇天劫，而在秘境中更是会被各种针对，寸步难行。秘境不容，筑基不成，生死道消。过去的一幕幕如潮水般涌上苏九的心头。师妹，我问个事，等我到了筑基期，需要渡雷劫吗？那是上古神纹的踏本，没人能看懂。你别瞎练了。我其实是上届一个大家族的嫡系子弟，因为征选少族长的缘故，被家族扔到这鸟不拉屎的大夏来历练。只要我表现的是最好的一个人，家族就会派人来接我回去。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于他脑海中串联成线。苏季既然是纯血的大夏人，那个早已湮灭在历史长河里的地族后裔，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苏九感到血脉深处传来一阵莫名的悸动，一股想要将自己所有秘密都倾诉给苏季的冲动，强烈到无法抑制。族中古籍的记载浮现于脑海，九尾天狐一族曾与大夏地族签订过世代友好的盟约，在那个辉煌的时代，强大的灵宠也是衡量一位修士战力的重要标准，而九尾天狐便是最受大夏地族喜爱的，没有之一。古籍中记载了许多九尾天狐与大夏人一同成长，最终成为一门双至尊，喜结连理的佳话。甚至许多族中幼狐刚刚学会化形，就会被大夏人早早预定。为了抢夺一只资质上佳的幼狐，那些地族子弟不惜大打出手，输了的才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契约什么九命灵猫、纯血真龙之类的。难怪自己会一次又一次的为他放低底线，答应他那些离谱到极点的要求。甚至刚刚自己差点就真的以为喜欢上苏季了。还好，原来是种族的古老盟约在作怪。想通了这一点，苏九心中那份古怪的别扭与羞恼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亲近感。他在看向擂台中央那个被白裙女子选中的王三时，眼神中只有纯粹的厌恶。师兄，失败者的事我们回去再细说。苏九的声音轻柔了几分。他们看过来了。另一边，王三只觉脑袋一空，那道绝美的身影已经重新凝聚在他面前。他正要开口询问传承之事怎么还不开始，却见那白衣女子看都未再看他一眼，那双淡漠的眸子缓缓扫过满是狼藉的大殿，最终定格在苏季与苏九藏身的那根石柱上。躲在那里的两位看了这么久的戏，也该出来了吧？女子的声音很轻。苏九的心瞬间沉到谷底，果然还是暴露了。另一边，王三只觉脑袋一空，那道绝美的身影已经重新凝聚在他面前。他看向自己的表情似乎比之前更加嫌弃了。王三心中一凛，连忙开口：前辈，
我的传承。等会，女子淡淡打断他，随后视线投向大殿深处的一个角落，那里还有2只老鼠。王三顿时了然，原来如此，是人还没有杀干净，怕传承的时候被外人打扰。前辈真是替我着想。他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伴随着白裙女子的话音落下，一道笼罩在角落石柱的幻术悄然散去。苏季与苏九的身影从阴影中走出来。当王三看清那2人的瞬间，脸上的表情先是错愕，随即化作无法抑制的狰狞。角落石柱后面，他用屁股想都猜到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合着他在擂台上打生打死，几乎丢半条命，才换来这份天大的机缘。苏季这货却躲在角落里跟仙子师妹逍遥快活，忍者听了都忍不了。但很快，王三强行收敛自己的怒火，甚至挤出一副自认为和善的表情。前辈，且慢动手。他转向白裙女子，拱了拱手。那2人是我的师兄师妹，不如让我过去劝劝他们，免得脏了前辈的手。说完，他便挺直腰板，迈开步子，朝着苏季2人走去。师兄，是我呀，王三。他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仿佛真的是在跟许久未见的同门打招呼。这里的传承被我侥幸拿下。苏季则是一脸劫后余生的惊恐，快步迎上去。三子啊，我的好师弟。他声音里带着哭腔，表情夸张的恰到好处。刚刚看那些筑基大能一个个爆成血雾，吓死我了。我胆子小，就拉着师妹躲到角落去安慰我了，没想到最后竟然是你小子拿下机缘，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王三脸上的笑容快要绷不住了。什么叫人不可貌相？阴阳怪气谁呢？意思是他长得丑，配不上这份机缘，已有屈死之道。但他还是忍住。2人之间的距离已经不足10米，一种猫系老鼠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师兄说笑了。他摆了摆手，一副风轻云淡的做派。我已经让前辈饶你们一命了，回去之后可得好好请我喝一顿酒。说话间，2人又走近几分，2人脸上都挂着和善的笑容。唯一不同的是，苏季是一脸天真，而王三眼中却都藏着刺骨的冰寒。片刻后，2人同时开口，声音里充满了兄弟情谊。要的，要的，师弟放心，等会我一定请你。走吧，师兄，我就在这里送你。2人越走越近，10米、5米、3米。忽然，王三脸上的笑容瞬间化作残忍与暴虐。送你上路。苏季脚下的地面猛然炸开，一株幽蓝色的冰草破土而出，无数藤蔓胶织成一张天罗地网，朝着苏季袭去。几乎是同一时间，苏季脸上的惊恐也化作一片漠然。苏季手中那杆长枪竟先一步化作白龙刺出，请你上路。枪尖爆发出太阳般刺目的白光，这晃得人睁不开眼的强光让王三脸上的残忍瞬间凝固。草，卑鄙小人！他心头暴喝，却已来不及变招。王三觉得自己突然翻脸这一招就已经够无耻了，谁能想到苏季这货比他还要快，还要阴。但即便如此，他依旧有恃无恐。蓝冰草催生的藤蔓已经封死苏季所有的退路，这一枪到不了他身前，苏季必然会被搅成肉泥。可下一瞬，他预想中藤蔓缠绕，血肉撕裂的声音并未传来。等到白光消散，王三来不及擦拭被强光闪出的泪水，定睛看去，一杆枪静静地悬停在他身前半寸的位置，枪尖吞吐的锋芒撕裂他的道袍，在他胸口的皮肤上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灼痛感清晰传来，只差那么一点点，他的心脏就会被洞穿。我不能让你杀了他！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那白裙女子不知何时已横在2人中间，她一只洁白细腻的手正轻描淡写地握着急速突刺的枪身。只听咔的一声脆响，这杆陪伴苏季坑杀偷袭了无数对手的亮银枪，终于不堪重负，自女子手握之处断裂。王三一脸心有余悸，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劫后余生的恐惧和被戏耍的愤怒在他脸上交织，表情扭曲。蓝冰草与白裙女子见到这一幕，同时心里暗骂一句废物。苏季没有理会瘫软的王三，他平静地望向那白裙女子，顺手将只剩半截的枪杆丢在地上。强光的影响已经散去，白裙女子正用一种饶有兴致的表情打量着他。有点意思，他轻声开口，你的枪很快，比我想象中要快得多。苏季笑了笑，前辈过奖，晚辈只是想活下去而已。白裙女子不置可否，她的视线看向苏季，刚刚那一手枪法的精湛，即便是他也略微动容，若不是有境界压着，即便是他也不敢这么轻描淡写的正面迎接，这才是他想要的完美容器。不错，他像是宣布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改主意了。话音落下，他的眸子牢牢锁定在苏季身上。现在，我想要把我的传承交给你，你意下如何？此话一出，瘫在地上的王三猛地抬起头。凭什么？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拼死拼活换来的机缘，这女人说换人就换人。苏季脸上没有半分喜悦。不怎么样。白裙女子并不意外，声音依旧平淡。现在大夏最强者不过金丹，继承我的衣钵，这天下之大，何处去不得？苏季摇了摇头，前辈说笑了，这么明显的夺舍骗局，也就只有王三这个傻逼才看不出来。王三刚刚才从死亡的恐惧中挣脱出来，听到这一句，整个人如遭雷击，脸色瞬间长得通红。他猛地从地上跳起，指着白裙女子的鼻子破口大骂：什么贱女人，你要夺舍我？
你已有屈死之道。他脑海中蓝冰草气及败坏的声音炸响，蠢货，闭嘴！现在得罪他对你有什么好处？这株10万年蓝冰草精已经开始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应劫之人。这王三的脑子似乎真的不太好使。可是好在王三也不是完全没脑子，总算意识到眼下的情况，悻悻地闭上了嘴。白裙女子对王三的怒骂毫不在意，只是有些惋惜地看着苏季。你是个聪明人，可惜就是太聪明了。顺着我，你还能少受些痛苦。他的语气变得冰冷。区炼气5层的修为，拿什么反抗我？话音刚落，他便动了，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是素手轻抬，对着苏季隔空一按，一股沛然巨力瞬间凝成一只无形的大手，朝苏季当头压下。周围的空气都被挤压得发出不堪重负的悲鸣。白裙女子有些看不懂了，为什么苏季非但没有惊慌，嘴角反而微微上扬？只见他满脸的自信，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师妹，救我！摇人，谁不会？修士的世界终究还是要讲背景，讲势力。就在那无形大手即将拍中苏季的瞬间，一道清冷的身影凭空出现在他身前，是苏九。啵一声轻响，那足以将寻常筑基修士碾成肉泥的无形巨力，竟如泡沫般应声破碎，消散于无形。做完这一切，苏九才与那白裙女子遥遥对峙。你九尾天狐？白裙女子的脸上终于露出些许惊讶，这一族不是早就灭绝了吗？苏九冷冷回敬，那你不也应该早就飞升了吗？白裙女子不怒反笑，没有理会苏九。她瞥了苏季一眼，这是你的师妹，我观她还是处子之身，想来是不愿让你得手。她重新望向苏季，那双眸子里竟浮现出几分妖异的妩媚。这样如何？我夺舍你的师妹，你我2人合力去看一看这大夏的天究竟有多高。我保证，我会的花样很多，能把九尾天狐这曼妙的身姿体现得淋漓尽致，蚀骨销魂。说实话，这个提议苏季有一点小小的心动，但是他苏季出门在外有3不玩，不是自愿的他不玩，这是不仁；朋友的女人他不玩，这是不义；不是他亲自调的花样他不玩，这是怕得病。与李瑶对话，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花样真多吗？1111111，奖励李瑶夺舍失败，你被苏九打断4肢带回向司门，每日逼你交出药液。选项2，直接拒绝，啪，直接开启战斗。选项3，直言不讳，想先看看花样再做决定，奖励未知常驻选项。哈哈哈哈！终于来了个能计件的。当前击杀数0。苏季扫了苏九一眼，只见苏九矮自己一个头，是标准的娇小少女体型，还有不大但看上去挺拔的胸襟，这符合审美，苏季是一点都不敢反驳的。谁不好这一口？没有少女永远能18，但永远能有少女18。而白裙女子则是一股偏向成熟风，这也能符合审美？难道她是单纯的好色？不可能啊！苏季只能当恋爱选项的判定出问题了。好不容易找到能计件的机会，忍不住要刷一下存在感，证明自己的价值。而白裙女子之所以会说这种话，倒不是她生性放荡，苏季比王三长得帅是一回事，更主要的是苏九的身份，九尾天狐。别看在苏九的记忆中，大夏人人手一只，还没成年就被预定，实际上九尾天狐与真龙、真凤也是同一个级别的存在。不然这么多种类的狐狸，大夏地族为什么非他们不可？总不能是因为他们幼年化形之后一定是白毛红瞳的绝美少女吧？大夏地族绝对没有那么肤浅。一如真凤非梧桐不栖，九尾天狐非至尊不随。九尾天狐在同级灵宠中战斗力属于是最垫底的级别，所以喜欢依赖强者生存。换作真龙、真凤，在幼崽时期就能口吞金丹修饰下饭，而苏九还要苦兮兮需要苏季辅助来修炼，但有失就有得。九尾天狐对主人的气运加持堪称恐怖，在苏季身上其实已经可以初窥几分端倪。反观苏九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有些被族中的记载给弄迷糊了。当局者迷，真相并非是大夏地族中的那些人大打出手来决定幼狐的归属，而是只有在大夏地族中都能够脱颖而出的人才能轻易抱走幼狐，不然大概率会被哈气。苏季没有理会跳出来的选项，不急，按照选项1给出的结果来看，苏九显然是稳赢的。2个人先打着吧，暂时不需要他操心，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转过身望向瘫在地上的王三，俗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背后放冷枪，嘴上拉家常，手上拆你墙，掘你祖坟断阴阳。亮银枪已断，但无所谓，当枪法真挚化尽，万物皆可为枪。苏季并起食指与中指，一缕凝练的灵力缠绕其上，指尖锋芒吞吐不定。他一步踏出，身形如电，指枪直刺王三面门。这一击没有滔天的声势，却快到极致，狠到极致。王三骇然尖叫，连滚带爬的后退。蓝冰草缠绕他脚下的地面轰然炸裂，无数幽蓝色的藤蔓破土而出，疯狂交织，试图拦截苏季的身影。然而苏季的动作更快，他身形飘忽，在藤蔓的缝隙间穿梭，指枪或点或刺或撩，每一击都精准地落在藤蔓最脆弱的节点上，冰屑纷飞。王三召唤出的藤蔓防御网在苏季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一般，被轻易撕开一道道口子。不过几个呼吸间，苏季便已突进到王三身前，
王三节节败退，狼狈不堪。他根本跟不上苏季的动作，只能被动地催动蓝冰草防御，体内的灵力正在飞速消耗。他完全想不通，同为炼气5层，为何差距会如此之大？废物！这个时候还藏拙？王三的脑海中蓝冰草气及败坏的咆哮声炸响，还不快把你的彩色天命拿出来，弄死这小子！什么？王三手忙脚乱地躲过苏季一记刁钻的刺激，脑子一时没转过来，天命还有彩色的蓝冰草，他也懵了。他不是李瑶那种元婴残魂，而是草木之精。老东西，你也是想夺舍我吧？蓝冰草差点被王三这句话气出一口老血。这傻逼，该聪明的时候蠢得无可救药，不该聪明的时候偏偏要自作聪明。你我现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快点！就在这犹豫的片刻，一直被动防御的王三忽然感觉腹部传来一股巨力。苏季抓住他分神的瞬间，一脚狠狠踹在他的肚子上。王三整个人攻成虾米，倒飞出去，像一条死狗般摔在地上，激起一片尘土。1秒、2秒、3秒，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仿佛已经断了气。苏季正要上前补上一击，却见王三的身体开始轻微的抽搐。呵呵呵呵，一阵怪异压抑的笑声从他喉咙里挤了出来。王三用手肘撑着地面，艰难的一点一点的抬起上半身，他的脸上满是尘土与血污，表情却是一种扭曲的狂喜。就在他起身的瞬间，一股冰蓝色的光芒从他体内爆发，咔咔咔，一片片菱形的冰甲迅速在他身上凝聚，转眼间便覆盖全身，形成一副幽蓝战甲。一柄同样由寒冰构成的3叉戟在他手中缓缓成型。王三也没想到自己竟能因祸得福，生死危机之下，他又不肯放开心神。蓝冰草情急之中别无选择，竟然将自身积攒了10万年的力量毫无保留地借给了他。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充斥着他的四肢百骸，他仿佛已经看到未来的画面，脚踩苏季，怀抱苏九，将那高高在上的白裙女子肆意玩弄。他将登临仙道之巅。至于这力量，凭本事借来的，还需要还？这老东西看来也不怎么中用了，以后就老老实实当他的养料吧。苏季！王三发出一声暴喝，手中3叉戟一挥，带起一阵刺骨的寒风，朝着苏季猛然冲去。苏季眉头微蹙，不退反进。叮！指尖与3叉戟碰撞，发出一声脆响。苏季只感觉一股巨力伴随着极寒之气涌来，震得他手臂发麻，不得不后退半步。王三攻势不减，3叉戟在他手中舞得虎虎生风，招式大开大合。一时间，苏季竟被逼得节节败退，略显狼狈。1寸长，1寸强，兵器的劣势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苏季一个闪避不及，脸上被3叉戟的侧刃划过，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温热的液体顺着脸颊流下。他连着后退，与王三拉开距离后才停下脚步。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指尖传来一阵温湿的触感，看着手上的那抹鲜红，苏季忽然也笑了一下，那笑容有些莫名其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变身吗？他也会，只是原本不愿承受秘法施展的代价，才一直没有使用。还好学了一手流火诀，不然今日枪断，他还真就战力大减，任王三宰割。王三只当是苏季怯战，没有武器，我看你拿什么反抗？拿你断掉的枪来捅死我啊！苏季不再理会王三的叫嚣，他体内的灵力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运转。看来话音落下的瞬间，一股灼热的气浪以苏季为中心轰然爆发，一条通体燃烧着紫黑色火焰的狰狞火龙从苏季背后咆哮而出，盘旋着，龙首高昂，冰冷的龙瞳死死锁定住前方的王三。苏季一跃而上，他踩在龙头之上，达成尾踏空而行，双手环抱在胸前，居高临下的看着王三。唯有火龙腾飞，才能力决生死。灼热的气浪让王三有些汗流浃背，他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踩在龙头上的苏季，这真是炼气5层能使用出来的手段，灵气外放都困难的境界，凭什么灵气化形？这需要什么造诣？你不是枪修？还有，为什么这小子的特效比他的蓝冰草帅10倍？大家都是外门弟子，你是哪里搞的法诀？陷入自我怀疑的王三没有注意到，苏季双手环抱在胸前，并不是为了耍帅，只是为了让他觉得自己在耍帅。这个动作能让苏季的右手藏得非常隐秘。只见苏季指尖微微勾了勾，把柄断掉一半的亮银枪在王三身后嗡的一声开始微微颤抖。苏季脸上露出轻蔑的表情，我会让你堂堂正正的死在我这法诀之下。他苏季从不说谎。灼热的吐息扑面而来，拍打在王三的脸上，他凝聚的冰甲竟有融化的迹象。他怂了，蓝冰草，他这是什么手段啊？你说他是金丹我都信啊，我会赢吗？废物，别怕，除非你被他背后偷袭，不然我想不出输的理由。脑海中蓝冰草的声音气急败坏，我虽然也看不透这到底是什么手段，但是你记住一条就行了，他也只有炼气5层，即便再强也是有限的，绝无可能超过被我强化之后的。有了蓝冰草的肯定，王三这才提起几分胆气。是了，他们现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蓝冰草没理由骗他。王三握紧手中的3叉戟，冲了上去。苏季也动了，他的瞳孔中点点星火燃起，发丝向后狂乱吹拂，身上那件单薄的道袍猎猎作响。他身后那条狰狞的火龙发出一声铮然嗡鸣，
紫黑色的缠焰绕着他的身躯飞舞。苏季放肆地大笑起来，在王三靠近的瞬间，他眼中的火焰彻底沸腾。蝼蚁岂敢窥天光？这简单的一句话，如同9天惊雷，直接将王三震慑在原地。会赢吗？不会死的吧？他脑海中已经浮现出各种小说中主角越级杀敌的场面，都是如此，表现出远超自己的修为的实力，先声夺人。眼前这种威势，恐怕金丹大修来了也得暂避锋芒吧？凭什么？接着，苏季伸出右手，手掌下压，火龙顷刻间咆哮而出。王三的所有注意力都在火龙之上，根本没有注意到苏季手掌下压的同时，不着痕迹的又勾了勾手指。王三看着浑身火焰流转的苏季，胆气皆失。为何他会有一种自己刚刚领完首充装备就被拉去打中目 BOSS 的既视感？但手中的三叉戟还是凭借惯性砸了下去，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三叉戟与火龙轰然对撞，可预想中那惊天动地的爆炸并未传来。那条威势无匹的火龙，在他即将击中的一刹那，竟如烟雾般消散。那种感觉就像以为屁股底下有张凳子，于是放心大胆地坐下去，结果却一屁股坐了个空。刹那间，王三的身体因为失重而抖了个机灵，就是这个破绽。扑哧，利器划破血肉的声音清晰地响起。王三感觉到一阵剧疼，难以置信地低下头，一截银白色的枪尖自他胸口穿透而出，还带着温热的血。他自己放出的狠话，仿佛还在耳边回荡：哈哈，没有武器，我看你拿什么反抗？拿你断掉的枪来捅死我啊！他心中纵有万般不甘，也无法挽回体内生机的流逝。不是说法诀吗？苏季不屑，枪法也是法。砰的一声，王三的身体重重摔在地上，手中的三叉戟也随之脱手，在地面上砸出一道裂痕。见到这一幕，苏季总算松了口气。开什么玩笑？这也信？大伙都炼气5层，能发挥出什么实力？心里真就一点数都没有。灵气离体化作火龙去攻伐，可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他哪有那么多灵气？但如果是构建一个一碰就碎的火龙虚影，凭借他的法系造诣，还是绰绰有余。包括那飞舞的长发、燃烧的瞳孔，全都是没有半点用处的特效。谁说不会幻术就骗不了人的？你们都看到了，是王三先玩赖的，找老爷爷帮忙，算什么真本事？有句话说得好，大战之后必有补给。苏季从怀中摸出一瓶精致的琉璃瓶，他小心翼翼地拧开瓶塞，从里面倒出仅有的一颗丹药。那丹药通体漆黑，却隐有流光，表面还刻着细密的纹路，一看就非凡品。苏季脸上露出几分后怕的神情，开始自言自语：呼，还好还好，灵力都给我抽干了，差一点就演不下去。幸亏王三这货脑子不好使，他拿着那颗丹药慢悠悠地往嘴里送去。师妹那边还在战斗，我得赶紧吃颗丹药恢复一下灵。话未说完，变故再生，地面猛然爆开，一条幽蓝色的藤蔓破土而出，目标却不是苏季，而是他手中的那颗丹药。苏季仿佛避无可避，只能忍痛松手。躺在地上的王三挣扎着翻身而起，满脸的血污让他面目狰狞。他一把抓住蓝冰草送来的丹药，二话不说直接送入嘴中。现在是谁脑子不好使？嗑药还说那么多废话，正好给了我可乘之机。王三发出一阵癫狂的笑声，然后苏季头也不回地跑了。现在知道跑了？笑着笑着，他忽然僵住了，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脖子。他还想说些什么，却已经失去了发声的能力，喉咙里只能发出呵呵的声响。苏季确定自己跑到安全的距离后，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傻逼，我派你去见我医生。随后，王三的身体砰的一声炸成一滩血沫，连块完整的骨头都没剩下。那次在他身体里的半截亮银枪也随之跌落在地。视线回到相思门的方室中，一位摊主正费劲地吆喝着自己的商品，瞧一瞧看一看嘞，上古奇毒爆血丹，能爆死住鸡大圆满，金丹1、2层也有，概率生死报销的宝贝，今天只卖100了呀。然而摊位前门可落却，苏季逮住一位路过的同门师姐：师姐，那玩意这么厉害，怎么没人买？那女同门见苏季长得俊俏，便实话实说：那玩意是厉害，但下毒方式是口服，而且不能碾成粉末，不然会破坏药性。你想想，哪个修士会傻到把一整颗来历不明的丹药吞下去？条件太苛刻了，那人卖了好久也没人理他。多谢师姐解惑。苏季随后走到摊位前，跟那摊主讨价还价了好一阵，最终以2枚半下品灵石的天价拿下了这颗爆血丹，算是弥补自己身上没有毒药的遗憾。他说过的，他不希望自己身上的丹药敌人拿过去就能直接嗑。然后他又花了半枚灵石，在隔壁摊位买了个能锁住药效的精致琉璃瓶。还是觉得不保险，继续逛一逛。大殿另一端，那白裙女子与苏九的激斗不知何时默契地停了下来，两人皆是侧目，平静地看完这场战斗的收尾。同样是炼气5层，这王三脑子有问题，死了也正常。白裙女子轻描淡写地给出了评价。同样是炼气5层，师兄他手段卑鄙，王三玩不过他也正常。苏九的声音里则听不出什么情绪。话音未落，两人再次动手，刹那间剑光与妖气再度碰撞。白裙女子衣袂飘飘，姿态写意，她即便是神魂，吃了无法使用法器的亏，依旧能并指成剑，随意画出，便是一道凝练到极致的剑气，
轻易撕开苏九身前的护体妖气。苏九节节败退，他催动的法诀在对方法术面前脆弱不堪，往往刚一成型便被对方轻描淡写的击溃。不过50几个回合，苏九的嘴角便渗出一缕鲜血，气息也变得紊乱。苏季，什么鬼？他看得眉头紧锁，这和他预见中的画面完全不一样。在窥天命里，苏九明明是和这女人斗得两败俱伤，那时候他才筑基8层，现在都筑基大圆满了，怎么反而被压着打？开什么玩笑？好像一点也不尊重他的付出啊！苏季的念头飞速转动，很快就想通了其中关爱。苏九的境界是上去了，灵气也确实比之前雄浑好几成，可战斗从来不只是灵气的比拼，他的法诀，他的神通，他的战斗经验跟之前相比没有哪怕半点长进，无非是把之前的招式用更强的力量又打一遍。若是对拼威力还好，可比拼技巧的话，提升确实有限。战局逐渐明朗，被逼入绝境的苏九双眸之中闪过一抹决绝，他身后一道庞大的虚影猛然浮现，那是一只通体雪白的巨狐，神俊非凡，不过只有一条尾巴。那条巨大的狐尾如同一根擎天玉柱，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狠狠扫向白裙女子。白裙女子脸上终于出现一丝变化，不再是那种猫戏老鼠的从容，燃烧本原来强行催动血脉神通。她轻哼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你确实厉害，但知道为什么原因之下皆是蝼蚁吗？我若使用神魂攻击，你又该如何对敌？”话音落下的瞬间，一股无形的、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恐怖力量瞬间笼罩苏九。苏九那庞大的天狐虚影在接触到这股力量的刹那，竟发出一声哀鸣，开始剧烈的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崩溃。苏九本人更是如遭雷击，身体僵在原地，脸色瞬间煞白如纸。苏季，他看了一眼还卡在白裙女子头上的选项，选项1，花样真多吗？1111111，奖励李瑶夺舍失败，你被苏九打断4肢带回向司门，每日逼你交出药液。不是啊，怎么有眼缘？干嘛呀？黑化强3倍。苏季叹了口气，算了，还是他出手吧。这白裙女子扬言要用神魂攻击，万一真把师妹打成了傻子，那碗傻子是饭。呸！那以后谁来当他的修仙百科全书？同门情谊罢了。而且苏季也确实想试试这个常驻选项到底有多大的威力。他念头微动，常驻选项，哈哈哈哈！终于来了个能计件的了。当前击杀数0，刹那间，一股难以言喻的荒狂气息自苏季体内轰然引爆，如风暴般席卷。无论是正在施法的白裙女子，还是苦苦支撑的苏九，动作都在这一刻出现了停滞。师妹，退下吧。苏季的声音很平静，无所谓，我会出手。苏九闻言，强行压下翻涌的气血，惊疑不定地望向苏季。这种感觉是了，他想起来了，上一次在他的院落中试图拒绝回答苏季问题时，那种仿佛被死亡凝视，连神魂都在站立的毛骨悚然。原来那不是错觉，这就是大夏地族真正的底蕴，以炼气之境便可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势。难怪他敢孤身一人闯入这龙潭虎穴，难怪他面对元婴残魂也毫无惧色。炼气杀元婴，或许在他眼中真就如屠鸡杀狗一般。想通这一点，苏九不再硬撑，身后的天狐虚影悄然散去。可，那你小心。他捂着胸口，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却还是强撑着提醒一句：需要帮忙的话说一声。说完，他便飞身后退，与苏季拉开数十丈的距离，将整个战场完全让出来。随着苏九的退开，苏季身上的气势还在节节攀升。大殿之内，灵气疯狂涌动，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肉眼可见的巨大漩涡，就连地上的碎石尘埃都隐隐被这股吸力牵引，环绕着他的双脚盘旋。白裙女子这一下是真的看不懂了，你管这叫炼气5层？这又是什么闻所未闻的秘法？但他毕竟曾是元婴大修，心境远非寻常修士可比。震惊过后，他忽然想起蓝冰草对王三说过的那句话，他也只有炼气5层，即便再强也是有限的。哼，懂了，这一局他看明白了，又是虚张声势的手段，还想故技重施，吓退我不成？白裙女子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从容，甚至带着几分戏谑。你想把我当成王三来整？你不会觉得同样的招数第2次还会成功吧？他觉得苏季确实有些小聪明，但未免也太小看他了。若非如此，又怎么解释他迟迟不出手，只是站在原地积蓄气势的举动？与之前对抗王三时如出一辙，无非是想用这种害人的声势先声夺人，攻破他的心房，为自己创造可乘之机。想通此节，白裙女子心中大定，我就站在这里，别说我没给你出手的机会。苏季的面色有些古怪，你确定？见到他这副模样，白裙女子眼中的嘲弄之色更浓。我确定。怎么不敢出手了？苏季低声嘀咕一句，我还没见过这么古怪的要求。他不再废话，身前那疯狂旋转的灵气漩涡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压缩凝聚，最终在他的身前化作一柄3尺长剑。那剑身并无实体，完全由精纯至极的灵气构成，却散发着恐怖的锋芒。枪修、法修，没想到自己竟还能兼职剑修。苏季缓缓伸出手，握住那柄悬浮于空中的灵气长剑，一股强大到近乎失控的力量瞬间涌入手心，传遍4肢百骸。这种感觉，这种足以正面碾压一切、摧枯拉朽的绝对力量，真是让人沉醉。
苏季抬起头，望向不远处的白裙女子，以汝3尺微命，既无上见到。白裙女子的笑意写在脸上，她听着苏季那句中二到极点的话，正欲开口嘲讽，然而没有声音能够发出。苏季动了，他只是随意的将手中那柄灵气长剑向前挥出，没有剑招，没有章法，甚至没有目标，可就是这平平无奇的一回，那是一种连光与声音都被吞噬，令人窒息的静。白裙女子眼中的戏谑与从容，在万分之一刹那被一种源自神魂最深处的恐惧彻底淹没。她想动，动不了；她想喊，喊不出。她身为元婴大修，苟活万年，靠传承骗了一批又一批修士，用无数资源淬炼的神魂，在这一剑面前，她的一切经验、一切神通、一切骄傲，都在这纯粹不讲道理的终结之力面前失去意义。这就是真正的死亡。他曾登灵仙之巅，俯瞰众生，将死亡作为一种赏赐或惩罚施于他人，即便飞升失败，依旧能存活于世。但直到此刻，他第一次真正的看到死亡的形态，那是一道无法形容、无法理解的灰白轨迹。他撕裂规则，他斩断因果，所过之处，万物凋零，归于虚无。白裙女子的神魂连一丝像样的抵抗都做不到，便被那道灰白的轨迹穿过去。噗！一声轻响，戳破一个泡沫般轻松。她的神魂自眉心到丹田被整整齐齐的一分为二。不仅如此，那道灰白的剑痕在穿过她之后威势不减，重重地斩落在大殿坚硬的地面上。轰！整座元婴洞府，不是整座玄黄山，都开始剧烈的摇晃。一道深不见底的恐怖裂痕以白裙女子为起点，向着大殿的尽头疯狂蔓延。裂痕所过之处，无论是石柱还是墙壁，皆被无声的切开，切口平滑如镜。嗤嗤嗤！死亡气息从裂痕中喷涌而出，瞬间弥漫整座大殿。洞府要塌了！远处的苏九早已被眼前这颠覆认知的一幕震得心神剧烈，他呆呆地站在原地，身体僵硬。这就是大夏地族真正的力量，炼气5层，一剑斩元婴。即便只是元婴的神魂，也不是越级挑战那么简单。他忽然想通了，为什么九尾天狐一族明明非至尊不遂，却被大夏地族当大白菜一样挑着领养。他再看向苏季，此刻的苏季在他眼中变得有些陌生，但也更加耀眼。另一边，苏季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手中的灵气长剑悄然消散，那股足以撕裂天地的荒狂气息也随之退去，一种强烈的虚弱感涌上心头。草了，竟然还有副作用！这一剑几乎抽干他体内所有的灵力，连带着精神都感到一阵疲惫，但也仅限于此。所以这个常驻选项等于是清空蓝条，发动一次牛逼的攻击。苏季抬眼望去，白裙女子的神魂还在原地一动不动，被斩成2半的神魂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逸散，但她还没有彻底死去。元婴大修的生命力确实顽强，喂，断断续续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神念，一代元婴大修就此烟消云散。苏九正小跑着过来，脸上还带着未曾消退的震撼，更多的还是担忧。苏季，没事吧？他跑到苏季面前，上下打量着他，忍住上下其手检查的冲动。见苏季只是脸色有些苍白，这才松了口气。没事。苏季随口应道，不过你可能要白跑一趟了。白裙女子直接被秒了，她想收力也收不住啊。苏九也不在意，算了，本来就不是必拿的东西。苏九说的可能是自我安慰的话，但苏季可就要说大实话了，也是一些垃圾手段，没啥好学的。倒不是苏季因为有彩色天命就看不起元婴的传承，主要苏季觉得一个飞升都失败的元婴能有什么好东西，学去等着继续飞升失败。苏季的话音刚落，整座大殿的晃动变得更加剧烈。轰隆！头顶的穹顶裂开一道巨大的豁口，碗口大的碎石混杂着尘土，雨点般砸落下来。洞府要崩溃了，我们走！苏九当机立断，他催动妖力撑开一道护罩，将2人护在其中。苏季指向不远处那些横七竖八的尸体，师妹，你过去看看，那些人身上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苏九愣住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这个？他看苏季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师兄，你不要。仔细一想，又好像在情理之内。苏季上次在天道秘境里那副财迷的模样，还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你眼光好，挑些值钱的，看看哪些有用，我拿剩下的就行。苏季语气理所当然。其实主要原因是苏季他是修炼文盲啊，他压根就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值钱，而且他可不是王三，他带脑子。这些法器啥的多半是烫手山芋，搞不好有什么大宗门的标记，刚刚拿去卖灵石，灵石还没捂热，回头就惹来杀身之祸，不能让自己人吃亏啊。师妹，你受这么重的伤，肯定要弄点资源补一补的。一句话轻飘飘的，却像一颗石子，在苏九的心湖里砸开圈圈涟漪。自己人，他是这个意思吗？谁是你的人了？苏九的脸颊瞬间飞上2抹红霞，下意识的反驳，声音却细若蚊呐。他扭过头去，不敢再看苏季，心却跳得厉害。轰隆隆，又是一阵地动山摇，脚下的大地也开始寸寸皲裂，深不见底的漆黑裂缝如蛛网般蔓延，此地不宜久留。苏九也只能强行收起心中的万千思绪。时间紧迫，我也带不了太多，只能挑几件最值钱的，然后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说完，他身形一晃，如一缕青烟般掠向那群修士死去的地方。他的动作极快，神识扫过，几乎是瞬息之间就锁定了最有价值的目标：一枚古朴的玉佩，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剑，还有几瓶一看就品相不凡的丹药。就在他准备收手时，眼角余光瞥见那白裙女子神魂消散的地方，一枚通体雪白的戒指正静静地躺在碎石之中，散发着微弱的灵气波动。储物戒指，苏九心中一喜，连忙将其摄入手中。但是其他东西是真的来不及。苏九回到苏季身边，我们快走！不等苏季反应，一只温热的手掌与他十指相扣，两人冲到洞府边缘的瞬间，因为洞府设立在空中自成一界的关系，此时出口的位置就有些微妙。苏季才练气，无法御空。苏九猛地停下脚步，略显挣扎后回过身去，抱我。然后话音还没落下，苏季就像是西天取经的泼猴，一头扎进小雷音寺。苏九咬着嘴唇，没有挣扎。算了，本来人家就是来救自己的，就当是报恩。做狐不能恩将仇报，也没有时间给苏九犹豫。他带着苏季一跃而下，呼啸的风声在两人耳边刮过。苏九下意识地紧紧抱住苏季，苏季能听到他的心跳声，咚咚咚。而他们身后，整座元婴洞府发出一声最后的哀鸣，彻底崩塌，被滚滚烟尘吞没。与此同时，苏季耳边再次响起天道那虚无缥缈的声音：天道有感，修士苏季以逆境斩敌元婴，刻自一缕天道气运，并大告天下。话音落下，苏季顿时感觉自己的丹田中多出一丝不同于灵气的金色细线，如游龙般盘踞，玄奥无比。这是打完 BOSS 跳成就了？不仅如此，还有紧随其后的询问是否已真名世人，这是对应后面那句大告天下。苏季念头一转，人前显圣固然很爽，但架不住元婴传承对于许多老不死的金丹大修有令他们疯狂的诱惑，特别是那些已经苟活500年、大限将至的金丹大圆满，哪怕晓得你有逆伐元婴的手段，他们也未必就不会老年热血一番。携带宗门圣兵极致升华，只为了寻求临死前的最后一线生机。闷声发大财才是真的，以后有的是装逼的机会。否，请选择化名，那就用苏妲己吧。这一听就不像难修的名字，别人纵使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自己身上。于是天地法则紊乱三息，整个大夏国所有炼气及以上修士的耳边，同时响起一道缥缈宏大的声音：天道有感，修士苏妲己把以逆境斩敌元婴，特赐一缕天道气运，仙路漫漫，由此天骄如炬，甚幸望众生勤修不辍，见贤思齐。一时间，无数修士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事情，从房事的喧嚣到宗门的进修，再到荒野的历练，所有人都茫然地望向天空，那满脸的震撼如出一辙。元婴，大夏还有元婴，还被人逆境斩杀，文字为什么可以这样排列？还有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高人鸟大？而此刻，玄黄山附近，一群人的震撼远超旁人。10几位收到消息全速赶来的金丹大修，近乎是同一时间滞空。元婴传承的消息足够让他们这些老东西从棺材里爬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了。可当他们全速赶到玄黄山附近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他们的视线中，那座虚空而立的元婴洞府在剧烈的摇晃中轰然倒塌，满天的烟尘中还残留着一股令他们都感觉到心悸的毁灭气息。紧随而来的就是耳边的天道提示：闻者皆惊。一名仙风道骨的老者面色凝重，晚了一步，传承已被人捷足先登。不只是传承，另一名体态丰腴的女修面露骇然，是连洞府主人的元婴都被人斩了。苏大，算了，此人是谁？为何从未听闻？能逆斩元婴，此人修为恐怕以真化境，至少也是金丹大圆满多年的老东西，符合要求的不多。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金丹老祖们，此刻竟生出几分退意。玄黄山脚下，苏九抱着苏季平稳落地，那股呼啸的风声总算停歇。他刚松开手，那道宏大的天道之音便在他的脑海中响起。苏九的身体瞬间僵住，他那张因刚刚的亲密接触而飞上红霞的俏脸，此刻的表情变得极其古怪，先是愕然，然后是迷茫，最后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一种难以置信的错愕。他缓缓地一寸一寸地扭过头，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眼神看向身旁的苏季，而苏季此刻正背着双手，微微扬起下巴，一副风轻云淡、深藏功与名的姿态。很好，计划通，用一个女人的名字，完美的将自己从这场风波中摘了出去。他甚至能想象到，整个大夏修仙界都在为苏妲己这个横空出世的绝世女天骄而疯狂的场景。至于他，只需要继续当一个平平无奇的炼气期小修士就好。是的，苏季还沉浸在自己的奇思妙想中，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元婴无他，昭告天下的天道音并没有在苏季耳边响起，毕竟已经单独通知过一次了，不是？苏季一脸满意的转过头，正好对上苏九那双清澈的眼眸，空气在这一刻安静的可怕。苏九的红唇微起，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化作一声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呢喃。哎，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震撼、荒谬，还是想笑？咳！苏季干咳一声，强行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怎么了，师妹？这叫韬光养晦。苏九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不说话。
苏季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师妹，你看我作甚？我们还是赶紧离开此地为好，方才动静太大，恐有金丹强者前来查探。他说着便准备转身开溜。等等，苏九的声音悠悠传来，他伸出纤纤玉手，递过来一枚通体雪白的戒指。这是那白裙女子的储物戒，里面应该有不少好东西，你拿着吧，就当是救我的报酬。我神识略微受损，灵力也消耗甚巨，暂时无法抹去上面的烙印。师兄先拿着，等日后我想办法帮你解除上面的烙印。苏季拿着储物戒指，神识探入，果然感受到一层坚韧的阻碍，心中一动，顺势一把抓住苏九柔软又略显冰凉的小手。苏九下意识想要缩回去，但还是忍住了。苏季应该是有什么事要交代，而不是占他便宜。先看看苏季要说什么先。师妹，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东西放我身上，我也暂时用不到啊，不如师妹先帮我保管一下。说着，苏季就将储物戒指慢慢套在他左手的无名指上。师妹愿意吗？苏九看着自己无名指上的白色戒指，小脑袋歪了歪，并没有察觉出苏季有什么占便宜的意思，而且说得非常合理，小嘴微张，我愿意。玄黄山脚，风过林梢。苏九定了定神，只复无意识地摩挲着无名指上的储物戒，随后抬头去看身旁安然无恙的苏季。师兄还打算回向司门吗？苏季挑了挑眉，有些意外。打了。苏九的语气很平静，将司门内藏着一件对我族至关重要的东西，我实力不足，只能折服。他说到这里，话音稍顿，似乎在斟酌用词，所以我应该还是要在相思门待一段时间的，但师兄你的实力手段却没什么待在相思门的必要了。苏季听明白了，他心中那点恶趣味又冒了出来，存心要逗一逗苏九，我好像确实没有什么待在相思门的必要，提供不了太多修炼资源给我不说，还整天提心吊胆，怕被抓起来割了。要不先路漫漫，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无期。苏九想也不想，脱口而出，不行。苏季脸上的疑惑恰到好处，怎么了？师妹，这不是你说的有缘还会再见，天涯何处不相逢？苏九嘴唇动了动，却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想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眼看苏季做事就要抬腿离开，他心里一急。俗话说急中生智，师兄想走，我肯定是不留的。他先是摆出了一副通情达理的模样，但后面的语气很急促，生怕自己话没说完，苏季人就离开了。先路漫漫，没谁该为谁停留。但话又说回来了，师兄你不远300里地相救，这份恩情苏九一时半会有些还不清，就算后会无期，也得等苏九还完恩情再说。而且这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也是师兄的战利品，到时候解开禁制，我却找不到师兄，那岂不是显得我苏九是忘恩负义、私吞资源的卑鄙小人？所以师兄若是想要云游四海，至少也留个标记，好让苏九能够随时找到你过来报恩，不然岂不是让我苏九成为不忠不义？说到最后，他自己也觉得有些编不下去了，声音越来越小。他就是想让苏季留下个联系方式，真的只是想报恩。大夏地族中亦有记载，他们最欣赏九尾天狐一族有恩必报的性子。苏季听完连连点头，这话倒是说得在理。苏九刚刚松了一口气，苏季却又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我才练气，能有什么联系或是留标记的手段？苏九彻底没话，他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转不动，所有的路似乎都被苏季堵得死死的，他就那么直直地看着他，嘴巴微微张着，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眼眶竟有些泛红。看着苏九这副快要被逼哭楚楚可怜的模样，苏季终于快绷不住，强忍着没有笑出声。这样吧。苏九听到这3个字，感觉他的小耳朵都要竖了起来。怎么样？我其实也没有想好到底去哪，留在相思门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还是比较担心被抓出去割了。苏九连忙解释，师兄不用担心啊，我有幻术的，查不出来的。苏季故作为难，万一相思门铁了心要把那淫贼抓出来，甚至最后惊动了门主呢？师妹，你的幻术能骗过门主吗？大不了我再要那反正就算真惊动了门主，我也会想办法的，这本来就是立过写事的。师兄如果只是担心这个的话，完全没有必要。见到苏九话说到这个份上，苏季还有什么反驳的必要？只不过在苏九口中的大不了，真的就大不了？未必，反正苏季现在也无处可去，相思门的房事还是挺香的，总能淘到好东西。行，看在师妹都开金口的份上，那我听师妹的。于是两人不再耽搁，苏九辨明方向，朝着最近的修仙者城池赶去。300里地，说远不远，但真要用脚赶路，也得费些功夫。一路上气氛有些微妙，苏九好几次欲言又止，脸上的神情变幻不定，时而古怪，时而纠结。终于在走进城池后，他还是没忍住。师兄，你怎么会想到用那个名字昭告天下的？苏季侧过头，有些不解，怎么了？他转念一想，又觉得好像明白了，毕竟是人家狐族的先祖，自己冒用名讳，有点情绪也算正常。感觉被冒犯了，这一问好似点燃了火药桶。苏九顿时炸毛，声音都高8度，谁被冒犯了？只是多少觉得有些。他这一声喊，立刻引来附近零散路过的修士的注意，几道视线齐刷刷地投了过来，带着好奇。毕竟这里不是相思门，没有那种一心向道的革根传统，一些散修还是很少见苏九这样娇小可爱的女修。苏九的脸颊疼得一下就红了，连忙压低声音，
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倒也符合师兄你的作风。后面那句话，苏季听见了，他只是一笑，我觉得这个名字用得很好，至少没有人会怀疑到我的头上。苏九听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在向司门所有人的认知中，苏季是被退去灵根的弟子，确实和苏大几把的名号扯不上哪怕一丁点的关系。见他不说话，苏季又继续补充，你看，用苏妲己的名字，别人只会以为是哪个隐世不出的女修大能，谁会想到是我一个练气期的小修士，天衣无缝，毫无破绽。苏九他张了张嘴，很想告诉苏季，天道昭告天下的那个名字不是苏妲己，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太羞耻了，他说不出口。他看着苏季那一脸我真机智的表情，忽然觉得心好累。算了，他自己高兴就好，反正以后顶着那个名号行走修仙界的又不是他，反正以苏季的脸皮，应该是不会在意的。他已经脑补到以后的画面了，几把大能来了，兄弟们快跑！敢说这种话，你就不怕几把大能一枪把你捅死？城中人声鼎沸，各色摊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比向司门那的房市不知热闹了多少倍。两人没有心思闲逛，径直穿过拥挤的人潮，朝着城池中央那座传送阵台走去。交付足额的灵石，苏季与苏九一前一后站上传送阵，阵法启动，柔和的光华自脚下升腾，将两人包裹。视野被白光充满的前一刻，苏九的余光瞥向身旁的苏季，他还是那副坦然自若的模样，侧脸的轮廓在光晕中显得有些不真切。苏九缓缓抬起自己的左手，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无名指上那枚雪白温润的戒指。他其实不笨，苏季那番话的言外之意，他听得出来。哪有那么巧，门主会亲自过问这件事？他不信。但是呢，那又怎么样？苏季都说了，他是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被他坑一下，好像也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光芒散去，两人已然出现在向司门山脚下的那座小城中。苏季开口提议，为了不引人怀疑，我们最好还是一前一后回去。苏九却摇了摇头，不用，太过刻意，反倒会引人怀疑。他平静地迎上苏季的视线，我们一起回去就好，就说路上碰巧遇见的，别人又能说什么？难道那条门规写了，不允许同门在外面碰面后一同回宗门？苏季挑了挑眉，发现自己竟无从反驳，这师妹脑子好像越来越好使了。于是两人便并肩朝着宗门山门走去。守山的两名弟子见到苏九与一名男弟子同行，皆是愣了一下，但还是按规矩查验了两人的身份令牌。苏季外门弟子，苏九内门弟子，两人都是带着任务下山，有出门记录。核对无误后，守山弟子便挥手放行，直到两人走远，其中一名弟子才忍不住小声嘀咕起来，真是怪了，苏九师妹不是向来独来独往，从不与任何同门接触的吗？另一人瞥了他一眼，浑不在意的开口，你管他这的那的，咱们就俩看门的，做好自己的事就行，而且就一起回来而已，又不是一起上床。他就算有这么个想法，有那么个能力，苏九师妹能惯着他？不能啊，师兄说的在理。两人一路无话，很快便回到苏九那座雅致的独院。一踏入这片熟悉的地方，苏季便感觉浑身一松。然而他这口气还没完全吐出去，脑海中的天道音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修士苏季达成小有名气，也有不少修士为你的化名感到震惊。天骄路第一阶段已完成，发放奖励3个时辰的顿悟机会。苏季眉毛一挑，杀完胖执事之后，莫名其妙就提示的天骄路都快被他遗忘了，这个时候就突然跳存在感，而且小有名气，化名也算在他头上。正好苏九这个活的修仙百科全书就在身边，不用白不用。苏季想也没想，直接走进苏九的闺房，只见他一脸回家的样子，一屁股就坐在那张少女柔软的床铺上。师妹，你有听过天骄路吗？苏九跟了进来，瞧见他这副模样，只是睫毛轻轻颤了颤，倒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他先是走到自己墙角的柜台前，将从元婴洞府里搜刮来的那几瓶丹药和玉佩短剑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精致的木匣中。师兄，这几样东西价值不错，但出手有些难的，处理不好很容易被查出来。我这些天想办法换成灵石给你，如果你怕我私吞的话，也可以自己找个黑市去卖，但是我不太。没事，师妹办事我放心。见苏季如此相信自己，苏九将匣子关上，挨着苏季在床边坐下，一股淡淡的馨香钻入苏季的鼻尖。苏九皱着秀眉，似乎在回忆着什么，知道，但是知道的并不多。他忽然抬起头，清澈的眼眸里带着几分恍然，原来上次在宗门内激活天骄路的修士就是师兄。苏季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他感觉自己有点亏，明明对这师妹还是知根不知底，自己这边倒好，底裤都快被扒干净了。什么时候苏九能让他也知个底，那才算公平。苏九自然不晓得苏季脑袋里在想什么带颜色的东西，他很认真地为苏季解惑。据我所知，开启天骄路的条件有些难以捉摸，而且已经绝迹很久了，都是上古时期的东西了。也是，大夏都是一群活了500年不过金丹的老东西，这要是算天骄，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流传最广也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完成一件当前修为的修士被公认绝对无法完成的事情，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被称为天骄。苏季乐了，炼气4层杀炼气6层，
就公认无法完成了。苏九摇了摇头，这倒不是，炼气期越两阶杀敌虽然少见，但并非没有。师兄当时应该还触发了什么其他的条件？苏季仔细回想了一下，胖执事那次好像确实是自己的第一场修士间的生死搏杀，而且自己毫发无伤，又是以弱胜强，首战越级无伤，或许是这几个条件叠加在一起，才被天道判定为无法完成的壮举。苏九的思绪还在继续，我记得族中古籍记载，天骄路第一阶段的要求便是小有名气，因为之前的天道公告，师兄应该是已经完成了，所以才会有这么一问。不得不说，苏九的脑子绝对在线，只是偶尔容易被苏季拔网线。在以前这个阶段其实很好完成，许多大宗门都会不遗余力地为自己门下的天骄造势扬名。苏九说到这，忽然停了下来，像是想到什么关键信息。我想起来了，天骄路的第二阶段是完成天道筑基。苏季表现得很激动，像是听到什么绝世消息，一只手猛地按在苏九细腻紧致的大腿上，力道还不小。天道筑基是什么？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苏九的身体瞬间僵住，被苏季手掌覆盖的地方有一股电流窜过，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苏九又掉线了好几秒，等他回过神来，想要挪苏季的大手，但又转念一想，这样做会不会显得太刻意又太自恋？苏季应该不是故意的，他刚刚的表情更像是激动之下的自然反应。人之常情，要是去刻意挪开，反而显得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了。苏九强忍着让自己不要分心，开始在脑海中搜刮着那些关于天道筑基的零散记忆。他定了定神，缓缓开口：天道50，人眼49。所谓天道筑基就是……苏季抓在他腿上的手猛然收紧，力道大几分，恰到好处地打断他的话。就是什么？苏九的身体又是一僵，这家伙无意中摸一摸就算了，还抓一抓就有些过分。他伸出自己的小手，覆盖在苏季的手背上，轻轻推了推，没有推开。算了，苏九索性放弃，先解释完再说。需要补全那遁去的1，所以不同于常规的5行筑基法，只需要灵气49转就能筑成道基。苏季的手又不安分地往上挪了挪，那天道筑基怎么搞才行？我要是特别厉害持久，让灵气69转行不行？啪！一声清脆的响声，苏季的手背上挨了不轻不重的一下，终于被忍无可忍的苏九给拍开了。他脸颊微红，瞪了苏季一眼，故作淡定：师兄激动之下手喜欢乱放的毛病，记得改一改。这才继续说道：50就已经是极限了，最后这一转的难度比之前49转加起来还要难10倍，所以师兄还是不要想69的事了。首先需要在炼气大圆满的境界达成灵台清明、神魂如刀，以及灵气化液、自成循环。天道筑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前者能够保证师兄你在筑基时不会迷失本心，而后者则是保证筑基成功率的关键。灵气化液，生生不息，方能支撑得住天道筑基需要的庞大消耗。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需要一缕天道气运，用以填充那遁去的1。可炼气期的修士想要获得一缕天道气运谈何？说到这里，苏九那双清澈好看的眸子也是猛地一滞，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带着几分惊疑不定的神情，缓缓看向苏季。师兄，好像正好有一缕。苏季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这么巧？天骄路奖励顿悟，逆斩元婴，奖励一缕天道气运。顿悟是为了让他能顺利参悟功法，达到灵台清明和灵气化液的境界。一缕天道气运则是天道筑基的最后一块拼图。这一切都像是被安排好了一样，所以究竟是被天道追着喂饭吃，还是被天道做局了？苏九那双不知何时多出一分狐媚的眸子，就这么一眨不眨地瞧着苏季。这么一说，师兄还真有天道筑基的可能。苏季顺势就问：那师妹你呢？肯定也是天道筑基吧？传授点经验呗，让我少走点弯路。苏九并不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苏季咂了咂嘴，明白了，我又冒昧了呗。苏九这才缓缓点头，算是认可了他的自觉。随后他从柔软的床铺上起身，踱步到窗边，最后还需要辅以4方之水、5行之精与天时地利、日月同辉之时。不过这些旁枝末节，师兄暂且不必操心，我会想办法去替师兄找来的，就当是偿还这一次救命的恩情。在苏九看来，这次玄黄山之行，倘若没有苏季，他10有8九是要栽了的。面对一个曾是元婴大修的神魂，他看不到任何胜算，连一丝侥幸都生不出来。说着，苏九来到墙角的柜子旁，打开那个精致的木匣。按理而言，这些东西都比较烫手，最好等个1年半载，风声过去再出手。但我感觉师兄你用不了那么久，便能到炼气大圆满。我会想办法去黑市处理掉，那里不问来路，只是价格会偏低不少。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全部加起来，换来师兄筑基所需的材料应该差不多。毕竟现在已经没人尝试天道筑基，这些东西也不算特别昂贵。苏季听完，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你瞧瞧，这不就叫专业对口吗？摸对付萝莉的大腿，直接少走10年弯路。这要是换做他自己去琢磨，就算把相思门的藏书给翻烂了，也未必能找出半点头绪。更别提什么4方之水、5行之精，他连听都没听过。苏季清了清嗓子，脸上却是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既然如此，师妹此番恩情，我苏季就先承下了。以后但凡有事，
师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苏九瞥了他一眼，没说话。换作是别人说这种话，他顿时就翻一个大白眼，一点实际行动也不拿出来，就会说场面话。但是苏季他不一样，看着不靠谱，但遇见事他是真敢来。恩情谈不上，师兄的恩情我还没还清呢。为了救我，师兄的武器都折在了玄黄山内，虽然有些令人不齿，但那柄法器确实在金丹之下有着非常恐怖的统治力。啥武器？2枚半灵石买的亮银枪，有这么夸张？回头他再去房市转一圈，花2枚半灵石还能搞一把呀。实在不行向苏九要点钱，他还能去批发，用一把丢一把。等会苏九刚说金丹之下有着非常恐怖的统治力，那自己是不是能把顺光石全买了，然后想办法拿枪去捅几个同门，让他们知道亮银枪的恐怖，然后再忍痛100枚下品灵石一把卖给他们？有说法的呀。见到苏季陷入沉思，迟迟不愿说话，苏九有些心疼。师兄怎么了？是在怀念自己的法器？苏季思考怎么发财呢，忙着呢。不过话问到头上还是要回答一下的。苏季可不管他信不信，场面话必须得到位。于是苏季眼中带着几分唏嘘，是啊，可惜了那柄枪，陪伴我征战了那么多次。虽然我知道随着我的境界提升，他对我的提升只会越来越小，甚至等我金丹之后只能躲在某个角落吃灰。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人是如此，武器也是如此。除去自己，世间万物皆是只能时间的过客。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分别，可我还是有些不甘心。我能一步一步从炼器修炼到金丹，那他又怎么不能从一柄普通的法器成为令无数修士闻风丧胆的神枪？世人纷纷扰扰，为了追求更强的法器，能够轻易将陪伴自己走过最艰难岁月的法器轻易丢弃。就好似我怀念时，那天我没抓住的究竟是蝉，还是那个回不去的夏天？我第一次引气入体，第一次握上那柄枪，那一刻的带来的喜悦，不是之后任何境界或是任何法器可以比拟的。哪怕将来有一天我真踏入那无上之境，没有师妹这样对我帮助甚多的道友与我立黄昏，也无道理问我粥可温，又何必往那千古寂寞中去？本想着将我最好的全部给他，算了，命运本就是坎坷，哪能事事如我所愿？能帮我救回师妹，也算是他的福气了。师妹不必介怀，人生本就有太多意难平。这句话半真半假。一个人成长的路上会失去太多，但苏季有些贪心，他不想失去太多，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样说让苏九心怀内疚。等会开口找苏九要求买过一把枪，还不是轻轻松松？只是为何苏九的眼神有些不对劲？苏九半咬着嘴唇看着苏季，你看他不一样，世人忘恩负义者甚多，似苏季者更少。便是一把普通的法器长枪，只因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岁月，便能这样难以割弃。说着让他不必介怀，其实苏季心里已经难受到想要落泪了吧？对一柄枪尚且如此，那对道侣岂不是不离不弃？若是成为苏季的道侣，一定会很……呸呸呸！想什么呢，苏九？谁会喜欢这种没正形的家伙？而且你身上还背负着九尾天狐一族的使命，哪有时间儿女情长？然后苏九不说话了，他能感觉出苏季的表情已经有些绷不住了，他应该是怕让自己看到男儿落泪吧。然后苏季也不说话了，他能感觉出自己的表情已经有些绷不住了。苏季怕自己笑出声，到时候解释不清，必须找点别的什么事情做，分散一下注意力才行。等会要不直接把顿悟的机会用了，反正荒陨堕龙诀品级绝对不低，他短时间内不可能找到更高级地功法，说做就做。于是在苏九略显错愕的注视下，苏季自顾自地脱了鞋，十分不见外地爬上了他那张香香软软的床铺，直接盘腿摆出打坐修炼的姿势。师妹，我先修炼一会。苏九他此时还在心里盘算着要不要找个机会回玄黄山，想办法帮苏季把那杆断枪找回来，顺便看看能不能修复。听到苏季的话，顿时有些无语。苏季什么都好，就是性格有些大大咧咧，完全不在意细节。这可是他的床，苏季的住处也不远，就急这么一时半会。吐槽归吐槽，苏九嘴上却也没说什么让苏季下来的话，问就是救命之恩，他就当没看见，转过身去准备盘算一下这批东西的价值。而苏季这边已经闭上眼睛，心中默念，使用3个时辰的顿悟机会。念头刚落，一股玄之又玄的感觉瞬间包裹了他的全部心神，无数关于荒陨堕龙诀地功法奥义如同决堤的洪水疯狂涌入他的脑海。他那盘腿打坐的姿势瞬间就维持不住，因为苏九这张床是贴着墙放的。苏季一个后仰，砰的一声，后脑勺结结实实的撞在墙上，这一下的动静不小。正背对着他的苏九猛地回头，什么情况？只见苏季保持着后仰的姿势，脑袋靠着墙，双眼紧闭，一动不动。苏九，他连忙飞奔到床边，看着姿势有些古怪的苏季，小脸上写满疑惑。师兄，苏九尝试性的呼唤一声，苏季没有任何反应。先别修炼了，我和你商量个事。苏季还是没反应。苏九的心咯噔一下，难道是之前斩杀元婴时留下的暗伤爆发了？他不敢再耽搁，连忙伸出纤细的手指探到苏季的鼻子下面，鼻息平稳，悠长有力，不像是有事的样子。他又将白皙的小耳朵
轻轻贴在苏季的胸膛上，咚咚咚，心跳也沉稳正常。那是什么情况？苏九秀眉紧锁，伸出自己的小手，犹豫片刻，还是按在苏季的小腹上，一缕灵力探入，小心翼翼地检查他的丹田，灵气运转也顺畅无比，甚至比平时还要活跃几分。这下苏九是彻底懵了，呼吸、心跳、灵力全都正常，装的，逗他玩也不像吧？毕竟刚刚的话题还挺沉重的。但苏季这个人有些不按套路出牌。苏九犹豫了一下，决定炸一下苏季，师兄商量一下呗。下个月，我感觉我突破的金丹契机很近。然而苏季还是没有任何反应。苏九心里咯噔一声，坏了，苏季这是真昏了，绝对不可能是装的。可问题来了，苏季身上所有特征都正常，为什么人就是不行？难道是修炼走火入魔？不像啊，走火入魔的修士灵气会狂暴失控，绝不是苏季现在这般平稳的模样。那难道是秘法的反噬？这个可能性最大。苏季之前斩杀元婴残魂的手段也太匪夷所思，怎么可能没有一点代价？只有这种解释才合情合理。可一想到这里，苏九的脸色瞬间就白了几分。秘法反噬最是棘手，寻常丹药根本无用，唯有少数的天材地宝才能缓解一二。可那种东西，别说相思门，就是整个大夏都未必能找出基件，都在一些圣地宗门的宝库中藏着。怎么办？苏九小心翼翼地将苏季摆好，让他睡在自己的枕头上，而他急得在床边团团转，心乱如麻。看着苏季那张平静的脸，越看越觉得苏季之前一定是在强撑，为了不让自己担心。其实他回来的这一路上一定很痛苦吧，所以才会一直和自己说话，分散注意力。摸自己的腿也是为了分散注意力，直到刚刚才彻底绷不住了。为了不让自己担心，所以才什么都不说，只说自己修炼了，其实是为了压制秘法反噬带来的痛苦。亏他还觉得苏季大大咧咧，实际上大大咧咧是自己才对啊，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有想到。苏九越想越觉得亏欠，苏季是为了救他才落得如此下场，如果他就这么一直昏迷不醒，苏九不敢再想下去，越想越觉得心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苏季就这么出事。他咬了咬牙，像是下定什么决心。只见他从自己的木匣中取出一只通体碧绿的小玉瓶，这是他按照族中传承好不容易才炼制出来的一颗上古丹药。他本打算留着自己冲击9品金丹，若是失败能够用来快速恢复，但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拔开瓶塞，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瞬间弥漫开来，瓶中只有一枚龙眼大小的丹药，通体银白，表面有9道天然形成的金色纹路，一看就非凡品。苏季，你撑住，不会有事的。苏九轻声呢喃着，小心翼翼地捏着丹药，想要喂给苏季。可苏季双唇紧闭，他根本喂不进去。然后苏九也顾不上粗鲁不粗鲁了，直接捏住苏季的两颊，将他的嘴巴强行撑开，丹药成功塞了进去。然后新的问题出现了，丹药是塞进去了，可苏季双眼紧闭，喉咙根本没有吞咽的动作，怎么吸收？根本就吸收不了。苏九急得额头都渗出细密的汗珠，最后只能将2根纤细的手指探入苏季嘴中，想把丹药的位置调整一下，看能不能顺下去。结果不仅没用，反而让丹药的品相变得有些一言难尽。苏九只好又将丹药取出来，要不碾碎了试试？他刚冒出这个念头，随即便自己否决了。且不说碾碎会破坏药性，就算成了粉末，苏季还是不会下咽，到时候呛进气管中，岂不是更糟？怎么办？对了，苏九忽然想起一件事，他的身体对药力的吸收和转化能力远超常人，但他是他，苏季是苏季，总不能让他用嘴渡过去吧？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苏九的脸颊腾的一下就红透了。他晃了晃脑袋，强行将这荒唐的念头甩出去，先试试别的方法。他又尝试着拍了拍苏季的脸，往他体内渡了些许灵力，试图刺激他清醒。可苏季依旧如一截木头，毫无反应。期间他又尝试了4、5种姿势，最后半盏茶的时间过去了，苏九不敢再拖延。苏季是为了救他才变成这样的，若是真出了事，他一辈子都无法心安。罢了，救人要紧。他深吸一口气，将那颗表面已经有些湿润的丹药塞入自己口中，随即他闭上眼，睫毛微微颤抖，催动体内精纯的妖力。丹药在他口中缓缓化开，一股棒含着磅礴药力的精纯药液被他从丹药中一点一点地挤了出来。这个过程极为耗费心神，不一会儿，他的额角便沁出几滴汗，1滴、2滴。苏九一闭眼，整个人向前倾去，缓缓将自己的唇印在苏季的唇上。苏九不敢多想，小心翼翼地将口中的药液渡了过去。就在这时，异变陡生，原本平静躺着的苏季体内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无比的吸力，那几滴精纯的药液瞬间就被吸了进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用！苏九心中一喜，这种反应定是苏季的身体在自救。他不敢再耽搁，加快了炼化丹药的速度，将更多的药液渡了过去，边喝边炼化。这个过程足足持续了1盏茶的时间。苏九感觉自己的呼吸渐渐变得有些困难，奇怪，上次在浴桶里他屏息半个时辰都轻轻松松，怎么现在才这么一小会？心跳为什么会这么快？而且有些喘不过气，还有些头晕乏力，是苏季的秘法连带着自己一起反噬了。好在苏九的努力没有白费，
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苏季身上的气息不再内敛，开始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节节攀升，炼气5层中期，炼气5层后期，炼气5层顶峰。轰！一道无形的气浪自苏季体内轰然扩散开来。苏九为了不被推开，下意识地伸出手臂勾住苏季的脖子。炼气6层，而且这还没完，苏季的气息依旧在疯长。炼气6层初期、中期、后期、顶峰，又是轰的一声，炼气7层，直到苏季的修为稳稳停在炼气7层初期，那股疯狂攀升的势头才终于告一段落。苏九愣愣地看着他，等会不对劲。所谓关心则乱，此刻冷静下来，好吧，他感觉自己脑子还是一团浆糊，无法冷静。但苏九也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苏季面色红润，气息悠长，神完气足，除了灵根中的灵气储备略显亏空，哪里有半点秘法反噬的模样。再仔细想想，配合上这匪夷所思的药物吸收速度和短时间内的连续突破，所以苏季不是被秘法反噬，而是在顿悟。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苏九整个人都僵住了。他闪电般的与苏季拉开距离，连退好几步，后背撞在墙角的柜子，将他心爱的小木盒打翻在地，这才停下。他抬手抹了抹自己的嘴唇，上面还残留着一丝药香盒不属于自己的温度。半盏茶后，苏九贵坐在床边，胳膊撑着柔软的床沿，双手托着香腮，一双清澈又藏着一分媚意的眸子就这么一眨不眨地盯着床上的苏季。等苏季醒了，一定要给他个说法啊，不然他就……苏九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好像是他自己误会了。他气鼓鼓地哼了一声，把脸扭到一边，不再去看苏季。眼不见心不烦，不过还好发现的早。要知道，在刚才他最慌乱的那一刻，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所有办法都不管用，那就只能动用九尾天狐一族，一生只能施展一次的禁忌秘法，以元婴之身牵引天地阴阳调和之道，为誓约之人铸就无上气运加持。身负大气运者，必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呸！他才没想过，谁要对苏季这个没正形的家伙用那种秘法啊？绝对不会。与此同时，苏季对于荒陨堕龙诀的领悟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虽然不敢说媲美创作者，但所有内容都已了如指掌。即便是让他将来去搏一搏天宫金丹，也有几分把握。不过天宫金丹非绝世气运聚集一身者不可成，也不知道苏九帮助自己突破炼气时那种气运加持够不够用，应该是不够的。他可能还需要找点增加自身气运的机遇。算了，现在就去想金丹的事情有些好高骛远，还不如先解决眼下天道筑基的前置条件。灵气化液，自成循环。苏季开始运转完全领悟版本的荒陨堕龙诀，丹田内的灵气正在被疯狂的压缩凝练，一丝丝液化的迹象开始出现，一滴2滴，时间缓缓流逝。当窗外的天色由明转暗时，苏季猛地睁开了双眼，一道金光自他眸中一闪而逝。最后一刻，炼气8重破！呼！苏季长长吐出一口浊气，那浊气在空中化作一道白链，久久才消。他感受着体内那股前所未有的充盈力量，丹田之中一小部分灵气已化作一汪灵液，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他一睁眼，便对上苏九那双带着几分关切的眼眸。苏九见他神采奕奕，气息沉稳，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浅浅的弧度。可很快，他又想起自己之前那些丢人的举动，刚扬起的嘴角又瞬间垮了下去，小嘴微微翘起。师兄刚刚是顿悟了？苏季大方方地点头，是的。苏九眼波流转，状似好奇的旁敲侧击，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有人顿悟，师兄能不能跟我说一说顿悟是什么感觉？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比如说是不是像平时修炼一样，对外界的变化有感应呢？苏季心里乐开了花，这燕国的地图也太短了吧。虽然他在顿悟，但是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知道的一清二楚，包括苏九说的话，特别是喂他吃药的方式，差点就把他从顿悟状态中打了出来。不过这个时候说实话就是纯纯的找死啊。苏季脸上露出一副仔细回忆的模样，半真半假的开口，一开始还是有些迷迷糊糊的感觉。听到师妹说什么，苏九的脸颊腾的一下就红透了，像熟透的苹果，热气直往头顶冒。什么？他听见了，意思是他那些话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举动，苏季其实全部都知道。苏季仿佛没看到他的窘态，继续说道，但后来就有些不真切了。不过我还能感觉到自己体内残余的药劲，再结合我已经炼气8重的修为，想来那药液十分珍贵，劳烦师妹破费了。需要多少灵石？苏季会想办法偿还的。听到这里，苏九感觉脸上的温度降了不少。他的意思是迷迷糊糊，感知的并不真切。某种意义上来说，苏季的说辞确实没错。要是没有苏九为药液的话，他估计就能突破到炼气6层的样子。毕竟顿悟的主要目的是领悟，而不是突破境界。苏九心里稍稍安定，还是有些不放心的追问其他的呢？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可是顿悟。见到苏九竖起小耳朵仔细倾听的模样，苏季露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苦笑。师妹说笑了，顿悟的机会千载难逢，谁有心思顾及其他，恨不得将一个时辰掰成2个时辰来用。与苏九对话，目标符合审美，
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毕竟有师妹守着，我很安心，自然是心无旁骛，奖励苏九好感加3。选项2，师妹，你脸怎么红了？是屋内太热了，奖励被苏九丢到刚洗完身子的浴桶中好降温。选项3，筋斗轻了，不好意思啥呢？师妹，我缺一味药草，香草泥，奖励苏九含羞夺门而出，失踪2个半月。常驻选项这个不记，当前击杀数1。苏记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苏九心里最后那点疑虑也烟消云散。他轻哼一声，小脸上带着几分骄傲，哼哼，那颗丹药本来是我打算突破9品金丹食用的，临时的事情就算了，你和我之间没，不是，我意思是就算把师兄卖了也还不起，全当是偿还师兄的恩情了。苏记眉毛一扬，这么说我们之间算是两清了？没有。苏九几乎是脱口而出，看见苏记诧异的表情，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表现有些激动了，他连忙掩饰性地别过脸去，声音也弱了下去，我意思是我的命还没有那么廉价，一颗丹药就还清了。苏记这才注意到苏九不知何时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发梢间还挂着些许晶莹的水珠。苏记心念一动，师妹，你脸怎么红了？是屋内太热了。此话一出，苏九双清澈的狐媚眼眸瞪着苏记，颊边的红晕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愈发明显，连耳根都染上了一层薄粉。屋内哪里热了？分明是。苏九被齿轻咬着下唇，看着苏记那张一本正经的脸，他深吸一口气，决定问苏记一个问题，如果苏记回答合适的话，自己也不是不能给他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只是机会，毕竟他还没想好孩子叫什么名字。苏九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重新板起那张清丽绝伦的小脸，他一脸正经，清澈的狐媚眼眸认真地凝视着苏记。师兄，仙路漫漫，你觉得在修行的途中，抛开修为不谈，还有什么东西是最重的呢？是最让你无法割舍的呢？问完，苏九的小耳朵不自觉地又竖了起来，仔细地捕捉着空气中任何一丝轻微的响动。他会给出什么答案呢？会是自己吗？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事物？然而苏记的回答快到让他猝不及防。我抛不开啊！苏九愣住了，他准备用来应对各种答案的后续说辞，此刻全都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刚刚燃起的几分期待，像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瞬间熄灭得干干净净。他直勾勾地瞧着苏记，小嘴微微嘟起，也不说话。苏记看着苏九这副模样，也有些发懵。他说错什么了？修仙世界，修为就是命，就是一切，没了修为，谈什么都是虚的。可看着苏九那副你今天不给我个合理解释就死定了的表情，好似又悟了一点女生经典的感性与理性的博弈吗？有点意思。他清了清嗓子，决定还是解释一下。我的意思是，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没有修为，何谈其他？逻辑大师即开始他的表演。师妹，你想想，假如我说最重要的是道侣，可我若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谁会愿意当我的道侣？就算有，我拿什么保护他？眼睁睁看着他被人欺负，被人抢走。假如我说最重要的是情谊，那我若是修为低微，连自己都护不住，又拿什么去回报别人的情谊？别人帮我一次，我拿命都还不起，那不叫情谊，叫累赘。苏记摊了摊手，一脸的理所当然。所以啊，修为就是根基，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有资格去谈论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才有能力去守护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甚至只要我够强，就算强迫让师妹当我的道侣，师妹也没法反抗。苏九听完彻底哑火了，他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到任何一个词来反驳。是啊，玄黄山发生的一切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那些筑基修士在元婴大能面前连蝼蚁都不如，所谓的尊严、宝物、性命，不过是人家弹指一挥间的事情。如果不是苏记，自己恐怕也早已成了一具被夺舍的空壳。他原本以为苏记会说出一些花言巧语来哄自己，却没想到他给出的是一个无比现实又无比正确的答案。这个家伙，算了，至少他不会用那些虚假的承诺来骗人。苏九心里轻轻叹了口气，那点少女怀春的小心思，谁要成为你的道侣啊？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苏记还没反应过来，下一刻，一股无法抗拒的柔和力道便将他整个人从床上托起，他甚至来不及惊呼，身体便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扑通一声，准确无误地落入房间角落那个浴桶之中。冷水瞬间没过他的脖子，溅起大片水花。苏记整个人都懵了，虽然知道会有这种结果，但是你也不能没抬手吧？苏记从水里探出头，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发现苏九已经踩在浴桶的边缘，脸上挂着和善的微笑，正居高临下俯视着他。能说出这种胡话，师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先好好凉快凉快吧。苏记刚想从水里撑起来，苏九的小脚便踩在他的肩膀上，力道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反抗的巧劲，将苏记刚刚抬起的身体又按了回去。他又害怕苏记生气，小声补充一句，反正我们一路风尘仆仆，也确实该清洗清洗的，而且这药浴对师兄的身体也算有好处。他又轻声解释了一句，仿佛是在说服自己，虽然我刚刚洗过，但我是无垢体，身上并不会沾染凡尘的污垢。本以为苏记听到好处就会安分下来，没想到他非但不听，反而开始在水里扑腾起来，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苏九的裙摆。
师妹，你也不能因为上一次的事，你就记仇把我按水里啊？苏季不说还好，一提这事，苏九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段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力道猛然加重了几分。苏九将脚从他的肩膀挪开，在苏季错愕的反应中，直接踩在他的脸上，将他整个人压进水里。师兄，你是怎么好意思提那次的事情？不许说话了！咕噜噜，一连串气泡从水下冒出。天道好轮回，你看苏季的符，哦不，报应这不就来了？被压到水下的苏季奋力挣扎，咕噜咕噜，松开！含混不清的声音从水下传出，不松。苏九一字一句的回敬，他今天非要让苏季好好尝尝记性不可。他又不是他又不是那种不遵守血誓的狐，何必用那么强硬的手段？就在苏九以为苏季快要憋不住气的时候，有一句说得好，光脚不怕穿鞋的，那怕什么？最终这场苏九不肯让步的拉锯战以苏季失败告终，至少苏九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苏季尝试过许多种办法都没有让他退步，被老老实实压在水里吸收药液，直到苏九见药浴吸收的差不多，这才肯松开。代价是算了，不提代价，反正是他赢了。很快苏季就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师妹，你这药浴配方是实泡的，我感觉不错啊，回去我也弄一份。苏九仔细思考了一下，认真解答：3钱冬虫夏草，7叶种楼花，这是以前体修用来淬体的，不过现在体修已经彻底没落，但多泡泡总归是有好处的。苏季连连点头，还真是，泡得又舒服，闻起来也香。苏九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可又怕苏季到时候调制出来的药浴没有香味，以为是配比问题，瞎改配方泡出什么毛病。毕竟是要3毒，很多配方比例都是用人命试出来的。是我的，反正这药浴是无色无味的。看着苏季的目光从自己的脸上往下移，苏九彻底红温了，滚滚滚，不许带我房间里了！苏季见势不妙，直接跑路。看着苏季狼狈而逃的背影，苏九这才稍稍平复了翻涌的情绪。他走到床边坐下，抬起自己的小腿，擦拭着上面残留的水迹，晶莹的水珠顺着白皙的肌肤滑落。什么叫闻起来很香？苏季最后那句话又在他脑海里回荡起来。他带着几分莫名的想法，伸出自己的右手，将手背缓缓凑到鼻尖底下，轻轻嗅了嗅，好像是有一点淡淡的。好闻吗？感觉还……苏九的动作猛然僵住。等会谁在说话？他缓缓抬起头，正对上苏季那双带着笑意的眸子。苏季不知何时又折返回来，正斜靠在门框上。什么时候？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还好他刚刚没有脑子一抽，真去闻自己的。要是那个场面被苏季看见，他估计自己是真的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甚至还要被苏季威胁：师妹，你也不想刚刚的事情被同门知道吧？可眼下这个举动也很丢人啊。苏九赶紧把小手收了回去，脸颊瞬间烧了起来，从耳根红到了脖子，他的小胡牙微微外露，脸上写满恼羞成怒。不是让你快滚了吗？苏季摊了摊手，一脸无辜。我刚刚确实滚了，但我想到还有点事，所以又回来了。见到苏九豁然起身，一副要冲过来的架势，苏季赶紧说明来意：师妹啊，再报一下恩呗，师兄现在想要。这话一出，苏九准备将苏季丢出去的动作顿时停下，他那张滚烫的小脸温度似乎又升高了几分。他怎么能当着自己的面这么直白地提这种要求？现在吗？苏九的声音细若蚊蝇，眼神也开始躲闪起来。不行，我得考虑考虑，不能你一说我就。苏季的脸上写满了大大的疑惑，想要点药草教宗门任务都不行，这么小气？苏九那双清澈的狐媚眼眸里水汽氤氲，一半是羞，一半是恼。说那么有歧义的话，苏季绝对是故意的。谁小气了？不就是几株破药草吗？你自己去我后院摘啊！苏季看着苏九那张强装镇定，实则羞愤难当的小脸，故意露出一副为难的神情。那我肯定要先问问师妹愿意不愿意啊，不然不就成偷了？我愿意，快点摘了药草走人。苏季见好就收，嘿嘿一笑，好嘞，多谢师妹慷慨解囊，那我先去交任务了。说完，他转身就溜，生怕跑慢一步真被恼羞成怒的苏九给当场镇压。看着苏季消失在门口的背影，苏九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空，软软的跌坐在床边。他捂着自己滚烫的脸，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太丢糊了。苏季哼着小曲，心情愉悦地走向贡献堂。白嫖的感觉就是爽，不仅解决了任务，还顺便刷了一波好感度。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贡献堂内依旧是人来人往。没办法，修仙讲究的是财旅法地，对于他们这些无依无靠的外门弟子而言，为了几块下品灵石奔波劳碌已经是修仙的日常。晚上负责登记的执事弟子是个瘦高个，一脸精明相，正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打盹。苏季轻车熟路地走了过去，师兄，交任务。他将自己的身份令牌和怀里的药草一并递了过去。瘦高个执事眼皮都没抬，有气无力地了一声，随手拿起一株清心草。可当药草入手，那股远超普通年份的精纯灵气让他手上一顿。他猛地睁开眼，将药草凑到眼前仔细端详，脸上的慵懒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掩饰不住的贪婪。清心草还有这凝露花，品相很不错呀，师弟。
瘦高个执事的声音顿时引得周围几个弟子都好奇地看了过来。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失态，连忙压低声音，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苏季。师弟，你这药草是从哪弄来的？这品质可远超苏季接的任务要求了。苏季心里早有准备，一脸憨厚地挠了挠头。师兄，这个是我运气好，在一处隐蔽的山崖下发现的。瘦高个执事冷笑一声，显然不信。运气好？他将药草在柜台上一拍，身体前倾，压低声音，说实话，这东西你是从哪偷来的？苏季眉头一皱，这场面他是真没想到的。他说自己要药材交任务，直接默认苏九会给自己合适交任务的药草，他懂个屁什么品相不品相。看来苏九今天心不在焉有些严重啊。不过小场面，苏季的脸色也冷了下来。师兄，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这药草就是我亲手采的，你若不信，大可上报人事堂，让他们来查验。瘦高个执事被苏季噎了一下，脸色有些难看。他当然不敢上报。他盯着苏季，眼珠子转了转，忽然换上一副笑脸。师弟别生气，师兄我也是按规矩办事，多问一句而已。他话锋一转，不过嘛，你这任务完成的如此出色，远超预期，按照堂里的规矩是要给额外奖励的。你看这2株灵草品质上乘，给你10枚下品灵石，满不满意？图穷匕现了。苏季心中冷笑，他苏季不懂药草，但他懂人情世故。从胖执事到这个瘦执事，人事堂和贡献堂这帮家伙都是一个德行。苏季闻言，眼睛瞬间瞪圆，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狂喜。10枚下品灵石，他的声音都有些发颤。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让瘦高个执事嘴角的讥讽愈发浓郁。果然是个穷鬼。外门弟子每月俸禄也就10到20枚灵石，而且还不是白拿的，每个月有最低的贡献任务要求。这笔横财足以让普通的外门弟子乐疯了。没错，10枚。只是懒洋洋的从储物袋里摸出10枚灵石，丢在柜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师弟，快收好吧，多谢师兄，多谢师兄。苏季手忙脚乱的将灵石扒拉进怀里，连连道谢。只是挥了挥手，麻利的给苏季登记完任务，便不再看他一眼，重新靠回椅子上假寐。苏季千恩万谢的转身离开。就在他扭头的一瞬间，那张欣喜若狂的脸庞上，喜悦褪去，转为一抹压抑的愤恨。但这个脸色变化全部落入瘦高个执事的眼中。瘦高个执事顿时感觉有些不对劲，集中起注意力。果不其然，苏季回头后，用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清的音量，咬牙切齿的自语：当我傻子呢？这品相的药草就10枚下品灵石打发了，算了，我一个外门弟子无依无靠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好我留了个心眼，还有几10株没有上交，等下去房市看看，肯定不止这个价。瘦高个执事猛地睁开眼，金光毕露。外门弟子无依无靠，还有几10株，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不死谁死？还以为声音小了他就听不见。说实话，这外门弟子的心机算是不错了，可惜终究是个嫩雏，遇到了自己。瘦高个执事心中冷笑，他与人事堂那个靠关系的胖子不同，他可是实打实的炼气大圆满，只因冲击筑基失败，才被发配到这贡献堂养老。区区一个炼气8层，他吃定了。看着苏季远去的背影，执事站起身，对旁边一位相熟的弟子随意交代了一声，让他帮忙照看片刻。随后他便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而走在前面的苏季像是没头苍蝇一般，开始在宗门里乱转。他先是在外门弟子的居住区域绕了2圈，接着又一头扎进了杂役弟子那片破败的院落去，最后他甚至鬼鬼祟祟地摸到了内门弟子的区域，探头探脑地张望。一路上他时不时就猛地回头，一副做贼心虚，生怕被人跟踪的紧张模样。这一切都落在后方吊着的瘦高个执事眼中。执事愈发确定这小子身上绝对有好东西，看他这副小心谨慎的架势，恐怕是要去找地方藏匿宝贝。感谢天道的馈赠，他甚至已经想好杀了苏季之后该如何用这笔横财去换取能助自己再搏一次筑基的丹药。终于在绕了小半个宗门后，苏季似乎选定了一处偏僻的院落。他左右张望一番，确认四下无人后，一个助跑，身形矫健地翻过高高的院墙，执事没有丝毫犹豫，紧随其后，悄无声息地落在了院内。与此同时，雅致的屋内，苏九正拿着一支好笔，在一张雪白的纸上书写：东海之眼，西漠之泉，这些都好说，黑市里有门路，只是价格不菲。五行之金，金晶石，万年草木星，这个有点麻烦，要看运气。他正在规划着如何帮苏季筹齐天道筑基所需的材料，因为没有外人，身上的伪装全部卸下，那对毛茸茸的小耳朵忽然抖了抖。后院有脚步声，哦，是苏季。苏九停下笔，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家伙大晚上不睡觉，又翻他家墙头，是苏季能干出来的事。接下来是什么？是想来偷窥自己？那自己要不要先去洗个澡？呸！苏九脸颊一热，连忙甩开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最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思想总觉得有些不受自己控制。可紧接着他秀眉一蹙，等会怎么还有一个人的脚步声，而且很陌生？苏季又是从哪里招惹来的狐狸精，还敢带人来他的后院找刺激？苏九心头一股无名火蹭的就窜了起来。
他手中的毫笔啪的一声被摔在桌上，那张写了一半的计划书更是被他抓起来，呲啦一声撕成两半。另一边，瘦高个执事一落地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呼吸一滞，他顾不上去看苏季，双眼放光地盯着院子里种植的各种药草。月光之下，那些灵草散发着莹莹宝光，浓郁的灵气几乎化为实质。是有什么障眼法吗？为何在墙外一点都感觉不到？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了。这些灵草要是全都卖了，怕不是得有上千枚下品灵石。发了，这次是真的发了。他强压下心中的狂喜，转头看向站在不远处的苏季，脸上浮现出狰狞的笑容。小子，你心机倒是不浅，可惜今天这些连同你的命都是我的了。他一步步逼近，炼气大圆满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压向苏季。在他看来，苏季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他宰割。苏季站在原地，脸上恰到好处地露出惊慌失措的神情。我被跟踪了，师兄，你想干什么？这些不是我的，确实不是你的，现在是我的了。执事狞笑着，抬手便是一道凌厉的灵光，准备直取苏季的要害。然而就在此时，吱呀，后方木屋的门被猛地推开，执事手上的动作一僵，下意识地回头看去，只见月光下，一名身着素裙的绝色少女俏生生地站在门口。是苏九。执事的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他在纯野认的这位进展极快，只用了1年时间就从杂役成为内门弟子的风云人物，自己竟然跟着一个外门弟子翻进了苏九的院子，还要在这里杀人夺宝。一股寒意从脚底板至冲天灵盖，他脸上的贪婪和狰狞瞬间褪去，只剩下煞白。苏九的目光也落在执事身上，他先是一愣，不是什么狐狸精，是个男人，而且看服饰还是贡献堂的执事，这是什么情况？高寿执事不像苏季那样没大没小，以实力为尊。苏九师姐，误会，你听我解释。这事说来话长。然而苏季已经跑到苏九的身边，一只手顺毛撸着狐狸头，长话短说，他黑我灵石啊，老婆帮我弄死他。苏九被顺毛顺得有些开心，小脑袋一拱一拱。高寿执事目字尽裂，你们？苏季怪笑一声，没想到吧，苏九师妹已经被我的灵根征服了。苏九，说实话，他现在有点想先弄死苏季，这人真的好贱啊，一副狗仗狐势的表情。炼气大圆满而已，苏季又不是打不过，就故意要用这种方式气人。等会为什么自己会这么配合他？报安，灵根征服。高寿执事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道惊雷，将所有零散的线索全部串联起来。苏九不合常理的庇护，近期宗门内频发的淫贼事件，一切都说得通了。他找到了真相。高寿执事猛地抬起头，那张煞白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恍然大悟后的惊恐。他伸出颤抖的手指，指着苏季：“是你，宗门里追查那么久的淫贼，原来就是你小子。”这话一出，苏季脸上的贱笑瞬间凝固。特么不是我，这锅他可不背。苏季觉得十有八九是王三那个老六干的好事，凭什么算在他头上？你以为我会信吗？高寿执事状若癫狂的大笑起来。苏季、苏九，你们两个狼狈为奸，欺瞒宗门，还敢在此行凶，等着吧，我这就去禀报刘长老，你们一个都跑不掉。话音未落，他猛地转身，浑身灵力爆发，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直冲院墙，准备翻墙逃命。据他所知，苏九的修为是筑基5层，这种距离下，他一心想跑，苏九很难短时间内将他拦下。只要他闹出一点动静，引起其他内门弟子的注意，这条小命就算保住，而且还有大大的功劳。苏九叹了口气，这人知道的太多，只能死在这里。怪就怪他太贪，也太蠢。贡献堂执事的位置随便操作就能吃得满嘴流油，可坑谁不好，非要坑苏季，整个宗门都很难找出第二个像苏季这样小心眼的人了。你敢动他灵石，他高低的动一动你的脑袋。高寿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灵力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他硬停在原地片刻。随后苏九素手轻抬，并指如剑，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抹快到极致的寒芒。扑哧一声轻响，执事的眉心处多了一个细小的血洞，他脸上的不甘尽数凝固，眼中的神采迅速暗淡下去，身体软软的从围墙上倒下，摔入后院中，再无半点声息。从出手到结束不过一息之间，杀生为护根，斩孽非斩人。苏九缓缓收回手，看都没看地上的尸体一眼，只是将那双眸子转向苏季。只见苏季一脸的赞叹：“师妹好手段，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看来以后咱们要是再合作杀人夺宝，就分工明确了。我负责把人引过来，师妹你负责给予致命一击，然后收获我欺你3。”苏九他真的有点想把苏季的嘴给封上，这家伙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这才成为外门弟子多久？先杀一个人事堂的执事，再杀一个贡献堂的执事，下一次准备杀哪个堂的执事？而且炼气就杀执事，筑基不得杀长老。等突破了金丹，要不直接把门主给砍了，自己去上位。师兄，你最近安分一点吧，同门相残这类的事件很麻烦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无奈。好嘞，苏季答应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他走到尸体旁，毫不客气地开始摸尸，手法娴熟的让苏九眼角直跳。片刻之后，苏季一脸嫌弃地站起身，穷鬼，身上就一个破袋子，
里面加起来不到100枚下品灵石。哦，我上交的药草还给带出来了，那倒是不亏了。苏九揉了揉自己的脑袋，打断苏季清点战利品的行为。师兄，先别急着点战利品，最好想一想解释的说辞。上一次可以说是栽赃陷害，这一次又是一个贡献堂的执事，刚刚处理完你的任务就死了，一次两次都牵扯到你，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恐怕没那么好糊弄。苏季动作一顿，不以为意的摆了摆手，这有何难？这不正好吗？我直接说我偷了你后院的药草，拿去上交任务，然后这执事发现药草品质不对，于是逼问我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我就说是偷的。他见财起意，便威逼利诱我，让我们俩商量一起半夜再来你这里偷药草。苏九听得一愣一愣的，这边的好像还有几分道理，结果我们运气不好。苏九转身走回自己的屋里，片刻后又出来，手中多出2个沉甸甸的袋子，他随手将袋子抛给苏季，这里是300枚下品灵石，师兄先用着吧，省得你天天琢磨着怎么杀人越货。苏季接过袋子，掂了掂分量，这怎么好意思？他嘴上说着不好意思，手上却已经麻利的将灵石袋揣进了怀里，生怕苏九反悔。苏九懒得理他这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德行。我最近有点事要处理，可能会离开宗门一段时间。他交代了一句，师兄自己安分点，别我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把哪个长老或者被哪个长老给弄死了。苏季一听，眼前一亮，要离开宗门，看来是准备去黑市处理那些战利品，顺便帮自己收集天道筑基的材料了。啧啧，有这么个富婆师妹，修仙之路果然畅通不少。他清了清嗓子，凑上前去，一脸真诚，师妹放心，我苏季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我一定安分守己，绝不给师妹添麻烦。苏九信他的鬼，他连头都懒得回，只是淡淡的了一声，尸体留在这里，明天我上报给宗门，时候不早了，师兄回去休息吧。话语中送客感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苏季见状也不再自讨没趣，揣着300多枚灵石，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心情极佳地翻墙离去。苏九不能走正门是吗？看着苏季消失在墙头的背影，苏九这才慢悠悠地走回屋里。他瞥了一眼桌上那张被自己撕成2半的计划书，烛火下纸张的裂口显得格外刺眼。苏九伸出手，尝试着将2半纸张拼凑在一起，只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后续书写起来也很麻烦，终究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将它们揉成一团。一时冲动，当时胡表示非常后悔。最终苏九还是重新铺开一张崭新的纸，磨好了墨。嗨，报恩2个字，害胡不浅。话说两头，次日清晨，一则消息如同插上翅膀，迅速飞遍相思门外门的角落。贡献堂的瘦高个执事死了，据说死状极惨，眉心一个血洞，当场毙命。这消息一出，整个外门都炸开了锅。听说了吗？贡献堂的马执事也死了，又死了一个。先是人事堂，现在是贡献堂，下一个是谁？怎么死的？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四起，外门弟子们凑在一起，交头接耳，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震惊。至于事件的中心人物苏季，呸，人又不是他杀的，关他屁事。他此刻已经悠哉地走在前往方士的山路上。相思门的房室设在杂役弟子与外门弟子的休息区中间，是一片由青石板铺就的开阔地。这里龙蛇混杂，不仅有相思门的弟子，还有来自周边小家族的散修，甚至一些胆大的凡人商贩也会来此碰碰运气，只不过都需要给相思门上交一定的收益就是了。苏季如今也是身价300多枚下品灵石的阔少，底气十足。他慢悠悠地在各个摊位间闲逛，希望能再捡个漏。可惜逛了一大圈，看到的都是些不入流的玩意儿，品相低劣的符箓，年份不足的药草，还有几件锈迹斑斑、灵气晦暗的所谓上古法器。苏季感觉不像上古的，倒像是上周的。也对，修士又不是傻子，哪有天天等着他来捡便宜的好事？眼看毫无收获，苏季百无聊赖，正准备打道回府。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闯入他的视线，是那个卖给他顺光石的摊主。只见他背上扛着一个比他整个人还要大上几分的麻布包裹，他贼头贼脑的四下张望一番，然后走到一处无人问津的偏僻角落，将背上的包裹吃力的卸下。他解开绳结，将那张结实的麻布摊开在地上，全当是摊位。紧接着堆成小山一样的杂物倒塌下来，哗啦啦，苏季的脚步顿住了，他的心跳漏了一拍。顺光石，而且还是一大块。苏季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在摊位前蹲下。苏季随手从那堆杂物里扒拉出一柄锈迹斑斑的短柄，匕首上坑坑洼洼，暗红色的锈迹几乎覆盖了整个笔身，只有几处边角还透着点寒铁的本色。他掂了掂，然后看向摊主，这个怎么说？摊主一见有生意上门，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顿时亮起了光。他一拍大腿，凑了过来，压低声音，神神秘秘：“道友，你可真是好眼光，这柄匕首可不是凡品，这可是我从一处上古修士的洞府里好不容易才带出来的，你感受感受，这上面残留的煞气，当年必定是饮过大妖的血。”摊主唾沫横飞，说的是天花乱坠，仿佛这柄破烂匕首下一秒就能化龙腾飞。苏季面无表情地听着，心里早就开始骂娘了，还饮过大妖的血，能不能捅别人腰子都难说。行了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苏季不耐烦地打断他，
就说多少零食。摊主被噎了一下，干咳2声，伸出2根手指，看道友也是个爽快人，我也不多要，20枚下品零食，拿走。苏季连价都懒得还，他把匕首往地上一丢，哐当一声脆响。苏季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扭头就走，动作行云流水，没有半点拖沓。摊主直接愣在原地，这就走了，不还个价吗？哪怕你说2枚零食，咱们也能聊聊啊。他看着苏季的背影，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嘟囔起来，这年头真东西不好卖啊，大伙也不傻，但凡有点价值的，谁不是紧巴巴地上交给宗门换贡献点，哪会流落到这房市来？他正念叨着，准备把那柄匕首重新捡回摊位里，可当他的视线再次落到苏季的背影上时，忽然觉得有几分眼熟，这走路的姿态，这身形。摊主猛地想起了什么，眼睛一亮，连忙开口，道友请。咋了？苏季头也不回，直接打断了他的施法。这冷不丁的一声，让摊主准备好的说辞又卡在了喉咙里。他挠了挠头，试探着问，道友，上次你是不是在我这买过一块顺光石，还让我帮忙拿去造成一把枪？我好像有点印象。苏季终于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是我，怎么了？摊主脸上露出几分喜色，那你还要不？苏季的脸上浮现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我还要那玩意儿干吗？那破枪我拿去和人交战，结果被人一只手就给折断了，害得我差点回不来。摊主也是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我和你说了，那玩意不能拿来做武器对敌的，这事可不能赖我啊！你要不要看看别的东西？大家也算是熟人了，看上什么我给你打个折。苏季又准备离开，你这一堆破烂也没好东西啊。听到苏季这么一说，摊主马上不乐意了，有的，道友，有的，主要是一般人出不起价格，我也懒得摆摊上。摊主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摸索起来。片刻后，他掏出一个巴掌大的陈旧木盒，将木盒捧在手心，神秘兮兮地凑到苏季面前，缓缓打开。一团雪白的丝线静静地躺在盒子里，丝线细若游丝，却在阳光下折射出淡淡的宝光，一股若有若无的精纯灵气从中散发出来。苏季顿时瞪大双眼。苏季眯了眯眼，这是。摊主脸上挂着几分自得，想必道友已经看出来此物为何了吧？苏季，他看出来个屁！这话说的对苏季而言就好像小朋友，你肯定已经口算出这道高数题的答案了吧？但即便如此，苏季也能感觉出来这团丝线散发出的灵气波动，精纯而内敛，远非寻常凡物可比。看出来了。苏季一脸的原来如此，不就是一团做工精细点的蚕丝吗？看着是挺白的，拿回去给我师妹缝补下裙摆倒是不错。摊主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缝补裙摆？你拿百炼天蚕丝去缝补裙摆，暴殄天物！道友，你再仔细看看。摊主急了，小心翼翼地捏起一根丝线，递到苏季面前。此物名为百炼天蚕丝，乃是取自千年天山雪蚕所吐之丝，再以地火淬炼100日而成。你看它坚韧无比，水火不侵。若是用以炼制软甲，可抵金丹修士全力一击；若是将其编入法器之中，更能大幅提升法器的韧性与传导灵力的效率。摊主说的口干舌燥，就差没把这丝线的祖宗18代都给夸一遍。苏季听完，只是伸出手指，轻轻捻了捻那根丝线，入手冰凉滑腻，质感确实非同凡响。好东西哦。苏季的回应平淡如水，听起来是不错。他松开手，那根丝线轻飘飘地落回木盒中，没什么用，走了。苏季拔腿就跑，再次上演他精湛的扭头绝技。道友别急啊！摊主这回是真急了，一个箭步就拦在苏季身前。主要是他最近真的缺零食，东西也是真的难卖。道友，价钱好商量。摊主一咬牙，伸出5根手指，5000枚下品零食，这捆百炼天蚕丝就是你的了。苏季闻言，用一种看傻子的表情看着摊主，5000？你怎么不去抢？我特么一个外门弟子，哪来的5000零食？他绕过摊主，继续往前走。道友此言差也。摊主跟在苏季屁股后面，喋喋不休，干脆连摊位都丢下了。此物之珍贵，非寻常人所能识，也就是看在道友你有缘，我才忍痛割爱。苏季猛地停下脚步，转过身，这样，我出5枚下品零食，你卖不卖？5枚。摊主一口气没上来，险些当场昏厥。你是来砍价的，还是来吵架的？苏季一脸的理所当然，我看他也就值这个价了，不能再多了。摊主气的胡子都翘起来了，他小跑回摊位，摸起之前苏季拿过的匕首。他随后又连忙追上苏季，二话不说，抄起那把生锈的匕首，对着木盒里的天蚕丝就狠狠扎了下去。当一声金铁交鸣的脆响，匕首的尖端应声而断，而那团雪白的天蚕丝连一根都没有被划破，依旧静静地躺在盒子里，毫发无损。周围几个路过的弟子都被这声响吸引，好奇地投来目光。摊主举着断掉的匕首，脸上满是肉痛，但更多的是一种证明自己的得意。道友，现在你信了？苏季的眼底闪过一抹金光，他就说相思门的房市里好东西不少吧，不过他脸上的表情却愈发嫌弃。信了，你这匕首果然是上周刚从土里刨出来的破铜烂铁。摊主，他感觉自己跟这小子说话，迟早要被气得折寿10年。我说的是这丝线，看到了。苏季点点头，终于不再抬杠，反而露出一副苦恼的神情，叹了口气。这玩意儿既然质量这么好，
我买回去也处理不了。这番突如其来的真情流露，直接把摊主给整不会了。他准备好的一大堆说辞，全都卡在喉咙里。他仔细打量着苏纪，怎么看都不像是在说谎。摊主的心里开始天人交战。这百炼天蚕丝是好东西，不假。可也正因为它太好了，根本没人识货，也没有人能拿得出合适的价格。他摆了有小半年了，问价的不少，真正想买的一个没有，所以这才收了起来，干脆懒得卖，省得别人惦记。可，他清了清嗓子，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友，咱们再商量商量。这东西在我手里已经有小半年了，现在你诚心想买，我诚心想卖，这样3500枚下品灵石，不能再少了，这已经是我的底价了。苏纪有些犹豫，等我回去找个朋友问问。你待在这里，不要走动。摊主待在原地，看着苏纪就这么头也不回地汇入人流，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这话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劲呢？摊主也不是傻子，在房市里混迹多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他瞬间就品出味儿来了。这小子是想用拖自觉，耗自己的耐心，等自己扛不住了，再回来狠狠杀价。可恶，又是个穷鬼！摊主气得直跺脚。苏纪离开房市后，没有回自己的破木屋，而是轻车熟路地绕到了内门弟子居住的区域。寻到苏九那座雅致的院落，他左右观望片刻，确认无人注意后，身形灵巧地翻上墙头，悄无声息地落入后院。刚一落地，还没站稳，吱呀，后院通往房间的木门被拉开。苏九俏生生地站在门口，那对毛茸茸的狐儿微微抖动，脸上写满了无奈。师兄，好好的正门不走，你为什么要走后门啊？苏纪拍了拍手上的灰，理直气壮。正门有正门的好，后门有后门的妙，不能厚此薄彼。苏九，他那双清澈的眼眸里写满大大的疑惑。看着苏九一脸茫然的模样，苏纪顿时明白，这种话对他而言还是太超纲了，毕竟还没有超纲。他清了清嗓子，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这不是最近风头太大吗？得避避嫌。我要是从正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万一被人看见了，传出去，到时候就解释不清了。苏九被他这番说辞气笑了。那你从后院翻墙过来，被人看见就解释得清。苏纪闻言凑上前去，嘿嘿一笑，所以翻墙前我四周都看清楚了，保证没人看见。歪理！他清脆一口，转身走回屋里，不再理会这个满嘴胡话的家伙。但苏九并没有关门。苏纪见状，立刻厚着脸皮跟了进去。苏九回到屋中，走到书桌前，不着痕迹地将那张写满字迹的计划书翻了个面，无字的一面朝上。他随手拿起一方砚台压住，这才在床沿坐下，瞧着跟进来的苏纪，说吧，来找我什么事？苏纪嘿嘿一笑，一屁股坐在苏九对面的椅子上，自顾自地倒了杯水。没事就不能来找师妹了？苏九眼皮都未抬一下，可以，但是你不会。苏纪仔细想想，他好像还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那苏纪也懒得装了。师妹听过百炼天蚕丝吗？苏九终于抬起头，眼眸里闪过一抹亚色。你在哪看见的？就苏纪那点可怜的见识，能从他口里听到一个新词汇，十有八九就是他不久前才见过。房市里看到的那家伙开价5000块下品灵石，我开口就还到5块，差点没把他气死。苏纪一脸的得意，他说自己半年没卖出去了，我估摸着那玩意儿最多也就值个几百块下品灵石，等我晾他几天，他肯定的哭着求我买。苏九静静的听着，脸上的表情愈发古怪。等苏纪说完，他才悠悠的开口：百炼天蚕丝取自极北苦寒之地的天山雪蚕，这种雪蚕一生只吐一次丝，且吐完后便会死去，其丝坚韧异常，需以地沸毒火淬炼百日，去其杂质，方能成型。若是用它织成软甲，便是金丹修士的本命法宝，也未必能轻易破开。苏九顿了顿，瞧着苏纪那张逐渐僵硬的脸。500年前，曾有一件百炼天蚕甲现世，引得3位金丹大圆满的修士大打出手，最后被一位以3万枚上品灵石的价格拍走。苏纪脸上的疑惑恰到好处，上品灵石10枚下品换1枚中品，10枚中品换1枚上品。师兄，你觉得这东西值多少块下品灵石呢？苏纪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好像错过了1个亿。不，还没有。他猛地站起身，卧槽，那师妹借我点灵石，我得赶紧去捡漏。苏九白了他一眼，急什么？那种宝贝他摆了半年都未必有人识货，不然也轮不到你。苏纪一想也是，但他还是不放心，那也不能大意啊，万一就又冒出来一个我这么有眼光的呢？苏九被他这副厚颜无耻的模样给气笑了。师兄，你管那叫有眼光？你把千年人参当萝卜砍价。苏纪老脸一红，开始嘴硬，砍价就是这样的，先抑后扬。苏九懒得跟他争辩。苏纪感觉有些想不通，那摊主为何会把这种宝贝摆在外面卖，还只开价5000下品灵石？苏九秀眉微蹙，沉思片刻，肯定是有问题的。他稍作思忖，便明白其中的关窍，应该是分量的问题。苏纪回复半个拳头那么大的一小捆。苏九连连摇头，那就正常了，太少了。他开始耐心地解释起来，百炼天蚕丝的炼制极为困难，产量稀少。你说的那个分量，想做成一件完整的内甲是远远不够的，即便是作为辅助材料，融入其他法器，也有些捉襟见肘。所以这东西就卡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对普通弟子而言，价格太高，买不起；对那些真正有实力的内门长老而言，分量又不够，看不上。
他们没必要为了一碟醋去包饺子吃，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苏季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还以为是自己演技高超，把那摊主给唬住了。那师妹觉得这东西大概值多少零食？苏九伸出4根纤长的手指，若是碰到急需的买家，5000枚下品零食也使得。不过我觉得4000枚下品零食就能拿下，算是捡个小漏。这样吗？那最后摊主出价到3500，他要不要去买下来，找机会转手4000卖了？师兄，苏九忽然开口，打断了苏季的思绪。劳烦师兄跑一趟，帮我把那东西买回来吧。那百炼天蚕丝对我而言，刚好有一些特殊的用处。苏季一听，精神头立马就来了，正是来了。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摊在苏九面前，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行，师妹，给我3600枚下品零食，加上我身上这300多，我去跟他好好谈谈，应该能拿下。苏九白了他一眼，我现在身上就剩300枚下品零食了。苏季这么够意思，合着一共600枚下品零食的家底，直接分给了他一半。他刚刚竟然还想着再摊100枚，感觉有点不是人了。他真该死，下次遇到这种事情，摊50枚意思一下就好了。随后苏九走到柜子边上，从他的小木盒里拿出一株已经枯萎到不成样子的小草。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零食，你拿这个去问问他，换不换吧？苏季有些好奇的接过，这是啥？蓝冰草的一退，当时被我顺手捡了回来，可惜10万年大限已至，真灵泯灭，不然其价值甚至能让整个相思门惹来灭顶之灾。现在只能说运气好，能以物换物。行，那我去试试。很快苏季便再次来到方室，远远的苏季就看见那个摊位前围了几个人，他3步并作2步冲了过去，挤进人群。只见那摊主正唾沫横飞地向几个外门弟子吹嘘着他摊位上的一柄飞剑，而那个装着天蚕丝的木盒已经被他收了起来。苏季清了清嗓子，大摇大摆地走上前，老板，我回来了。摊主闻声回头，一看到苏季，脸上的热情瞬间褪去，换上一副爱答不理的模样。哦，他连眼皮都懒得抬，继续向那几个内门弟子推销。几位，再看看这柄清风剑，可是我祖传的上古宝贝，你们看看这上面的锋芒，沾染过大妖的血。苏季一脸好奇，上一把你说沾染大妖血的匕首一碰就碎了，现在又来。听见苏季这么一说，那几个内门弟子摇了摇头，起身走人。摊主更是气炸了，打人不打脸，接人不揭短，你不买也别影响我做生意啊。苏季也不恼，只是笑嘻嘻的开口，老板，你那团破蚕丝，我朋友说还行，倒找我500枚下品零食，卖不卖？摊主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你有病啊？还是我有病啊？我卖你宝贝，还倒找你500零食，一边去。苏季摇了摇头，一脸惋惜，可惜了，本来还想和你谈谈的，我和你没什么好谈。苏季敲了一个响指，一条迷你的黑色火龙在他指尖盘旋3圈后消散无形，如何？现在可以谈。摊主撇了撇嘴，不就是灵气化形的手段，筑基后期的样子就能使用出来了，还下不到？等会你炼气8层？苏季歪嘴一笑，终于发现了吗？其实从一开始你连我的修为都看不透。摊主闻言有一种如蟒蛇缠绕的窒息，接着他有些不信邪地放开自己的神识去探查，无论他何如努力试图看清苏季的修为，最后的反馈无一例外都是炼气8层，他竟然真的看不透。摊主自认为自己也算是在修仙界混迹多年的老油条，他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金丹大修，只可惜年轻气盛，自认为天赋不凡，成长的路上得罪的人太多，最终被仇家围剿。虽然强撑着一口气逃了出来，可金丹破碎，一身修为也十不存一，但他眼光和部分手段还是在的，所以总能时不时地搞到一些好东西，流连于各大宗门的房事间，是势能不能寻到最后一丝恢复的契机。这种背景下，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有些筑基修士为了炫耀，也能勉强捏出个飞禽走兽的模样，可那终究是形似而神不似，灵气驳杂，徒有其表。但刚刚摊主看得分明，那火龙虽小，却鳞甲俱全，龙须飘摇，尤其是那双眼眸蕴含着一丝真正的灵性，看向他时甚至带着一丝骨子里的轻蔑。最关键的是，灵气凝而不散，没有半分多余的泄露，这说对术法的造诣已经到达一种匪夷所思的境界，绝不是炼气期能掌握的手段，甚至大部分筑基修士都做不到，往往需要长年累月的沉浸与打磨，才能将法诀运用到如此出神入化。一个自称外门弟子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唯一的解释，对方的境界至少是金丹，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如此术法造诣的同时，在自己面前伪装出炼气8层的修为，并且毫无破绽，就好似他真的是炼气8层一般。所以他有些迷惑了，一位金丹大能伪装成外门弟子，跑到他这个小小的摊位前，跟他为了几千块下品零食磨叽半天，图什么？好玩吗？不，摊主的心脏骤然紧缩，他的身份难道暴露了？是冲着自己来的，还是在试探自己？一瞬间，摊主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不行，这相思门不能再待了，他必须马上走。你认错人了。摊主的声音干涩沙哑，他低下头，手忙脚乱地开始收拾摊位上的东西，看都不敢再看苏季一眼。苏季见到摊主的反应，有些愣住了，这什么情况？自己不过是小秀了一手，怎么就把他吓成这样？这和预想的不一样。按照苏季的计划，
他准备将自己吹嘘为被相思门隐藏在暗中的天才，未来预定的少门主，为的就是将来某个时间点一鸣惊人。劝一劝摊主投资自己一下，东西便宜卖一点，到时候他当了门主，直接免他在相思门的交易费。老板，别急着收摊啊，生意不做了。钱不，道友，小老儿，我今天身体不适，要提前收摊了，您请自便。摊主头也不抬，手上的动作更快了。他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苏季先是疑惑了瞬间，随后脑子里的一些零碎信息拼凑成出一条合理的猜测，事情好像出乎意料的正在朝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苏季想通之后也不催，就那么好整以暇的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摊主收拾。摊主被他看得心里发毛，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一头史前凶兽盯上的猎物，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老板，你那团丝线到底还卖不卖了？苏季悠悠地开口。不卖，不卖。摊主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连忙从怀里掏出那个木盒，双手奉上。道友若是喜欢，拿去便是，就当是小老儿与道友结个善缘。他现在只想破财消灾。苏季眨了眨眼，白送，还有这种好事？那怎么好意思？苏季嘴上客气着，手却很诚实地接过木盒。他想了想，不能真白拿别人的东西，主要是这种事情，万一别人缓过劲来。于是他从怀里掏出那株已经枯萎的蓝冰草一退。我这人不喜欢占便宜，这个东西你看看吧。当那株枯萎的蓝冰草出现在摊主眼前的瞬间，摊主瞳孔猛地一缩，果然他什么都知道，竟然连这种东西都拿出来了。摊主的呼吸变得粗重，心中有两头猛兽在疯狂撕咬，一头是恐惧，眼前这个年轻人太诡异了，手段莫测，身份成谜，甚至连自己最大的秘密都一清二楚；另一头是无法抑制的渴望。蓝冰草的一退，对别人而言，这或许只是一株失去了灵性的废品，可对他而言，这是再造金丹的唯一希望。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苟延残喘了数十年，不就是为了等一个机会吗？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若是错过，他定会抱憾终身。摊主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做出了决断。他抬起头，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再无半分之前的惊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他展开静音结界，道友，这东西对我有大用，开个价吧。苏季，啥玩意儿？按照苏九的意思，这两件物品差不多是等价的，拿去交换不亏的。可摊主的意思是打算出零食买，还有这种好事？苏季的脑子飞速运转，既然对方主动求购，那他可就不客气了。苏季想了想，这摊主卖那天蚕丝，张口就是5000下品零食。他缓缓伸出手掌，平推出去，五指张开，5000。摊主听到这个数字，脸上的肌肉狠狠抽搐了一下，表情变得极其复杂，有肉痛，有挣扎，但更多的却是一种果然如此的释然。他艰难地开口，声音都有些变调：5000枚上品零食。苏季眉毛一挑，哥们，上品5000枚上品零食，换算下来是整整50万枚下品零食，你认真的？苏季感觉自己的心脏都漏跳了一拍，他差点就要脱口而出一句卧槽，但强大的心理素质让他硬生生绷住了。人设不能崩。他脸上非但没有露出喜色，反而流露出些许不耐烦。怎么有问题？摊主长叹了一口气，脸上浮现出一抹苦涩的笑容。这个价格分毫不差，正好卡在他能承受的极限上。这个价格对我而言倒也公道，想必道友已经看出来了。苏季，对，没错，我又看出来了。摊主开始自顾自地解释起来，与其说是解释给苏季听，不如说是在说服自己。我是变异的冰灵根，这已经枯萎的10万年蓝冰草一退，对于常人而言不过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药材，但我不一样，我金丹破碎，而它正好草木之灵已经消散，我们二者天残地缺，天造地设，我可以将它代替我的金丹，以冰灵气滋养，模拟蓝冰草汲取天地灵气的这个过程，而它反哺出来的能量也不能再壮大自身，反而成为我的储备。摊主越说，眼睛越亮，仿佛已经看到自己重回巅峰的未来。虽然失去进阶原因的可能，但大夏早就没有原因了，便是唯一的副作用也不存在。5000枚上品零食绝对不贵。他抬起头，郑重地看着苏季，道友，这笔交易我做了，只是小老儿我身家有限，道友接不接受以物换物？苏季听完这番话，总算彻底明白了，原来如此。他看着摊主那副生怕自己反悔的紧张模样，心中乐开了花，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还正好砸他嘴里了。他清了清嗓子，装作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也罢，你说说看。摊主深吸一口气，像是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他郑重地弯下腰，从摊位最底下摸索了半天，最终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用粗布包裹的长条状物体，布料陈旧，甚至有些地方已经磨得透光，但依旧被主人包裹得一丝不苟。在苏季好奇的注视下，摊主一层层地将粗布解开，一柄连鞘长剑静静地躺在他的掌心。剑鞘是某种不知名的暗色木料，上面布满了岁月的划痕，剑柄上缠绕的皮革也已开裂，整柄剑都透着一股朴实无华的陈旧感。道友，这是与我一同肆意驰骋100年的佩剑，曾饮过大妖的血。苏季哥，大妖到底惹谁了？又喝上了。这熟悉的台词，看见苏季脸上那古怪的神情，
摊主的老脸瞬间绷不住了，他急忙解释：“道友，这柄剑是真引过大妖的血，与之前那柄凡铁不可同日而语。”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他锵的一声将长剑拔出半截，一道清冷的寒芒在房室一闪而过，剑身上有流光转动，一股冰冷而锋锐的气息扑面而来，让苏季感到皮肤微微刺痛。确实是把好剑。摊主见苏季的神情终于认真了些，这才松了口气，继续说道：“按照当初的造价，此剑至少也值7000枚上品灵石，而且这只是造价。”他脸上浮现出一抹肉痛之色，但还是咬了咬牙，郑重地将剑推向苏季。如今我愿将它抵押4626枚上品灵石。说完，他将手伸入怀中，摸出一枚挂在脖子上的戒指，手指在戒指上一划，2袋大小不一的灵石赫然出现在他手中。这里是370枚上品灵石，还有465枚半下品灵石。道友，点点吧。苏季看着他递过来的剑，又看了看那2袋灵石，他打开那个装着下品灵石的袋子，随意拨动了一下，刚好看见那半块灵石，好像是他掰的。就这个数字，苏季不用点也知道，这老头10有8九是真把自己掏干净了。苏季心中乐开了花，脸上却依旧保持着那副高深莫测、不为所动的模样。他没有去接那柄剑和灵石，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终于在摊主感觉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苏季才慢悠悠地伸出手，将那株枯萎的蓝冰草一推推了过去。也罢，看在你颇有诚意的份上，这桩买卖我做了。苏季顿了顿，将那2袋灵石收入怀中。摊主朝苏季鞠躬，多谢成全，大恩大德，在下没齿难忘。摊主小心翼翼地收起蓝冰草一退，像是捧着绝世珍宝，只是他还没来记得高兴。但是摊主的心猛地一沉，脸上的喜色瞬间凝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别的条件？道友，这……苏季摆了摆手，神情淡然。但是我也不是剑修，拿了你这武器，也只有拿去卖灵石一条路可走。君子不夺人所爱。这样吧，将来的某一天，你凑够5000枚上品灵石，可以将它从我手中赎回去。摊主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愣愣地看着苏季。君子不夺人所爱，在这人命如草芥，为了10几枚灵石都能拔刀相向的修仙界，他竟然听到了这样的话，一股热流就差点冲上眼眶。摊主活了数百年，经历过无数风雨，此刻却感觉有些难以控制。这世上竟然真的还有这样的大善人，这究竟是何等的高人风骨，才能说出这种话？此为大爱。摊主扑通一声，竟直挺挺地跪了下去。道友大义，老朽无以为报。摊主从怀中摸索半天，取出一枚通体透明、宛如水晶雕琢而成的小巧酒杯。道友，这是我的信物。他双手将酒杯奉上。平日里我感觉不到它的气息，若是将其摔碎，3日之内我必出现。有了金丹的修为，5年之内我必凑够5000枚上品灵石，双手奉上。道友只需要5年之后将其摔碎便可。苏季接过酒杯，入手冰凉。可随后苏季像是又想起了什么，我若是不要灵石的话，提前摔碎让你帮我杀人行不行？摊主毫不犹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苏季继续开口，若是我让你去杀相思门门主呢？摊主犹豫了几秒，最后压低了声音，那你以道心起誓吧。接着摊主毫不犹豫以道心起誓。苏季这才放下心来，等会我还有件事，你有没有路子？这百炼天蚕丝的分量太少，想要制作内甲显然不可能。摊主苦笑，那不然呢？要是分量足够，就不是这个价了。我以前的老相好倒是心灵手巧，懂得一些炼器手段。苏季递给他一张折好的纸条，我的炼器要求全写上面了，你就不用看了，帮我转交给炼器师就好。制作好之后让他用盒子装好，我要送人的。摊主了然，这人果然是有备而来。不到半个时辰，苏九又感觉到苏季的气息，他先是将一柄剑丢入后院，随后2个灵石袋一前一后的跟着落地，最后苏季整个人也跟着翻了过来。苏九冷哼一声，将后门偷偷打开一条缝，方便苏季进来。不过说好的前后门各有各的好处，不能厚此薄彼呢？怎么一直走他后门？而且不是让你去换百炼天蚕丝，带一把剑加2袋灵石回来是什么鬼？苏季一进屋便看到苏九坐在床沿，与上次仍是同一个姿势，姿势都不换一下。苏九自然不知道苏季脑中乱七八糟的想法，单刀直入，开口问出自己心中的疑惑：师兄，你不是去换百炼天蚕丝了吗？这是……苏季嘿嘿一笑，也不说话，只是单手抓住那柄古朴的长剑的，将它往桌上一压，发出一声闷响，随后不着痕迹的大拇指向上挑开剑柄，剑身微微出鞘，刹那间寒光在小屋中骤现。苏九下意识眯了眯眼睛，搞什么呀？苏季因为痛失亮银枪，所以又拿灵石去买了把亮银剑。不过这个念头刚刚生出片刻，就被他掐灭了。不对，与亮银枪那种单纯的强光不同，那是剑气自身携带的寒芒，是真正千锤百炼的极品法器身上才能看见的东西。看着苏九震惊的小眼神，苏季很是得意。随后他又将那2袋灵石朝桌上一丢，灵石砸在桌上，发出一声闷沉的哐当声。但是这一下苏九倒是没有刚刚那么大的反应。苏季看着2个灵石袋，悄悄皱了皱眉头，装得不好，重新装一下。他重新抓起那个装有上品灵石的袋子，悄悄解开袋子上的收束绳，然后再一次丢在桌上。
这一次，哐当，哗啦，零食袋砸在桌上的瞬间，上百颗上品零食从零食袋中翻滚而出，撒得满桌子都是，还有几颗从桌子上跌落，正巧弹在苏九的脚下。看着苏季刻意卖弄的动作，苏九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嘴角挂着一丝他自己都察觉不到的笑意，入戏。但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饶是以苏九的眼界，也是惊呼出声：“上品零食！”听到这一声惊呼，苏季这才满意，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给自己倒了杯水。师妹的水就是好喝啊！对，就是要这种反应，这一下舒服了。苏季一杯水喝下肚，随后嘴角微微上扬，出戏，不就是上品零食吗？大惊小怪，没见过世面。苏九，这不是见没见过世面的问题，给他足够的时间，他也是能想办法搞一袋回来。但前提是足够的时间，加上他筑基大圆满的修为和眼界。但是苏季呢？炼气8层，还一问3不知的修仙界文盲，出门不到半个时辰，一柄极品法器和一袋上品零食，文字还能这样排列，这种场面他是真没见过。师兄，苏九略微组织了一下语言，要不咱们把东西还回去吧？苏季，啥意思？苏九感觉自己操碎了心。师兄，是这样的，你偷人零食就算了，但剑修的剑真不好偷，你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他都要给你掘出来的。剑修的功法手段太犀利了，到时候我未必能保住你。苏九这话说的在理，传闻有很多剑修都是一生不找道侣，只为追求更高层次的剑道，对他们而言，配剑就好似道侣一般。你苏季把人道侣偷了，那不是天涯海角，必定杀你，你让他苏九怎么保你？说到底，他还没成金丹啊！师妹，谁告诉你我是偷的？我苏季行得端，坐得正，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我像那种人吗？苏九秒答不像。苏季满意的点了点头，师妹还是懂，你就是。苏季大意了，夸早了。苏九显然是不信苏季的说辞，那不是偷的，还能是人送的不成？说到这里，苏季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压低了声音，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这事本来不该跟外人说的，但师妹也不算外人，我随便说说，你也就随便听听，怎么样？苏九果然被吸引注意力，身子微微前倾，同时布下了隔音结界，以防隔墙有耳。那师兄说吧。苏季开始了他的表演。我本来是找那摊主做交易的，谁想到他竟然是位金丹修士。我一过去，他就看穿了我的不凡。他指了指自己，一脸的理所当然。他说我骨骼清奇，气运加深，是大家万年不遇的奇才，非要拉着我拜把子，还要把摊位上所有东西都送我。苏九听得一愣一愣的，那双虎耳部自觉地抖动了2下。虽然觉得有些离谱，但联想到苏季那纯血地族后裔的身份，似乎又有了那么几分合理性。我苏季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吗？苏季一拍胸脯，义正言辞，肯定不是啊，事出反常必有妖，白送的东西我拿着不踏实，我当场就拒绝了。我说我只要那团蚕丝，结果你猜怎么着？他顿了顿，卖了个关子。他非说那蚕丝配不上我的身份，硬要把这柄剑塞给我，还给了我这些零食让我拿去修炼，叫我不要推辞，就当是他提前投资。唯一一点微不足道的要求就是将来的某一天，等我打碎大夏飞升壁垒的时候，烧他一程。他说自己也想看看上界的风景，找一找突破元婴的机缘。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就那样了，但我不一样，我是1万中无一的天骄，还直言也就现在我还在成长，几百枚上品灵，谁能跟我说上话？真等我大势渐起的时候，就算我养的一条狗，他都得喊一声前辈。苏九彻底沉默了，他看着桌上那柄已经收入剑鞘、气息内敛的长剑，又看了看那一桌晃眼的零食，最后他的视线落回苏季那张写满真诚的脸上。他信了，不应该说他本就相信苏季是不凡的。不过这就是金丹修士底蕴吗？那人也能猜到苏季的未来已经开始提前押上全部身家了。是啊，就算是他一开始帮助苏季，也是夹杂了一点这样的私心，毕竟修仙界哪有那么多无缘无故的好？只是后来算了，先不说后来，原来真正有大气运的人，机缘都是这么主动送上门的。不过明明应该是件好事才对，这样苏季就不用天天厚着脸皮找自己要零食了。他也是需要零食修炼的，搞零食的时间很耽误修行的进度。可是为什么会觉得有些难受？因为自己对苏季而言不再是最特殊的，对比起一位真正金丹的修士，他能够提供的帮助相对之下就显得非常有限。一时间忽然就感觉有些失落，也没有了问百炼天蚕丝的欲望。苏季管你这的那的，指了指桌上的零食，来分赃。苏九有些发懵，还有我的。不过为什么叫分赃？不是说别人的投资吗？对啊，我苏季这人恩怨分明，有借有还，多出来的就当利息了。苏季说的理直气壮，这里应该有370枚上品零食吧？师妹你就拿100吧。苏季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这可不是下品零食，真要分出去一半。算了，拿70枚。不过这句话说一半，2次被打断。最终苏季终于找理由说服了自己。苏九这不是要去帮他搞天道筑基的材料，万一钱不够怎么办？那影响的可是他的未来，这钱不能省，就当是买材料了。拿170枚吧，师妹早点金丹吧，我也好跟着沾光。这么一说，苏季就感觉没那么心疼了。苏九早点金丹，他也好早点狗仗糊事。到那时候
他还用得着为了躲一个长老泡在药桶里？他就是坐在门主的位置上，这样那样也没有人敢说啥。苏九看着那袋子，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好。他明明可以独吞所有，却还是分给了自己，这个念头在他心头萦绕不散。苏季可没管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将那袋装着上品灵石的袋子哗啦一下全都倒在桌上。370枚上品灵石熠熠生辉，几乎晃花了苏季的狗眼。苏季一颗一颗的点，硬生生点出170枚，将剩下的全部装回灵石袋，然后瞥了一眼地上，1、2、3、5，他又从桌上拿回5颗塞回自己的袋子里。苏九就这样看着苏季想给又有点不舍得给的样子，脸上就莫名其妙挂起傻笑。不知过多久，苏九这才想起正事，裂了。那百炼天蚕丝，哦，那个呀。苏季随口解释，我嫌那玩意儿太少，做不成内甲，就让那老头帮我找个手艺好的炼器师，炼制成别的东西了。他说等做好了会通知我，让我放心。冤大头摊主不仅送钱送剑，还得免费帮忙跑腿。苏九听完彻底放下心来，从床上起身，弯下腰，将地上那5颗灵石捡了起来，轻轻放在桌上那堆属于他的灵石中。既然师兄这么信任苏九，那苏九准备，明天就出门了。瞧着那堆灵石，他眼中多出几分自信。有了这批灵石，这一趟我应该会顺利很多，最多1个月时间，天道筑基的材料必定一样不少的给师兄带回来。苏季，能不能不要说这种话呀？有点像戏台上的老将军。那苏季还能怎么办？一点也不让人省心啊。不急，过5天再出发。苏九脸上满是不解，以师兄的修炼速度，加上这一批灵石，我感觉筑基就是1个月左右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再等5天？不是应该越快越好？而且我也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就要冲击金丹了。他话里的意思很明显，这5天时间对2个人都很宝贵，会严重影响2个人的修炼进度。苏季只是笑了笑，并不解释。信我，简简单单2个字，却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意味。苏九看着他那父兄有成竹的模样，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他之前的种种匪夷所思。无论是精准预知到刘长老的杀机，还是断定元婴残魂会夺舍的惊天壮举，都证明苏季身上藏着他无法理解的秘密。他心中的疑惑渐渐被另一种情绪所取代。罢了，苏季总有他的道理。苏九全凭师兄安排。苏九顺从的应下，连他自己都未发觉自己的语气竟是那般乖巧。5日时间一晃而过，这5天里，苏九没有出门，只是在自己的小院中静坐修炼，偶尔摆弄一下后院的灵草。而苏季也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窥天命的冷却结束了，他没有半分迟疑，心念微动，刹那间，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浩渺感官将他笼罩，无数丝线在他周遭沉浮，交织成一张无边无际的巨网。这一次可以波动的丝线又只剩下1条，所以即便是既定的天命，也会因为他的举动而千变万化。而且这一条线与苏季以往见过的都不同，是充满不祥的黑红。苏季的意识没有丝毫犹豫，朝着那根丝线猛地用力一扯，周遭的一切如镜面般寸寸瓦解，化作齑粉。当眼前的景象再次清晰时，然后开幕就是雷击。苏季正身处自己的木屋中，浑身燥热难当，一股狂暴的灵力在体内横冲直撞，仿佛随时都要破体而出。吱呀，木门被推开，苏九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但那双清澈的眼眸里却带着几分喜色。师兄，我回来。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季打断了。苏季踉跄着从床上爬起，双目赤红，死死地盯着他，声音沙哑的不像话。师妹。他朝着苏九伸出手，像是溺水之人抓向最后一根稻草。给我。苏九被他这副模样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后退半步。苏季却步步紧逼，体内的灵力愈发不受控制，让他痛苦的低吼：我要，我憋不住了。这番话配上他此刻的模样，任谁听了都会想歪。苏九的脸颊瞬间长得通红，但下一刻他就察觉到不对劲。苏季周身灵气暴走，皮肤之下甚至有光华流转，那根本不是什么邪念，而是修为即将冲破桎梏，要强行筑基的征兆。谁能想到，他就离开1个月的时间，苏季就要憋炸了。他瞬间明白苏季口中的憋不住是什么意思。不过还好，他回来的时间也不算太差。师兄，你撑住！苏九连忙从已经被他破开的储物戒中取出一个玉盒，可就在他打开玉盒的瞬间，苏季体内的灵力彻底失控，轰！一股恐怖的能量以苏季为中心轰然炸开，狂暴的灵气瞬间将小小的木屋撕成碎片。苏九猝不及防之下被这股气浪掀飞出去，这是憋成什么样啊？炼气的修为竟然爆发之下把他一个筑基大圆满给干飞起来了。苏九一个狐狸打挺起身，等待他抬头望去，只见整个木屋已经变成废墟，苏季周身形成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疯狂地吞噬这方圆数里内的天地灵气。他的衣衫早已化作齑粉，皮肤之下灵气已经近乎撑爆血管，青筋如岩浆流淌。最关键的是，这不是天道筑基。苏九的心沉到谷底，天道筑基是水到渠成，是圆融归一，而眼前的景象是强行冲关，是玉石俱焚。也不知道苏季这个1月内发生了什么，导致他体内的灵力太过庞大，已经超出炼气期所能承载的极限，而且他又是个修炼文盲，没人问了就硬憋着。
想憋到他回来，然后见到苏九回来后，憋着的那口气突然一松懈，瞬间整个灵气运转体系崩溃，而为天道筑基准备的灵气化液与神魂如刀，反而就成为最致命的毒药。对于普通筑基而言，就是累赘，普通的道基根本就承受不住灵气化液的冲击。苏纪，苏九喊着他的名字，可苏纪却毫无反应，双目紧闭。就在这时，天色骤变，苍穹之上不知何时已是千云密布，黑压压的仿佛要塌陷下来。紫黑色的电蛇在云层中疯狂窜动，一股毁灭性的天威笼罩整个相思门。真有雷，雷劫，这简直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苏九一张俏脸，血色尽退，但也只能死死咬着下唇，不敢妄动分毫。对于大部分修士而言，这是陌生的知识，但九尾天狐的传承中有记载，雷劫不可他人轻易干扰，除非高出2、3个大境界，强行用蛮力破局。轰咔！不等苏九细想，一道4、5米宽的黑色劫雷，带着撕裂天地的威势，从云层中悍然劈落，直直地轰向半空中的苏纪。不要！那劫雷尚未落下，一散出的威压就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毫不怀疑，这一击足已将寻常的金丹修士都轰成飞灰。筑基期凭什么会引来这种层次的雷劫？苏九想不明白，但他知道苏纪必死无疑。劫雷精准地命中苏纪，没有想象中的惨叫，只有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苏纪的身躯在雷光中剧烈颤抖，体表流淌的灵气瞬间暗淡，皮肤变得一片焦黑。他竟硬生生扛下了这一击，可这只是开始。云层中的雷光愈发狂暴，轰咔轰咔，第2道、第3道劫雷接踵而至，一道比一道粗壮，一道比一道恐怖，整个相思门都在剧烈震颤。苏纪在狂暴的雷光中摇摇欲坠，身上的生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磨灭。他那强行凝聚的道基在天劫的轰击下布满裂痕，随时可能彻底崩碎。他想冲上去，可理智告诉他，一旦他介入，天劫的威力会成倍增长，届时2人都将灰飞烟灭。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曾一剑斩元婴，谈笑间坑骗金丹的男人，在天威之下如同蝼蚁般挣扎。这还不算结束，此时一道金丹大圆满修为的修士降临，是相思门的门主苏纪。我破例收你为亲传弟子，结果你杀我外门长老，告诉我他是别宗奸细，我念在你天赋出众，愿意给你1个月的时间证明自己，结果你现在要回我山门。苏九啊，不是说了等他出门之后让你安分一点吗？杀外门长老又是什么鬼？相思门门主还想说些什么？现在你赶紧！可云层翻涌的愈发剧烈，酝酿着最后的绝杀。比他声音更快的是一道比之前所有劫雷加起来还要庞大数倍的紫色蛟龙，从云层中探出狰狞的头颅，冰冷的龙目锁定了下方那道已然奄奄一息的身影。苏九闭上了眼，不忍再看，但是苏纪还在看。只见那条蛟龙一口咬碎相思门门主后，威势不减地撞向他。苏纪直接炸成漫天血雾，接着幻境破碎。苏纪猛地睁开双眼，浑身早已被冷汗浸透，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随时会挣脱束缚。这是他第一次在窥天命中真正体会到那股死亡的窒息感，也是未来的苏纪第一次真正的死亡。苏纪花了半个时辰稍稍平复一下心绪，这才起身去找苏九，又是走后门翻墙而入。一进门，师兄你怎么了？耳边传来苏九带着关切的声音。苏纪抬起头，看到苏九正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己，那双清澈的虎眼中满是藏不住的关心。你脸色很差。苏纪也不知道他该说什么，他还沉浸在自己死亡的既定未来。某种意义上而言，若不是他强求苏九等这5天，未必就会撑不到苏九回来。操纵命运者终究因为过于依赖窥探命运而反噬，这就是传说中的凡事过于强求，缘分是必早去。苏纪说不上来，可他这个人信命但不认命，没有什么事不能靠自己双手去力争的。没事，我帮你算了一卦，有点损耗，等会就恢复了。苏九来了兴趣，对于苏纪这未来事，他还是怀有敬畏之心的。那我这一趟如约而归，师妹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就好。苏九眉目依旧，笑着点头，那就借师兄吉言，我这就出发了。去吧，我等你回来。或许很多人会有更好的选择，催促苏九早些回来，甚至规定一个20天的时间，压榨他收集材料的时间，就能轻松避过这一劫，然后完成天道筑基。但苏纪看到苏九归来时已经是满眼疲惫，风尘仆仆，修行界本就是杀人夺宝，危机四伏。苏九不是出门买菜那么简单，若是坑骗外人也就罢了，脑子没他好用，死了也是活该。世间破局之法万千，他苏纪何须靠蒙骗苏九涉险为自己博取生机？人可以无耻，但心中不能无耻，无心无形诚如明镜，所作所为皆为无愧。苏九走后，苏纪伸了个懒腰，浑身骨节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骗你的，什么灵力失控强行筑基，在他看来简直是他见过的所有劫难里最简单的一个。1个月后，体内的灵力会因为太过庞大而撑爆自己，那他修炼25天不就行了？不行，留5天还是太危险，直接到炼气9层就休息一会。他苏纪也不差这10天半个月的，他躺着睡觉，难道灵力还能自己长腿跑进来不成？要知道，对于绝大多数天赋一般的修士而言，
炼气到筑基的过程至少也需要耗费他们10年左右的光景。想通了这一点，苏季心情大好，他心安理得地爬上那张还残留着少女体香的柔软大床，盘膝而坐。桌上那堆晃眼的上品零食被他毫不客气地堆在身边，浓郁精纯的灵气扑面而来，让苏季精神为之一振。师妹不在家，这不就是他的家？他自己那个外门弟子的破木屋早就看得不顺眼了，反正迟早睡一个辈子的不是。时间一晃便是7天过去，苏季的修为在海量上品灵石的让他肆意挥霍下，已经稳稳地来到炼气8层顶峰，大约明天就能抵达9层，这个速度绝对不慢。苏季睁开了眼睛，没有继续修炼。窥天命的冷却又一次结束，他心念一动，再次进入那片由无数丝线构成的灰白世界。果不其然，那根代表着他筑基死结的黑红丝线依旧悬浮在那里，与7天前一般无二，分毫不差。苏季带着几分古怪的念头打量着那根丝线，什么情况？他还能被自己蠢死2次？怀着这份疑惑，苏季的意识朝着那根丝线探了过去，用力一扯，眼前的灰白世界轰然破碎。这一次的开场没有灵气暴走，他正盘膝坐在苏九的床上，神清气爽，体内灵气圆融饱满，不多不少，正好处于炼气9层的完美状态，也就是传说中的炼气大圆满。吱呀，门被推开，苏九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看起来依旧有些风尘仆仆，但眉宇间的喜色却是藏不住的。师兄，我回来了，材料都凑齐了，信不辱命。他将一枚储物借递了过来，一切都堪称完美。画面一转，苏季已经按照苏九的指点，将所有材料布置妥当，正式开始天道筑基。过程顺利的超乎想象，灵气化液，神魂如刀，再以天道气运为引，三者合一。他丹田内的灵气漩涡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旋转压缩，一座完美无瑕的道基正在缓缓成型。成了！苏季心中刚浮现出这个念头，变故陡生，轰隆！一道震耳欲聋的雷鸣响彻天地，苍穹之上不知何时已是黑云压城，比上一次所见还要恐怖100倍。那不是劫云，那是一片漆黑的翻涌着毁灭气息的雷霆海洋。紧接着，根本不给人任何反应的时间，一双紫色的雷霆之眸在苍穹之上一闪而过，随后上百道水桶粗的紫黑色劫雷如倾盆暴雨般从天而降，无差别的覆盖整个相思门的山头。这不是天劫，这是天罚。苏九精心布下的防御阵法在这场雷霆洗地面前脆弱的如同一张薄纸，瞬间便被撕得粉碎。他脸上的表情永远的凝固了，在无尽的雷光中，苏九的身影连同整个小院甚至整座相思门都在瞬间化作飞灰。而处于雷劫中心的苏季下场更是凄惨，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那座即将成型的完美道基便被狂暴的雷霆之力轰然碾碎。以相思门为中心，百里之地化作一片废墟，黝黑的碎石坑中雷霆久久不能消散。苏季猛地睁开双眼，后背已经是一片冰凉，他呆坐在床上久久没有动弹。这一次没有死亡的窒息感，只是感觉有一点荒谬。这是什么破坏力？就算是元婴来了也绝无生机吧。他之前的推测错了，这一次劫难的根源根本不是他自己会不会修炼瘴气，而是他筑基这个行为本身会引来天道的镇杀。实际上2次他都是死在雷劫之下的，得想办法度过雷劫才是真的。或许天道早就盯上他了，只是受限于规则本身，他需要一个能名正言顺将自己抹杀的机会。这还怎么玩？与天斗其乐无穷，那就一直停留在炼气期。这个念头刚一冒出就被苏季掐灭了。不可能，炼气期寿元有限，而且实力太弱，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世界迟早是个死。苏季从床上下来，在屋里踱着步，半炷香后他停下脚步，想到一个地方，藏书阁。他之前完成了不少任务，贡献点足够他进去翻阅典籍，总不能没了苏九解惑，他就跟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打定主意，苏季不再耽搁，他披上外门弟子的道袍，推门而出。藏书阁还是老样子，冷冷清清，门口那个邋遢老头依旧躺在摇椅上，闭着眼假寐。苏季恭敬地递上自己的身份令牌和贡献点，老头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进去吧，1楼典籍随意翻看。苏季也不在意，径直走入阁内。苏季没有去看那些摆在明面上的功法秘籍，他径直走向角落，那里堆放着一些被视作杂书的典籍，大夏通史、山海异闻录、宗门趣谈、风流往事、师妹爱上我、大夏野史。苏季拿起一本最后的大夏通史，吹开上面的灰尘，翻开了第1页。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苏季沉浸在书海之中，一本接一本地翻阅。他看得很快，几乎是一目十行。然而一下午过去，他将角落里所有跟历史沾边的典籍都翻了个遍，脸色却愈发凝重。关于雷劫的记载少得可怜，苏季能知道的信息只有一条：在10万年前一场浩劫之后，大夏的天地规则就发生异变，再也不会降下雷劫，也就导致大夏修行的上限只有金丹，而金丹修士满打满算也就500年的寿元。10万年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足以让金丹大修都换上200代。所谓浩劫究竟是什么，自然也就随着时间的洪流被彻底遗忘了，成一段无人知晓的空白历史。这下麻烦了。不过有一说一，野史是真的野，比如说什么合欢宗没有女修，大夏的天道已经死了，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写。
读书救不了修仙人啊！苏季烦躁地将手里的大夏野史丢回书堆。3天了，苏季几乎把藏书搁1楼翻了个底朝天，连贡献都看完了，心里的烦闷感愈发强烈。难道真要跟个缩头乌龟一样，把修为压在炼气期，等苏九回来商量对策？万一他也束手无策呢？要不等下一个7天，亏天命冷却好了再去看一次。他现在已经开始寻找破局之法，未来的轨迹按理说应该会发生些许变化，或许能从那些变化的细节里找到一线生机。可这也只是或许，更大的可能还是死得不明不白，白白浪费7天时间。苏季越想越烦，走出藏书阁，看着天空发呆，思绪有些飘忽。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一处险峻山谷中，苏九刚从一头筑基大圆满妖兽的巢穴里取走一枚重水之魄，这玩意跑了好几处都找不到卖家，只能买来消息，亲自动手。不过也还好，10天时间，5行之精已寻其3，按照这个进度，1个月内回去绰绰有余。但不知为何，他总觉得今天有些心绪不宁，那股没来由的烦躁感让他无法静下心来调息。苏季那个家伙不会又在宗门里惹是生非了吧？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压不下去了。苏九叹了口气，心念一动，看向自己的天命。3条红色的天命静静悬浮，一个是炼气获得，一个是筑基获得，还有一个那是与苏季一同在天道秘境中获得。天命飘向未知的祈愿，天命品级红色，效果9尾天狐血脉复苏速度大幅度加快，解锁部分神通。这是9尾天狐一族专属的特殊天命，天道将其作为奖励发放，倒是恰如其分。他也确实解锁了一个新的神通天狐祈愿。按照族中古籍记载，这是一个出现概率极低但实用性也同样不怎么样的神通，可偏偏此神通在大夏帝族中却备受好评。它唯一的效果就是能让9尾天狐为认定的主人进行一次效果完全未知的祝福，这祝福的效果千奇百怪，持续时间也长短不一，有可能是1天之内精力恢复速度加快，也可能是半个时辰内所有的感知变得10倍敏锐。总之全凭运气。苏九看着这条天命有些犹豫，主人，苏季那家伙算哪门子的主人？就算是被他抓去强制教，他也不配啊。可心头那股挥之不去的不安最终还是让他做出了决定。他盘膝坐在一块干净的岩石上，合上双眼，纤长的手指在身前结出一个古朴的法印，一滴嫣红的血珠从他指尖渗出，悬浮于空中，散发出淡淡的光晕。以苏九之名，为我主祈愿。只是中间有2个字很轻，没有人能够听清。血珠在空中缓缓旋转，最终化作一道微不可察的流光，瞬间消失在天际。做完这一切，苏九感觉心头的那股烦躁感竟真的消散不少。果然苏季又在惹是生非。唉，他神识沉入血脉深处，祈愿符韵眷顾。就在苏季走神之际，一道人影带着一股血腥味，脚步踉跄地从他身边冲了过去。苏季下意识侧身，险之又险地避开，那人根本没空理会这一个插曲，只顾着往前跑。苏季这才看清，那是一名外门弟子。外门弟子的道袍已经破烂不成样子，背上还背着一个手脚全无、几乎不成人形的血块。哥，你撑住啊！那外门弟子带着哭腔，声音断断续续的在风中飘来。都怪我鬼迷心窍，非要去那七皇峡水底的地下溶洞，我这就去请长老出手，一定帮你续上这口气。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小路的尽头。换作平时，苏季或许还会跟上去看看热闹，但现在他自己的事都一团乱麻。地下溶洞关他屁！刚迈出一步，苏季猛地停了下来。地下，脑中仿佛有道灵光闪过，将所有的烦闷与迷茫都劈得一干二净。他筑基的时候为什么非要在地面上？如果他躲到地下，头顶着几千米厚的山岩地石，那天劫还能拿他怎么办？一道雷劈穿整个大夏不成？苏季越想眼睛越亮，这个想法有搞头。果然，修行想要走得远，还是得看路子有多野。苏季忽然感觉浑身一轻，那股盘踞在心头数日的烦躁感全部消散。虽然不知道这股突如其来的灵感从何而来，但苏季向来不是个纠结的人，他只当是自己脑子聪明，天生就适合干这种投机取巧的勾当。他不再停留，转身朝着贡献堂的方向大步走去。贡献堂内依旧是人来人往。苏季轻车熟路地走到发布任务的玉壁前，他没有去看那些猎杀妖兽的高额悬赏，而是直接在玉壁上寻找七皇峡3个字。苏季耐着性子一条条地往下翻，终于他看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任务。任务：探查七皇峡深处地脉异常波动，接取后可领七皇峡地脉地图。发布者：内门丹堂长老。任务奖励3000贡献点或者下品灵石500枚。接取任务修为要求：筑基。这个任务已经挂了2个半月，接取的人是不少，但完成的人是一个都没有。苏季稍一思索便明白了，地脉异常往往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危险，甚至是未知的异变。奖励虽然不错，但对于筑基修士而言，500枚下品灵石还不足以让他们去冒这种未知的风险。可这对苏季来说简直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他要的不就是深入地下的机会吗？至于筑基修为的要求，苏季走到负责登记任务的执事弟子面前，递上自己的身份令牌。那执事弟子接过令牌，看了一眼，又抬头瞥了苏季一眼，
眉头微皱。炼气8层，这个任务你接不了。苏季脸上立刻堆起一副讨好的笑容。师兄，通融通融。他一边说，一边不动声色地从怀里摸出5块下品灵石，悄悄塞了过去。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那执事弟子掂了掂灵石，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不少。不能说巨款，但也确实不少。不是师兄不帮你。他嘴上这么说，手上的动作却没停，麻利地将灵石收了起来。规矩就是规矩，你这修为不够，我给你登记了，回头丹堂那边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苏影帝即立刻露出一副急切又为难的表情。师兄，实不相瞒，我一位朋友前几日就在七皇峡失踪了，生死未卜。我接这个任务不是为了那点奖励，就是想要地图，过去找找人。您看，这人命关天。他声情并茂，眼眶都有些泛红，仿佛真有个朋友等着他去救。只是弟子被他这番话说得有些动容，又看了看手里的灵石，沉吟片刻。这样吧，我给你一份地图，任务是真不能让你接的，你自己想办法出宗门。多谢师兄，多谢师兄。苏季连连道谢，脸上满是感激。师兄大恩，师弟没齿难忘。但是你这地图给我了，丹堂那边怎么办？只是弟子被他捧得有些飘飘然，挥了挥手，哎，多大点事，我自己给接任务的画一份，反正差不了太多。师兄大义，去吧去吧。苏季拿着刚刚领取的地图，转身离开贡献堂，脸上的感激之色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没有立刻离开宗门，转身又朝着房室的方向走去。刚一踏入房室，还没走几步，苏季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角落里探头探脑，是那个金丹老头。老头一看见苏季，眼睛都亮了，连忙小跑着迎了上来。您可算来了。他双手捧着一个巴掌大小、用料考究的精致木盒，恭恭敬敬地递到苏季面前。我正愁着该怎么找您呢，您要的东西我已经让我那老相好赶制好了。苏季接过盒子，随手掂了掂，脸上是一副浑不在意的神情。先不说这个，跟你打听个事。老头立马把胸脯拍得梆梆响，尽管问，小老儿我知无不言。你的老相好接不接活？金丹老头闻言，胡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下意识纠正，是炼气。苏季有些无语，翻了个白眼。是，炼气。那你的老相好接不接炼气？金丹老头嘿嘿一笑，随口问了一句，您还想造点什么？苏季也不废话，有纸笔没？金丹老头从他袋子里捣鼓了一下，拿出纸笔。苏季接过，直接开始拿在手中，开始创作起来。还是用顺光石，帮我照着这个弄一下。苏季将纸笔还了回去，老头接过图纸，嘴里还嘟囔着，又造枪啊，那玩意儿不用劳烦他，我自己就够帮。他一边说，一边漫不经心地展开了图纸。下一秒，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声音也戛然而止。图纸上画的根本不是什么神兵利器，而是2只手，准确的说是2只都竖着中指的手。左边那根高高竖起的中指上，龙飞凤舞的刻着一个大字天，右边那根则刻着一个道。金丹摊主的手都在打抖，差点没抓稳那张薄薄的图纸，脸上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那是我的老相好，不是我的死对头。苏季闻言，脸上毫不掩饰的流露出几分失望，造不了。摊主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敢造，开什么玩笑？绝大多修仙者都是如此，对这方天道还是怀有最基本的敬畏，谁都敢惹，唯独天道不行。苏季只能咂咂嘴，将图纸随手收回怀里。算了，他话锋一转，那帮我用顺光石再搞把枪，再弄2小块顺光石给我。这次枪柄部分和枪尖最前段的材料用好一点，别一捏就断了。苏季现在财大气粗，说话的底气也足了不少。多少灵石？弄好了你报个数，直接从你那5000里扣就好。他懒得再去费口舌砍那几枚下品灵石，暴发户的嘴脸显露无遗。谁知金丹摊主听完，把手摇得更快了，不用灵石，不用灵石，我这就帮您造，半个时辰就好。苏季乐得清闲，便在房室里随意溜达起来。半个时辰后，他回到摊位，一杆崭新的长枪已经静静地躺在那里，枪身依旧是银白如玉，握在手里质感极佳。苏季右脚踩住枪杆向后一滑，整把枪就悬到他的脚背上，随后向上轻轻一踢，稳稳落入手中。略微掂量了一下重量后，随意甩了个枪花，这一次的手感明显好上许多。苏季满意地点了点头，扛起长枪，头也不回地离去，直到他的背影彻底消失在人群中，老头的视线才敢从苏季的裤腰带上缓缓移开，那里还挂着那柄陪伴他100年的佩剑。一炷香后，苏季再次出现在苏九的小院墙外，他左右看了看，确认四下无人，一个灵巧的翻身，悄无声息地落在后院内。苏季推后门而入，熟门熟路地走到书桌前，找到一支狼毫笔和一方砚台。苏季磨墨后，将狼毫笔握在手中，一阵笔走龙蛇，片刻，5个大字歪歪扭扭，好似被狗啃过。七皇峡，陛下别笑，怪就怪七皇峡这3个字太难写，换你也猛。嗨，修仙之人不拘小节，不提也罢。苏季等到墨迹晾干，虽然丑了点，但应该还能认出是字。他将纸平平整整地放在桌子中央，将精致木盒稳稳当当压在纸上。本来还打算照着地图给苏九也来一份的，但看了看自己的水平，不说这事还差点忘了。苏季又找了张纸，
写上一行狗啃的字：师妹，记得别拿贡献堂直视的地图。3日后，梧桐镇距离相思门900里地，此地因背靠七皇峡而得名。毕竟传说中凤凰非梧桐不栖。小镇不大，平日的冷清却在近月被打破。往来的大多是些刀口舔血的散修，但也有少数大宗门出来历练的弟子。苏季腰间挂剑，背上绑着一杆枪，找了家看起来最热闹的酒楼，在角落里寻个位置坐下。他没急着，直接就一头扎进七皇峡。地图虽然在手，但宗门任务中明确标注最低需要筑基以上实力。苏季即便有把握逆伐一些较弱的筑基，但贸然闯入无异于寻死。酒楼是打探消息最快的地方。苏季给自己点了壶清茶，又要2碟小菜，便竖起耳朵听着周遭的嘈杂。听说了吗？又有2个不开眼的筑基后期的修士在七皇峡的地下溶洞了，进去3天都没见人出来。嗨，这算什么新鲜事？七皇峡那地方从上个月开始，什么时候太平过？也是，不过我听说他们是奔着活水晶去的。活水晶，现在谁还惦记那垃圾玩意？苏季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苦涩难喝的茶水划过喉咙，他却浑然不觉。地下溶洞，看来就是那地方没错了。苏季正思索着如何上去搭话打听消息，另一桌的谈话声又飘了过来。我听说合欢宗的圣女都到梧桐镇了。什么？合欢宗？他们来这穷乡僻壤做什么？这你就不懂了吧？据说圣女身边的侍女无意中透露，是圣女夜观天象，卜算到此地有大机缘出世，特意赶来的。机缘？莫非就是那地下溶洞的一边？谁知道呢？反正合欢宗的队伍今天就到，到时候看看不就得了？那可是合欢宗的圣女，据说容貌倾城，能见上一面，死也值了。苏季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合欢宗这名字可太熟了，他刚苏醒记忆的时候，还以为自己进了那个宗门，没想到阴差阳错，进的是相思门那个变态窝。不过合欢宗圣女，苏季的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念头，没啥用，能当上合欢宗的圣女，基本就是稳定触发祭剑的货色。就在苏季还在琢磨的时候，邻桌一个喝得满脸通红的汉子又爆出了一个猛料。我可听说了，那圣女叫顾冉冉，脾气火爆得很，之前在百花城有个不开眼的金丹世家少主想调戏她，被他当场废了修为，挂在城门上示众3天3夜。这么狠，可不是吗？所以说美人虽好，可别乱看，小心把命给看没了。顾冉冉，苏季差点没把嘴里的茶水喷出来，这个名字他有印象，不就是之前在元婴洞府外那个被他强行蹭车的女修吗？他还记得自己当时理直气壮地抓着人家的飞剑，呵斥对方让你带你聋了吗？原来是合欢宗的圣女，难怪那甲都不穿。这样一看，倒算合情合理。只是他竟然没死。苏季脸上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他正愁怎么混进七皇峡，这不就来了个县城引路人？合欢宗这么大阵仗，肯定会吸引绝大部分修士的跟随，他正好可以趁乱行事。打定主意，苏季也不急了，他慢悠悠地喝完一壶茶，又在酒楼里磨蹭了半个时辰，这才不紧不慢地结账走人。一出酒楼，就看到镇子主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一个个伸长脖子朝着镇口的方向望眼欲穿。苏季仗着身法灵巧，跟个泥鳅似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很快就挤到一个视野绝佳的位置。没过多久，远处的天边出现了一片绚烂的霞光，霞光中一艘打造的华美飞舟正破云而来，飞舟之上是数十名身着薄纱的女修。来了，合欢宗来了！人群瞬间沸腾，飞舟在小镇上空缓缓停下，一道光梯垂落，直通地面。最先走下来的是2排手提花篮的侍女，她们将缤纷的花瓣洒满街道，所过之处步步生香。紧接着，在一众女修的簇拥下，一道身影出现在光梯的尽头，那是一个身着火红长裙的女子，肌肤胜雪，眉眼如画，红唇似火。明明是极尽妖娆的打扮，偏生她神情清冷，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疏离。2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她身上完美融合，形成一种致命的吸引力。整个街道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刻加速。苏季眯了眯眼，不对劲，这与他上次看到的那个女修气质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人。巧合？就在众人被这绝世容颜震慑得失神时，红裙女子朱唇轻启，声音清冷，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魔力，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诸位道友，小女子合欢宗顾冉冉有礼了。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嘈杂的梧桐镇都安静下来。想必诸位都已听闻，七皇峡深处地脉异动，恐有上古遗宝出世。一句话便点燃在场所有散修眼中的贪婪。上古这2个字对他们这些刀口舔血的散修而言，就是最大的诱惑。不过顾冉冉话锋一转，清冷的嗓音里多了一丝郑重。机缘之地，往往伴随莫大凶险。那地下溶洞环境恶劣，更有不知名的妖物盘踞。我合欢宗虽有意探查，却也人手有限，独木难支。他环视一圈，目光在每一个散修脸上缓缓扫过。故而冉冉在此，诚邀各位道友与我合欢宗一同探寻，所得宝物，我合欢宗只取7成，余下3成皆由诸位道友分配，如何？此话一出，人群顿时炸开了锅。合欢宗只要7成，真的假的？听起来不错呀！有合欢宗顶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喝口汤，
风险小多了。哼，说得好听，谁知道是不是拿我们当炮灰？就是万一有去无回呢？议论声此起彼伏，贪婪与理智在这些散修心中激烈交战。虽然3成的利益很诱人，但谁也不想当那个第一个送死的出头鸟。一时间竟无人应答，场面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顾冉冉对此似乎早有预料，他脸上依旧是那副清冷的表情，并未催促。眼看场面僵持，这些散修一个个猴精猴精的，谁也不肯先动。苏季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捏着嗓子：“我去，圣女姐姐仙子下凡，别说是一起探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王三也绝不皱一下眉头。我修为低微，烂命一条，能为圣女姐姐这样的人中龙凤效劳，死也值了。”说完，苏季马上撒腿就跑，换了个位置，让周围的散修都听愣了，却也找不到声音的具体来源。哪来的愣头青？苏季趁热打铁，换了个位置，又换了个声音，倒有说的在理。富贵险中求，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修什么仙？不如回家种地。他这番话办事激将，瞬间戳中许多散修的痛点。妈的，说的对，怕个鸟，干了，算我一个。人群的情绪被彻底点燃，原本的犹豫和畏惧瞬间被狂热的贪婪所取代，一时间响应者云集。顾冉冉看着眼前这番景象，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一炷香后，浩浩荡荡的队伍跟在合欢宗那艘华丽的非洲后面，朝着七皇峡的方向进发。散修们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一个个打了鸡血似的，嘴里讨论着上古遗宝，眼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苏季混在人群的中后方，不显山不露水，既能看清大部队的动向，又不至于太显眼。他看着那些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3成利益就赌上性命的修士，心里只有2个字：炮灰。不过这与他无关，他来此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一个足够深的地下室，安安稳稳地度过自己的天劫。当然，这个想法成不成，可能还需要窥天命来验证一下。不过看看 CD 也就是明天的事情了。最终，非洲在一处瀑布前停下。然而，苏季预想中灼热的气浪并未出现，迎面扑来的反倒是一股带着水汽的阴冷。一条100米宽的瀑布从悬崖上垂落，水流并不湍急，冲刷在下方的岩石上，溅起一片白色的水墨。瀑布之下是一汪深不见底的潭水。苏季觉得有些疑惑，这地方怎么看都跟凤凰和溶洞扯不上半点关系，倒像是什么阴煞之地。就在众人迟疑之际，非洲上的顾冉冉莲步轻移，走到寒潭边。他没有半句解释，清冷的侧脸看不出任何情绪。随即，在所有人惊疑的注视下，他纵身一跃，扑通一声轻响，那道火红的身影便消失在墨绿色的潭水之中，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紧接着，那些合欢宗的女修们也一个个面无表情地跟着跳了下去。妈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一名刀疤脸壮汉怒吼一声，也跟着跳了下去。有人带头，剩下的人便不再犹豫，下饺子似的扑通扑通跳进寒潭。苏季站在最后面，眉头紧锁，情况太不对劲了，这地方处处透着诡异，他才不会傻乎乎的跟着往下跳。看着潭边的人越来越少，苏季没有跟上去，而是悄然后退几步，身形一闪，没入旁边的密林之中。他准备绕到那悬崖上去看看瀑布的上游，也就是所谓的七皇峡。峡谷并不算陡峭，苏季手脚并用加上炼气9层的修为，很轻松就爬了上去。站在瀑布的源头，俯瞰下方那汪深潭，更觉得此地阴气森森。苏季没有多做停留，开始仔细探查周围的环境。很快，他在一处被藤蔓和杂草严密遮掩的崖壁上，发现一处不寻常。苏季抽出背后的长枪，3下5除2便将那些藤蔓尽数挑断。藤蔓之后露出来的并非山壁，而是一块残缺一小半的石碑。石碑不知在此处矗立多少岁月，表面布满风雨侵蚀的痕迹。苏季手掌一拂，灵气化作火焰灼，烧掉石碑上面的青苔。3个遒劲有力的血色汉字映入他的眼帘。自己已经有些模糊，但那股森然的杀伐之气却跨过万古岁月，直刺苏季心神。锁龙渊。苏季盯着石碑上那3个写字，有些无语。任你物换星移，沧海桑田。锁龙渊究竟是怎么传承七皇峡的？二者除了都是地名之外，还有哪怕一丝的相似之处？不过吐槽归吐槽，当锁龙渊这个名字出现后，之前所有的违和感瞬间就有了合理的解释。难怪那寒潭阴气森森，冷得刺骨。锁龙之地能是什么洞天福地不成？那地脉的异常波动，恐怕也不是什么上古遗宝要出世，别是被镇压的龙想要挣脱牢笼吧？苏季的脑子飞速运转，感觉事情有些棘手了。这种程度的事件真是他能够参与的。苏九呢？能不能来救一下啊？算了，勉为其难自己动一下脑。假设和欢宗的那个圣女真的是夜观星象，知道了这一处机缘，那他有没有看穿这地方的底细？如果知道，那他把这么多散修骗过来，可就不是简简单单找人探路那么简单了。这帮被3成利益冲昏头脑的炮灰，恐怕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十有八九是用来血祭削弱封印的。苏季打了个寒战，这女人心可真够黑的。不过这对他来说反倒是个机会，一座镇压真龙的牢笼应该能扛住雷劫吧。他要渡的雷劫虽然恐怖，但真算起来破坏力也就波及100里地，应该是不如一头真龙来的强大。这个计划
可行性极高。唯一的变数就是这地方的危险程度远超他的预期，一个不慎，可能没等到天劫降临，就先被那头龙的洗澡水给淹死。苏老六既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窥天命的冷却就只剩下1天，行事务必小心，遇事不决，先跑为敬，至少也要等到明日窥天命冷却完毕，看看会遇到什么事，再考虑要不要莽一波。打定主意，苏季不再于峡谷顶峰停留，身形起落，踩着悬崖边上那些凸起不平的岩石，10几个纵跃便回到寒潭之前。此时的潭水周围只剩下稀稀拉拉的10几名散修，修为也都不高，大多在炼气中后期的样子，一个个面色变幻，显然还在犹豫。这也正常，就他们这点微末道行，真要有什么惊天机缘，比如说合欢宗圣女马失前蹄，修为尽失，任人摆布，轮啥也绝对轮不到他们来。可要让他们就此放弃，身为散修，穷其一生，或许都再难碰见第2次这般机缘。苏季懒得理会这些人的纠结，他走到潭边，踩着浅浅的水流，没有半点迟疑，一个猛子便扎了进去。咕噜噜，冰冷刺骨的潭水瞬间包裹全身。苏季并未立刻下潜，而是在水中悬停片刻，缓缓睁开双眼，直到身体完全适应水下的低温与压力。这潭水之下远比他想象的要辽阔得多，能见度极低，光线在这里被吞噬。他稍稍环顾四周，除了几块光秃秃的礁石，再无他物。苏季调整呼吸，身体开始缓缓下沉，他时刻保持着警惕，留意着周围任何一丝一毫的动静。然而一路下潜了近100米，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甚至连一条鱼都看不见。这片水域安静的有些过分。就在苏季继续下沉时，身体周围的水流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扭曲感，仿佛穿过一层薄薄的屏障。苏季心头一凛，当即停下下潜的动作。这是什么结界？他眉头微皱，没有继续深入，反而调转方向，朝着上方游去。很快他又一次感受到那种穿过屏障的微妙感觉，不是单向，暂时不影响进出。苏季在心中做出判断，便不再犹豫，继续下潜，寻找着溶洞的入口。然而小半炷香的时间过去，苏季感觉自己有些憋不住了，他好像又迷路了。这潭底的范围比他想象中还要广阔，加上光线昏暗，跟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根本找不到方向。就在苏季琢磨着要不要先上去换口气时，上方传来一阵水流的波动，有人下来了。苏季立刻收敛气息，悄无声息地藏在一块巨大的礁石后面。不多时，一道身影从他头顶游过，是一名炼气后期的修士，正是之前在岸上犹豫不决的10几人之一。苏季心里一乐，这不就来了个免费带路的？他也不着急，不远不近地跟在那人身后一段距离。那名修士显然是有备而来，手中托着一枚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石头，正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苏季跟在后面，省心又省力，两人一前一后，又下潜了约莫50米。前方的修士在一处不起眼的岩壁前停了下来。苏季定睛一看，那岩壁上有一道极不起眼的裂缝，窄得仅能容一人通过。好小的沟！那修士没有半分迟疑，收起罗盘，挤了进去。苏季等了片刻，确认没有危险后，也跟着钻进去。初级峡，财通人，复行数10步，豁然开朗。穿过裂缝之后，又向上游了大约10数米，竟是一处没有水的空旷洞穴。头顶的岩壁上挂着水珠，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只是之前那名炼气修士卡在前方，没有继续行动。苏季凑了过去，原来前方是一处深不见底的陡峭悬崖。两人面面相觑。那名炼气修士打量了苏季几眼，见他修为与自己相仿，便主动开口：“道友，你可有办法下去？”苏季咧嘴一笑，露出2排白牙：“有的，道友，道友，有的。”那人眼中一亮：“如何下去？”苏季摇了摇头：“死我者生，学我者死。我的方法你用不了。”苏季向来是个行动派，说完便不再多言。苏季取下背后的长枪，灵力灌注其中，霎时间，耀眼的白光在昏暗的洞穴中炸开，刺得那名修士下意识地闭上了眼。随后，苏季将长枪狠狠朝下方投掷而出，消！长枪化作一道流星，划破黑暗。就在长枪即将消失在视线尽头时，他猛地一顿，停住了，应该是扎进地面了。苏季心里估算了一下，这高度大约在150米上下。原来这地方的难度不是需要筑基修士才能应付的危险，而是需要会御剑。普通的炼气修士根本连门都进不去。可问题是，苏季是普通的炼气修士吗？他路子够野。下一刻，苏季抽出腰间那柄金丹大修的佩剑，随即在那名修士惊愕的注视下，一个大跳，直接跃下悬崖。那修士以为苏季在寻死，却见半空中的苏季手中长剑寒光一闪，狠狠扎入陡峭的崖壁之中。是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金属摩擦声响起，这柄极品法剑斩切岩石，如同热刀切牛油。苏季的身形一路火花带闪电，急速下坠了10余米，才堪堪卡住。他就这样掉在了半空中。崖顶的那名炼气修士看得目瞪口呆，这样也行？紧接着，苏季拔出长剑，身体再次下坠，又在恰当的时机将剑插入崖壁，如此循环往复，很快便消失在了那修士的视线中。崖顶的修士看着那深不见底的黑暗，心里痒痒的。机缘就在眼前，岂能退缩？他也学着苏季的样子，
抽出了自己的佩剑。片刻后，苏季双脚稳稳地踩地面上，下坠带来的压迫感瞬间消散。他抬头向上望去，100米高的崖顶只剩下一个模糊的黑点。那名炼器修士的身影，30几枚下品灵石，几瓶叫不上名字的劣质丹药，还有2本看起来就很廉价的功法秘籍。穷鬼！苏季摇了摇头，将灵石放入自己的储物袋中。蚊子腿再小也是肉，丹药和秘籍都被他随手一丢，用不上，不敢用。苏季站起身，不再理会对方。修仙路本就如此，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苏季开始仔细打量起这个地下溶洞，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硫磺气味，温度也比上方高出不少。苏季没有急着深入，他找了一处相对隐秘角落，盘膝坐下。明天窥天命的冷却就结束了，他需要看看自己这个地下筑基的计划究竟会不会再次引来天罚。一夜无话，也没有新的修士到来。梧桐镇上那批修士估计都已经被合欢宗给一窝端带走了。第二天清晨，苏季准时睁开双眼，他没有半分迟疑，心念微动，窥天命发动，熟悉的灰白世界再次降临。这一次呈现在苏季眼前的筑基劫消失了，逃到地底的思路是对的，只是新出现了另外一根丝线。心魔劫天狐劫，苏季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奇怪的2劫合一，啥意思？他发疯把苏九给杀了？他有那么强？与其瞎琢磨，不如直接一探究竟。苏季的意识探了过去，用力一扯，窥天命中，眼前的景象是翻涌的岩浆，空气灼热，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烧红的炭火。苏季盘膝坐在一块悬浮于岩浆之上的巨大黑石上，他正在天道筑基。这个过程顺利的有些过分，灵气化作液体在丹田内奔涌，神魂凝练如刀锋。那一缕从天道手中得来的气域，温顺地牵引着一切。在他身旁，还有一对用瞬光石雕刻而成的双手，双手散发着刺目的光芒，伸出中指，直挺挺地指向洞穴顶端，仿佛要戳破苍穹。左手指上刻着一个字天，右手指上也刻着一个字冷，而在石雕的背面同样刻着一边一个字，加起来是无能。随着苏季体内最后一丝灵气归于丹田，一座完美无瑕的道基悄然成型。天道筑基成了。这一次苏季的世界中再无雷声，只是已经完成筑基的苏季却迟迟没有醒来。他双目紧闭，眉头紧皱。苏九就守在一旁，他看着苏季的反应，好看的眉头也跟着皱了起来。为什么天道筑基已经完成了，苏季还不醒来？心魔可是筑基而已。苏九有些想不明白，筑基和心魔什么时候能够画上等号了？往往只有十恶不赦、修道不修身的魔修，在进阶金丹时才有概率惹来心魔孽障缠身。可转念一想，苏季连天罚雷劫都引来了，再多一个心魔似乎也合情合理，这就棘手了。他可没忘记在上一次的天道秘境中那条看似简单的问心路，苏季走了多久？他出来时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骗得过别人却骗不过他，那只能说明他遇到的幻境远比其他人要凶险恐怖，他的心魔自然就会比寻常修士强10倍不止。这该如何破局？苏季眉头越皱越深，而他却只能在一旁看着，无能为力。心魔之劫，外人根本无法插手，除非他也不是没有逢凶化吉的手段。苏九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脸颊不受控制的烫了起来。他甩了甩头，想把这个荒唐的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可看着苏季愈发苍白的脸色，那股念头却又一次不受控制的涌了上来。不行，苏季不能死在这里。对的，他是自己见过最有希望杀出大夏的人，他不过是为了九尾天狐一族的使命罢了。所谓的狐情绪就该放在一边。如此一想，苏九瞬间念头通达，心安理得。随后窥天命的画面瞬间破碎，苏季回过神来，他依旧盘坐在那块有些冰冷的岩。卧槽！苏季一个弹射起步，直接远离那块岩石，怎么突然就这么烫屁股了？算了，这不重要。他开始回忆窥天命中看到的场景，心魔劫倒也说得过去，毕竟连天罚都招来了，再附赠一个心魔套餐，天道好客，买一送一，合情合理，这事儿得防一手。不过天狐劫，他仔仔细细地回忆一遍刚才看到的画面，苏九全程没见着半点危险的样子。劫在哪？苏季甩了甩脑袋，将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抛开。不管怎么说，地下筑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至于心魔，等苏九回来，把这事跟他说一声，看看他有什么高见。一个人的智慧终究有限，多一个免费的百科全书不用白不用。打定主意，苏季便不再耽搁。苏季从地上捡起自己的长枪，横扛在双肩上，枪杆压脖子后方，然后用2只胳膊扣住枪杆的两端，摆出一副极度嚣张的姿势，朝着溶洞深处走去。大约走了50步的样子，或许是苏季觉得这个姿势还不够嚣张，他又将长枪取下，单手反握在身后，斜指地面。随着苏季的前进，枪尖与地面拉出火星4溅。这样更装逼，舒服了。然后不舒服的事情来了。半个时辰后，苏季站在一个3岔路口，长枪已经被他老老实实的绑在身后。他此时脸上的表情有些精彩。不对啊，我明明是按地图走的呀。他举着地图翻来覆去的看，又看看眼前一模一样的3条通道，陷入沉思。苏季不信邪，原路返回，又从另一个岔路口拐了回来。
他又回到刚才的三岔路口，苏季的脸黑了下来。他把地图凑到眼前，一会儿正着看，一会儿反着看，最后急了，将地图卷成一个桶，对着三岔路口当望远镜看，但就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一张脸憋了个通红。特么的，果然相思门里的人就是信不得。那个贡献堂执事竟然收了零食不办事，这假地图画的比他苏季的字还真。地图是靠不住了，眼下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苏季小心翼翼把地图收了起来，随后从怀里摸出一枚下品的零食，他将零食放在手心掂了掂，然后像是丢石子一样，随手朝正前方一抛，叮铃当啷，零食在地上弹跳几下，滚进了最左边那条通道。苏季拍了拍手，脸上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别问，问就是大学问。这3条通道必然有一条是正确的通道，有活路就有空气流通，虽然微弱，但足以影响零食下坠的轨迹。大家都学着点，这都是知识点。苏季迈步走入左边的通道，结果苏季一路投石问路，还真让他给蒙对了。不知过了多久，一条地下暗河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河水湍急成一种诡异的墨黑色。对于苏季而言，这玩意比地图好用多了。苏季不再犹豫，顺着暗河的流向大步前行。走了约莫1炷香的功夫，苏季猛地停下脚步，整个人悄无声息地贴在一块凸起的岩石后面。他眯起双眼，看向前方不远处的拐角。走了这么久，终于遇见活人了。师姐，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一道略带怯懦的女声响起，在轰鸣的水声中显得有些模糊。咱们就这么，万一那些散修不够用怎么办？另一道声音随即响起，清脆悦耳，却带着几分不耐。怕什么？圣女殿下算无一策。他说现祭掉这些修士够用了，那就一定够。是合欢宗的人。只见2名身着粉色薄纱的女修正背对着他站在河边。先前说话的那个胆小师妹声音又响了起来，带着哭腔。可我怕我也被献祭了。瞧你那点出息。师姐没好气的斥道。圣女殿下又不是要去把那头畜生放出来，用不到那么多人的。他不过是去取一块龙涎石，那可是能助圣女突破金丹9品的天地之宝。等忽悠那些炮灰把外围的阵法破开，圣女自会进去取宝。到时候咱们拿着宗门赏赐的贡献，哪里会有危险？胆小师妹听完似乎安心了不少。原来是这样。苏季屏住呼吸，果然和他猜的一样，血祭。他正盘算着，那师姐的声音又一次响起。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圣女交代了，3个时辰后，若是这条暗河还没有动静，就让我们下去看看情况。最好那些散修别偷懒，不然……哼哼。那师姐的话音还未完全落下，周遭的空气便陡然一滞。等会，他身体倏地绷紧，仿佛一只察觉到危险的猎豹。有人！一股无形的探查之力瞬间扫过苏季藏身的岩石，洞穴内的气氛瞬间凝固，连那奔腾不息的暗河水声似乎都小了许多。2名女修豁然转身，那2张俏丽的脸蛋上，先前的随意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警惕。暴露了！苏季也不再隐藏，他慢悠悠地从岩石后走了出来，姿态闲散，好似饭后遛弯。3修吗？2位道友。2名女修没有答话，眼神在空中交汇一瞬，无声的神识交流在他们之间闪电般完成。师姐的念头冰冷，一个散修，炼气后期，他听到了。师妹没有什么主见，他知道血祭的事。师姐怎么办？慌什么？师姐的神念带着一丝呵斥。不过一人，我们2个筑基，还怕他不成？杀了他，别无选择。圣女的计划不容有失，你我一同出手，速战速决。好！那股一闪而逝的杀意，苏季捕捉得清清楚楚，他心里甚至还赞许地点了点头。苏季没有给对方犹豫的时间，迈开脚步，不紧不慢地朝那对合欢宗姐妹花走去。距离在迅速拉近，10步、5步，眼看苏季就要走到面前，那师姐终于按捺不住，脸上挤出一个甜腻的笑容，声音柔的能掐出水来。这位道友能说出这种话，想必功夫了得，也不知道能不能灌满我们俩。苏季的回答是一阵撕裂空气的狂风，手中的长枪化作追魂索命。他的目标并非开口的师姐，而是旁边那个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怯懦的师妹。柿子要挑软的捏。苏季丹田内的灵力在这一瞬间尽数灌入，刺目到极致的白光在略显阴暗的地下溶洞中轰然炸开。啊！那名合欢宗师妹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本能的抬手捂眼。合欢宗师姐的反应快半拍，她手腕上一枚粉色符箓轰然碎裂，化作一层薄薄的光幕护住全身。可即便如此，她的视野也陷入了一片混乱，而这一瞬的失明已经足够了。苏季的长枪轨迹没有半分偏移，带着破风的尖啸，精准无比的继续向前。扑哧，入肉的声音轻微的让人心头发寒，枪尖毫无阻碍的穿透合欢宗师妹那脆弱的护身灵气，透体而过。圆睁的双眼中充满痛苦，他低头看了一眼从胸前刺入的枪尖，身体便软软地滑了下去。他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早知道就不修仙了，为了长生宁愿成为万人骑。可为什么连而立之年都没有见到？难道修仙只是一场骗局？刺目的光芒散去，师姐的视力恢复过来，恰好看到自己的师妹从那杆长枪上滑落，倒在潮湿的地面上，
身下迅速晕开一滩血泊。师妹！一声夹杂着暴怒的尖叫从他喉咙里撕扯而出，他那副楚楚动人的面具彻底粉碎，整张脸因极致的愤怒而扭曲。找死！一团粉色的甜香毒雾从他袖中狂涌而出，是合欢宗秘制的迷魂香。苏季立刻屏住呼吸，可那雾气却仿佛活物，顺着他的毛孔往里钻，一股燥热感瞬间传遍四肢百骸。与此同时，合欢宗师姐拔下发髻，那发簪在灵气灌注后迎风变长，化作一柄细长的软剑，带着凄厉的破空声直取苏季的咽喉。苏季心中冷笑，荒陨堕龙诀的霸道灵力在体内轰然运转，那股侵入体内的昏沉感瞬间被驱散得一干二净。你不是炼气期！他失声尖叫，信心开始动摇。面对袭来的软剑，他不退反进。这个师姐的修为至少是筑基中期。苏季笑容里带着几分恶劣，是你太弱了。话音未落，他右手提枪突刺，左手一缕紫黑色火苗从指尖弹出，飘向对方，正是流火诀。那师姐的全部心神都集中在苏季的长枪上，双手掐诀，数十片锋利如刀的桃花瓣凭空出现，铺天盖地地照向苏季。然而那缕小小的火苗却灵巧地从花瓣的缝隙中穿过，他只觉手腕一烫，低头看去，那火苗已附着在皮肤上，下一刻便轰然爆开，如同枯骨之躯，疯狂吞噬着他的灵力和血肉。啊呀呀！难以言喻的剧痛让他发出凄厉的惨嚎，他疯狂地拍打，想用灵力扑灭，可那火焰却越烧越旺。苏季从不会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一步踏出，人已在数米之外，长枪如龙，直刺他的丹田。那师姐被剧痛逼疯，竟是放弃所有防御，不顾一切地朝苏季扑过来，双手成爪，要与他同归于尽。是谁能想到，在对方扑到近前的刹那，脸上狰狞的表情忽然换成一丝冷笑。一寸长一寸强，7步之内枪又快又准，但3步之内枪修的招式往往大开大合，很难贴身施展开来。遇上剑修的近身搏斗多半会饮恨。果不其然，如他所料，苏季因为不愿与他以伤换伤，选择暂避锋芒，长枪擦着他的腰腹险险划过，拉出一大道血痕。不过以伤换命，值了。只是为何他看不见苏季脸上半分波澜？因为他快，苏季更快。面对那凌厉的剑光，苏季不闪不避，腰间那柄金丹大修的佩剑悍然出鞘，枪！一声刺耳的金铁交鸣在洞窟内炸响。那师姐只觉一股无可匹敌的锋芒一闪，她手中的软剑竟被对方的剑轻而易举地从中斩断。怎么可能？她的惊骇只持续了不到1瞬，因为苏季的长剑在斩断她的兵器后去势不减，从她的腰间一剑而过。师姐的动作僵在原地，她最后的视线被定格，是一具没有头脑的下半身。为何有些熟悉？剧痛与生命的流逝让她发出一声无声的惨叫，眼中最后的神采迅速暗淡下去，最终两截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再无声息。洞窟内重归寂静，只剩下奔腾的暗河水声以及浓郁起来的血腥味。苏季甩了甩剑上的血珠，看了一眼自己道袍上被对方剑气划开的口子，有些不爽地啧了一声。他熟练地上前，先在那师姐的胸前摸索，很快便找到了一个品质不错的储物袋，接着是那名师妹的胸前，储物袋明显要差上一些。果然小的不怎么好藏东西。苏季也不嫌弃，将2个储物袋里的东西一股脑倒在地上，哗啦啦，10几块中品灵石，30几块下品灵石，几瓶叫不上名字的丹药，数张品质低劣的符箓，还有一枚孤零零的玉简。苏季捡起玉简，用灵力稍稍试探了一下，确认没有禁制之类的后手。他将一丝神识探入其中，下一秒，一幅详尽的地下溶洞地图便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地图标注的极为细致，不仅有各个通道的走向，甚至连一些危险区域都用红色的标记圈了出来。苏季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他从怀里摸出另一份地图，那是他从相思门贡献唐执事那里买来的。地图摊开在地上，与玉简中的一对比，好家伙，2张地图假的一模一样。苏季沉默了几息之后，他忽然低笑出声，呵呵，不愧是合欢宗，死了也想把我拖下水。苏季的眼神冷了下来，他一把抓起地上的玉简，五指用力，咔嚓，玉简应声而碎，化作一地齑粉，然后继续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地图收好。苏季犹豫了一下，放弃了女装冒充合欢宗女弟子的念头。他将3具尸体拖到暗河边，一人一脚踹了进去，转瞬便被湍急的河水吞没，不留半点痕迹。现在他该顺着河流下去看看，所谓的血祭举行的怎么样了。苏季顺着暗河的流向不紧不慢地走着，湍急的河水冲恰好能掩盖住他的脚步声。又行进大约半炷香的功夫，前方豁然开朗，一处巨大的地下溶洞呈现在眼前，比之前遇到的任何一处都要宽广。洞顶垂下无数石钟乳，空气中弥漫着更加浓重的硫磺味，前方聚集黑压压的一片人影。苏季没有急着靠近，而是寻一处阴影，将身形完全隐匿其中，仔细观察着对面的情况。人群泾渭分明，分成2波，绝大多数散修，大约有100号人，都远远地站在外围，一个个伸长了脖子，脸上既有贪婪，又带着几分畏惧。他们围成一个松散的半圆，将内圈的人和物牢牢锁在视线中心，而在内圈则是以顾冉冉为首的合欢宗弟子，他们身旁还站着寥寥几名散修，
要么是散修中修为最高、胆子也最大的，那么就是修为最差、烂命一条的。而他们的目光此时全都聚焦在面前的一处岩壁上。那处岩壁与周围的岩石不同，岩壁的最中央有一条自上而下、由宽变窄、通体剔透晶石，如水流受重力在岩石上缓慢滑落的痕迹。此时正一明一暗地闪烁，每一次亮起都会向外绽放出一圈纯金色的光华，同水波荡漾开来。光华所过之处，空气都泛起涟漪。龙涎石，苏季几乎立刻就确定了那东西的身份。虽然他内心对一块龙的口水滴过的石头抱有几分嫌弃，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玩意儿散发出的灵气波动精纯的有些吓人，确实是好东西。就在苏季暗自评估之时，那块龙涎石的光芒猛地大盛，嗡！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气势自龙涎石中扩散而出，无形的巨浪硬生生将周围的人向后推开数十米，就连已经筑基大圆满的顾冉冉也被这股力量逼得连退数步，才堪堪稳住身形。一时间，以龙涎石为中心，清出一片巨大的真空地带。外围的散修们发出一阵惊呼，看向那块石头的眼神愈发狂热，或许已经在脑中脑补自己拿到那块石头，挥手监阵退驻基大圆满的场景了。顾冉冉并未理会那些炮灰的反应，他稳住身形后，脸上非但没有惧色，反而流露出一抹期待。他与身旁的合欢宗弟子交换了一个眼神，随即十几人同时动了。他们从储物袋中取出一袋袋散发着腥气的血色粉末，以一种玄奥的轨迹开始在地面上勾画起繁复的阵纹。血色的线条在昏暗的溶洞中延伸交错，很快便形成一个巨大而诡异的图案。苏季眯了眯眼，说实话，就连他都看出一点门路来了，这肯定是个阵法。如果苏九在这里，他一定会认出这是臭名昭著的血祭焚魂大阵，一种以生灵的血肉与神魂为祭品，用以强行破除强大禁制的歹毒阵法。可惜苏九不在，但苏季只是修仙文盲，他看不懂阵法，他看得懂人。顾冉冉这是要动手了。苏季的视线扫过外围那群还蒙在鼓里的散修，他可不是什么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但是他有一个疑问，最优解不应该先把这些人抓起来捆好再布阵，反正换成他肯定会这样做，不然到时候这群人发现不对分头跑了怎么办？就在此时，顾冉冉清冷的声音响彻整个溶洞，诸位道友想必都已看到，这便是上古遗宝龙涎石，此时被上古禁制所护，我合欢宗院与诸位联手，一同破开禁制，共享机缘。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几分蛊惑，稍后我会催动阵法，需要借诸位一臂之力，只需诸位将自身灵力注入阵眼即可。事成之后，合欢宗承诺，在场所有出力的道友皆可分得一枚由龙涎石边脚料炼化的龙涎丹，此丹可助筑基修士无视瓶颈，提升一重小境界。此言一出，外围的散修瞬间炸开了锅。提升一重小境界，当真？顾圣女，此话可当真？你要说分他们几块龙涎石，他们肯定是不信的，但是边角料做的丹药，他们还真信了。合欢宗虽然口碑不好，但怎么也是个中立的大宗门，总不至于这么败坏自己名声吧？重赏之下，又有几个人动了？一张张脸上写满了贪婪，先前的忌惮被抛到九霄云外。苏季在暗处看得直摇头，这女人画饼的本事比他还会。只见顾冉冉满意地点了点头，抬手一指阵法中央的几个节点，请诸位道友入阵。话音刚落，便有十几名散修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各自站定在阵眼之上。很快，大阵的16个节点上都站了一名修士，他们盘膝而坐，脸上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准备迎接那即将到来的天大机缘。顾冉冉看着阵中那些祭品，绝美的脸庞上终于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他掐动法诀，启动大阵，脚下那巨大的血色阵图猛地亮起，一道道猩红的光芒冲天而起，交织成一张巨大的血网，将整个溶洞笼罩。阵里砍对，血涌魂开。顾冉冉的声音变得空灵飘渺，四象归位，阴煞俱来。阵法中那16名盘膝而坐的散修身体猛地一颤，他们只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从身下的阵眼传来，体内的灵力不受控制的狂涌而出，顺着血色的阵纹汇入阵法核心。啊！我的灵力！一名修士惊恐地大叫起来，他试图挣扎，却发现自己如同被定在原地，动弹不得。顾圣女，这是怎么回事？救命！我不想死！恐慌如同瘟疫，瞬间在阵中蔓延开来。然而，他们的求救声换来的只是顾冉冉愈发冰冷的神情。乾坤艮巽，风雷激荡，八荒封建，万古城墙。血色阵图的光芒愈发炽盛，16名修士的灵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阵法疯狂抽取，他们的惨叫声越来越凄厉。而那些站在外围的散修，此刻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跑，快跑！我就知道合欢宗的妖女心眼比撅过他定眼的人还要多。人群瞬间炸开，上百名散修如同无头苍蝇般四散奔逃，争先恐后的朝着来时的路涌去。然而就这时，异变突生，想暗算老子，老子的天命刚好能够无视同大境界修士一切献祭的手段，并且反噬对方，让你也尝尝被献祭的滋味。这一声怒吼直接将所有人逃跑的动作定格。那一声石破天惊的怒吼让整个地下溶洞都为之一紧，所有人的动作，无论是惊慌逃窜的散修，还是维持阵法的合欢宗弟子，
都在这一刻凝固，视线齐刷刷的汇聚向声音的源头。阵法之中，一名其貌不扬的散修缓缓站起身，他身上的灵力波动并不算强，也就筑基中期的样子，但此刻他周身却萦绕着一层肉眼不可见的奇特韵律，将血祭大阵那股吞噬生机的力量尽数隔绝在外。阵法中原本有16名散修，此刻已有6名化作地上的血泥枯骨，生机被吞噬殆尽，而此人竟是硬生生挣脱阵法的束缚。怎么可能？顾冉冉那张清冷绝美的脸庞上第一次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这血祭焚魂大阵一旦启动，就算是筑基修士陷入其中，也断无幸免之理。可眼前这人，那名修士并未理会他的震惊，脸上挂着一种近乎癫狂的得意，大步流星地朝着阵眼中心的顾冉冉走去。他每踏出一步，脚下的血色阵纹便会诡异地扭曲一下。顾冉冉心头警铃大作，立刻催动灵力，想要重新夺回阵法的控制权。然而那修士的速度比他更快，只一瞬间，他便冲到顾冉冉面前，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便是一记干脆利落的飞踹。砰！高高在上的合欢宗圣女就这么毫无形象地被踹翻在地。他刚欲挣扎起身，那名修士便又是一脚踩下，无数血色丝线自他脚底蔓延而出，瞬间将顾冉冉捆了个结结实实，动弹不得。做完这一切，那修士并未停手，他身形如电，在场中一通乱踹。砰砰砰！剩下的10几名合欢宗女弟子，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被他踹倒在地，被同样的血色丝线束缚住。那些本就半透明的粉色道袍，在挣扎中更显得欲盖弥彰。直到这一刻，那位散修才慢慢悠悠地开始解释：呵呵，很不巧，我筑基时获得一条紫色的天命，能够无视同一大境界下的献祭战法，并且反噬对方。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快到让人眼花缭乱。外围的散修们看得目瞪口呆，一时间竟忘了逃跑。暗处的苏季也看得啧啧称奇。只见那名修士心满意足地拍了拍手，踱步回到顾冉冉面前。他蹲下身，脸上露出一种猥琐至极的笑容，开始 cast 苍蝇，兴奋地搓手，嘿嘿，圣女的滋味我还从没尝过呢。说着，他那只不规矩的手便开始游走起来。住手！顾冉冉清冷的脸庞上写满屈辱，他何曾受过这般对待？然而被阵法之力束缚的他，除了怒斥，根本无力反抗。眼看那名修士就要得手，外围幸存的散修们终于回过神来，有人按捺不住地喊道：道友，别光顾着自己一个人快活啊，也帮我们把这该死的阵法解了，大家一起讨伐这妖女。是啊是啊，道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其他人的附和。他们看向那名修士的眼神充满了羡慕嫉妒，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那修士闻言，动作一顿，似乎觉得他们说的有几分道理，他竟真的站起身，随手一挥：行吧，就让你们也开荤，不过我先完，你们排队。一股奇异的波动扫过，原本还在疯狂抽取灵力的阵眼瞬间熄灭，束缚着其他散修的力量也随之消散。多谢道友，道友高义。重获自由的9名散修欣喜若狂，一个个摩拳擦掌，目光不善地围了上来，将顾冉冉团团围住。你们想干什么？顾冉冉看着这群如狼似虎的散修，脸上终于露出了惊恐的神色。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阵令人面红耳赤的污言秽语和一双双伸过来的罪恶之手。一时间溶洞内鸣声四起，顾冉冉那清冷的声音逐渐开始 cos 起汤姆猫，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能够同时完成吹拉弹唱的演奏。苏季在暗处看得直摇头，这么倒霉，这都能碰上一个天命克星，但他感觉还是有些不对劲。合欢宗的圣女就这，他决定再观望片刻。忽然一名散修怪叫一声，被圣女用脚赶路，赶累了。话音未落，脑门上便挨了重重一个大脑瓜。啪！声音清脆响亮，那名破阵修士一巴掌扇了过去，骂骂咧咧，有动天伏地不玩。你玩这个？这一下给外面的散修看懵了。他们一群散修，平日里连合欢宗的女弟子都难得一见，也就只敢在脑子里胡思乱想，乃真有机会尝尝大宗门圣女的滋味。这可是圣女啊！忽然人群中又有一人鼓起勇气，试探着开口：道友，算我一个行吗？我可以。他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声音笑了下去：我可以付下品灵石。顾冉冉勃然大怒，他何尝受过这种屈辱？一敢！那破开阵法的修士闻言咧嘴一笑，露出2排大黄牙。行啊，你过来，随便玩。爷今天心情好，一枚下品灵石玩一次。不过圣女这边要排队，你也可以先找找其他女弟子解解乏。得到允许，那名胆大的散修再也按捺不住，搓着手就冲了上去，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竟真的扑向了一名被束缚在地的合欢宗女弟子。这一下，剩下的散修们彻底坐不住了。道友，道友，道友，求你件事！一时间，场面彻底失控。有的，道友，道友，有的。先前还对合欢宗妖女喊打喊杀的散修们，此刻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涌入阵中。暗处的苏季眉头皱得更深了。道友，你们怎么往献祭阵法上撞啊？动动你们的脑子想想，这合理吗？顾冉冉就算是再怎么失算，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她可是合欢宗的圣女，身上怎么可能没有几件保命的底牌？可从始至终，她除了最开始的惊怒，
后面便再无反抗，任由那群散修摆布。那上百名散修此刻早已没了半分修饰的矜持与理智，他们像是饿了数天的野狗，一头扎进了肉林之中。此起彼伏的怪叫声与合欢宗女弟子们那半推半就的怒骂声交织在一起。苏季藏在暗处，眉头越皱越紧，他的视线在场中缓缓扫过，那些散修一个个面色潮红，双目赤红，呼吸粗重，体内的灵力波动混乱不堪，正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他们丹田冲溢散出来。反观那些看似遭受围攻的合欢宗女弟子，他们虽然看似狼狈，可若是仔细观察，便能发现他们的呼吸节奏始终保持着一种玄妙的韵律。他们的眼神深处没有惊恐，没有屈辱，他们不是在受难，他们是在工作。一个荒唐却又无比合理的猜测在苏季的心头轰然炸开。进步？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进步了，这是一场以百名筑基修士的精气神为消耗的干干净净的盛大献祭。而那个拥有紫色天命号称能反噬阵法的散修根本不是什么破局者，他才是这场献祭中最关键的一枚棋子，是他让所有人都放下最后一丝戒备。是了，合欢宗讲究的是阴阳大道，怎么这一次来的都是女弟子？那只有一种可能，最初入阵的16人中有10位其实是隐藏的合欢宗男弟子，而剩下的散修没看一开始就化作血泥。以苏季的角度来看，其中破绽还是挺大的。比如说相同的修为，凭什么有人化作血泥，有人屁事没有？但是呢，人家反手表演一场吹拉弹唱，你让这些散修怎么理智？就在苏季想明白一切的瞬间，顾冉冉吐掉灵根开口：师妹们都玩够了没？差不多了，全凭圣女吩咐。虽然质量不行，但是胜在数量众多，还不需要留手。那好，正事要紧，就先不玩了。嗡，那座由血色阵纹构成的巨大图案陡然爆发出妖异的红光。啊！我的修为，我的灵力在流失！不，救命！阵法之中，那些还沉浸在欲望中的散修们终于察觉到不对，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一头黑发迅速变得花白，皮肤上生出无数皱纹。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他们便从一个个身强力壮的修士变成一具巨型将就木的干尸。砰砰砰，一具又一具的干尸倒在地上，化作飞灰，连神魂都没能逃出，被那血色的阵法彻底吞噬。先前那名威风八面的破阵散修，此刻已经站到顾冉冉身后，脸上还挂着满足的笑容。师姐稍有冒犯了。转眼间，上百名修士尽数化为阵法的养料，溶洞内重归死寂。顾冉冉缓缓从地上站起身，他随手一挥，身上那件破碎的道袍便恢复如初，脸上的屈辱与惊恐也消失不见，只剩下一种俯瞰众生的清冷。无妨，偶尔玩玩倒也有一番意思。其余的合欢宗女弟子也纷纷起身，整理好仪容，尽力于他身后，仿佛刚才那场荒唐的闹剧与他们毫无关系。恭贺圣女，大阵已成。一名弟子躬身道。顾冉冉微微颔首，目光越过众人，落在那块龙涎石上。他并未急着上前，而是朱唇轻启，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整个溶洞。藏在暗处的朋友，这出戏看得可还过眼瘾？苏季的心头猛地一跳，被发现了。他依旧屏住呼吸，没有动弹，将自身气息收敛到极致。不是啊，修仙者的神识还是太作弊了，不让人当老六。顾冉冉似乎也不在意他是否回应，自顾自地继续开口：我知道你就在那里，从你踏入这里的那一刻起，你的一举一动便都在我的监视之中。无论是你斩杀我那2名不成器的师妹，还是你一路前行至此，我都一清二楚。苏季暗叹一声，他好像是有些想当然，小看这些大宗门的弟子了。人家要夺取至宝，为此布局，怎么可能不提防有小人想要渔翁得利？你不必紧张。顾冉冉的语气里带着几分玩味。我若想杀你，你根本活不到现在。你与这些低贱的散修不同，你的这份隐忍与心性，倒也勉强算得上不错。苏季从阴影中缓缓走了出来，他脸上挂着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圣女说笑了，在下只是个平平无奇的炼气期修士，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见。顾冉冉看着苏季那副无辜的模样，是吗？那你倒是和我说说，你是如何在我那2个筑基期的师妹手下毫发无伤的活下来的？这也算平平无奇？苏季脸上的笑容不变，心里却在飞速盘算着对策。选项呢？你他妈赶紧给老子跳啊！对方10几名筑基，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顾冉冉，自己这点修为上去就是送菜。跑，恐怕还没跑出洞口，后背漏给人家死得更快。怎么办？就在苏季脑中电光火石之际，顾冉冉却忽然话锋一转。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今日心情不错，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他伸出一根纤纤玉指，指向那块龙涎石。看到那块石头了吗？你去把它取来给我，只要你做到，我不仅饶你不死，还可以将你收入我合欢宗，让你做我的入幕之宾，如何？他打量着苏季的脸，嘴角勾起一抹浅笑。苏季忽然觉得之前那散修话糙理不糙，这女人的心眼比撅过他定眼的人都多。献祭完上百号炮灰，连个喘息的功夫都不给，就立刻把主意打到自己头上，这是要抓个替死鬼去探那龙涎石的虚实。算盘打得倒是噼啪作响。苏季心里冷笑，脸上却堆起一副受宠若惊的谄媚。他迈开步子，
不紧不慢地朝顾冉冉走去，姿态放得极低，甚至带上了几分谦卑的弯腰。圣女殿下说笑了，在下这点微末道行，哪有资格入您的法眼？苏季走到近前，一脸真诚地拱了拱手。不过，在下对圣女殿下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特别是方才那一场盛大的，演奏。苏季斟酌着用词，脸上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一丝回味与向往，可谓是余音绕梁，3日不绝。在下听的是如痴如醉，大开眼界，恨不能也参与其中，为圣女殿下献上绵薄之力。这番话听得顾冉冉身后的几名合欢宗弟子都有些绷不住，嘴角微微抽搐。你管那叫演奏，还想参与其中？你怕不是想死？顾冉冉心里告诉自己不必在意这些细节，可那清冷的脸上也带上了一丝恼怒。少说废话，既然有这份心，那就去把石头取来。我的耐心有限。苏演员季脸上立刻换上一副惶恐的表情，连连摆手。圣女殿下误会了，在下并非推脱，只是在下并非散修，乃是相思门外门弟子王三。我们相思门与贵宗也算有几分香火情，您看能不能看在这份薄面上，就放过在下一马，日后也好有缘相见。他搬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身份。相思门。顾冉冉闻言，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嗤笑一声。那个在一流宗门常年地久都不会挪移下位置的老九门，也配与我合欢宗谈香火情？他语气中的轻蔑与不屑毫不掩饰。我最后说一次，去把石头取来给我。一股冰寒的威压扩散开来，让苏季呼吸一滞。特么的，选项呢？再不出来要完蹦了呀！苏季脸上的惶恐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有些猥琐又有些憨直的表情。他搓了搓手，往前凑了2步，压低了声音：那个圣女殿下，取石头倒是没问题，俺就想问问，您刚刚说的话还算不算数啊？他嘿嘿一笑，俺要是真把那石头给您取下来了，您真让俺免费演奏？此话一出，整个地下溶洞的空气在这一瞬间凝固，就连那奔腾不息的暗河水声都似乎小了许多。顾冉冉身后的10几名合欢宗女弟子，一个个瞪大了双眼，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苏季。这人是疯了吗？他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他竟然敢用这种语气调戏圣女殿下！顾冉冉那张万年冰封的脸上，终于也出现了一丝裂痕。为什么是也？不必在意细节。顾冉冉先是愣住，似乎没能反应过来苏季话里的意思，紧接着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从他的心底轰然升起，瞬间冲垮他所有的伪装。你找死！一字一顿，仿佛从牙缝里挤出来，恐怖的杀意如潮水般席卷而出，整个溶洞的温度都骤然下降。然而，就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刻，苏季终于等到他期待已久的天籁之音，与顾冉冉对话，目标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选项1：大丈夫能屈能伸，为求活命，当场跪下，为合欢宗圣女献上自己的忠诚，并表示愿意先替圣女取下龙涎石。选项1：奖励绿色天命光速滑跪与一小块偷藏起来的龙涎石，光速滑跪可让你跪下速度提升10倍，且膝盖不受磨损。选项2：义正言辞地呵斥对方的无耻行径，痛斥其滥杀无辜，伤天害理，并表示自己就算是死，也绝不与那上百散休当道友。选项2：奖励绿色天命嘴臭，嘴臭可让你在与人对喷时，语速与逻辑能力大幅提升。选项3：已不再掩饰，顷刻间展露自己的灵根，体现自己过于常人的修炼天赋。选项3：奖励顾冉冉好感加80，当前0。常驻选项：我愿悲天悯人，可我的剑未必。当前击杀数2。很好，大局忽然就逆转了。不过苏季多看了一眼击剑的选项，为什么击杀数是2？刚刚他是杀了2个合欢宗的女弟子，可按照逻辑来说，要么就因为2人都不符合审美不加，要么就是只要杀女修都能计算，所以击杀数应该1或者3才对啊。难道因为有一个是枪杀的不算计减？想不明白。眼下也不是想这个的时候。苏季感觉那股冰冷的杀意已经快要凝成实质，刮得他皮肤生疼。他毫不怀疑自己再多说一个字，下一秒就会变成苏季。也不知道一剑劈了顾冉冉，剑气的余波能不能把这些人全部送走。万一送不走，他就完蛋了。万一全送走了，这石头还是得他亲手取。苏季的脑子转得飞快，脸上那副猥琐的表情瞬间切换成极度的惊恐。他双腿一软，差点就真的给对方表演一个光速滑跪。俺去，俺现在就去！苏季连滚带爬朝着那块龙涎石的方向狂奔而去，声音里带着哭腔。那副屁滚尿流的怂样，让顾冉冉身上那股即将爆发的杀气都为之一滞。他身后的合欢宗女弟子们脸上纷纷露出鄙夷的神色，还以为是块多硬的骨头，结果也是个欺软怕硬的货色。顾冉冉冷哼一声，没有再出手，反正都是个死，让他去探路也算废物利用。苏季冲到距离那块龙涎石不过5步之遥的地方，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他没有再往前。身后顾冉冉与一众合欢宗弟子皆是冷眼旁观。苏季转过身，脸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于商量的诚恳。圣女殿下，取这块石头有什么危险之处，可以跟我说一下吗？毕竟我要是稀里糊涂的着了道，您还得让自己的师妹师弟们以身犯险，多不划算。您看我这条烂命不值钱，可您手下这些姐妹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要是折损在这里，多可惜啊！这番话说的倒是滴水不漏，让顾冉冉准备看好戏的神情微微一滞。这人脑子转的倒是不慢，也难怪刚刚不上当。顾冉冉仔细一想，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让这个蠢货死个明白，总比他死得不明不白，导致计划出现纰漏要好。他脸上流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犹豫，假装是在权衡利弊。我可以告诉你，但你得发誓，今日在此地听到的一切都必须守口如瓶，绝不能外传。苏季一听有戏，脸上立刻堆满了劫后余生的狂喜，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发誓，俺必须发誓。他甚至举起3根手指，一脸庄重，俺用俺的亲爹发誓，绝对守口如瓶，烂在肚子里，若有半句虚言，就让俺爹天打雷劈，不得好死。顾冉冉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讥讽，一个将死之人，发再多誓言又有什么用？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想到这里，他也不再隐瞒，清冷的声音在空旷的溶洞中响起：取龙涎石这个行为本身并没有危险，但你可知此地真名并非七皇峡？苏季脸上保持着那副憨厚中带着好奇的模样，摇了摇头。顾冉冉的语气里带上几分俯视蝼蚁般的怜悯。根据我的天命推测，此地为绵龙窟。他顿了顿，好整以暇地看着苏季瞬间变得煞白的脸，继续补充道：若是那头龙被惊醒，哪怕只是泄露出一丝龙威，你猜他第一个会找谁的麻烦？话说到这个份上，已是再明白不过，谁动石头，谁就是第一个死的。顾冉冉在心中冷笑，他自然有脱身的后手。血祭大阵的能量尚未完全消散，只要他心念一动，便可催动阵法余威，将身旁这些师弟师妹的血肉尽数献祭，化作一道屏障，为自己争取到足够的逃离时间。而苏季这个亲手触碰禁制的倒霉蛋，将会成为真龙怒火下最完美的靶子。见苏季半天没有动静，顾冉冉的耐心逐渐消磨殆尽。怎么怕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若有若无的杀机再次将苏季锁定。苏季深吸一口气，脸上那副惊恐的表情缓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豁出去的决绝。傻逼，情报有误啊！那头龙压根就出不来。怕？圣女殿下，您这话可就说错了。俺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烂命一条，有什么好怕的？能死在真龙手里，说出去那也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他一边说着，一边迈开步子，竟真的朝着那块龙涎石大步走去。那富康凯父死的模样，反倒让顾冉冉愣了一下，就连他身后的那些合欢宗弟子也都是一脸错愕。这人是真不怕死。苏季很快便走到了龙涎石前，龙涎石散发出的纯净灵气扑面而来，让他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来。苏季直接取出背后的枪，凿在石岩上。圣女看好了，俺最会凿了。与此同时，黑暗中有一双眼眸忽然睁开，看了苏季一眼，随后又无趣的闭上。嗨，多大点事，一点唾沫星子也就这些人类修士当宝了。他会出手吗？他当然不会出手啊，他躲在这里可是为了等待那个契机。下次这些人类修士捡垃圾的时候，动静能不能小一点？吓得他还以为被天道找上门来，准备拿雷劫劈他。当啷，苏季的长枪继续凿在岩壁上，溅起几点火星，却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苏季随便套弄了几下长枪，就气喘吁吁，一副灵力即将耗尽的模样，回头冲着顾冉冉的方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圣女殿下，我怕凿不动了。顾冉冉身后的合欢宗弟子脸上早已挂满毫不掩饰的鄙夷，一个炼气期的废物能凿开才怪了。顾冉冉依旧是那副清冷的姿态，继续是。苏季不再言语，只是一味的开凿。就在这片各怀鬼胎中，异变陡生，哗啦，存在感极弱的地下暗河河面猛地炸开，炙热到扭曲空气的流光从水中爆射而出，带着一股难以抗拒的气息，直奔苏季的身后。太快了，快到顾冉冉的瞳孔刚刚收缩，那道流光就已经跨越100米的距离。在顾冉冉看来，这个炼气期的废物死定了。然而就在那道流光即将贯穿苏季身体的前一刹那，苏季那看似凿都凿不明白的身体直接抓起一小块已经快脱落龙涎石藏入怀中，随后以一个绝对不属于炼气期的步伐，硬生生向左侧横移半尺，随后手中长枪一抖，一手回马枪，好不潇洒，直接枪毁人飞。轰！炙热流光直接将亮银枪吞噬。苏季借着这股恐怖的反作用力，也不抵抗，干脆就顺着距离倒飞出去，火焰擦着他的衣角而过。苏季只觉得头发都被烤得有些卷曲，随后火焰流光重重地轰在他刚刚开凿的岩壁上，原本坚不可摧的岩石在那流光面前脆弱的如同豆腐，瞬间被融化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洞口边缘一片赤红，冒着缕缕青烟。苏季在空中惊魂未定，朝偷袭自己的方向看去，暗河之中，一个巨大的头颅缓缓升起，搅动起滔天水浪。那是一头通体覆盖着赤红色鳞甲的巨兽，头生一块突出的小包，附有极其短小的4爪，一双的眼眸里燃烧着暴虐的火焰。苏季忽然想起来了，之前他在窥天命中看到的场景可是在一片岩浆中，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溜了。虽然苏季还做不到御剑飞行，但炼气9层的修为也快触及到门槛，空中用灵力推自己一把，整个人飞出去更远
落地后更是一副无力抵抗的模样，非常狼狈的在地上打滚，真正意义上的滚出顾冉冉与火蛟的视线。而顾冉冉与何欢宗一行人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被火蛟吸引，没人在意苏季究竟是生是死。顾冉冉看向自己的天命，天命万象浮生，为天命品级子，效果你是某位存在的化身之一，拥有远超常人的修炼天赋，但作为代价，尽你所能的挣扎吧，在将来的某一天终将他吞噬，或被他吞噬，而他会成为合欢宗的圣女。一方面是破罐子破摔，想要吞噬他，直接把你这具化身送去给上万人当同道中人；一方面是这确实是速成的修炼路子。当然，这条天命不是今天的主角，主角是他筑基时获得的另外一条天命。天命挂眼天机，天命品级成，效果每3个月你可以推演一次旷世机缘，推算的必然会出现部分错误，但不会出现重大错误。当前推演结果鸡黄峡真名为绵龙窟，有真龙沉睡，你可以从中获得铸就9品金丹的材料龙涎石。所以天命的演算又出错了，终究只是橙色的天命，想要算进天机未免有些牵强。蛟与真龙这二者也差得太远，不过也好，龙涎石是真的就行，到底沉睡的是真龙还是蛟龙并不重要。好，火蛟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整个地下溶洞都在剧烈的颤抖，顶上不断有碎石落下。他那双燃烧着怒火的眼睛看向苏季，弱小的人类试图染指他的宝物，这可是他化龙的依仗。随后看见苏季连滚带爬的背影，火蛟喉咙里的岩浆顿了一下，那双暴虐的眼睛缓缓转向顾冉冉的方向。火蛟的灵智不低，如此拙劣浮夸的演技，想要吊蛟离石，他可不蠢。要是去追苏季，那龙涎石不就被这群人给偷完了？火蛟不再理会苏季这条小杂鱼，他将喉中那颗已经汇聚到极致的岩浆火球猛地喷向顾冉冉一行人。那火球如同一颗坠落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焰，所过之处连空气都被烧得发出噼啪的爆响。结阵！顾冉冉厉喝一声，脸上再无半分清冷，只剩下凝重。想要取走龙涎石，恐怕只能踩着这火蛟的尸体上过去了。不过也好，火蛟一身也是宝物。他双手掐诀，20名合欢宗弟子立刻反应过来，迅速变换方位，组成一阵型，一面由灵力构成的巨大光盾瞬间在他们面前撑开。轰隆！岩浆火球重重地砸在光盾之上，整个溶洞都像是发生一场地震。光盾剧烈地晃动着，表面浮现出蛛网般的裂痕，却终究是堪堪挡下这一击。但那恐怖的冲击力还是将合欢宗的众人震得连连后退，好几名修为较弱的弟子嘴角已经溢出鲜血。顾冉冉脸色变得更加难看，金丹妖兽一击不成，火蛟愈发暴怒，他庞大的身躯从暗河中一跃而起，带起漫天水花，那水花落在地上竟发出滋滋的声响，瞬间便被蒸发成白气。他甩动着粗壮的尾巴，如同一条钢鞭，夹杂着万钧之势横扫而来。散开！顾冉冉再次下令，众人立刻四散躲避。蛟尾重重地抽在他们原先站立的地方，地面瞬间被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碎石四溅，场面彻底陷入混乱。然而火蛟的攻势一波猛过一波，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合欢宗的阵法虽然精妙，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也开始摇摇欲坠。噗！一名女弟子躲闪不及，被蛟尾扫中，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撞在岩壁上，喷出一大口鲜血，眼看是活不成了。局势对合欢宗越来越不利。苏季躲在暗处看的是津津有味，他只恨自己现在手中没有灵果，让他咔嚓咔嚓的啃起来。火蛟的攻势狂暴无比，合欢宗的女弟子们引以为傲的媚术对妖兽压根就不起作用。又一名女弟子被暴怒的火蛟一口咬住，锋利的牙齿轻易撕碎了她的护身灵光，伴随着骨骼碎裂的声响，半截身子被吞入腹中，鲜血染红了地面。剩下的几名弟子花容失色，阵型早已溃散，只能狼狈的四处躲闪，苦苦支撑。这样下去，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顾冉冉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再打下去，除了把自己陪在这里，不会有第二个结果。必须走，龙涎石就在这里，过些时日还能卷土重来。可火蛟的注意力已经将他们牢牢锁定，想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脱身，谈何容易？就在这时，顾冉冉的脑海中忽然闪过苏季那连滚带爬、狼狈逃窜的身影。虽然样子难看，但确实是成功脱离了火蛟的视线。一个屈辱却又极其实用的念头在他心头浮现：学他！顾冉冉不再犹豫，他对着仅剩的4名弟子传音入命：拖住他，给我争取一息时间，我有手段斩了这孽畜。那4名弟子，其中就有那位假装破阵的拖。闻言，他们脸上都露出决然的神色。那就决一死战！是，圣女。4人齐大喝一声，燃烧精血，催动最后的保命手段，化作4道流光，悍不畏死地冲向火蛟。火蛟被这突如其来的反扑激怒，张开血盆大口，一道比之前更加粗壮的岩浆火柱喷涌而出。就是现在！顾冉冉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非但没有后退，反而主动迎向火柱的余波。轰！他像是被巨力正面击中，口中喷出一道血箭，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姿态狼狈。他飞出的方向恰到好处，正是一片乱石堆。只要能躲到那块最大的岩石后面，
收敛气息，暂时避开火胶的感知，他就有机会逃出升天。落地，翻滚，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虽然满身尘土，却透着一股精心计算的意味。眼看那块能救命的巨石就在眼前，顾冉冉的心中甚至升起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然而，就在他即将滚入岩石阴影的瞬间，一只脚毫无征兆地从石头后面伸了出来。那只脚上穿着一双普通的布鞋，鞋面上还沾着些许泥土。他就那么轻描淡写地踹在了顾冉冉的屁股上，砰！力道不大，但却刚好打断他翻滚的势头，将他整个人向外推了出去。顾冉冉的身体咕噜噜地滚向另一个方位，他整个人都懵了，僵硬了片刻，让他在一瞬间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是那个练气期的废物，他还敢踹我！他下意识的就想催动灵力稳住身形，然后跑过去将石头后面那个该死的老六碎尸万段。可就在他动念的刹那，火胶那暴虐的咆哮声再次响起，顾冉冉硬生生压下了出手的冲动。他不敢，一旦他在这里动手，灵力波动必然会再次引来火胶的注意，到时候他会死得更快。这个仇只能先记下。顾冉冉银牙紧咬，任由自己的身体继续翻滚，最终扑通一声掉进了奔腾不息的地下暗河之中。冰冷刺骨的河水瞬间将他吞没，他借着水流的掩护，身影很快消失不见。石头后面，苏季缓缓收回自己的脚，在石头上擦了擦。想学我当老六，火候还差了点。苏季甚至还觉得有些可惜，刚刚那一脚应该再用点力，直接把他踹回火胶的嘴边才对。好，火胶彻底解决那几个合欢宗弟子，却发现自己的主要目标消失了。火胶在原地盘踞，暴虐的赤红眼眸扫视着空无一人的溶洞，他喉咙里发出几声低沉的咕噜，最终还是没有选择追击。比起那奔逃的虫子，显然是眼前这块龙涎石更加重要。他庞大的身躯缓缓沉入暗河，只留下一颗巨大的头颅死死盯着龙涎石。15日后，相思门，一道风尘仆仆的倩影落在山门前。苏九福去道袍上沾染的尘土，这一趟外出虽有波折，但收获颇丰。为苏季天道筑基准备的材料已然凑齐，他没有先回自己的小院，鬼使神差的脚步一转，便朝着外门弟子居住的区域走去。那间破败的木屋一如既往，他推开吱呀作响的房门，师兄，我回来了。屋内空空荡荡，只有微尘在从门缝透进的光束中飞舞，没有人回应。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感悄然爬上心头。人呢？苏九蹙了蹙眉，一个念头毫无征兆的冒了出来。苏季该不会躺他床上睡觉去了吧？这事苏季绝对干得出来。他不再停留，身形化作一道白虹，狐不停足的径直回自己的居所。他甚至没走正门，直接落在后院，推开房门。苏季，谁让你？话音戛然而止，房间里同样是空无一人。不在。苏九站在原地，心底那份莫名的失落感变得更加清晰了。他将那杆断成两截、布满裂痕的亮银枪轻轻放在桌上。也就在这时，他才注意到桌上多一个巴掌大小的精致木盒，木盒下还压着一张叠好的纸条。苏九心中一动，连忙拿起纸条展开，纸上是2行字，自己瞅得一言难尽，歪歪扭扭。苏九觉得他用脚沾墨水随便写写都比这好看。七皇峡地下，别拿贡献堂直视的地图。七皇峡，苏九脑袋里开始回忆是否有这个地方的印象。很快他的呼吸猛地一滞，是那个地方，可不好去。混蛋，说好的安分守己。苏九捏着纸条的手指微微泛白，思考片刻，将桌上的木盒收入储物戒指中，夺门而出。苏九的速度极快，不过半日便已抵达七皇峡。他没有半分犹豫，寻到那处阴冷的深潭，身形如一道白练，直接跃入其中。冰凉的潭水将他包裹，穿过那层无形的结界，钻入只通一人的缝隙。周遭的景象豁然开朗。苏九落在溶洞的地面上，下意识甩了甩脑袋之后，动作忽然僵住，周身灵气微一鼓荡，湿漉漉的道袍与发丝辫瞬间蒸干，随后就是一股炙热的浪潮扑面而来，一层金丹气息的火焰结界封印了入口。虽然有些棘手，但苏九花费一些时间，还是将它破开了。毕竟不是金丹老怪本体在此。破开结界之后，空气开始混杂着浓重的硫磺气味与若有若无的血腥，深处还隐隐传来妖兽疯狂的咆哮。果然出事了。苏九秀眉微蹙，加快脚步，很快他便来到那处1米多高的悬崖边，幽深的黑暗仿佛能吞噬一切光亮。他向下瞥了一眼，并未多想，足尖在崖边轻轻一点，整个人飘然落下，下坠之势快到极致，风声在耳边呼啸。就在即将触及地面的前一刻，苏九白皙的足尖在虚空中轻踩一下，一股无形的力道拖住他的身体，下坠的冲力瞬间消弭于无形。他悄无声息地落在坚实的地面上，刚一站稳，一股浓烈的腐臭味便钻入鼻腔。苏九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些，死人了。他循着气味朝旁边走了几步，10米开外，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不规则地躺在地上，尸体下的地面还有一个清晰的人形浅坑。看这死状，分明是从高处直直摔下，没有半点缓冲。苏九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苏季那张总是挂着几分无赖笑容的脸，他几乎立刻就脑补出了事情的经过。这个倒霉的家伙，难道是被苏季一脚从上面踹下来，用来测试悬崖深度的？可惜
苏季不在这里，不然他肯定要大声喊冤。我不是那种人啊！苏九摇了摇头，将这荒唐的念头甩开。他不再停留，身形一闪，便朝着溶洞的更深处掠去。苏九在溶洞里穿行，此地岔路极多，四通八达，即便他是筑基大圆满，神识可以覆盖不短的范围，但在这复杂的地形与无处不在的炙热气息干扰下，也走了不少冤枉路。他有些烦躁，倒不是为自己迷路而烦躁，而是越往深处走，那股妖兽的咆哮声就越清晰，其中蕴含的暴虐让他都感到一阵心悸。金丹妖兽，苏季那个家伙炼气8层，怎么敢往这种地方跑？觉得自己逆斩元婴一次就天下无敌了。苏九停下脚步，闭上双眼，四周的喧嚣仿佛在这一刻远去。他沉下心神，去感知那冥冥之中的联系，那是源自九尾天狐一族与大夏地族间的古老盟约，也是他与他之间因那一滴心头血而缔结的特殊血誓。找到了，在左前方，很远，气息有些紊乱，但生命还算平稳。苏九再度睁开眼，不再犹豫，身形化作一道残影，朝着感应到的方向疾驰而去。另一边，一片更为广阔的溶洞之内，苏季忽然感觉自己的灵根有些发热，还有些痒。他下意识地挠了挠。你又想做什么？一道带着几分虚弱与恼怒的声音从身旁传来。苏季扭头看去，顾冉冉正靠在一块岩石上喘息。他那一身合欢宗标志性的道袍，此刻已是破烂不堪，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其上还沾着不少灰尘与血迹，看上去狼狈至极。没什么，有点抽筋。苏季面不改色的胡扯。顾冉冉投来一个你当我傻子的眼神，却也没力气再与他争辩什么。轰隆！不远处的岩壁被一股巨力撞碎，一头庞然大物咆哮着冲了出来，正是那头火蛟。只是此刻的他比之前更加疯狂，一双蛟目赤红如血，死死地锁定着苏季和顾冉冉。而在他那粗壮的蛟尾后部，两柄寒光凛凛的长剑正斜斜地插在他的屁股上，剑身已经没入大半。好！火蛟每动一下，似乎都会牵扯到伤口，疼得他怒吼连连。苏季二话不说，转身就跑。顾冉冉也强撑着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两人一交，一前一后，就这么在空旷的溶洞里上演着你追我赶的戏码。为何会落到这般田地，就说来话长了。那一日，火蛟与合欢宗众人斗得两败俱伤。苏季本想好汉不吃眼前，走为上计，谁知那火蛟竟用天赋神通，在唯一的出口处布下一道岩浆禁止，别说人了，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这一下，苏季和侥幸活下来的顾冉冉便被彻底困死在这里。苏季倒是不慌，他直接找个角落开始摆烂，甚至还能时不时修炼一下。他知道苏九肯定会来找他的，熬下去就是胜利。但顾冉冉不知道啊，这位合欢宗的圣女心高气傲，哪里受得了被困死在这种鬼地方。于是他开始了一系列的作死行为。他先是试图强攻，结果被火蛟一尾巴抽中受伤，然后他又想故技重施，企图用合欢宗的秘法去魅惑火蛟，结果火蛟只想化龙，对他这个长得奇形怪状的两脚生物毫无兴趣，甚至觉得他丑，又是一口岩浆喷了过来。眼看硬的不行，软的也不吃，顾冉冉被逼入绝境，终于动了歪心思。他直接用幻术变成苏季的模样，随后趁着火蛟睡觉，拼死扎了一下蛟屁股，看看能不能让火蛟离开龙涎石，他好强行结丹。换做平时，火蛟自然能够看穿，可是他忽然被捅了一下，彻底陷入暴走状态。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弄死眼前这那个敢于亵渎他龙臀的人类，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一幕。说实话，苏季这辈子都没有被这么狂热的追求过。跑着跑着，苏季越想越气，被追急了，拔出金丹大修的佩剑就给他扎了上去的。于是苏季的仇恨高达1000%。然后苏季逃跑的时候，因为迷路，正巧遇见正在凿龙涎石的顾冉冉，他二话不说就把火蛟往顾冉冉那里带。大哥这边走，我带你去找花姑娘。火蛟听着苏季的怪叫，一看顾冉冉，这还了得，一个捅他屁股，一个偷他命根，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顾冉冉仇恨也变成了1000%。顾冉冉受伤，跑的速度和苏季差不多，竟然成为了苏季的临时挡箭牌。火蛟一会追一下苏季，一会追一下顾冉冉，一个滑步溜手，一个手段极多，有些扎手。而他们两人都觉得自己有轻易杀死对方的手段，却又都不敢动手，没人帮自己分摊火力，那不是找死。就在这时，一道红衣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溶洞的另一端入口，他白发如瀑，赤足而立，周身萦绕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与这炙热血腥的环境格格不入。正是苏九。苏九一出现，便看到了场中的景象，一个衣不蔽体的妖娆女子，一个上蹿下跳的师兄，还有一头屁股上插着剑追着他们跑的暴怒火蛟。苏季看到苏九，那就是看到救星，扯着嗓子就喊起来：师妹救我！然而出现在入口处的那道身影却并未如苏季所愿那般立刻冲下来将大局逆转。苏九是足立在崖边，瀑布般的白发无风自动，他那双清澈的狐狸眼眸平静地扫过场中，他的视线掠过那头暴怒的火蛟，掠过上蹿下跳的苏季。短时间内苏季还没什么性命之危，最终定格在那个衣衫破碎春光乍泄的顾冉冉身上。周遭是妖兽的咆哮，是岩石的崩裂，是一片混乱。苏九却像是置身事外，
他红唇轻启，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压过所有杂音。师兄，他是谁？几个字轻飘飘的，却带着一股莫名的寒意。苏季脚下一个趔趄，差点被火蛟的尾风扫到。坏了！苏季心里咯噔一下，警铃大作。这熟悉的场景，这致命的问句，这不就是老家话本里最经典的修罗场吗？看着苏九那平静无波的脸，苏季比面对火蛟时还要心慌。他毫不怀疑，自己要是回答的慢了半拍，或者说错了半个字，等会儿要面对的可能就不是一头火蛟，而是一头发怒的幼狐了。必须立刻解决问题。苏季看着还卡在顾冉冉头上的选项，他再不犹豫，心念一动，便要催发那常驻选项。然而一吸过去，两吸过去，火蛟又一口火焰弹从苏季头上飞过去。那柄撕裂规则的绝凶之剑并未出现。不是，哥们，我剑呢？关键时刻你给我玩罢工？难道这剑还有洁癖不成？嫌弃顾冉冉现在这模样太脏，不屑于饮他的血。念头一闪而过，苏季已经没时间去思考这离谱的可能性。他眼角的余光瞥见火蛟身后，那柄金丹大修的佩剑还在摇摇欲坠。没关系，一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一条。苏季手指悄然一勾，一股灵力跨越数十米距离，缠向那柄长剑。对于炼器修士而言，隔空御物本就艰难，更何况是在一头金丹妖兽的身上。那柄剑只是轻微的晃动了一下，便再无反应。幸好苏季的法系造诣远超常人，他双目一凝，丹田内液化的灵力疯狂涌动。剑来，削！一声尖锐的破空声响起，伴随着皮肉被撕裂的闷响。那柄长剑终于从火蛟的血肉中挣脱出来，带出一道滚烫的血泉。那妖血浓稠，其中还夹杂着点点金色的光点，一离体便散发出惊人的能量。血液顺着剑身流淌，却并未滴落，反而像是被剑刃贪婪的吸收，让原本就寒光凛凛的剑身更添几分妖异的暗红色。坏了，该不会把那件修老头的老相好染了个红毛吧？不对，苏季转念一想，这一下这柄剑是真正饮过大妖之血了。好，屁股再次受创，火蛟彻底疯狂，他仰天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暴虐的气息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整个地下溶洞开始剧烈的摇晃，穹顶之上无数石钟乳如雨点般落下，脚下的地面裂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原本奔腾的地下暗河，河水瞬间沸腾蒸发，取而代之的是从地底喷涌而出的滚滚岩浆，整个地下溶洞仿佛要在这一刻化为炼狱。你疯了？你激怒他干什么？一旁的顾冉冉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花容失色，他完全无法理解苏季的行为。回答他的是苏季一个冰冷至极的眼神，他伸手一招，那柄银宝妖血的长剑便落入他手中，剑身嗡鸣，一股嗜血的杀意顺着手臂涌入他的四肢百骸。以汝3尺为命，保我苏季狗！季无上剑道。苏季的目标只有一个，你敢？顾冉冉又惊又怒，他没想到这个炼气期的蝼蚁，在金丹妖兽狂暴的压力下，非但没有选择逃窜，反而将屠刀对准自己。他强行压下体内的伤势，催动所剩无几的灵力，一双桃花眼中泛起最后的媚色。道友，何必打打杀杀，你我联手？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一道妖异的暗红剑光便在他瞳孔中急速放大。太快了！那柄剑在吸收火蛟精血后，仿佛活了过来，剑身嗡鸣，带着一股蛮横不讲理的凶性，轻易撕开了他仓促布下的所有防御。扑哧，利刃入肉的声音，轻微的几乎被洞穴的崩塌声掩盖。顾冉冉脸上的媚态凝固，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看着穿透自己心口的长剑。他反应显然慢苏季半拍，至死都无法理解这个男人为何宁愿冒着被火蛟拍成肉泥的风险，也要先杀自己。算了也好，终于不用提心吊胆的活着做一个烂人。苏季面无表情地收回长剑，任由顾冉冉的身体软倒在地，生机断绝。他甩了甩剑锋上的血珠，转过身，恰好对上雅典苏九看过来的视线。苏九看到那女子倒在血泊中，他心底的怒火却又如潮水般退去。本想已经想好的台词，比如说我在外面辛苦奔波，没想到师兄却在巴拉巴拉的之类的话全都咽了回去。就在这时，两个攻击目标失去其一，火蛟将全部的怒火都倾泻到了苏季身上。好，他庞大的身躯携着崩山之势撞来，张开的血盆大口中是足以融化金铁的滚滚岩浆。苏季脸色一摆，这一下是真顶不住了。苏九看着下方被追得鸡飞狗跳的身影，又好气又好笑，他不再犹豫，飘然落下。定！正在疯狂冲撞的火蛟，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僵，仿佛被无形的枷锁困住，动作迟滞了刹那。苏九拽着苏季的胳膊，将他从火蛟的血盆大口前硬生生拉开。那股无形的束缚之力仅持续了一瞬，便被火蛟狂暴的妖力冲破。好！挣脱控制的火蛟愈发癫狂，他一头撞在侧面的岩壁上，大块的岩石如雨般砸落，脚下的地面已经完全被赤红的岩浆覆盖，两人只能在凸起的岩石间辗转腾挪，躲避着火蛟愈发疯狂的攻势。苏九的脸色也凝重许多，金丹级的妖兽果然不好对付。他瞥了一眼苏季手中那柄还泛着不祥红光的长剑，心头闪过一丝疑惑。苏季一个枪修，剑术未免也太吓人了些。不过眼下显然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师兄，我等会再将他定住一次。苏九的声音在咆哮与岩石崩裂的巨响中
清晰地传入苏季耳中。看见他头顶那个凸起的小包没有？你朝那里斩他一剑。苏季见到苏季没有回应，苏九有些急了，师兄，你行不行？苏季自然不能说自己不行，有点难。苏九拽着苏季的胳膊，险之又险地避开一块从头顶砸落的巨岩。他稳住身形，那双清澈的狐狸眼眸里写满了不解。为什么？苏九的声音透着一丝急切。上一次你斩杀那元婴残魂，灵力耗尽，可这一次你斩那妖女，体内灵力分明尚余一半有余。以你剩下的灵力，配合我的定身术，斩杀这头孽畜绰绰有余。苏九的语速很快，他不相信苏季会在这生死关头藏拙，这其中必有他不知道的缘由。苏季听着师妹条理分明的分析，心中暗道一声厉害，这小狐狸不仅长得好看，脑子也转得飞快，不好糊弄啊。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挣扎。师妹，你有所不知，我这剑法……他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不愿提及那段过往，乃是我族中不传之秘，限制极为苛刻。苏九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火蛟又一记甩尾，将侧面的一根石柱抽得粉碎，碎石迸溅，其中一块擦着苏九的脸颊飞过，带起一阵灼热的劲风。苏季像是终于下定决心，声音压低几分：“此为无情剑道。”无情剑道。苏九蹙眉，无情道的名声不要太响亮。苏季的表情愈发沉重，望着远处那头愈发狂暴的火蛟，悠悠开口：“此剑专斩那些试图以美色诱我、乱我道心的女修。”所以他转过头，迎上苏九那错愕的表情，一字一顿：“对那头畜生是斩不出去的。”苏九的心乱了，原来是这样。仔细想想，似乎合情合理。上一次那个元婴残魂确实提出过要夺舍他的身体，让苏季试试花样，然后就被苏季一剑斩了。方才那妖女衣衫不整，动用媚术想要硬控苏季，也被一剑斩了。好，火蛟显然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追忆往昔、探讨剑道的时间。他察觉到这两个渺小的人类竟敢在他的面前旁若无人的交谈，这是对他这位未来真龙赤裸裸的藐视。暴怒之下，火蛟张开血盆大口，一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庞大、都要凝实的岩浆火球在他的喉间急速汇聚，毁灭的气息扑面而来。走！苏九回过神来，不再纠结那离谱的剑道，拉着苏季便朝溶洞深处唯一还未被岩浆完全覆盖的通道冲去。苏季被苏九拽着，还不忘回头冲着火蛟树中指，大喊一声：“傻逼，也走了！”师兄，你吼他干啥？苏季头也不回，跑得比兔子还快，反正他也听不懂。我被这傻逼追了10天啊，整整10天！要不是地下溶洞地形复杂，方便绕圈，我估计都变成一坨屎被他排出来了。苏季的声音里带着一股深沉的怨念，这口气要是不出，我怕滋生心魔，道途就此断绝。这叫念头通达。苏九，他一时竟不知该从何处反驳，这歪理听上去竟还有那么几分说法。罢了，他不再多言。两人身形如鬼魅，在溶洞中辗转腾挪，同时苏九另一只手掐诀，几道与他们一模一样的虚影凭空出现，朝着不同的方向狂奔而去。好，火蛟的灵智并未全开，短时间内难以分辨这等幻术。他对着其中一道虚影便是一口岩浆喷了过去，将那片岩壁都融化出一个大洞。趁此机会，苏九带着苏季钻入一条狭窄的石缝，身后火蛟的咆哮声与岩石的崩裂声渐渐远去。一处相对安全的石窟内，两人终于停下脚步。苏九松开苏季的手腕，环顾四周，确认暂无危险后，才转过身。那股压抑了一路的火气，终于还是没能忍住。师兄，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不是让你在宗门里安分守己一些吗？他的声音里有担忧，更多的是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后怕。这可是金丹妖兽，而且还是苏季那剑术无效的前提下，绝对无法反抗。苏季没有立刻回答，他先是靠着石壁，夸张地喘了几口粗气，一副劫后余生的疲惫模样，然后他才慢吞吞地抬起头，脸上不见了方才嘲讽火蛟的无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愧疚与委屈的复杂神情。苏季从怀中摸索了片刻，掏出一块巴掌大小、通体晶莹、散发着纯净灵气的石头，正是那块他顺手装起来的龙涎石。师妹，你一个人在外面为我奔波，寻找天道筑基的材料。他的声音低沉，带着几分沙哑。我要是什么都不做，就这么心安理得的等着，我这心里过意不去。他将那块龙涎石递到苏九面前，眼神诚恳的不掺一丝杂质。我听说这里有宝物，就想着或许能对师妹铸造9品金丹有用，便想着来碰碰运气。苏九愣住了，他看着苏季手中的那块龙涎石，又看了看他那张写满我都是为了你的脸，脑子里嗡的一声，所有的情绪在这一刻都被这块小小的石头给堵了回去。他冒着被金丹妖兽拍成肉泥的风险，闯入这九死一生的绝地，就为了给他找或许有用的宝物。就因为心里过意不去，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毫无征兆的从心底涌起，瞬间冲刷掉他所有的焦躁与不安。苏九只觉得鼻头一酸，眼眶竟有些发热，他猛地伸出手，一把将那块龙涎石夺了过来，紧紧攥在手心，以此来掩饰自己此刻的失态。你当我是傻子？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却故作强硬。就为了这点东西，值得你把命都搭上？
苏季嘿嘿一笑，竟然被师妹看出来了，确实还是有点别的事情。其实，苏九，等会你说啥？苏九强行压下把手里的龙涎石拍回苏季脸上的冲动，重新板起脸，声音冷了3分，说。见到苏九的脸色有回调的趋势，苏季连忙开口，很关键。果不其然，苏九虽然没有直接询问，但竖起的耳朵和微微前倾的身体，还是出卖了他内心的好奇。苏季清了清嗓子，脸上浮夸的表情褪去，换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师妹还记得我之前问你筑基需不需要渡雷劫的事情？苏九先是一怔，随后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苏季继续解释，声音压得极低，我筑基一定会有雷劫，而且不是普通的雷劫。苏季停顿一下，回忆在窥天命中的画面，准确来说是天罚。一旦我开始天道筑基，天罚降临，覆盖范围至少是以我为中心方圆50里地。届时，你、我乃至整个相司门上下所有活物都会在瞬间化为飞灰。石窟之内一时间静得可怕，只剩下远处隐约传来的火蛟咆哮和岩浆流淌的咕噜声。这番说辞，苏九还是愿意相信的。苏季那一手窥见未来的手段堪称恐怖，怪不得。所以你来这里是？苏季直接打断他，没错，这里是我想出来的唯一破局方法。在这地下数百米的深处，我才有可能避开天罚，完成天道筑基。一番话信息量巨大，苏九的脑子飞速运转，将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苏季甚至在自己生死攸关的寻道途中，仍不忘顺手为他取来或许有用的龙涎石。他捏着那块尚有余温的龙涎石，指节微微泛白，清澈的狐狸眼眸里写满疑惑。可是师兄，你确定在这里可以躲过天劫？苏九的声音带着一些疑惑，开始替苏季分析此处距离地面最多不过100余丈。按照你所言，假设天劫的威力是以师兄为中心，覆盖方圆50里地，这按照破坏力来说，10有8九是躲不开的。他不是在质疑，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地下100余丈，对于寻常修士或许算得上是深处，可对于被苏季称之为天罚的恐怖雷劫而言，这点距离应该还是拦不住的。不过威力倒是可能会削减几分。然而苏季的脸上却不见半点慌乱。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就知道我在这里就能躲过雷劫。这番话显然是颠覆苏九的认知。怎么可能？天道要罚你，怎么可能因为你换了个地方就干脆不罚了？这不合常理。可是师妹，苏季再次打断他。苏季往前凑了凑，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他凝视着苏九那双泛着困惑的狐狸眼眸。我窥见的未来和最终发生的事情，可有半分差池？苏九沉默了。没有，分毫不差。我的命就这一条，我肯定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苏九彻底说不出话了。他相信苏季，可他无法理解这其中的因果。这不符合他从族中古籍中学到的一切修仙常识。看着苏九依旧紧锁的眉头，苏季话题一转，雷劫的事情不需要师妹操心，有这个时间不如来操心一下另外一件事。还有什么事？苏季的表情变得比刚才提及天罚时还要沉重几分。除了天罚，我筑基时还会引动心魔。心魔？苏九彻底愣住了，他张了张嘴，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又是天罚，又是心魔，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大能在此飞升上界。这真的是一个炼器修士突破筑基期该有的排场吗？苏季这一身的麻烦，简直比他这个九尾天狐还要多。师兄确定？苏九的声音都有些发飘。苏季重重地点头，脸上写满我也不想但没办法的无奈。确定。苏九这下是真没辙了，他蹙着秀眉，开始在脑海中疯狂搜刮族中古籍里关于心魔的记载。心魔，我所知甚少。他轻声开口，语气里透着一股无力。但这东西与天劫一样，外人极难干预。我倒是有一些清心凝神的辅助之法，可以帮你稳固心神，但真正与心魔对抗，最终恐怕还是得依靠师兄自己。苏九的话音刚落，就看到苏季的眼睛猛地亮了起来，一把抓住苏九的小手，开始把玩。有辅助就行，有 buff 总比没有 buff 强。苏九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他下意识地想把手抽回来，却被苏季抓得更紧。师兄，你先放手，这辅助之法有些特殊。怎么个特殊法？苏九的脸颊又开始泛红，他别过头去，不敢看苏季那双亮的吓人的眼睛。此法名为色兽魂语，他的声音细弱蚊蝇，最后几个字估计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清，是我九尾天狐一族的不传之秘，唯有血脉精纯的族人方可施展。施展此法需要施术者与受术者之间心神同步，灵识合一，不分彼此。苏季听得一头雾水。师妹，你说直白点，我听不懂。苏九的贝齿紧紧咬着下唇，师兄别管，若真走不过心魔那道坎再说。苏九觉得应该是用不到的。你瞧瞧苏季逃跑的时候还不忘嘲讽火蛟一嘴，这样的人也能有心魔？滋生心魔的难道不该是遇上苏季的人？苏季还想再问些什么，苏九却已经站起身。走吧，先去看看那头火蛟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要是他还在发疯，我们还得朝溶洞深处另寻他处。苏九蹙眉，不过这溶洞四通八达，不太好找。苏季嘿嘿一笑，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地图，在他面前晃了晃。苏九哼了一声，接过地图，自顾自地走在前面。苏季乐呵呵地跟在后面，
看着师妹纤细的背影，心中暗自感叹，还得是师妹好，不仅人美心善，花样哦不，办法多。两人悄无声息地穿行在复杂的溶洞中，苏季愈发觉得自己当初把苏九忽悠来当护根人，是他穿越以来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很快，前方传来隐约的鼾声，沉重如雷，炙热的气息也变得更加浓郁。苏九停下脚步，对苏季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两人猫着腰，悄悄探出半个脑袋，朝那片广阔的溶洞望去。那头庞然大物正盘踞在溶洞中央，巨大的头颅枕在龙涎石旁边，闭着眼睛，胸腹有规律地起伏着，似乎是睡着了。他屁股上那2个血洞还在，只是流出的妖血已经凝固。苏季对着苏九比了个奇怪的手势，食指和拇指圈成一个环，另外3根手指竖起。你看多厉害啊！拿一张假地图都能推演出正确的路线，找到火胶。他苏季就没有这个本事。苏九看不懂，但大致能猜到他的意思。两人蹑手蹑脚地溜进溶洞，找了一个距离火胶较远而且不起眼的角落。苏九立刻从储物戒指中取出2个储物袋，随后信手一挥，布下一个简单的幻阵，将两人的身形与气息都隐藏起来。做完这一切，他才松了口气，看向苏季：“师兄，材料都在这里了。”苏九将储物袋递给苏季，里面是他这些时日奔波劳碌的全部成果。苏季接过储物袋，神识一扫，心中微暖，里面琳琅满目的天材地宝几乎要晃花他的眼。五行之精，四方之水，无一不是价值连城。他难得正经的开口：“师妹辛苦了。”呵，也就会口头感谢了。苏九猛地别过头去，撩了撩头发，不让苏季看见自己微红的耳根。快点开始，先修炼到炼气大圆满，我为你护法。苏季只是默默记住这句话，不再多言。他盘膝坐下，从怀里摸出一堆上品灵石，撒在地面上。随后他合上双眼，心神沉入丹田，开始全力运转荒陨斗龙诀。丹田气海之内早已化为液态的灵力，开始缓缓旋转。那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快便形成一个微小的漩涡，疯狂拉扯着周围的一切。苏季的心神在这一刻彻底沉入一片空明。一旁，苏九屏住呼吸，全部心神都用来戒备四周，尤其是远处那头正在酣睡的火蛟，以及任何可能出现的异动。时间1分1秒的流逝，石窟内陷入一种诡异的宁静。苏季身上的气息却开始以一种近乎恐怖的速度节节攀升。幻阵内上品灵石散发出来的灵气被苏季鲸吞般吸入体内，他整个人都被一层肉眼可见的灵气雾霭包裹，身形都变得模糊起来。1天炼气9层中期，2天炼气9层后期，3天炼气大圆满，只差最后那临门一脚便可彻底破境，踏入一个全新的天地。然后苏季就停住了。在苏九疑惑的眼神下，苏季嘿嘿一笑：“休息2天，状态不好，不适合突破。”苏九只是略微点头，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有些修士突破时，不光需要等到精气神都到达巅峰，甚至还需要选一个黄道吉日。时间一晃，又是2天半，窥天命的冷却再次转好，苏季选择激活。随后世界灰白一片，千丝万缕交织的因果却没有一根可以波动。很好，告诉苏九自己要渡心魔劫，让他想办法。果然是对的。师妹，开始吧，我准备好了。靠在另一边闭眼的苏九闻言退出了修炼，将储物袋里的东西一件件取出，在苏季身前的地面上小心翼翼地摆开，构成一个玄奥的阵势。与此同时，随后苏季坐入阵势中间。与此同时，七黄峡万里无云的晴空之上，毫无征兆的大片大片的乌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不过转瞬之间便将整片天空遮蔽得严严实实，白昼瞬间化为黑夜。云层之中，无数条电蛇疯狂窜动，发出沉闷的轰鸣，一股足以让金丹修士都为之胆寒的毁灭气息笼罩了方圆百里。只是这恐怖的雷云却只是在七黄峡的上空来回盘旋，其中的雷霆之力越聚越强，却迟迟没有落下。它们像是一群迷失了方向的猎犬，焦躁的徘徊，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该被毁灭的目标。锁龙渊最深处，那头沉睡了不知多少岁月的真龙缓缓睁开了眼，他很不悦，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这样频繁的吵醒过了。先是无聊的人类，现在又是这恼人的天劫。他的眉头微微一皱，等会啥玩意？天劫？这股气息在寻找什么？可是这锁龙渊中能够引发这种规模天劫的，只有自己了吧？是冲着他来的？真龙那双蕴含着岁月沧桑的眼眸里闪过一丝人性化的困惑。他躲得这么隐秘，终究还是被天道发现了。呵，天真，凭你也配寻到他的踪影？他庞大的身躯微微蜷缩，周身的气息在一瞬间收敛到极致，与这方天地彻底融为一体。这样，天道又该如何解？他等待着头顶那片雷云自行散去。然而，就在他完美隐匿自身气息的一刹那，高天之上那片雷云猛地一顿，紧接着像是终于找到了宣泄口，云层中央一道粗壮到难以形容的紫色雷龙咆哮着撕裂天幕，朝着地下溶洞的方向悍然劈落。石窟内，苏九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苏季，忽然一股极致的心悸感毫无征兆地从心底涌起。他猛地抬头，那股感觉不是来自火蛟，也不是来自苏季，而是来自头顶。轰隆隆，整个地下溶洞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
这一次不再是火胶发怒时的那种震动，而是一种源自更高层次力量的碾压。穹顶之上，坚硬的岩石如同豆腐般寸寸皲裂，无数碎石混合着尘土簌簌落下，地底熔岩喷发。远处那头正在酣睡的火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醒，他发出一声惊恐的咆哮，庞大的身躯竟被那股威压死死地按在地上，动弹不得。一双暴虐的蛟目中头一次流露出纯粹的恐惧。不，苏九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他那双清澈的狐狸眼眸里写满难以置信。天罚还是来了，苏季竟然算错了，果然卦不可算尽，为天道无常。天劫，对，是天劫的气息。哈哈哈哈哈哈！他仰天狂笑，笑声嘶哑难听，却带着一种压抑了万年的癫狂。天道有缺，原因无路，原来都是假的，都是假的！老夫的大限还有救！他身上的死气在这一刻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磅礴如海的生命精气。他一步踏出，身形便已出现在禁地之外。这一刻，相思门主骇然抬头，还未看清来人，便被那股恐怖的威压压得跪倒在地。明明同样是金丹大圆满，他却仅是威压就被震得口溢鲜血。恭迎太上长老出关。然而那道身影却看都未看他一眼，化作一道流光，撕裂长空，朝着七皇峡的方向疾驰而去。什么宗门荣誉，什么镇压宵小，在长生大道面前皆是虚妄。魔焰山血煞宗，宗门最深处的血池禁地，粘稠的血水常年翻滚，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气。忽然整个血池开始剧烈沸腾，一具森然的白骨王座自血池中央缓缓升起，王座之上端坐着一个血肉模糊看不清面容的身影。结，天道，你终于舍得睁眼了吗？本座等这一天已经等了900年。那道身影猛地站起，周围的血水瞬间被蒸发干净。他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眼中是毫不掩饰的贪婪与渴望。不知是哪位道友竟引动了如此造化，待本座前去为你护道。话音未落，他的身影便化作一道血光冲天而起，其所过之处，天空都被染上一层不祥的血色。同一时间，大夏国一座无名古墓中，尘封数百年的石门轰然洞开。南疆10万大山深处，一棵参天古树的树心内，一双碧绿的眼眸骤然睁开。北原冰封雪原之下，一道沉睡的气息苏醒。这些尘封不知多少岁月，早已被世人遗忘的老怪物们，在这一刻仿佛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纷纷破关而出。他们曾是各自时代的天骄，却被无情的岁月与断绝的仙路逼入绝境，只能用各种秘法将自己封印，苟延残喘，等待着那虚无缥缈的万一。而今天，万一来了，大夏终于又迎来了天劫。数十道平日里足以镇压一方的恐怖气息，从四面八方升起，不约而同地朝着同一个方向汇聚。七皇峡地下溶洞之内，苏九并不知道外界发生何等惊天动地的变化，他只知道头顶那股令人心悸的威压，在经过最初的爆发后，竟诡异的平息下去，只剩下持续不断的轻微震感。天罚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心神很快便重新回到苏季身上。此时的苏季正处在筑基最后一步的关键时刻，苏季丹田气海内的灵力漩涡已经旋转到极致，那液化的灵力在荒陨堕龙诀的霸道运转下，被不断的压缩提纯，最终在所有液态灵力都凝聚成一点的刹那，嗡一声源自神魂的清明，那极致的一点轰然炸开，却并未消散，而是化作一座散发着琉璃宝光的道台。天道筑基，一股远比炼气期强大数倍的力量在苏季四肢百骸中奔涌。苏季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与此同时，七皇峡上方数十位身影不顾燃烧本源，转瞬而至。他们是这个时代被遗忘的传说，是苟延残喘于岁月缝隙中的老怪物，每一道身影都带着岁月的腐朽与对大道的渴望。紧接着，一道苍老而急切的声音：“敢问是哪位道友在此渡劫？老夫青云宗李长庚，还请道友现身一见。道友可否告知这天劫究竟是何光景？”然而，他们等来的并非同道的友善回应。地下溶洞，那头刚刚与天罚硬汉一击的真龙，正烦躁地甩动着自己的尾巴。好不容易睡个安稳觉，先是被天雷劈，现在又有一群苍蝇在头顶嗡嗡叫。他那双熔金般的龙瞳不耐烦地扫过这些人，滚！一个字，简单粗暴，不带任何感情，但这个字却蕴含着远超金丹修士里解范畴的恐怖力量。音浪化作实质的冲击，自地底冲天而起，狠狠地撞在那数十名金丹大修的身上。噗噗噗！一连串吐血的声音响起，那群方才还不可一世的老怪物们，像是被一只无形巨手拍中的苍蝇，一个个脸色煞白，身形狼狈地倒飞出数里之外，这才勉强稳住身形。所有人都骇然地望着下方那片狼藉的峡谷，心神俱颤。仅仅一声，便震伤他们数十位金丹，这是何等恐怖的存在！真龙！血煞宗的老魔头擦去嘴角的血迹，声音干涩，眼中是前所未有的惊惧。错不了，这股龙威是真龙！大夏究竟是怎么了？如今连传说中早已灭绝的真龙都再度现世，难道说煌煌大事将至？这个念头如同一颗火种，在所有老怪物的心中点燃。这一刻，
没有人愿意离去，甚至顾不上自己的身份，一个个落在地面，如痴如醉地触碰着地面残余的电弧。似乎只有这样，他们距离元婴又近了一步。他们只恨为何这雷劫劈的不是他们。至于地面上发生的事情，与躲在地底的苏季有什么关系？苏季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天道有感，修士苏季以鬼神手段铸就无暇筑基，特赐一缕人族气域，并大告天下，是否已真名世人？筑基成了，可是心魔呢？苏季不敢有丝毫大意，更没有心思去想什么化名，随便敷衍。否，请选择化名，还是跟上次一样用苏妲己吧，反正债多不压身，逆斩过元婴，再铸就个无暇道基也很正常，对吧？不过这个天道确实有些古怪，他能察觉到自己铸就无上道基，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取巧渡劫？还是说雷劫只能降下一次，再追加就不礼貌了？随后，所有金丹老怪耳中传来令他们惊骇欲绝的声音：天道有感，修士苏妲己把以鬼神手段铸就无暇筑基，特赐一缕人族气域，仙路漫漫，由此天骄如炬，甚幸，望众生勤修不辍，见贤思齐。什么？炼气修士渡雷劫？真龙为其护道，这位道友的名号为何如此狂野？他们想要前去窥探，可又畏惧真龙的淫威，也亏得这些人因为沉睡没有听到苏季之前的事情，最后只能暗叹一声：时也，命也。他们本就所剩不多的生机，不该在此继续浪费。既然煌煌大事将至，只要活着，还是有机会的。一道身影纷纷退走，但他们回到宗门内，钻进自己的棺材之前，竟然爆发出惊人的默契。查，从现在开始，已经外出历练，但未归来的弟子，特征就是炼气突破筑基的，极有可能幸缩。不惊扰本人的前提下，偷偷查他灵根，若是有特殊灵根者，请我出关。一时间，无数宗门宗主面露难色。他们也听到了刚刚的天道提示，自然明白老祖的意思。只是怎么请？老祖，我以为你寻来大姐，恭迎老祖出关宴解，怎么会这样呢？地下溶洞中，苏季的脸、五官都快扭曲成了一团，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要钱似的滚滚而下，瞬间又被周围灼热的空气蒸发。好烫，真的好烫！这地板怎么这么烫屁股啊？那股热意顺着脊椎一路往上，直冲天灵盖，冲得他头皮发麻。苏季感觉自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的乳猪，还是不带翻面的那种。因为火龙操纵的火横击天劫的缘故，即便两人所处的位置偏远，受到影响太小，可四面八方依旧是翻涌的岩浆，正如苏季之前在窥天命中看到的一般。苏季咬紧牙关，忍受着这物理层面的酷刑。所以心魔呢？怎么还不来？这天道可真够阴的，眼看雷劫劈不死他，就想着用心魔来偷袭他脆弱的道心。哼，可别小瞧他的情报网。然而这番景象落在苏九眼中，却成了另外一幅画面。苏季明明已经成功突破，丹田内道台稳固，周身灵力澎湃，已是货真价实的筑基修士，可他却迟迟不肯睁开眼睛。他英俊的脸庞因极度的痛苦而扭曲，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嘴唇干裂，无意识的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苏九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比之前感应到天罚时还要难看。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心魔，苏季好像正在遭受心魔的攻击，而且绝非寻常心魔。寻常修士的心魔多是引动七情六欲，勾起过往遗憾，乱其心智。可苏季此刻的状态分明是神魂正在被无形之火灼烧。师兄，他试探性地轻声呼唤，声音放得很轻，生怕惊扰到正在与心魔对抗的苏季。还好吗？没有回应。苏季像是完全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依旧紧闭着双眼，眉心拧成一个死结。苏九的心一点一点沉入谷底。完了，看样子苏季的心魔远比他想象中还要恐怖。他恐怕已经彻底陷入心魔编织的幻境，神魂被困，无法挣脱。再这样下去，他就算不被心魔吞噬，道心也会被烧出无法弥补的裂痕，道途就此断绝。苏九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苏季之前那番沉重的话语：我筑基时还会引动心魔，以及他当时的回应。此法名为色兽魂语，是我九尾天狐一族的不传之秘。施展此法，需要施术者与受术者之间心神同步，灵识合一，不分彼此。苏九的脸颊竟然比周遭的岩浆还要滚烫。他当时只是随口一提，觉得苏季这种没心没肺的家伙怎么可能会有心魔？可现在他看着苏季愈发痛苦的神情，那双清澈的狐狸眼眸里闪过一丝挣扎。不能再等了。苏九被齿轻咬下唇，指尖微颤。另一边，苏季快被热疯了，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快要沸腾了。心魔怎么还不来？难道是自己的心理防线太强，把他给吓跑了？要不假装放松一下？就在苏季快要忍耐不住，准备先睁眼再说的时候，一阵热风少女独有的清香卷入他的呼吸中。苏九闪过一丝挣扎，一丝羞恼，但最终都化为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然。也罢，为了九尾天狐一族的使命，理由在脑海中盘旋，最终都化作行动的勇气。可就在这时，苏季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上缓缓睁开眼睛，一人一狐四目相对，溶洞之内空气仿佛凝固，只有远处岩浆气泡破碎时发出的咕嘟声显得格外清晰。苏九整个人都僵住了，保持着俯身的姿势，大脑一片空白。
他那双清澈的狐狸眼眸里，先是闪过一丝茫然，随即被滔天的羞耻淹没。不是，苏季连自己胡都骗，说好的心魔呢？怎么就醒了？苏季也有些发懵，眼前这画面是什么展开？苏九是君子，坦坦荡荡；苏季是小人，遮遮掩掩。最终还是苏季先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平静。他眨了眨眼，用一种极其无辜的语气开口：“师妹，你是不是也觉得挺热的哈？”这都轰！苏九感觉自己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轰然炸开，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或者直接跳进旁边的岩浆里，一了百了。太丢糊了，自己刚才到底在想些什么呀？苏季看着他那负恨不得当场去世的模样，再联想自己窥天命里那段莫名其妙的心魔劫，瞬间就把一切都想通了。他竟然被自己给耍了！什么心魔劫？窥天命看到的压根就没有他与心魔搏斗的画面，实际上是他因为太热加上害怕心魔偷袭，所以没有睁开眼，而且紧皱眉头的画面。倒果为因，苏季心中无语，脸上却不敢表露分。师妹，你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也快被烤熟了？苏九的贝齿紧紧咬着下唇，几乎要咬出血来。他现在杀了苏季的心都有了，苏季也看得出来，那就快溢出来的杀意。那他能怎么办啊？他也很绝望啊！大脑，你快想想办法，想不出来就要死了。然后一息的时间过去了，苏季脸上的慌乱就不见了，嘴角划起一丝上扬的弧度，但很快被他迅速压下去。随后便是脸色一变，不对，你是谁？我善良可爱的苏九师妹，怎可能做出这种事情？苏季一个后空翻起身，迅速与苏九拉开距离。心魔，你还是来了。另一边，苏九已经属于掉线状态，甚至没有遮遮掩掩的下意识反应，他也很绝望。大脑，你快想想办法，想不出来就没脸见人了。不能这样。苏九，冷静下来。忽然，他看见了苏季的反应。心魔，你还是来了。苏九脑中灵光一闪，一个绝妙的能将所有尴尬都完美化解的主意浮上心头。对，我是苏季的心魔，就是这样。反正都是苏季自己言之凿凿，说他一定会有心魔的。那现在他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一切，都只是心魔制造的幻象。之后无论发生了什么，那都是心魔做的，和他苏九又有什么关系？想通了这一点，苏九那颗快要跳出嗓子眼的心奇迹般的平复下来。他抬起头，那双清澈的狐狸眼眸中羞恼尽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苏季从未见过的虎眼如丝。他红唇轻启，声音入骨：“师兄，苏季，不对劲，真是心魔来了，分不清。”苏季感觉自己有些分不清这是心魔还是苏九。随后之间，苏九赤足轻点地面，连步生姿，一步一步向苏季走来。他身上的气质从踏出第一步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是那个清冷傲娇的师妹，而像是一只真正惑人心魄的妖狐。你窥见未来，知晓我必会降临，又何必故作惊讶？他走到苏季面前，伸出一根纤长的玉指，轻轻在苏季身前划过，指尖冰凉与周围的灼热形成鲜明对比。你说我是该先吞噬你的神魂，还是先吸食你这身精纯的灵力？就在苏季有些摇摆不定时，无所谓，自会有存在出手。与苏九对话，目标符合审美，触发恋爱选项。当前目标好感计11，选项1，师妹装的不像本地心魔呀，奖励被点破身份。苏九羞愧难当，好感0时40，失踪2个半月后恢复。选项2，区心魔，安敢乱我道心？我心如铁，我意如刀，奖励大饱眼福。选项3，我被修饰就该直面自己心底的声音，此为念头通达，放手一搏吧。奖励继续未完成的特殊剧情，特殊剧情完成后天命抽取次数+1。常驻选项，女人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但是师妹不会，她会想办法帮你找一把更好的剑。当前击杀数3。苏季看着眼前这个装作心魔的师妹，心中已是乐开了花。比演技，他苏季还没怕过谁。苏季立刻换上一副警惕的表情，步子往后缩了一步。你不是我师妹？苏九唇间飘出一声轻笑，那笑声仿佛带着魔力，轻易就往苏季的道心里钻。我就是你的苏九啊，师兄。苏季脸上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丹田内刚刚铸就的琉璃道台轰然运转，他双手掐诀，一股远超出记忆层的磅礴灵力在他身前瞬间凝聚成数条泛着灵光的锁链。那锁链并非实体，其上符文流转，到达筑基之后，灵气能够轻易离体。无论是荒陨堕龙诀还是流火诀，许多手段都能施展出来了。苏九见状，心中一惊，他没想到苏季刚一突破，便能将灵力运用到如此精妙的地步。但他此刻扮演的是心魔，自然不能露怯。你知道的，心魔是要从心里战胜对方，而不是从实力上。所以苏九非但没有闪躲，反而挺起胸膛，任由那几条灵力锁链将自己层层锁住，动弹不得。苏季一步上前，伸手捏住他小巧的下巴，强迫他抬起头。苏九依旧是那轻飘飘的语气，眼波流转，不见半分惧色。哦，那师兄看穿了又如何？你舍得对苏九下手吗？说完，他屏住呼吸，那对毛茸茸的狐耳不自觉地悄悄竖起，仔细地捕捉着空气中任何一丝微小的动静，等待着苏季的答案。
就算苏季真的动了杀心，他也有100种办法能够轻易挣脱这劣质的灵气锁链。他唯一需要警惕的就是苏季那鬼神难测的剑术。但凡苏季有拔剑的动作，他二话不说，布下幻术就马上跑路。苏季像是陷入了漫长的沉思，他捏着苏九下巴的手力道不自觉地小了许多。许久，他才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自然是不舍的。听到这句回答，苏九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回肚子里，一股莫名的甜意在他心底悄然化开。苏季脸上露出释怀的表情，松开了手。也罢，有些话憋在心里太久，找不到倾诉也很难受。他后退一步，与苏九拉开距离，却并未解开他身上的束缚。就说与你这心魔听听也好。苏九，他还没从那句不舍得中回过神来，就被苏季这突如其来的转折弄得一愣。说什么？跟我说，你当我是什么树洞吗？苏季没有理会他的错愕，与被锁住站立的苏九遥遥相对。他望着远处翻涌的岩浆，神情有些恍惚。你知道吗？我不是这里的人，我来自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苏季的声音很轻。我本以为我会在那里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娶妻生子，然后老死。刚来相思门的时候，我差点就死了。苏季自嘲地笑了笑，准确来说是差点就变成一个不完整的人。幸好我遇到了一只傻乎乎的小狐狸。苏九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了一下，他明明自己都还是个半吊子，却非要装出一副很可靠的样子，嘴上说着嫌弃，说着后会无期，可每次我一遇到危险，他总是第一个出现。苏季的声音顿了顿，像是在回忆什么。他会为我奔波，为我寻宝，为我挡下致命的攻击，也会因为我的一句玩笑话就脸红，会因为我跟别的女修疑似亲密就生气。他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却不知道他那点小心思全都写在脸上，写在耳朵上。听到这句话，苏九的耳朵又不受控制地抖了一抖。我有时候就在想，我何德何能，能让他这样对我？苏季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温柔。我就是个烂人，自私自利，满嘴谎话，为了活下去什么都做得出来。一开始我利用他，算计他，把他当成我的挡箭牌，甚至可能还有见色起意。现在想想有些后悔，还没有外人对我这么好过。上一个和我说能不能别走的人是体育老师，那时候我跑步在偷懒。苏九这个笨蛋到底想说什么呀？还记得我说过那样寄到的未来我并不接受吗？我其实没有多大的野心，我想见暖风带走云雨，我想闻窈窕淑女胭脂味正好，我想度风花雪月不问天，我想有人与我立黄昏。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但我希望那个人是苏九。这一番话给苏九听的已经忘记扮演心魔了。好啊，苏季眉毛一挑，你好个屁，谁问你了？你就是个心魔。苏九，哦，差点忘了，现在他的身份是心魔。苏九连忙纠正自己的失态，语气又变成轻佻。可是师兄你好像被我困在这里了呢，不消灭心魔，你又该如何出去呢？苏季显然并不吃这一套，战胜心魔的办法有许多，比如说直视自己心底的欲望。我行我道，我明我义。苏季的手掌骤然发力，灵气锁链绷得笔直，将还在扮演心魔的苏九猛地拽向自己。苏九猝不及防，整个人凌空飞起，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苏季吊在空中，四肢离地。师兄你！苏九眼中的轻浮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慌乱。不对不对，心魔难道不应该是掌控全场，玩弄人心与股掌之间的存在吗？怎么现在反倒像是落入陷阱的猎物？苏季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时间。心魔，你不是说要吞噬我的神魂，吸食我的灵力吗？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苏季一只手拉着灵气锁链，另一只手抬起，轻轻抚过苏九因惊慌而微微颤动的狐耳，那毛茸茸的触感，苏九的身体猛地一僵。他想说些什么来挽回局面，可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组织不起来。我确实不舍得下手，但是我舍得上手啊。苏九现在无比后悔，为什么要陪这个混蛋演这出戏？可是现在要是挣脱灵气锁链，刚刚那些动作更没脸见人了呀。苏九感觉自己有些进退两难，然后苏九就这样被灵气锁链锁着，被苏季悬空，被提到滚烫的岩浆上方。苏九有些疑惑，苏季这是要干什么？把他丢进岩浆中？妖兽界有一种说法叫做毛多若火，哪怕他是白狐，可九尾天狐的血脉中也保留几分这种特性。于是苏九本能地向后缩了缩，可是四肢悬空，难以发力，于是只能尾巴捆住苏季，为自己寻找那为数不多的安全感，随后向后一靠。而苏季则眼前一亮，有破绽，好机会！苏季瞬间化作一轮煌煌大日，在他的对面是一湾清冷的散发着悠悠光辉的皎皎明月。看我如何破了你这心魔！苏季的声音在地下溶洞回响，他根本不给苏九任何反应的时间，拉着锁链的手臂猛地一拽。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苏九的大脑彻底宕机，那双狐狸眼眸骤然睁大，其中满是难以置信。丹田气海内的灵力瞬间紊乱，险些溃散。苏九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壁垒正在被一股外力强行撼动。与此同时，下方翻涌的岩浆散发出更加骇人的热浪，那股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烤得他裸露在外的肌肤阵阵刺痛。作为一只白狐，苏九下意识地想要远离那片死亡之地，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缩去。于是在苏季的视角里，
那个被他吊在半空中的心魔竟主动向后靠来，那姿态与其说是避火，不如说是……苏纪扯着锁链，继续把苏九放到岩浆上方，苏九只能非常无语地向后躲避，以此循环反复。心魔，休想乱我道心！苏九感觉自己的神魂都在这一刻七零八落，丹田气海内原本平稳流转的灵力瞬间化作一锅沸水，疯狂翻涌，几欲失控。他那扮演心魔的神态在顷刻间荡然无存，只剩下最本能的惊慌，因为他本身就在筑基大圆满有一段时间了，是因为慌乱之下没有刻意压制修为，通往金丹的壁垒竟然被苏纪破除了，而这底下溶洞可不是突破金丹的好地方。苏九强行凝聚起一丝几近溃散的灵力，想要挣脱束缚。你这心魔道行太深，不将你彻底战胜，我心难安。接着不知道过了多久，苏九有一种灵脉被洗涤的奇异舒畅，他感觉自己的九尾天狐血脉竟开始不受控制的沸腾起来，一股源自血脉本源的渴望从他神魂深处涌起。是九尾天狐的认主仪式，一生仅有一瞬间的绝佳时机。苏九肯定是不想认苏纪为主的，也不知道他是真想要战胜心魔还是故意的，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苏九就没听过谁家修士是这样战胜心魔。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时候不认主是不是有些浪费了？那没办法了，反正他这辈子也没打算。苏九的思路忽然被打断了一下，没打算找道侣的，想要走出大夏去完成九尾天狐一族的使命。眼下最后合适的人又只有苏纪。才不是什么认主，各取所需罢了。苏纪此刻正乐此不疲，忽然只觉得神魂一震，冥冥中似乎被什么东西加持了。他感觉到自己丹田内那座刚刚筑就还散发着琉璃宝光的道基，竟开始不受控制的嗡鸣起来，一股股精纯至极的筑基灵力被一股无形的吸引力从道台中强行抽离，顺着经脉逆流而上。卧槽！他下意识的便要运转荒陨堕龙诀，强行切断这股灵力流失。可就在他心念移动的刹那，另一股带着冰凉的灵力拂过他的琉璃道基，一前一后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他体内刚刚成型的筑基灵力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以一种更加凶猛的速度被疯狂的抽取渡出，又在苏九体内循环一周后，携带着更加精纯的九尾天狐妖力重新返回，一来一回，周而复始，不断的洗炼着他的道台，滋养着他的神魂。苏纪彻底懵了，每一次循环他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道基在变得更加稳固，神魂之力也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增长。这种感觉太上头了，苏纪逐渐放弃了抵抗，而心魔九的身体微微一颤，苏纪那股霸道绝伦的灵力也反哺而来，让他感觉自己九尾天狐的血脉本源竟再次有了松动的迹象。他心中一惊，差点从心魔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好在他及时稳住心神，继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师兄的灵力味道真是不错呢，就是太霸道了些。更霸道的还有测试心魔的平衡能力，又比如说让心魔取出储物戒指的百炼天蚕丝法器，然后借此遮蔽他的双眼，让心魔明白即便让出视线，自己依旧不可战胜。最终苏纪大败心魔足9次，眼前的世界终于出现如玻璃一般的裂纹破碎，显然是心魔认输了。苏纪视线一黑，随后他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正盘腿坐在地上，唯一的区别就是修为彻底稳固，再筑基一重，而且念头通达，心神几乎消耗到了极限。而对面的苏九也已收起那副心魔的姿态，苏九依旧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眉目依旧，可那双清澈的狐狸眼眸却飘忽不定，就是不与苏纪对视。心魔已除，师兄感觉如何？他依旧是那副清冷，听不出什么情绪。苏纪看着苏九这副模样，心中暗笑，嘴上却一本正经，爽哦不，多谢师妹出手相助。苏纪心中却是一动，好像天命的免费强化机会还没用。如今二人已经不分彼此，苏九的状态越好，他得到的好处就越大，更何况刚刚那番真情流露，万一这小狐狸当真了，以后再想占便宜可就难了，得赶紧用强化把这事糊弄过去。苏纪心念微动，发动了彩色天命美人如玉神枪破道的效果，一股玄奥的力量悄无声息地渡入苏九体内。苏九正想说些什么来打破这尴尬的气氛，身体却不受控制的微微一颤，他感觉一股暖流在四肢百骸中流淌，让他刚刚消耗的些许心神瞬间恢复，甚至隐隐还有精进。不对，怎么真的压制不住修为要突破金丹了？他下意识地撩了撩耳边的白发，面庞上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异样。我去看看那头火蛟有没有被惊动。苏九丢下这么一句话，像是要逃离什么似的，转过身赤着脚便朝石窟外走去。苏纪看着他略显仓促的背影，正想开口调侃两句，却忽然愣住了。他看到苏九那双白皙的小脚，每一步踩在滚烫的岩石地面上，都会蒸腾起一缕极细微的白色水汽。那水汽出现的快，消散的也快，若非他刚刚突破筑基，五感大幅提升，根本无法察觉。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说是……还不等苏纪想明白，苏九的身影就那么毫无征兆地凭空消失在他的视线内，不是速度快到模糊，也不是遁入阴影，就是凭空不见。苏纪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师妹！他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惊慌。石窟之内只有岩浆翻滚的咕嘟声回应着他。
苏九自己也是一脸茫然，他只是想找个借口溜走，离那个坏师兄远一点，好让自己滚烫的脸颊降温，看看能不能压制住丹田内翻涌的灵气。可谁知一步踏出，眼前的景象便斗转星移，不再是那个充斥着硫磺味的灼热溶洞，而是一片更加广阔也更加古老的天地。这里的天空是暗红色的，穹顶之上悬着一道道巨大锁链，锁链的另一端则深深地没入四周的崖壁之中，不知连接着何物。在它的正前方，一块巨大的红黑色岩石之上站着一道身影，那是一个看起来不过10岁出头的小女孩，一头如火焰般燃烧的赤红色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身后，她身上只穿着一件简单的长袍，露出的肌肤白皙的晃眼。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熔金般的眼眸，明明是孩童的模样，眼神却带着看透岁月沧桑的淡漠，以及她那只被玄铁锁链牢牢锁住的右脚脚踝，锁链的另一头同样没入地底，不知深浅。红发小萝莉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苏九，那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有趣的玩具。片刻后，她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抹与年龄不符的戏谑笑容。我说为何有故人之姿，原来是故人之后。她的声音清脆如银铃，却努力想要体会一种威严的模样。苏九心神俱震，下意识地催动腰力，摆出防御的姿态。眼前这小女孩给他带来的压迫感，远在那头金丹火蛟之上，这是何等恐怖的存在！故人之后，他口中的故人是指九尾天狐一族的先辈。红发小萝莉像是看穿苏九的心思，毫不在意地坐下，在岩石上晃了晃被锁住的小脚，锁链发出哗啦的声响。别紧张，就是找胡须叙旧。不过你们九尾天狐一族还是这么会玩。苏九感觉自己脸颊的热度几乎要将周围的空气点燃，他那双狐狸眼眸里写满戒备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什么叫还是这么会玩？这听起来怎么那么像一个抓住了晚辈偷偷做坏事的长辈？还有故人之后，难道说眼前这个被锁住的恐怖存在认识九尾天狐一族的先辈？苏九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让自己保持镇定。他微微躬身，摆出一个晚辈应有的姿态。晚辈苏九见过前辈，只是晚辈有些不明白前辈话中的意思。他决定装傻。那红发小萝莉只是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随手一挥，苏九面前的空气如水波般荡漾开来，一幅清晰无比的画面赫然呈现在他眼前。画面中正是那处地下溶洞，一个心魔形态的自己正被苏季用灵气锁链吊在半空中，脚下是翻滚的岩浆。画面里的苏季正义正辞严地高喊着看我如何破了你这心魔。然后轰，苏九脑子里最后一根名为理智的弦应声崩断，他眼睁睁地看着画面中的自己是如何从一个掌控全场的心魔一步步沦为被师兄肆意摆弄的玩物。那羞耻的姿态，那慌乱的表情，全都被看了个一干二净。听不懂不重要。红发小萝莉笑嘻嘻地收起画面，一对熔金般的眸子饶有兴致地在苏九身上来回打量。重要的是我都看完了。年轻人真是精力旺盛。苏九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立刻马上从这个鬼地方消失。太丢糊了，前辈说笑了。苏九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他必须转移话题，否则他真的会当场道心崩溃。不知前辈与我族中哪位长辈相识？这是他现在唯一能想到的能让自己从这无边尴尬中脱离出来的办法。只要搞清楚对方的身份，说不定还能攀上点关系。哦，你族中的长辈啊？红发小萝莉拖着下巴，做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模样，那双熔金般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有怀念，有怅然，但更多的是一种刻骨的幽怨。算起来应该是情敌吧，当初他就是靠着比你还会玩，把我男人给抢走了。情敌？苏九整个人都傻了。他预想过无数种可能，或许是故交之类，但他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离谱到让他无法理解的答案。九尾天狐一族的先辈抢了眼前这位的男人，这都什么跟什么啊？苏九的脑子彻底宕机，他感觉自己今天受到的冲击比过去18年加起来还要多。他几乎是下意识的转身就想跑。开什么玩笑，一个被镇压在此地不知多少万年实力深不可测，还跟自己的祖上有夺夫之恨，不跑难道留在这里等着被挫骨扬灰吗？然而他刚一转身，就感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牢牢禁锢在原地，动弹不得。哎，跑什么啊？红发小萝莉悠悠地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几分萧索。都是10万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了，尘归尘，土归土，你不会明白我的心情的。他抬起头，望着穹顶之上那些贯穿天地的巨大锁链，眼神有些空洞。能看到你，我就很开心了，真的，我差点就以为是故人归来了。苏九僵在原地一动不敢动，他能感觉到对方似乎并没有恶意，二者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但那种被完全掌控的无力感还是让他心惊胆战。你要突破金丹了。红发小萝莉的视线重新落回苏九身上，语气里多了几分审视。根基倒是挺扎实的，就是时机不太对。那小子也是乱来，哪有这样帮人突破完全不看地方的？苏九心中一凛，他这才想起自己丹田内的灵力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原来是苏季帮忙的。带着这样的念头，苏九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心念一动，
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张泛着淡蓝色光晕的符箓。他迅速取出一张符箓贴在自己身上。那有劳前辈助我突破。红发小萝莉，不是啊，你要突破其实算了，或许九尾天狐与大夏地族一如既往的喜欢这么玩吧。输的不冤，盘腿坐下。红发小萝莉的语气平淡，我虽与你家先祖不睦，但还不至于跟一个小辈计较。你此时丹田灵力沸反盈天，金丹壁垒摇摇欲坠，偏偏神魂又因那小子而有所亏空。再这么下去，不出半个时辰，你就要在这儿强行破境。苏九闻言，心头一松，但随即又是一紧。红发小萝莉见苏九还没有动作，有些不耐烦地撇了撇嘴，磨蹭什么？怕本尊害你？本尊随便放个屁，你和你那小情郎就都得化成飞灰。苏九闻言，深吸一口气，对着红发小萝莉盈盈一拜，多谢前辈。随后咬着下唇，声音都带上一丝微不可察的哀求，前辈您突然将我带到这里，我还没来得及跟师兄打声招呼，他见我突然消失，一定会担心的，万一他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跑出去找我。他越说声音也越小，说到最后几乎细不可闻。红发小萝莉静静地听着，脸上的不耐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古怪的神情，那是一种混杂着怀念、羡慕，还有一丝丝怅然。他就那么看着苏九，看了许久，久到苏九都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心惊胆战的时候，他才悠悠地叹气：10万年了，大夏地族和九尾天狐还是这副德行，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苏九有些茫然地抬起头，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红发小萝莉没有解释，她只是百无聊赖地抬起手，对着面前的虚空随意的一挥。既然你这么担心，自己去说好了。随着他话音落下，苏九面前的空气再次如水波般荡漾开来，一幅清晰的画面缓缓呈现。画面之中正是那处地下溶洞。苏季脸上哪还有半分之前战胜心魔的潇洒？师妹，我错了，我再也不演了。苏九，他眼睁睁地看着画面中的苏季，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他消失的地方来回踱步，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一些让他想当场去世的话。他那张本就滚烫的脸颊，此刻更是红得快要滴出血来。这个混蛋！噗嗤一声轻笑从身旁传来，苏九猛地回头，只见那红发小萝莉正捂着嘴，连那根锁着她的锁链都在哗啦作响。这小子比当年那家伙还要有趣。苏九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但还是决定安抚一下苏季的情绪。本来还想解释一下，结果被苏季刚刚话气的懒得解释。地下溶洞中，苏季脚步猛地一顿，一道清冷中带着几分羞恼的声音毫无征兆的在他脑海中响起：胡说八道什么呢？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原地，哪儿都不许去，等我回来。听到苏九的声音，苏季长舒一口气，干脆就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嗷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响彻整个地下溶洞。苏季捂着屁股，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从地上弹起，筑基就是好，一蹦3米高。苏季脚下这块地面比他刚刚突破的那块地滚烫数倍不止，隔着裤子都感觉皮肉快要被烙熟了。落地后，苏季嘴里丝丝的抽着凉气，烫。不过那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苏季甩了甩脑袋，将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抛开，闲来无事，正好清点一下这次的收获。他冒着天罚与心魔的双重风险，成功筑就天道筑基，还有2次天命没有抽取，特殊剧情已完成，天命抽取次数+1，首次突破筑基期，获得1次天命加持，当前可用天命抽取次数2。果然如此，苏季精神大振，毫不犹豫，直接选择第1次天命抽取。3道散发着不同光芒的选项缓缓在他识海中凝聚成型。天命1，大器晚成，老当益壮。天命品级白色，效果剩余寿命不足5年时获得大器晚成加持，恢复至20岁的状态，并且各方面能力提高3成。天命2，刀斩不义。天命品级紫色，常驻效果手持刀系法器并使用刀系法器击杀不义之人，将会获得1层刀饰，每层刀饰可提供极其微量的刀系法器威力加持，但至多增幅原有威力的5成。主动效果清空所有刀饰，释放1次无视增幅上限的斩击，若造成击杀且击杀目标为不义之人，可恢复9成损耗。因果天命3，死亡之风。天命品级橙色，常驻效果以装起逼来将更有韵味。特殊效果，当遭受致命一击时被动触发，移除此天命，替换为天命风止意难平，衍生天命风止意难平。天命品级红色，特殊效果无视死亡，布下法天象地冥封，法天象地会随时间而迅速衰退，若在法天象地破碎前击杀致命一击来源者，则可挣脱本次死亡，进入极度虚弱、失血、脱力、灵气枯竭状态，并移除本天命。本天命由彩色天命自由之风跌落，选取需要承当部分因果。介绍：判官笔落，黄泉路遥，风止意难平。苏季眉头一挑，好消息是出城了。当初苏九说炼气时常规手段最多就只会出现紫色天命，那按照这个逻辑推测，筑基常规最高就是橙色天命。可是这玩意看起来也不像是常规天命啊，换做寻常修士肯定眼睛都不眨就选了，这可是橙色天命。而苏季就有些犹豫，因为只是橙色天命作为保命的底牌，
肯定还算是不错的，可承担因果，让苏季有些望而却步。因果这东西虚无缥缈，却是修仙路上最不能轻易沾染的东西。要不还是等苏九回来，问问他因果天命又是个什么心思？怎么感觉他修个仙这么难呢？正当苏季权衡利弊，准备先放一放，等苏九回来再做定夺时，一道空灵缥缈、听不出男女的声音，毫无征兆的在他脑海中响起：“选吧。”谁？苏季浑身汗毛倒竖，体内刚刚稳固的琉璃道台瞬间轰鸣运转，磅礴的筑基灵力自体内勃发，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可这片溶洞之内，除了翻滚的岩浆与死寂的岩石，再无他物。不用找了，那道声音再度响起。这一次，苏季捕捉到了来源，在他的正前方，那片空无一物的空气中，空间竟如水波般荡漾起来。一道模糊的青衣身影缓缓从虚无中凝聚成型，那是一名女子，身着一袭简单的青色长袍，面容看不太真切，仿佛笼罩着一层薄雾。她就那么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身上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却给苏季一种深不可测的压迫。苏季的心沉了下去，他强行压逃离的冲动，对着那道虚影恭敬地拱了拱手：“见过前辈。”不知前辈是？青衣女子并未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用那双仿佛能看透人心的眼眸静静地注视着他。你已在这锁龙渊停留了如此之久，你觉得我该是谁呢？苏季心头巨震，锁龙渊，他竟然知道此地的真名。再联想到他这神出鬼没的手段，以及那深不可测的气息，一个惊世骇俗的猜测在他脑海中浮现。囚禁了真龙的上古大能，而且还是一位老乡。苏季面上不敢表露分毫，反而将姿态放得更低，言辞也愈发恳切：“前辈神通广大，晚辈不敢妄加猜测。只是晚辈王三乃一介刀修，这橙色天命虽强，却与晚辈的道途不符，强行选取，恐会道心蒙尘，还望前辈明鉴。若是前辈有什么遗愿未了，晚辈愿为前辈走一遭，以报前辈现身指点之恩。”他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达了自己对大道的追求，又暗示了可以帮对方办事，试图以此来打动对方，放自己一马。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总不能真逼着一个刀修放弃一个刀修天赋吧。然而那青衣女子听完苏季的话，却并未如他所想那般点头应允，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那道模糊的视线缓缓下移，落在了苏季腰间悬挂的佩剑上，那柄真引过金丹大妖之血的佩剑。苏季脸上的恭敬笑容瞬间僵住，他感觉自己的心跳都漏了半拍，完蛋，这下跳进岩浆都洗不清了。前辈，您听我解释。苏季急了，连忙摆手：“这件不是我的，这是我一位朋友的，他有急事远行，托我代为保管。我可以用道心起誓，我此生从未学过任何与剑有关的法门。”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苏季甚至不惜发下如此毒誓，因为他真没学过，他就不信自己都做到这份上了，对方还能硬逼着自己选那个橙色天命。然而苏季的这番道心发誓换来的并非是青衣女子的释然，那道模糊的虚影反而发出一声若有似无的轻笑，笑声中带着几分无奈，还有一丝连苏季都无法理解的怅然。确实该如此，在外面防的就是老乡。青衣女子悠悠一叹：“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有没有想过走出大夏？”青衣女子的话语很轻，却像是一柄重锤，狠狠砸在苏季的心头。她脸上恭敬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心里却已经把对方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苏季心中念头飞转，脸上却挤出一丝恰到好处的茫然与惶恐。前辈说笑了，晚辈只是相思门一个普普通通的外门弟子，资质愚钝，能侥幸筑基已是妖天之幸。他一边说着，一边悄悄后退了半步，试图与这个危险的女人拉开距离。天地何其广阔，晚辈这点微末道行，连在这大夏立足都举步维艰，又怎敢奢望那遥不可及的天外？能做一只匍匐于这方天地的蝼蚁，安安稳稳的活下去，晚辈便心满意足了。这番话说的情真意切，姿态谦卑到了极点，换做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会被他这副胸无大志的模样所打动。然而青衣女子却不为所动，那道笼罩在薄雾中的面容有些小小的破防，油嘴滑舌，她轻轻吐出4个字。下一刻，苏季感觉自己的脖子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扼住，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死亡气息瞬间将他笼罩。他体内的琉璃道台疯狂轰鸣，磅礴的筑基灵力如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试图冲破这层束缚。可那股力量却如枯骨之躯，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无法撼动分毫。窒息感如潮水般涌来，苏季的脸长成了猪肝色，双脚离地，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缓缓提起。他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个女人的差距大到无法想象。老实了没？青衣女子的声音依旧平淡，听不出喜怒，然后将苏季放了下去。我若想害你，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没有任何用处。我的时间不多，没空陪你在这儿耍嘴皮子。完了，碰到硬茬了。这个老乡好像不太好忽悠。前辈教训的是，晚辈知错了，晚辈这就选。苏季控制着自己的神识，颤颤巍巍地指向那道紫色的天命。青衣女子那片模糊的虚影，似乎都因为他这番无耻的操作而凝滞了一瞬。最终，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打破了这片死寂。罢了，你选吧。青衣女子似乎放弃与苏季沟通，语气里带着一种深深的疲惫。因果天命，死亡之风已选取。苏季，不是，
这是什么手段？刚刚在他神识落下的一瞬间，2条天命竟然交换了位置。你这是死亡之风还是死亡之水？这么硬！青衣女子的身形变得虚幻许多，显然刚刚的操作对她而言也是不易。我说，你听，首先你别反感我刚刚的行为，因为和你沟通实在太费劲了，只能先上车再补票。其次，身为大夏人，即便你不选，这份因果也该你承担，你不必心生芥蒂。大夏人与九尾天狐时隔10万年再次联手，你身上的因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重，而我世上一位失败者，很抱歉留给你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大夏。作为补偿，黄泉路上送我真名，我来护你半生灵。随后，青衣女子大手一挥，一柄青色法剑插入地中。来年，带着这柄剑走出大夏吧，替我看一看青丘的遗址，还有他的，把我的剑与他葬在一起，就当我没有食言了。因果已成，当剑青丘。说实话，苏季不喜欢这种被人强行安排的感觉，但问题是对方太狗了呀，直接把脸遮住，自己废话半天也没法触发选项罢了。反正自己以后肯定牛逼，他若是真心对待自己，帮忙葬剑也就是顺手的事。若是做局，到时候谁沾染谁的因果还不好说。苏季压下心头翻涌的念头，他缓步走到那柄斜插入滚烫岩石的青色法剑前，剑身古朴，没有任何华丽的纹饰，只有一道浑然天成的流线，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韵味。苏季伸出手，握住剑柄，触手温润，没有想象中的冰冷。苏季手臂微微用力，将法剑从岩石中缓缓拔出。嗡，轻微的剑鸣，悠远绵长，一缕湛青色的微风凭空而生，拂过苏季的发梢与衣摆，一头长发飞舞，衣摆猎猎作响。霎时间，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自苏季心底涌起。这天地虽大，万千修士不过是随手可捻的草剑，这柄剑似乎能斩断一切束缚，让他逍遥于天地之外。不对劲！苏季心头猛地一凛，琉璃道台轰然运转，将那股突如其来的傲气强行压了下去。好霸道的剑影，竟能不知不觉影响人的心神。这玩意儿绝对是超越了法器范畴的宝贝，可具体是什么品阶，他却完全看不透。那即将消散的青衣女子见到苏季这么快就摆脱剑意的影响，模糊的面容上似乎也闪过一抹诧异。剑名迎风，迎风为剑。苏季没空理会他，到他手上叫什么就由不得你了。无能的剑主。苏季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验证这柄剑的威力。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浮现，他看了一眼那道几乎快要彻底消失的虚影，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腰间。下一刻，在青衣女子错愕的注视下，苏季反手抽出了自己腰间那柄引过蛟龙精血的佩剑。这可是金丹摊主拿来赊账5000上品灵石的宝贝，虽然只是暂时保管，但其锋锐程度绝对是金丹期法器中的顶尖货色。苏季左手持着青色古剑，右手握着金丹佩剑，他脸上露出一抹期待的笑容。他将两柄剑的剑锋轻轻地碰在了一起，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也没有灵光四射的碰撞，只有一声细微到几乎听不见的咔嗒声。价值连城的金丹法器，其最锋利的剑尖部分竟被整整齐齐地削掉了一小截，那截断裂的剑尖打着旋儿掉落在滚烫的地面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当。好剑！苏季下意识地赞叹了一句，这青色古剑的锋利程度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可紧接着，一股凉气从他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卧槽，不对，好剑，好剑的手！苏季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这可是5000上品灵石啊！那金丹摊主的老相好，自己之前把剑染了个红毛也就算了，现在直接给人家玩残了，这怎么交代？那老头可是发了道心誓言的，说自己有诏必赴汤蹈火，可没说自己把他老相好的剑给掰了，他还能赴汤蹈火呀？别人的东西站起来蹬也没有这么蹬的吧？苏影帝记得表情管理第一次出现完全失控，先是震惊，然后是肉痛，最后化为一片死灰，手忙脚乱地弯下腰去捡那截掉在地上的剑尖，却又被滚烫的地面烫得龇牙咧嘴。然后他用灵力包裹着手指，小心翼翼地将那截滚烫的断刃从地上捏了起来。他将断刃与残剑的断口对上，比划半天，随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苏季扭头，前辈，老乡，临走前再商量个事儿呗，帮我修一修，就当是结个善缘，日后我在青丘给你俩多烧几炷香。那青衣女子的虚影本已淡得快要看不见，可看到苏季这番堪称迷惑的操作后，竟硬生生又多停留了片刻。那道模糊的身影似乎都在微微颤抖，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叹气。最终，一道带着释然的声音在苏季耳边响起：果然没选错人。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拒绝的意思很明显。苏季也不在意，搓了搓手，语气热络：终于是图穷匕现了，前辈，前辈，这锁龙渊里锁的是什么龙？让我骑一骑呗。这话一出，那即将彻底消散的青衣女子虚幻的身影竟猛地凝视了一瞬，一道带着几分羞恼的清冷女声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响起：只有这个不行。苏季似乎完全没听出对方语气中的变化，反而觉得有戏，立刻循循善诱起来：前辈你看，你把这么大一条龙锁在这里，不见天日，多浪费啊！他肯定也憋坏了，不如这样，你让他认我为主，我带他出去，到时候一起飞升上界，好好改造，争取当条好龙，他也能重获自由，我也算多一大助力，这可是双赢的局面。
苏季这番话说的理直气壮，不像是在觊觎别人的神兽，而是在为对方谋取福利。青衣女子沉默了，那片模糊的虚影静静地看着他。许久，一声疲惫的叹息。锁住他的是我，也不是我。苏季一愣，没太明白这话里的玄机，只听那女子的声音带着一股化不开的怅然。准确来说，锁住他的是过往。过往？苏季眉头微皱，正想追问，那道青衣虚影却已经淡到了极致，只剩下最后一句飘渺的话语，随风飘散。天下万般道法，唯有过往最伤人，就怪我当初不该女扮男装。孽缘，他不想见我，我也不必叨扰，在这里挺好的，至少活着。话音落下，女子的气息彻底消失，这片地下溶洞再次恢复死寂，只剩下岩浆翻滚的咕噜声。苏季站在原地，握着那柄名为迎风的青色古剑，久久不语。他不喜欢这种谜语人，尤其是同为穿越者的老乡，说话还这么云里雾里，一点都不敞亮。苏季撇了撇嘴，小声嘀咕一句：“装神弄鬼。”苏季掂了掂手中的迎风，怎么也不给配个剑鞘，要不去找那头真龙在哪？苏季觉得完全可以发挥自己3寸不烂之舌的传统异能，跟那头素未谋面的真龙好好聊一聊自由和未来的美好蓝图。